臭小子，真是拿你没办法。合欢宗广场有一尊大鼎，陆星盘腿坐在里面，萧姨妹则悬立虚空，满脸幽怨地吐槽着。红色纱衣被香汗浸湿，露出雪白肌肤，尤其是两座傲然峰峦，可谓是规模宏大。伴随萧姨妹的喘息，不停地上下起伏着。在鼎中吸收大日精华的陆星看到这一幕，也不禁心头火热。难怪宗门上下对他虎视眈眈的牲口多如牛毛。不干了，不干了，再这样下去，我真要累死了。萧姨妹停下运功，周围的大日精华有了涣散之象，总是被小星子抓来当苦力。他堂堂合欢宗七情峰峰主，难道不要面子吗？合欢宗有4大峰，分别是七情峰、六欲峰、阴阳峰、合欢峰，组合起来就是七情六欲，阴阳合欢。陆星急了，别啊，我感觉纯阳圣体已大为松动了，应该很快就能激活，我不想前功尽弃啊。见对方仍然不为所动，陆星叹了口气道，要是娘在就好了，只可惜10年前娘去了藏魔渊后变了无音讯，若是我娘在，就算再辛苦也会帮我激活纯阳圣体吧。萧姨妹以手扶额，妖娆妩媚的脸上满是惆怅。这个小冤家真是拿你没办法，毕竟我当初答应过你娘会好好照顾你，对你的要求有求必应。苍天啊，我这是造了啥孽啊？难道真要被你拿捏不成？这时陆星又叹了口气，眺望藏魔渊方向，如果无法激活纯阳圣体，那活在这世上又有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就去藏魔渊找我娘。萧姨妹气得脸色涨红，挺拔的山峰在大日下十分耀眼。停，小冤家，本峰主真是服了你了，每次都是这样，你就不能换一招？自己是个元婴大佬啊，偏偏被这个小混蛋给拿捏了命脉，甘当苦力，真是气煞老娘也。嘿嘿，我也不想这样啊，是你每次都要罢工，而其他的招又无用，偏偏这招，嘿嘿，屡试不爽。陆星笑道，好啦好啦，赶紧运功。萧姨妹不想再跟他废话了，再说下去自己非气的大跌境界不可。很快萧姨妹再度凝聚大日精华，帮陆星淬炼肉身。或许是真被气到了，这次她直接来了一个猛的，一次性吸收了2倍的大日精华，凝聚成一颗硕大的光球，射向了大鼎中的陆星。轰隆，惊天巨响传出，黑烟滚滚，腾空而起，大鼎爆碎，残片向四周飞射，宛如弹片。而爆炸的中央，陆星躺在那里，浑身焦黑，目光空洞，头发根根竖起，可谓是凄凄惨惨戚戚。仙儿，萧姨妹玉容失色，一闪身便来到陆星身边，将他紧紧搂在了怀里。仙儿，快醒醒，别吓我，你要是有个3长2短，我不好向你娘交代啊。陆星睁开眼，嘻嘻一笑，露出满口白牙。见他醒来，萧姨妹长长松了口气，白嫩玉指狠狠点了点他的额头，千娇百媚道，就知道你这臭小子没那么容易死，说吧，是不是故意装死，想占本峰主的便宜？陆星连忙道，这你可冤枉我了，要不是你搂得我无法呼吸，我早就喊了。萧姨妹嘴角一笑，拢了拢发丝，傲然道，哼，本峰主可是合欢宗第一美人呢，不知道多少人想要被我搂着，你还怪我憋到你，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陆星嘿嘿一笑，我不敢有丝毫亵渎。是吗？萧姨妹邪魅一笑，两手将纱衣领口往外一拉，露出曼妙的风景。那这样呢，还不敢吗？陆星一下瞪圆了眼睛，感觉到鼻子里有热流在涌动。请自重啊！陆星大喊，我也是男人啊，咯咯咯。看着陆星这囧样，萧姨妹掩嘴笑得花枝乱颤，眉眼之间充满妖媚之气。若是有男子在场，看到这一幕，很可能七窍流血。好半天，萧姨妹才恢复几分元婴大佬该有的正经模样，微微笑道，星儿，你身体怎么样？要不要本峰主照顾几日？别，可别。陆星无奈道，我身体无碍，而且被刚刚那么一炸，好像纯阳圣体随时都能激活。萧姨妹惊愕，还能这样？那要不再来几次？陆星连忙摆手，别，再来几次，纯阳圣体还没激活，我就被炸死了。而且话还没说完，陆星面色大变，一股狂暴热流窜入四肢百骸，脸红成这样，还说对本峰主没想法。他玉指划过天鹅下巴，媚眼如丝道。陆星怔怔地看着萧姨妹，我的纯阳圣体好像要激活了。什么？萧姨妹惊讶。下一刻，一股恐怖的炎热气息从陆星的身上爆发而出，紧接着他全身散发出一束金光，耀眼夺目，整个人变得透明，化成了一个惊人好浓郁的纯阳之气。萧姨妹又惊又喜，好半天陆星的状态才恢复如初，激动无比。你看到了吗？我激活纯阳圣体了，我真的成功了。萧姨妹同样高兴不已。萧姨，谢谢你。陆星跑过去，要不是10年来萧姨不辞辛劳帮我吸收大日精华，
哪有今日啊？臭小子，跟我还客气什么？忽的，萧一妹收敛媚态，看向远方，有人来了。陆星眉头一皱，立刻隐藏自己的纯阳之气。若是宗内知晓他已激活纯阳圣体，那就麻烦了。不光是宗内的女修会争先恐后，想要与他修炼，就连那些千年老妖婆们都会把他捉去。是阴阳峰的人。萧一妹一挥手，凭空变出一方粉红床榻，横卧了上去。唰，远方那道绯红落下，画出一道青年身影来。阴阳峰韩泽见过萧峰主。韩泽拱了拱手，便盯着萧一妹看。萧一妹横卧于榻，双腿交叠，风景无限。好看吗？萧一妹笑容诱人，语气中却夹带着一丝威严。韩泽也不傻，当即反应过来，却没有丝毫畏惧。有师尊阴阳魔君给他撑腰，怕个卵！弟子不敢。此番前来是奉师尊之命，请萧峰主前往阴阳峰，入合欢池沐浴。韩泽笑了笑，言及合欢池时，他的表情带着一丝倨傲。原因无他，阴阳峰的合欢池蕴含阴阳圣水，对修炼注意极大，也因此其他峰的女修寻找修炼对象时，往往第一个考虑的便是阴阳峰的弟子，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享用到阴阳圣水。听到这句话，萧一妹哪能不知道阴阳魔君的意思？言外之意，不正是要与他在合欢池同修吗？这阴阳魔君想要与他同修，不是一日两日了。但萧一妹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个不男不女的老怪物？我看不仅仅是沐浴那么简单吧。萧一妹伸手一挥，青葱玉指搭在腿上，缓缓滑动。韩泽紧紧看了一眼，体内气息便乱了几分，当下嗨嗨两声道：师尊的意思，萧峰主何等英明，自然是明白的。萧峰主停留在元婴期巅峰，已经足足100年了吧？再过2日，便是合欢池阴阳交汇之时，届时萧峰主若能与师尊同修，定可一举冲破境界，直达化神。听到化神2字，萧一妹目光一动，突破化神，那是她100年来的梦想。可如果是要跟阴阳魔君那个老怪物同修才能做到的话，那她宁可继续待在元婴巅峰，自己就算是死，也不能与这等恶心之人修炼。念及此处，她又忍不住看了一眼陆星。实际上她还是出子之身，从未跟任何人修炼过，主要是没看得上眼的。如今倒是有一个看得上眼的，可偏偏是自己的师侄，碰不得。对上萧姨眼神，陆星露出疑惑之色。萧姨这是怎么了？怎么看自己的目光带着一丝幽怨呢？萧一妹看向韩泽，手轻轻一挥，便有香风拂面，引得后者迷醉万分。回去告诉阴阳魔君，阴阳圣水虽好，但他不是我的菜，想要与我修炼，断无可能。萧一妹的语气冷了几分。韩泽一听，面色大变，萧峰主，还请再考虑考虑。合欢池中的阴阳圣水，100年交汇，机会难得，千万不能错过啊！陆星早就受不了这货了，忍不住嘲笑道：韩泽，你是听不懂人话吗？韩泽不屑道：一个废物，有你说话的份吗？虽有萧一妹撑腰，但整个合欢宗的弟子没一个看得起陆星。原因很简单，陆星直到现在还是个炼气境3层的弱渣。最让人鄙夷的是，陆星明明享用了大量萧峰主给的资源，修为却毫无进境。这样十足的废物，却能享用这么多资源，整个合欢宗的男弟子都不能忍大胆。萧一妹面色一沉，就要发作。一个阴阳峰的垃圾，居然敢当着他的面辱骂他的好师侄。但陆星却笑道：小姨妈，这个人还是交给我吧。似想到什么，萧一妹打了个哈欠，露出一副慵懒之色，盈盈水目充满温柔地看着陆星，期待他会做什么。这些年来，陆星受到过的嘲讽无数，早就学会了无视这种弱智的言语。以前的他不会动手，但觉醒纯阳圣体之后就未必了。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废物，到底谁是废物？要不要试试？陆星微微一笑，玩味地看向韩泽。哦，你该不会是想与我一战吧？韩泽露出轻蔑之色。陆星上前几步，淡然道：怎么，你不敢？哈哈哈！韩泽大笑。陆星，你是真没有半点自知之明吗？若非萧峰主站在你背后，你以为自己能活到今日？还是你打算这次又要靠着萧峰主给你撑腰？对于陆星，他早就想出手教训了。毕竟整个合欢宗只有陆星能每日与萧峰主这等美人待在一起。试问合欢宗上下，小到男弟子，大到男长老，哪个不嫉妒不愤怒？要不是萧一妹在，这陆星狗丫的早就被一巴掌给拍死了。韩泽，你不用激我，我与你一战，小姨妈绝对不会插手。不过我只是炼气境，而你是筑基境，这打起来好像不公平吧？陆星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带着一抹狡猾。韩泽显然没有察觉出什么，拍着胸脯傲然道：对付你一个炼气3层的废物，何须筑基修为？放心，待会我便将修为压制到炼气境，与你一战。我若输了，便给你磕头，叫你一声星爷。
可若是我赢了，嘿嘿，便请萧峰主答应与师尊双修。不知萧峰主意下如何？萧一妹皱着眉头看向陆星，传音道：臭小子，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坑你小姨妈可是要遭天谴的。陆星笑道：放心吧，小姨妈，这私自降修为到炼气境，必输无疑。我们可借此机会，让阴阳峰的人日后不敢再轻易来骚扰小姨妈。对于陆星这小子，萧一妹还是非常了解的，没有把握的事情绝对不会去做。一念及此，萧一妹瞪了他一眼，方才对韩泽不耐烦道：行了，本座答应了。闻言，韩泽喜形于色，本以为会铩羽而归，不曾想峰回路转，真是天助我也啊！来之前，师尊可是答应过他，若是完成这次任务，日后便不再临幸他了。想到这些，菊花便不用再枯萎了。陆星，准备好受虐吧！韩泽哈哈大笑，兴奋万分，双指在身上连点，将修为压制到了炼气10层。这家火道也没太拖大，一般来说，炼气10层的修炼者要打一个炼气3层，那是不费吹灰之力。可他万万想不到的是，陆星激活了纯阳圣体给我躺下。下一刻，韩泽身形一闪，便冲到了陆星面前，一拳轰了过去。拳风凶猛，隐隐产生一道爆鸣声。我这一拳之威，看你如何接下。韩泽很自信，炼气10层与炼气3层虽是同境，但依旧相差极大。他敢肯定，仅仅这一拳便能让陆星躺在地上痛呼求饶。师尊，您交代给弟子的任务完成了，我的菊花将不再受到摧残。然而这不过都是梦。韩泽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自己的拳头居然被对方的手掌死死地握着，难进寸分。怎么可能？韩泽大惊失色，如同见鬼。兄弟，送你飞！陆星挤出一抹老六般的笑容，一脚踹飞韩泽，狂风将他的脸庞都挤得变形。不！砰！韩泽摔在地上，喷出一口老血，脚步虚浮，身体跟散架了一样。一招得手，陆星则满脸兴奋。这纯阳圣体所带来的强横肉身之力，真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意料。你才炼气3层，怎么可能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韩泽死死地盯着陆星，吼道：你一定作弊了。陆星狠狠呸了一口：我陆星虽是老六，嗨嗨，你他妈别侮辱人啊！说了就是说了，赶紧过来磕头。你！韩泽气得要死，但又无言以对。可是真要给陆星磕了头，这传出去岂不让同门笑掉大牙？这头绝不能磕。韩泽当即便恢复修为，想要逃之夭夭。哼！萧一妹冷哼一声，伸手一挥，一道红色丝线飞出，瞬间便将韩泽五花大绑扔在了地上。要么磕头，要么死。萧一妹脸色冰寒，说出的话不容置疑。韩泽吓了一个哆嗦，连忙喊道：萧峰主饶命，我磕，我磕！当即便跑到陆星面前，迅速地磕了个头，喊了声星爷，便欲修范而去。等等！但陆星喊住了他。韩泽怒道：我都磕头了，你还想怎么样？陆星摸着下巴，揶揄笑道：这头磕得一点都不响亮，那句星爷我也没听见，所以重新来过。韩泽气急，这王八蛋在故意刁难他。不可能！陆星笑了笑，喊道：小姨妈！韩泽双腿一软，直接跪了下去。我的意思是不可能不磕。咚咚咚！为了以防陆星又找借口整他，韩泽直接爽利地磕了3个大响头，额头都肿起一个大红包，还喊了3句震天响的星爷，连附近山林中的鸟儿都惊起了一群。回去告诉阴阳魔君，再派弟子前来，小心本座炸了他的合欢池。萧一妹大手一挥，掀起阵阵狂风，将韩泽扔出了七情峰。陆星笑道：小姨妈威武，少拍马屁。萧一妹拖着下巴看着他，红唇微开，动人至极，随即起身飘了过去，细细打量的同时，这里摸摸，那里探探，不愧是纯阳圣体啊，仅仅是肉身之力便如此的蛮横。萧一妹感叹道：这炼气3层与炼气10层之间，可是足足相差了7个小层级呢，更别说韩泽还拥有着筑基境的肉身，不得了，不得了。陆星嘿嘿一笑：小姨妈，我现在有了纯阳圣体，那你什么时候给我找上等的炉鼎啊？我想尽快突破到筑基境。萧一妹郑重道：你可别乱来，你现在境界还弱，此时双修对你有害无益，等你突破到筑基境再考虑双修之事吧。陆星无奈道：好吧，本来还想着等激活了纯阳圣体就找个绝代佳人双修一番呢，没想到要等到筑基境才行。看着他这一脸失落的模样，萧一妹白了他一眼，没好气道：以你纯阳圣体的修炼速度，很快就能到达筑基境的。算了，小姨妈再帮你一把吧。接过丢过来的东西，陆星定睛一看，惊讶道：这是？萧一妹道：这是我的身份玉简，里面有10万贡献点，你自己去藏宝阁兑换一些宝物吧。10万贡献点？
陆星满脸兴奋，还是小姨妈对我好，以后定当好好报答小姨妈。萧姨妹不知想到什么，媚眼含羞，一挥手便消失不见。只有天空中一道悠远的声音传来：赶快去吧，尽快提升到筑基境。呼哧呼哧，七情峰下，一头黑白相间、胖乎乎的熊猫满头大汗的奔逃，在它的头上还戴着一件粉色兜兜。边跑，这头胖熊猫还狠狠嗅吸了一番上面传来的阵阵香味，脸上露出既沉醉又猥琐的笑容。大胆色猫，给我站住！在后面，一名身穿雪裙、满脸高冷、出尘脱俗的女修带着一伙弟子持剑杀来，剑光凛凛，杀气腾腾，令人胆寒。走在山道上的陆星刚好看到这一幕，吃惊道：那不是小姨妈的灵宠胖达吗？追他的人好像是六玉峰的弟子，为首的是，对了，是六玉峰号称寒冰仙子的冷血奇。好家伙，那死肥猫不会是偷了他的兜兜吧？陆星打算视而不见。开玩笑，这冷血奇的脾气人尽皆知，冰冷无情，谁要是惹到他，保准吃不了兜着走。而且那肥猫偷六玉峰女弟子衣物也不是一次两次，被追杀也是活该。陆星，可陆星刚转身，胖达却看到了他，一副看到了救命稻草的表情，疯狂扑来。砰！胖达那足有200斤重的肥胖身体狠狠将陆星压在身下。胖达，给我死开！陆星大骂。陆星，你先答应救我，不然我就不起来。胖达厚颜无耻道。行，我救你。陆星无奈。忽的一道雪白光红眨眼即至，飘在半空，一股清冷之气随即扫来，周围花草树木上都染上了一层寒霜。哇，他们来了！胖达打了个寒战，躲到了陆星背后，还不忘将头上的兜兜收起，隐藏证据。大胆色猫，屡屡到我六玉峰偷取女子衣物，简直无耻至极，今天必须阉了你！嘘！冰雪剑一指，冷风习习，顷刻间狂暴数倍刮了过来。陆星站在那里，身上青袍翻飞，猎猎作响，身上染上了一层冰霜，但很快化去。至于身后的胖达，差点没冻成一个冰雕，连连打了几个哈欠，冷得直哆嗦。原来是冷师姐，有话好好说嘛，何故发这么大的火？陆星笑道：你是七情峰那个废材陆星吧？此事与你无关，给我让开！冷雪琪目光一冷，浑然没将陆星放在眼里。陆星脸色一沉，这娘们是脑袋有病吧？自己好生客气，可他倒好，直接骂他废材，心也不要脸的吗？此言差矣，胖达是七情峰的一员，你要伤他，便与我有关。陆星站了出来，不卑不亢，直视冷雪琪。你……冷雪琪面色更加冰冷了几分。冷师姐，别跟他们废话，让我出手阉了那头色猫。一名六玉峰女弟子拔出长剑，做出一个阉割的动作。胖达脸色一白，决定来一个先发制人，便叉腰走出。你们不要欺雄太甚。陆星，事情是这样的，刚刚我在外面转悠，可这群娘们一出来就对我痛下杀手，说要将我剥皮割肉烤着吃。幸好我智谋高远，才逃了出来，可这群娘们还不放过我，硬是追到了七情峰。光天化日，他们真是无法无天。冷雪琪一听，浑身冷煞冲天，冰冷道：你说什么？明明是你偷了我的衣物，才被我追杀，却贼喊捉贼，编出这等谎言，实在该死。胖达做了个鬼脸，得意道：你说我偷了你的衣物，证据呢？没有证据，就是造谣，就是污蔑。话到这里，陆星也有点听不下去了，真的是死皮赖脸，无耻至极啊！小姨妈怎么就收了一只这样的灵宠呢？看中了她什么？色胆包天，找死！冷雪琪是真被气到了，被对得哑口无言，冰雪剑一震，剑煞冲天。陆星脸色微变，自己虽然激活了纯阳圣体，可真打起来必然吃亏，更别说他们不占理。冷师姐，事情我大概知晓了，可否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他一次？陆星拱了拱手笑道：看你的面子，你一个废材有面子吗？冷雪琪嘲讽。在他看来，如果陆星仅仅是天生资质不佳，那倒也罢了，可偏偏耗费了大量资源后还是这么个调样，而且还没有自知之明，一直消耗着宗门资源，这便是人品问题了。陆星笑道：我是不是废材，冷师姐去问问合欢峰的韩泽不就知道了，这人非常有幸，已经成了我的手下败将。你击败了韩泽，冷雪琪很惊讶，心想难道陆星早已不是废材，还突破到了筑基境？韩泽在合欢峰筑基境弟子中可是天骄级别，能击败他，证明陆星很不简单。陆星自然不会告诉对方，自己只是打败了将境界压制到炼气10层的韩泽而已。毕竟自己是忽悠冷雪琪，又怎么可能明说？我没必要欺骗冷师姐，冷师姐回去后随便一问便知晓了。若是我有说谎，任凭冷师姐处置。
陆星拍着胸脯，信誓旦旦道。冷雪琪想了想，道：看在萧峰主的面子上，今日便放过这头死色熊，但倘若再有下次，必饶不了他。话毕，便带人御剑而去。别走啊，刚才不是很神气吗？胖达见他们走远了，才敢大喊大叫。咚！陆星狠狠敲了敲他的脑袋，骂道：死肥熊，你要死别害我，跟你说了多少次，别再去六玉峰偷东西，你怎么就不听？胖达笑道：陆星，这次多谢你了，放心，我不让你白忙活。说着从腰间掏出一个储物袋，从里面倒出一件又一件女子兜兜，红色、绿色、白色，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琳琅满目，耀眼至极。陆星给直接看傻眼了。这些都是你从六玉峰偷的？陆星叹为观止道：是啊，这还仅仅是一部分呢。胖达满脸自豪道。陆星伸出大拇指，佩服，真的佩服，偷了这么多还能活到现在，你也是个人才。胖达拿出一件白色超大的递给陆星，陆星兄弟，知道这是谁的吗？陆星脑海中浮现出冷雪琪的身影来，与她的规模比较后，登时目光一亮，这不会是冷雪琪的吧？你真偷了她的？胖达哈哈大笑，没错，就是她的，不然你以为她为何会亲自来追杀我？只可惜啊，她拿我没办法。他将这兜兜递了过去，猥琐笑道：陆星，只要你以后跟我混，叫我一声胖哥，这件我便送给你，而且以后你想要谁的我都给你偷来，怎么样？陆星一脚踹开胖达，滚！你个死肥熊，说什么呢？叫你胖哥，你倒不如叫我星爷。别忘了，今天是谁救了你？切！胖达拜白了他一眼，不要算了。陆星懒得理他，打算继续前往藏宝阁。陆星，你去哪？胖达收拾好，追过去问道。我去藏宝阁，你跟着我干什么？陆星不耐烦道。胖达目光一亮，是不是峰主给了你贡献点？给了多少？陆星骂道：关你屁事！你少打主意，这是小姨妈给我的，你休想！胖达粗壮的胳膊蹭着陆星，讨好道：星爷，别这么小气嘛，我就拿一件，一件就够了，花不了多少贡献点，帮帮忙，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你就是我星爷，你只拿我打啊！真的？陆星挑眉，那是自然。我胖达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胖达笑道。很快，两人来到合欢峰，找到了藏宝阁。站住！藏宝阁重地，闲杂人等不得入内。看守藏宝阁的长老拦住他们。陆星不以为然，直接递上了小姨妈的身份玉简，竟是萧峰主的身份玉简。长老露出惊讶之色，方才道：多有得罪，二位请进吧。陆星笑了笑，便走了进去。你自己去挑选吧，记住，只能选一件，且贡献点不能超过5000。陆星对胖达道：放心吧。话毕，胖达一溜烟就不见了，而陆星也开始挑选起来。风云剑，极品凡器，1000贡献点；锁魂锤，下品玄器，2000贡献点；傲龙拳，下品武技，2000贡献点。半个时辰后，陆星站在一个架子前，手里捧着一本样本秘籍，爆星神拳，玄阶中品，6000贡献点。样本秘籍上有关于爆星神拳的基础信息，武技功法皆分为黄、玄、地、天4大等阶，每一个等阶又分下、中、上、极品4品。爆星神拳的品阶虽然仅是玄阶上品，但很适合现在的我。当然，陆星选择这门武技的原因并非仅此一点。在爆星神拳样本秘籍上记录着这门武技的总纲。这门爆星神拳精髓在于刚猛霸道，正如这名字一样，爆星爆星，一拳爆星。陆星喜欢这种拳法，不过比起拳法，陆星更喜欢的是剑法，青木剑道。修炼剑道的人统称为剑修，一剑破万法，一剑光寒19州，御剑千里取缔枭首说的就是剑修。所有武道，剑道最强，修士之中剑修最强。同阶无敌是下限，跨阶战是常态。剑修很强，强到一定程度堪称无敌，以一敌千，以一敌万，没有极限。这便是陆星想要成为剑修的原因。想要成为剑修，没有剑怎么行？诛邪剑，上品灵器，8000贡献点。宝兵分为凡器、玄器、灵器、宝器、神器5个等阶，每个等阶也分为下、中、上、极品4品。一般的炼器修士只能用玄器，我有纯阳圣体，用灵器没问题。陆星选中了此剑，这把剑不仅邪异，而且灵纹特殊，可大大提升剑术的威力。有了剑，便要剑术。陆星来到剑术区寻找剑术，在一个满是尘埃的角落里找到一本蒙尘的秘籍。这是陆星拂开灰尘，仔细打量，千星剑诀。这竟是一门地阶下品武技，仅需要1万贡献点。最重要的是，这门剑诀
炼气境的修士也能修炼。其他的地阶武技都需要筑基境才行，且贡献点都是1万以上。这本剑术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如今他一共选择了3件宝物，分别是玄阶中品爆星神拳、上品灵气诛邪剑以及地阶下品千星剑诀，一共是24000点贡献点。对他而言不算多，但对合欢宗的普通弟子，这可是一笔颇为不菲的数目。可想而知，萧姨妹对他有多宠爱了，资源给的有多大方。死肥熊跑哪去了？陆星选了3件宝物，没有再选的意思，打算等死肥熊一起找守阁长老兑换，可硬是半天没找到。藏宝阁又不准大声喧哗，算了，一边逛着一边找他。陆星在四处转悠，熟悉一下这里，对以后也有好处。不知不觉走到了高档区，这里的宝兵至少是宝器级别，武技和功法也是地阶以上，需要的贡献点很高。当啷，忽的他感觉到脚下踢到了什么东西，这是什么？陆星捡起来一看，苦笑道：龟壳。不过仔细一看后才发现这龟壳的不简单，掩天机，下品宝器，6万贡献点，可掩盖气息，隐藏修为，连渡劫气大能都无法看穿，甚至可遮盖天机，妙用无穷。看到这里，陆星倒吸冷气，这件宝器居然能避开渡劫气大能的探查，这也太牛逼了吧！这东西对现在的我来说简直是及时雨，有了它，我的修为，我的纯阳圣体都不会被人发现，让我狗到极致啊！不过这东西需要足6万贡献点，还蛮贵的，但毕竟是宝器级别的东西，这种价格也是理所当然。贵是贵了点，但值得。陆星满脸肉疼，决定买下。前面3件宝物也才24000贡献点，而这一件就要足足6万，加起来就是8万4，再加上胖达那边便是接近9万，10万贡献点花了9万，不知道小姨妈会不会打我屁屁。陆星笑了笑，啪，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是胖达这家伙吓了陆星一跳。咦，你怎么挑了一块这么丑的龟壳？小星子，你眼光独特啊！胖达哈哈大笑，当这东西是破烂货。陆星在他浑圆的大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吐槽道：关你屁事啊！你挑了什么？别忘了，不能超过5000贡献点。胖达怒道：为了我的宝物，这一脚胖爷不跟你计较。说着恢复了那招牌的猥琐模样，从怀里掏出一件粉红色披风，满脸自豪道：看看胖爷我挑的宝物，他叫妙影神衣，给他取名字的人一定非常有文化，妙影神衣实在是妙得很呢。说着说着竟发出了贱笑。死肥熊，你笑得真恶心，这东西一看就适合女子使用，你用来干嘛？陆星一副十分嫌弃的模样。哈哈，你懂什么？这东西一旦披上就能隐藏身形，以后我去六玉峰偷东西，他们就更抓不到我了。而且这东西仅需要3000贡献点，看来老天都眷顾我啊，支持我的偷兜大业。死肥熊越笑越贱，越笑越淫荡。陆星不由得同情起六玉峰的女弟子们，不行，让他这么搞，小姨妈和戚清风的脸面非丢得一干二净不可。等回去就让小姨妈开了他。陆星眯着眼，不怀好意地看着胖达。到了守阁长老那边，陆星将身份玉简递过去，同时拿出所挑选的5件宝物样本。看到他们挑选的宝物，长老露出古怪的表情，不过并没有多言，扣除了87000贡献点后，便将5件宝物的真品交给了他们。多谢。陆星到了身后，便带着胖达高兴离开。看着他们的背影，守阁长老不禁摇头，那头胖熊应该就是六玉峰人人喊打的那位了。这次又得到妙影神衣，以后六玉峰有热闹了。关键是这小子居然能找到千星剑诀和掩天机，这2样东西在藏宝阁待了上百年，从未被人兑换走，有意思，有意思啊！山道上，陆星带着胖达准备回七情峰。路上，各峰弟子来来往往，其中不乏容貌姣好的女弟子。陆星看的也是颇为赏心悦目。下一刻，糟糕！陆星反应过来，死肥熊好不容易得到妙影神衣，肯定会迫不及待的体验效果。周围这么多美女弟子，如此机会，这家伙能放过？对于这狗日的德行，他也是深有体会。完了！陆星立刻转头，可身边哪还有那死肥熊的身影？我日！这家伙死肥熊，我知道你在附近，你别乱来！陆星怒道。放心，我怎么会乱来呢？我绝对不会的！哈哈！胖达那渐渐的声音从附近响起，陆星身影一动，抓向声源处，可胖达早就换了个位置。忽地，周围传来惊呼声：什么东西？我的脸好像被什么肥厚的东西触碰了！哎呀，谁摸我屁股？啊！哪个混蛋居然袭胸！诸多女弟子惊慌失措，纷纷祭出法宝，满脸怒色，一副草木皆兵的模样。
可他们找了半天，硬是没有发现罪魁祸首。哈哈，真爽，真爽啊！这妙影神医真是妙极了，看看他们还不知道是谁干的呢。嘿嘿，六御峰的女修们，等着胖爷我来疼爱吧。无耻至极的笑声从陆星身边响起，接着胖达的身影缓缓浮现。陆星，要不要胖爷我借你玩玩啊？只要你叫我一声胖爷就行。胖达满脸自豪，转头看向陆星，砰！可刚转过头就被一拳给干懵了，6颗小星星在脑袋上转啊转，额头上还肿起一个大包。回过神后，胖达叉腰气愤道：“陆星，你干嘛呢？”陆星气笑了，呵呵，你还好意思问？平日里你去六御峰偷兜兜也就算了，现在光天化日之下都敢调戏女弟子了，简直丢尽了小姨妈和戚清风的脸面。不行，今天我就要替小姨妈把你给宰了，省得日后引来大麻烦。胖达怒道：“我偷兜兜关你什么事？主人都没说什么，轮得着你管吗？”哼，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他朝着陆星比了个中指，面露不屑：“别以为你跟主人关系亲密，我就怕你，你不过是个练气期的废材罢了。”陆星震惊地看着这头死肥熊，居然敢骂他废材，还一副这么嚣张得意，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半分的样子。不久前，这头死肥熊为了宝物，还叫他星爷来着，这是把他当傻子啊！今天我不把你打出翔，老子不姓陆！陆星怒了，身影一闪，一拳轰向胖达。凭你骂，我可是半步筑基，待会别求饶！胖达很自信，两只肥脚一跺，膝盖微曲，胖乎乎的身子宛若扎根地面，随后大吼一声，无敌肥拳，球形一样的黝黑拳头巨满凌厉，迎了过去。砰！双拳交击，一股狂烈的风浪席卷而出。须臾间，我怎么飞起来了？剧本不对啊！死肥熊飞上高空，而后重重砸在地面，像一个球样从石阶上滚了下去。死肥熊吃星爷一脚！陆星高高跃起，一脚踏下。死肥熊震惊无比，来不及多想，大吼一声，脚下留人。砰！他的脑袋直接被陈峰踩进了泥土里，身体直直地打了个挺，像是被干死了。陆星知道这家伙没那么容易死，将其揪了出来。还无敌肥拳，我看是无敌废拳吧。砰砰砰！陆星照着这家伙的肥脸狠狠捶了过去，如疾风骤雨，乱劈风拳法。星爷，别打了，别打了，我求饶，我服了。几个呼吸，胖达被打得鼻青脸肿，本就肥嘟嘟的脸此刻更肥了。陆星冷哼一声：“死肥熊，再敢败坏小姨妈和戚清风的脸面，我非锤死你不可。”这个时候，胖达哪敢不应允，连连点头，都听星爷的，听星爷的。不久后，两人回到七情峰，朝着七情宝殿而去。大殿中，红帐之内，萧一妹脸色难看，训斥道：“连一头蠢熊你都看不住，你说你还能干什么？”地上，一名绿裙少女跪在地上，不停擦着眼泪。少女名叫陈婉，是林宠阁的弟子，负责看管胖达。可胖达趁陈婉不注意，偷跑了出去。那蠢熊出去这么久，怕是已经惹了祸端。萧一妹负手而立，扫了地上的陈婉一眼，骂道：“哭，你就知道哭！”峰主息怒：“弟子现在就去把他找回来。”陈婉娇躯一颤，脸色发白道：“晚了。”萧一妹瞥了他一眼，冷漠道：“既然你什么也做不好，那日后就好好当个炉鼎，体现你的价值吧。”闻言，陈婉瞬间脸色煞白，身体都开始颤抖：“求峰主开恩，弟子知错了，求峰主饶我一次。”陈婉急忙磕头，眼泪汪汪。练气进去当炉鼎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先是元婴大师寿命大减，最终被吸干而死，凄惨无比。恰在此时，陆星和胖达来到店门口，看到了里面的情景。婉师妹，陆星脸色一变，他怎么在这？忽的，他一拍脑袋，想了起来，好像听人说起过，他被小姨妈派去林宠阁看守胖达。难道？等他转过头时，哪还有胖达的身影？数十米外，那家伙蹑手蹑脚，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正要逃之夭夭。主人的脸色好难看，好可怕，要是进去了，不死也得脱层皮。胖爷，我得先溜围上。但下一刻，一道阴影笼罩而下，陆星那如死神般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死肥熊，把婉师妹害得这么惨，还想逃？给老子滚进去！”砰！一道球影射来，砰的一声砸在陈婉身边，令得地面都颤了颤。陈婉被吓了一跳，看了过去，四目相对，胖达咧嘴一笑，尴尬道：“小美人，别来无恙啊！”陈婉很是意外，指着他：“你！”胖达大笑道：“你什么你啊？见到胖爷我归来，是不是很高兴？”啪！陆星过来，一巴掌将他扇飞。“死肥熊，你还见笑！”
要不是你偷跑出来，婉儿妹妹能被责罚吗？陆师兄。陈婉儿先是惊讶，随后低下头，脸上露出一抹羞红。陆星笑道：别怕，有我在。陈婉儿抬起那双明亮清澈带着点点珠泪的眼睛，看向陆星，脑海中不禁回忆起以前的点点滴滴，心中升起一抹温暖和感动。星儿，你怎么和胖达在一块？粉帐内，萧一妹那妖娆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陆星走进粉帐，双手按在萧一妹的肩膀上给她按摩，笑道：您就不要责怪婉师妹了，都是这头死肥熊的错，我已经把他给抓回来了，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萧一妹闭上眼睛，露出享受的表情，媚笑道：一口一个婉师妹，莫不是真看上她了？以前七情封上有关于陆星和陈婉的一些传言，说是两人是情侣，亲密无间。陆星连道：哪有，我不喜欢他这种类型的，我喜欢小姨妈这种类型的。别说胡话。萧一妹嗔怪了一句，但心里却莫名开心，既然你替他求情，那我便饶他一次。当炉鼎之事可以作罢，但惩罚不能少。陆星一听也没多言，知道这是小姨妈最大的让步。小姨妈说的对，有赏有罚才公平嘛，不如就让他在此地跪一个时辰，好好反省反省。陆星道。陈婉儿感激地看向陆星，知道后者在帮自己。要知道，如果是封主亲自责罚，绝不可能是跪上区区个把时辰这么简单，会比这厉害10倍。罢了罢了，我真是欠你的，就照你说的办吧。萧一妹摇摇头，颇有些拿陆星没办法的模样。这些年她对陆星也确实宠溺，否则也不可能10年如一日，不辞辛劳帮他吸收大日精华，激活纯阳圣体，也不可能为他变寻天才地宝，助他洗炼根基。不久前随手一挥就给了他10万贡献点，让他去藏宝阁兑换宝物。整个合欢宗能让萧一妹如此对待的人，也仅陆星一个。谢谢小姨妈。陆星说完，连忙朝着陈婉眨了眨眼睛。陈婉立刻会意，立即磕头道：多谢封主恕罪，日后弟子定更加勤勉，不负封主厚望。萧一妹嗯了一声，继续享受着失职的卖力揉捏。封主，那胖达该如何处置？是弟子带回灵宠阁吗？陈婉看了胖达一眼，小心翼翼地询问。胖达一惊，本想做个透明熊蒙混过去，可没想到终究还是轮到了他。蠢笨的小美人，你就不能默默地带我走吗？呜呜，胖达，你好大的胆子！萧一妹目光一沉，扫向胖达，浓烈的威严之气令人胆寒。咚！胖达立刻跪下，求饶道：主人恕罪啊！呼！下一刻，一道粉红风浪自粉帐中波荡而出，将胖达击飞出去。哼！恕罪！萧一妹长袖一卷，附在身后，愤怒地盯着胖达：以你的剑性，此番私逃出去，肯定又惹了是非吧？胖达怎么可能坦白？连忙摇头道：没有啊，上次被主人训斥过一顿，哪敢再惹事？我就去东边的紫竹林吃了点竹子，路上遇到星野，就跟着回来了。不信您问星野。萧一妹满脸不信，看向陆星：星儿，真是如此？胖达冲陆星挤眉弄眼，眼神中带着乞求之色，加上鼻青脸肿的样子，看上去搞笑无比。死肥熊，我要是再上你的当，岂不是傻子？需要我的时候叫老子星爷，不需要的时候骂我废材。陆星眼神悠悠地看着胖达，忽然间嘴角一掀：胖达啊胖达，你这是活该，可别怪我哦。胖达瞳孔一缩，感觉到浓烈的不安。小姨妈，你是不知道这头死肥熊。陆星巴拉巴拉舌灿莲花，将胖达的恶行添油加醋，一五一十地讲述给了萧姨妹听。听得陈婉是俏脸含羞，听得萧姨妹是怒火高涨，杀气腾腾，听得胖达满脸绝望，浑身瘫软。完了什么？竟有这等事！萧姨妹勃然大怒：你这头蠢熊，色胆包天，把本座和七情峰的脸面都给丢尽了。啪！萧姨妹拿出紫灵神鞭，这可是一件极品宝器，打在人的身上尤其的疼。胖达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滚圆滚圆，黑毛都发白了，明显深有体会。不等他求饶，萧姨妹毫不吝啬，一鞭子一鞭子的抽打过去。嗷呜嗷呜！在地上翻滚的胖达直接发出了狼叫，几乎要种族变异了。主人，嗷呜！主人饶！嗷呜！主人不要！嗷呜！胖达被抽得皮开肉绽，旁边的陆星和陈婉看得胆战心惊，惨，是真惨啊！几百鞭子下去，萧姨妹打累了，方才停手。来人，把他带去思过崖，禁足3个月。萧姨妹喝道。胖达一听，爬到主人脚下，求饶道：主人不要啊，还不如再打我几百鞭子，我真不想去思过崖，那里太无聊了，太安静了，待在那里我3天都受不了，更别说3个月。萧姨妹将他一脚踹飞：既然你不满足，那就禁足半年。
胖达懵了，不敢多言，只是恨恨地看向陆星，一副刀人的模样。陆星知道这家伙嘴没动，但心里肯定骂得贼难听。胖达去了撕过牙，一定要好好反省，莫要再惹小姨妈不高兴了，要当一只乖乖熊哦。陆星哈哈大笑。嗷呜！胖达忍不住吼叫一声，却听啪的一声，萧姨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把紫灵神鞭拿了出来。主人，我错了。砰！最后胖达被一鞭子抽飞出去，被2名弟子带走。大殿中立刻安静下来。陆星将身份玉简递给萧姨妹，挠挠头道：小姨妈，我兑换了不少宝物，花了将近9万贡献点，您不会怪我吧？萧姨妹白了他一眼，臭小子，你还跟小姨妈客气起来了？说说吧，你都兑换了什么宝物？陆星立即将宝物拿出给小姨妈过目。爆星神拳、诛邪剑、掩天机，不错。咦，你居然选了这门千星剑诀，虽然这是一门炼气修士也能修炼的地阶剑术，但你可知100年来从未有人将之修炼成功。萧姨妹颇为诧异地看向陆星，陆星则有些茫然道：这是为何？萧姨妹道：因为修炼这门剑术的难度不比修炼一门天阶剑术低，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陆星问道：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萧姨妹横卧粉榻上，让陆星给她捏腿，笑道：虽然这门剑术修炼困难度高，但修个入门问题不大，但想要大成甚至圆满，则必须通过观心领悟出一丝星辰剑意，但这谈何容易？陆星露出震惊，怪不得这门剑术蒙尘，原来还需要悟出剑意方可修至大成。听说只有领悟出剑意才算真正的剑修，才算跨入了剑道。萧姨妹感慨道：纵观整个合欢宗，能领悟出剑意成为剑修的人又有几个？六御峰的冷血旗领悟了寒冰剑意，但也不过是5品剑意，而星辰剑意则是9品。你确定你能领悟成功？陆星倒吸一口冷气。剑意分为1至9品，9品剑意便是顶级剑意。没想到一个地阶剑术要求如此之高，怪不得兑换秘籍的时候，守阁长老的表情有些怪异。原来是因为这个。试试吧，万一我是见到奇才呢？陆星挤出一抹笑容。实际上，能不能领悟出星辰剑意，他也没底。如果不行，就放弃吧，千万不要死磕，浪费时间。萧姨妹叮嘱道。小姨妈，我还有个请求。陆星笑道。你不会还想着找卢鼎的事吧？萧姨妹挑眉道。听到这话，旁边的陈婉身体一颤。刚刚陆师兄看他的眼神带着别样的味道，不会是要找他当卢鼎吧？不是吧，不是吧？陆星连忙道。哪能啊，我是看胖达去了撕过牙，婉儿师妹就空闲了下来，以后我忙于修炼，这饮食起居总要有人照顾，所以我想让婉儿师妹过来。萧姨妹起身捏着陆星的下巴，媚笑道：真的只是照顾饮食起居，没有其他想法？陆星一本正经道：保证没有。萧姨妹哼了声：我可告诉你哈，别乱搞，没到筑基境，千万不能破身。陆星当即喜笑颜开：小姨妈这是答应了，谢谢小姨妈。话毕，不等萧姨妹开口，就冲出粉帐，将陈婉儿给拉了起来。小姨妈，我先带她走了哈。看着2人奔跑的身影，萧姨妹愣了半天，才酸溜溜道：不是说跪1个时辰吗？这臭小子。不久后，陆星带着陈婉儿来到自己的洞府内，里面布置得很简陋，除了一些桌以外，就是一些书架，都落满了灰。显然，陆星这家伙平日里也不怎么打理。陆师兄，谢谢你帮我，要不是你，我就要去当卢鼎了。陈婉儿站在那里，微微低头，显得有些紧张。陆星走过来，笑道：在合欢宗，我没什么朋友，你算是一个，所以以后别跟我客气。陈婉儿抬起头，目光一亮，脸色微红道：你放心，我以后会尽心尽力照顾师兄的饮食起居。陆星摆摆手：我那是怕小姨妈再惩罚你，才把你要过来，以后你什么都不用干，好好修炼就行。陈婉儿露出惊讶之色：师兄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什么都不干呢？说着，他脸上露出欢愉之色：师兄，你去休息吧，我去给你做好吃的。我虽然笨了些，但厨艺还行呢。不等陆星开口，陈婉儿就跑开了。这丫头，算了，由着她吧。陆星无奈。不久后，他走到修炼室石门前，将手掌按了上去，只见石门上一阵红色涟漪波荡而开，轰隆隆，石门立即向上开启。红色涟漪明显是一道结界，这道结界还是萧姨妹帮他布置。进入后，石门落下，关闭起来。蒲团上，陆星盘膝而坐，没有立即开始修炼。只见他手一翻，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枚金色的珠子，脸上露出思念之色，因为这是他娘去葬魔渊前留给他的，平时只要想娘时就会拿出来。而这个珠子还有另一个秘密。娘，你什么时候回来？希儿想你了。过了会，
陆星脸色变得郑重起来，体内的纯阳之力变得躁动不安，而这颗金色珠子也开始发光。娘说过，这颗珠子很神秘，想要解开，则必须等我激活纯阳圣体。原来竟是真的。阴阳峰合欢池边，韩泽跪在那里，脸色惶恐，弟子办事不力，请师尊责罚。在他眼前有着一口水池，大概半亩，白色水汽蒸腾，宛若温泉。而在这些白色水汽之中，还有着特殊的黑色灵气，这些黑白气体便是阴阳二气。合欢池的秘密。砰！忽地，一道身影自池中飞出，掀起无数水滴，落在韩泽面前。浓重的威压与煞气汹涌扑来，韩泽差点没吓尿，身体瑟瑟发抖，脸色惨白。拜见师尊！韩泽惶恐喊道。废物！那道人影怒喝，一巴掌将韩泽扇飞，同时从白雾中渐渐走出。只见此人身穿一件奇怪长袍，左边白色，右边黑色，身躯足有2米高。更诡异的是，他的脸从中间分开，也是半男半女，半白半黑，跟长袍算是相得益彰。整个人看上去好像邪魔歪道，令人惶恐。而这个人正是阴阳峰峰主阴阳魔君，也是韩泽的师尊。师尊！韩泽不敢有半点怨恨，爬到师尊脚下道：都怪那个陆星，这些年萧峰主一直在帮陆星洗精伐髓，解决他进境缓慢的问题，才导致萧峰主没心思考虑自己的事。这话倒是不假。阴阳魔君冷笑，可这时他的声音听起来完全是个女生，而之前骂韩泽废物时却又是男生，煞是诡异。还有件事不敢隐瞒师尊，为了让萧峰主答应与师尊双修，我答应将修为压制到炼气10层与之一战。可这陆星邪门的很，竟一招便将我给击败了，他的肉身之力似乎格外的强大。韩泽胆战心惊道：什么？你可是我阴阳峰的天骄，竟输给了一个废材，传出去岂不丢尽本君的脸？该死！阴阳魔君又换成了男生，一脚将韩泽踹飞。本君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若不能促成萧峰主与本君双修，本君亲自废你修为，把你扔进万尸坑。韩泽吓得面色惨白，激动道：师尊，我有办法。萧峰主不是一门心思放在陆星身上吗？那么只要没了这小子，萧峰主定会愿意与师尊双修。毕竟跨入化神，那是每个元婴强者的梦想，萧峰主也不例外。阴阳魔君转过身，背对着他，凝望着合欢池，不知想到什么，忽然一挥长袖，冷厉道：好，只要你做成此事，本君立刻助你跨入金丹。闻言，韩泽兴奋道：谢师尊，弟子一定不让师尊失望。去吧。阴阳魔君挥挥手，身影一闪，便已消失，显然是又进了合欢池修炼。韩泽擦了擦额头的汗，离开山洞，心中怨恨无比。陆星，都是你害我，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但陆星的身边有萧一妹，想要杀他，必须有万全之策。话毕，便腾空而起，准备返回自己的洞府。咦，那不是寒冰仙子冷雪琪吗？没飞出多远，韩泽便遥遥看到一抹冰蓝剑光袭来，速度极快，还未临近，便感觉到了寒冷之意。周围的空中都坠落朵朵冰花。唰！冷雪琪立在韩泽面前。韩泽看着那宛若仙女般的容颜，不禁怔了怔，随即笑道：这不是冷师妹吗？有事？冷雪琪对这个韩泽并不感冒，实际上他对整个阴阳峰的弟子都不感冒，尤其是峰主阴阳魔君，简直是厌恶至极。这次若非有事要询问韩泽，他根本不可能来这。韩师兄，我问你，你可输给了七情峰的陆星？冷雪琪冷冰冰问道。韩泽一愣，这么丢脸的事都已经传到六御峰了吗？这该死的陆星！冷师妹，陆星那个废材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是他骗我将修为压制到炼气境，又使了歪门手段，才将我打败。韩泽一脸气愤道：要不是看在萧峰主的面子上，我一根手指头就能将他给捏死。对了，师妹，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原来是这样，这个阴险小人竟敢骗我！冷雪琪满脸冷色，杀气腾腾。师妹，可是陆星那混蛋惹到你了？韩泽疑惑道。冷雪琪犹豫了下，还是将之前的事告知。韩泽很愤怒，这个陆星真是无耻，竟敢忽悠师妹，绝对不能轻饶。还有那头死肥熊，色胆包天，一定要阉掉。冷雪琪脸色无比冰冷，我现在便去七情峰找他算账。闻言，韩泽目光闪烁，心生一计。等等，冷师妹！韩泽身影一闪，拦在其身前。冷雪琪皱眉，浑身散发冷意。你要阻我？难道和那个废材是一伙的？韩泽连忙解释，这怎么可能呢？我杀了他还来不及。可问题是，陆星现在已经回到萧峰主身边，
萧峰主这么庇护他，师妹就算去了，又能如何呢？冷雪琪觉得有道理，蹙眉道：“莫非韩师兄有良策？”韩泽一脸坏笑：“师妹可还记得天骄宴？”冷雪琪目光一动：“你的意思是？”韩泽笑道：“3天后就是天骄宴，我们可以让陆星参加，在宴会上当着众人的面好好教训他，岂不更加痛快？”冷雪琪点头：“天骄宴1年1次，这次的举办地就在六玉峰，且由我负责，这倒是个好主意。那就这么办吧。”韩泽一听，顿时喜笑颜开。唰，冷雪琪一拱手，御剑离去。那曼妙清冷的身姿把韩泽看得心神荡漾。好一个寒冰仙子，迟早有一天我要将你压在身下。韩泽内心喊道。修炼室内，陆星能感觉到金色珠子与体内的纯阳灵力互相感应，似乎金色珠子想要吸收纯阳灵力。想了想，陆星不再限制，让纯阳灵力涌出，化作一缕缕金光涌入珠中。很快，金珠越发璀璨，令陆星无法直视。等他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坐在一个神秘空间内，脚下是一片金色大地，更远处则是一片漆黑，但是头顶却是一片金色苍穹，里面无尽星辰流动，震撼无比。难道这是金珠内？陆星惊讶，随后镇定下来，娘将此物留给我，定不会害我，这东西绝不简单。忽的，眼前金光汇聚，化成一道人影。看到这道人影，陆星满脸欢喜：“娘，是你吗？”那道人影乃是女子，虽然有些模糊，但依旧能看得出那是一个极美的女子。能来到这里，看来我儿已激活纯阳圣体，娘心甚慰。接下来娘的话，你要好生记下。此珠，陆星听完后才得知此珠的一切。原来金珠名为阴阳合欢珠，乃是父母的定情信物，而他更是在此珠内降生。阴阳合欢珠十分神秘，珠内时间流速极为特殊，无论他在里面待多久，外界只过去1秒钟。也就是说，他以后在这里无论修炼多久，外界也仅过去1秒钟，简直是修炼神器。最重要的是，此珠的功能还不仅于此，只要得到其他修士的信物，便可借助此珠吞噬修士的修为。信物可以是配饰、毛发、鲜血等，只要属于这名修士，就可认定为信物。如此功能，可谓是逆天至极。陆星难以想象自己日后的修为进境会是何等的快速。小姨妈不是让他尽快突破到筑基境吗？只怕要不了多久，他就能做到。阴阳合欢珠如此逆天，绝不会是宝器，很可能是神器。陆星感叹，于是询问娘亲：“娘，此珠这么强大，您和父亲是如何得到的？”楚容妃神色郑重道：“此珠神秘，乃娘和你父亲偶然所得，尚不知晓其来历，也不知品阶，但定是天阶以上。关于此珠的事，你不可让任何人知晓，包括萧姨妹。”陆星点头：“娘，我明白。”楚容妃宠溺地笑了笑：“你现在身上若有他人信物，便可试一试此珠的能力。”陆星想了想，目光陡然一亮，还真有信物，那是冷雪琪的，就用它了。在娘亲的指导下，陆星知道了方法。在陆星的意念下，金色大地震动，很快出现一个大阵。大阵中有一只黑鱼和一只白鱼，双鱼首尾相接，旋转不休。陆星的脑海中立刻得知，此阵名为阴阳吞灵阵，通过献祭信物，可借此阵吸收信物主人的灵力修为。陆星拿着信物走到双鱼上，盘膝而坐。很快，信物消失，无形中阴阳吞灵阵如同释放出一条锁链，连接了信物的主人，也就是冷雪琪。冷雪琪，你不是骂我是废材吗？今天我这个废材定要吸干你。陆星一笑，轰！阴阳吞灵阵运转。与此同时，六玉峰某座洞府内，冷雪琪从阴阳峰回来后就进入冰室修炼，一切如常。忽的，他感应到一股神秘吸力，在这股吸力下，他体内的灵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唰！冷雪琪睁开眼睛，脸色无尽冰冷。怎么回事？我的灵力为何急速流失？难道我走火入魔了？一番检测，他才发现自己身体好得很，根本没有走火入魔，但灵力却在莫名流逝。阴阳合欢珠内，陆星感觉到一股股纯阴灵力不断进入体内，这让陆星十分兴奋。这么多纯阴灵力，如果要修炼出来，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如今他唾手得知，紧接着他的修为不断攀升，炼气4层，炼气5层，炼气6层。啪！身体一震，丹田扩充，其内灵力翻滚，浓郁无比，一股强大的气息意识爆发出来。我这就筑基了，也太快了！陆星无比震惊，我还是远远低估了阴阳合欢珠的逆天啊！才一炷香的时间，就从炼气3层一举筑基，
以前觉得快是耻辱，现在我只想更快。陆星哈哈大笑，有了此珠，化神可期。现在继续给我吸。有人欢喜，有人愁。冰室内，从筑基巅峰一路下滑到筑基7层的冷雪琪简直要疯了，真是台下10年功，台上分分钟。这才一炷香，修为就降落足足3层，还能更快些吗？是谁？是谁？你给我出来，我定要将你挫骨扬灰。冷雪琪拿着冰雪剑，浑身冷煞逼人，一剑挥出，冰冷风暴在四周留下无数剑痕，可是四周毫无动静。最关键的是，体内的灵力还在不断流逝，很快降低到了筑基6层，下降还在继续。混蛋，藏头露尾，有本事出来与我一战！冷雪琪长发披落，状若疯癫，任谁遇到这种诡异情况都会惶恐发疯。筑基5层，我的修为足足降了5层。不！冷雪琪跪在地上，身体发抖。他难以想象，照这样下去，自己的修为会不会一朝回到解放前？真若如此，比杀了他还难受。冰室内的动静闹得很大，刚好回来的杜岩看到此景，大为震惊。师姐，你这是怎么了？杜岩冲过去将冷雪琪扶起。下一刻，他发现冷雪琪的修为居然仅仅是筑基5层，吓得心脏颤动。师姐，你的修为？杜岩惊讶无比，这是怎么回事？冷雪琪道：刚刚我在修炼，突然有一股吸力涌来，将我修为吞噬，直到我的修为下降到筑基5层，而且这股吸力还在吞噬我的修为。如果不能阻止，只怕下降到炼气期也并非危言耸听。杜岩吓了一跳，生怕这股吸力也针对他，警惕不已。可是他感知半天也没有感知到什么诡异吸力。师姐，我没有感觉到吸力啊。杜岩奇怪，但确实感觉到师姐的灵力在快速流失。这样下去那还得了。忽的他目光一亮，道：师姐，你尝试封锁灵力试试。冷雪琪连忙盘膝坐下，封锁周身穴位和经脉，阻止了灵力的流动。冷雪琪惊讶道：有效果，我的灵力不再流失。杜岩高兴道：太好了，但是这样不是办法，师姐不可能不修炼，不可能不动用灵力。他想了想，急忙道：师姐，事关重大，我建议立刻上禀师尊，师尊修为强大，定能揪出幕后黑手，替师姐报仇，拿回丢失的灵力。冷雪琪却摇头：天骄宴即将开始，我修为暴跌之事不可外扬，你可明白？杜岩想了想，立刻明白师姐的意思。毕竟此番天骄宴由师姐主持，如果此事传出去，师姐很可能失去这个资格，沦为笑柄，还会丢了六玉峰的脸。杜岩道：师姐，我明白了。冷雪琪点头，等天骄宴结束后再告诉师尊，不迟。话毕，他拿出一张请柬：师妹，你现在就去七情峰，把这封请柬交给陆星，邀请他参加天骄宴。冷雪琪道：啊，那陆星不是个废材吗？哪有资格参加天骄宴？杜岩很是惊讶，冷雪琪便将之前的事告诉了他。闻言，杜岩很生气，这个无耻小人竟敢忽悠师姐，到时候定要他好看。冷雪琪点头：去吧。怎么吸不动了？难道是冷雪琪用了什么办法？阴阳合欢珠内，陆星满脸疑惑。算了，反正他都助我提升到了筑基2层，暂时放他一马吧。不过此刻的他估计已经疯了吧，哈哈。走出阴阳吞灵阵，陆星看着楚容妃，高兴道：娘，你看我现在已经是筑基高手了，有了此珠，跨入金丹也要不了多久，很快儿子就能去藏魔渊找你们。不可。谁知楚容妃一脸严肃道：藏魔渊的凶险远超你想象，如果没有渡劫境的修为，绝不可踏入。陆星很惊讶：渡劫境？可是您和父亲并未达到此境，为何要去藏魔渊？楚容妃叹了口气：以后你就知道了，切记不到渡劫境，莫入藏魔渊，你一定要答应为娘。陆星眼眶深红：可是藏魔渊这么危险，我怕你们。楚容妃安慰道：放心，我和你父亲准备了颇多手段，没那么容易陨落，等你到了渡劫境就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一家人便可团聚。陆星点头：好，我一定会尽最快的速度达到渡劫境，到时候我就去藏魔渊找你们，你们一定要等我。下一刻，楚容妃含笑，投影消散。陆星跑过去喊道：娘！擦干眼泪，陆星双拳紧握：我要修炼，只有尽快修至渡劫境，才能去藏魔渊救他们。话毕，他深吸口气，盘膝而坐。我已经是筑基2层，可以先稳固一下修为，再去修炼爆星神拳和千星剑诀。珠内大概过去了3天，陆星修为固若金汤，已经可以开始修炼武技。
因为修炼千星剑诀的难度颇高，要领悟剑意，所以陆星选择先修炼爆星神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激活了纯阳圣体的缘故，陆星发现当自己开始修炼爆星神拳时，明显的感觉到进境很快。要知道之前无论是修炼灵力还是武技，进度都极为缓慢，说他废材都是抬举他，可现在简直判若两人。7天后，珠内一道人影不断出拳，每一拳都刚猛霸道，掀起滚滚气流，爆发巨响。正是陆星，他在修炼爆星神拳。当第9拳轰出，手臂啪啪作响，连爆9响，同时一股强大的灵力风暴凝成一束冲击出去，发出如雷的轰鸣声，宛若真的一拳打爆了星辰。这种感觉酣畅淋漓，爽得不得了。成了，我成了！爆星神拳只要能打出9响便是大圆满。陆星满脸兴奋，而且这才过去7天而已。虽然珠内没有参照物，但陆星还是能感觉到时间流逝了多少。纯阳圣体加上阴阳合欢珠，我陆星定能跨入渡劫境。陆星心中生出一股豪迈之情。接下来陆星没有松懈，而是开始修炼千星剑诀。贯星辰，悟星辰剑意，方可大成。在剑谱上记录着这样一句话。陆星皱眉，看来还是要领悟星辰剑意。可是在这里如何贯星辰？下一刻他抬头看向金色苍穹，可以看到在金色苍穹内有无数星辰闪烁。这不就是现成的星辰吗？虽然跟外界不一样，但应该也行。于是陆星一边翻阅秘籍，一边观星辰进行感悟与印证。忽然他发现苍穹上星辰在变化，渐渐的他获得一些感悟。难道这片金色苍穹还能助人感悟？随着时间推移，陆星确定了这片金色苍穹很不简单，可助人感悟，还会根据情况进行变化。渐渐的，那无尽星辰在他眼中变成了一把把星辰光剑。这一次他耗时久一些，但也仅仅半个月就领悟出星辰剑意，非一丝，而是完整的星辰剑意。就连千星剑诀也直接到达了大圆满。隆隆隆，从陆星身上一股强大的剑意爆发出去，地上一颗颗金色石头升起，凝结成一把把金色的剑。去，无数金剑刺出，形成可怕的攻势。凝，接着这些金剑融合，形成千星剑诀的终极式千星归一。轰，金剑落下，震动苍穹，掀起可怕的风暴。好强大的一剑，哪怕是筑基巅峰的高手都无法匹敌吧。而我还未动用诛邪剑呢。陆星很兴奋，他才筑基2层而已，便可匹敌筑基巅峰，与金丹境的高手一战也未尝不可。短短时间他就已经变得如此强大，那将来呢？他会变成何种等级的高手？爹娘，你们一定要等我，我很快就能去找你们。陆星露出坚定之色。离开阴阳混沌珠，陆星在修炼室待了一阵才出来。好香，他闻到了一股香味。凝眸一看，不远处石桌上摆放7、8盘佳肴，香味从此而来。恰在此时，一袭绿影从洞外走入，是陈婉儿。他端着一盘红烧鱼走了进来，鱼香诱人。啊，陆师兄，你修炼结束了吗？刚好我做好了饭，快来尝尝我的手艺。陈婉儿甜甜地笑道。陆星走过去，坐在石凳上，看着眼前美味佳肴，惊讶道：这都是你做的？看起来就十分美味。陈婉儿递过去筷子，一脸期待道：陆师兄，你尝尝吧，希望合你的胃口，有意见随便提，我会改正的。陆星点头，开始品尝。一片虾肉入口，味蕾一下子被刺激，只觉得口中滑嫩鲜美，浓香灌满唇齿口鼻，令人回味无穷。他的表情一下丰富起来，震惊道：好吃，真好吃。婉儿师妹，没想到你厨艺如此之高。接着一片鱼肉入口，刹那间口中只剩下柔软香甜，鱼肉上的浓汁仿佛挑逗着你，简直美妙异常。太好吃了，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如此美味的食物。寻常的饭菜不入陆星的眼，所以他很少吃饭，都是磕屁股丹。一颗辟谷丹能果数日的富。陆师兄，你喜欢就好，喜欢我就每天给你做。陈婉儿看着陆星狼吞虎咽的模样，很开心。七情峰的同门都嫌他笨手笨脚，什么也做不好，觉得他一无是处。但现在他发现自己至少有一样是能做好的，那就是做饭。那哪成呢？你要是每天给我做饭，肯定得耽误修为。陆星道没事，反正我资质差。陈婉儿道，而且这是师尊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做好。陆星叹口气，起身给他夹了一块鱼肉，道：我记得那天晚上是大雨，所有人都在嘲笑我，
只有你撑着一把伞陪我待了一整夜，这份情我始终记着。在七情峰，除了小姨妈外，我只有你一个朋友，所以你如果当我是朋友的话，就听我的，要好好修炼，不用一心一意的伺候我。陈婉儿忍不住落泪，没想到陆师兄还记得那些，真好，谢谢你记得这些。陆星摸了摸他的头，笑道：傻丫头，吃饭，这么多菜我们肯定吃不完，待会打包给那头死肥熊吧。这头死肥熊虽然贱无耻，色胆包天，但对他接下来的修炼有着大用。此刻陆星和陈婉刚离开洞府，不远处一道光虹飞至，乃是一名女修，穿着六玉峰的弟子服，正是杜妍。杜妍师姐。陆星疑惑，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杜妍冷哼一声，屈指一弹，一道琴茧飞出，其中暗含一道筑基之力，想要教训一下陆星。可谁知陆星轻松接过，化解了那道筑基之力，冷冷道：杜妍师姐，刚刚是在考教师弟的修为吗？杜妍有些惊讶，自己可是筑基3层，而陆星不过是炼气境，竟能抵御自己的筑基之力，应该是萧峰主给的宝物。想到原因，杜妍不再出手，冷笑道：怎么，师姐考教一下你不行吗？陆星耸耸肩，自然是可以，但心下却道：贱人，你给老子急着，等我拿到你信物，一定吸干你。杜妍再度开口：这是天骄宴的请柬，师弟届时务必参加。陆星讶异，打开一看，还真是天骄宴的请柬。冷雪琪居然让我参加天骄宴。陆星笑了笑，看来是知道了实情，想在天骄宴上教训自己。杜妍道：师弟不会不敢去吧？天骄宴集合宗门各封天骄，师弟若参与，或许能收获不小，说不定能摘了这废材名头。可若不去，如此无胆，传扬出去，七情峰的脸面何在呢？陆星知道对方这是怕自己不去，故意激自己呢。七情峰的脸面好得很，不劳杜妍师姐操心。至于这天骄宴，师弟一定会参加的。陆星眯眼道。闻言，杜妍脸色一喜，笑道：如此甚好，我很期待师弟在天骄宴上的表现，希望不会让我失望。陆星笑了笑，那是自然，不过有些话还请杜妍师姐替我转达给冷师姐。杜妍皱眉，什么话？陆星嘴角一掀，玩味道：上次一见我便看出冷师姐面色惨白，天庭巨煞，只怕接下来会有灾祸，需要小心提防。杜妍震惊无比，陆星说的没错，冷师姐还真的遇上了灾祸修为，莫名被吸走了足足5层，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呢。住嘴！杜妍却发怒，师姐好得很，用不着你操心，再敢诅咒师姐，我定不饶你。他绝不相信陆星还真瞧得出祸福，一定是故意诅咒师姐。虽然证明了确实如此，但定是巧合，一个废材的话岂能相信？师姐不信，我也没办法。陆星耸耸肩，修为都降低了足足5层，还好得很。好个屁呢！杜妍重重冷哼一声，转身离去。等杜妍一走，陈婉担忧道：陆师兄，他们邀请你参加天骄宴，怕是不怀好意。陆星笑道：我知道，不过你放心，我自有应对之法。走吧。很快两人来到思过崖，陆星远远便瞧见一坨黑白相间的肉球趴在石头上，两眼无神，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整个思过崖非常安静，连风声都没有。以胖达那色炸天般的性格，要在这种枯燥无趣的地方待上半年，确实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听到动静，胖达激动地坐了起来，还以为是主人萧姨妹，可一看才发现是陆星跟陈婉。胖达的眼睛一下就红了，摩拳擦掌，嗷呜道：死陆星，你居然还敢出现！要不是你胖爷我怎么会这么惨？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吃我一招！无敌圆滚滚。说罢便吼叫一声，胖乎乎的熊体卷成一个球，快速地滚动过去，速度之快，掀起阵阵风暴，宛若雷电之球，气势汹汹。陆星见状，气得咬牙：死肥熊，又痒了是吧？他一拳砸出，手臂连响5声，如雷轰鸣，正是爆星神拳。轰！这一拳击中，胖球将其打飞了出去，周围的风暴和飞沙尽数溃散。嗷呜！胖达翻滚着，眼冒金星，倒飞出去，狠狠地撞击在山壁上，那里出现一个熊形坑。可没想到这一拳竟没让胖达失去战斗力，只见其爬起来，对着陆星龇牙咧嘴，但没有进攻，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不过他很疑惑，陆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无耻小人，你来干什么？嘲讽胖爷吗？胖达喊道。陆星啧啧2声：死肥熊，你是欠打是吧？再敢骂人，把你鸡鸡切了。说着把猪血剑给拿了出来。胖达吓了一跳，只觉得胯下一凉，耸了几分道：那你来干什么？陆星没好气道：看你可怜，就让你来吧。
给你送点吃的。胖达惊讶，啊呸，你有这么好？陆星撸起袖子就准备打人，不，打熊。陈婉连忙出来圆场，胖达，你误会陆师兄了。你看，这些饭菜都是陆师兄让我带给你的。胖达立即闻到了浓郁的香味，激动地舔了舔爪子，想了想道，行吧，看在这些饭菜的份上，胖爷我就勉为其难地原谅他了。当即夺过食盒，手脚并用地吃了起来，那模样还真是滑稽又粗鲁。好吃，好吃，这是谁做的？肯定不是陆星做的，难道是小美人你？胖达满脸流油道。陆星踹了他一脚，骂道，什么小美人，人家有名字叫陈婉，再敢轻佻，切鸡鸡。你！胖达愤怒，但看到那把猪斜剑，秒怂了。很快，胖达吃完了。陆星让陈婉拿着食盒在外面等着。胖达看出端倪，剔着牙齿道，看来有事求胖爷。陆星笑了笑，胖达，我们做个交易如何？胖达圆溜溜的眼珠子瞪着陆星，说说看。陆星道，你把所有都给我，我让婉儿每天给你送一顿饭，怎么样？胖达瞬间瞪大眼睛，随后哈哈大笑，指着陆星道，陆星，没想到你也是同道中人啊，你该不会是拿了冷血旗的那东西，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陆星满脸愤怒，一副想要揍熊的表情，冷冷道，你就说你给不给？不给。胖达回答得很干脆，谁叫你上次不替胖爷求情，害胖爷要在这里关半年？天啊，半年，胖爷我得死在这。陆星玩味道，你还知道你要在这待半年啊？如果这半年来没人跟你说话送饭，你猜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估计到时候都瘦成竹竿了吧，或者直接疯了。胖达一听害怕起来，那种孤独和寂寞是最致命的，可是要把那东西给陆星，他也非常不舍得，这可是他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偷来的啊，都是珍藏。不过他还是下了决心，道，交易可以，但不能一下全给你，一顿饭一个，不行就算了。陆星毫不犹豫道，成交。刚才给你送了一顿，先给我一个。胖达哈哈大笑道，陆星，胖爷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个色中恶鬼啊，你身边不是陈婉吗？还需要这个？陆星呸了一口道，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我那是另有他用，别用你肮脏的思想亵渎我纯洁的心灵。胖达切了一声，随即拿出一个紫色兜兜扔过去，猥琐笑道，虽然大家都是修士，但还是要克制一些的。滚！陆星骂了一句，对了，这是谁的？胖达看了一下，笑道，六玉峰一个叫杜岩的。杜岩。陆星一惊，随即哈哈大笑道，这是天意啊，可就怪不得我了。胖达看着他那疯癫的样子，打了个激灵，这家伙有点不对劲啊。接着陆星道，胖达，有没有合欢风寒子的贴衣或者其他东西？闻言，胖达唰的一下退后10几米，震惊地看着陆星，好家伙，胖爷竟现在才知道，你这么荤素不忌，牛逼牛逼。陆星知道这件东西又误会了胡说八道什么。陆星一闪来到胖达眼前，一脚将他踹飞出去。我说了，其他东西也行，宝物、玉佩、吊坠都成，只要是他的东西。另外，老子是纯爷们，大直男，掰不弯的那种。还有，你要是有本事，阴阳魔君的也可以偷，只要你偷过来，我绝对不亏待你。胖达恍然走过去，不断地打量陆星，叉着腰神色严肃道，陆星，你有秘密啊，都敢把主意打到阴阳魔君身上，你到底想干什么？陆星骂道，关你屁事，你就说能不能干。胖达无奈道，这偷东西没问题啊，关键是胖爷还在禁足中，要是偷跑出去，主人非卸了胖爷的腿不可。陆星道，你放心，小姨妈那里我来对付，你只管去偷就行，说不定我心情好还会给你求情。另外我可警告你，万一被抓了，我可不负责，更不准供出我。胖达一听自己能出去了，高兴得不得了，胖爷我乃神偷，加上妙影神医，谁能抓得住我？胖达拍着胸脯自信满满，不过说好了，要是胖爷帮你偷到东西，你可要替胖爷求情，争取减刑。陆星不耐烦地摆手，行，放心吧，只要你够意思，我就够意思。胖达伸出胖嘟嘟的小指道，拉钩，谁要是反悔，谁变太监。陆星忍不住笑出来，你这肥熊，行，依你。很快两人就一起离开思过崖。看到胖达也跟着出来，陈婉吃惊，陆师兄，胖达怎么跟着出来了？他要关半年呢。陆星走过去拉着陈婉到一边，笑道，婉儿师妹，胖达出去的事你能不能帮我保密？看着自己的手被陆星牵着，陈婉满脸通红，脑袋里一团浆糊，不停点头，哈哈，我就知道婉儿师妹最好了。陆星哈哈大笑。胖达看着陈婉脸红局促的样子，若有所思。操控宝物飞行，
讲究摒弃杂念，意、身、宝三者合一，才能如臂指使，操控自如。徐蕊，你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说话的人一身黑色长裙，面目严肃，扎着一个马尾，腰挎长刀，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练冷峻。此女便是七情峰的大师姐严敏君，也是七情峰第一天才。不过七情峰的弟子见到她都像老鼠见到猫，原因很简单，严敏君对师弟师妹非常严厉，谁要是犯了错，必会受到他的惩罚。是，大师姐。走出来的女子名为徐蕊，长得清瘦高大，乃是严敏君的第一心腹，也是严敏君的头号粉丝，对严敏君的天赋和修为非常敬佩和崇拜。只见徐蕊拿出一把长剑往空中一抛，而后双手一指，灵力外放，包裹长剑。长剑在他并指操控下，在空中腾转如流光刷。长剑飞来，徐蕊跃了上去，剑与人宛若一体，腾空飞翔，宛若一道流星，看得底下的师弟师妹满脸羡慕崇拜。不久后，徐蕊收剑而立，站在严敏君身边。严敏君冷厉道：你们听着，筑基以上弟子，半个月之内，若谁还不能达到如臂指使的境地，就别怪我不客气。闻言，一众师弟师妹都苦着脸，尤其是那些刚入筑基境的，脸都白了。此刻，严敏君和徐蕊走到另一边。严敏君皱眉道：天骄宴在即，可我却还未收到请柬，你可知原因？徐蕊欲言又止。严敏君知晓这里面有问题，他立即喝道：看来你知道，还不赶紧说。徐蕊道：大师姐，六御峰的杜岩把请柬给了陆星。严敏君很是意外，你说什么？怎么可能给那个废材？冷血奇果然不是好东西，明显想要让我七情峰丢脸。走，去找陆星。这时陆星和陈婉从思过崖回到洞府，至于胖达自然是去完成陆星交代的任务。陆师兄，你到底要胖达去做什么啊？万一让峰主知道，这可怎么办？陈婉担心道，一边说还一边给陆星倒了一杯茶。陆星接过一饮而尽，吧唧着嘴笑道：放心吧，就算小姨妈知道也不会怪我的。陈婉皱着眉头，还是担心。陆星，快出来！忽的，外面有人喊。陆星和陈婉立即出去。大师姐，徐师姐。陈婉紧张道。陆星眼珠子一转，心里想，他们来干什么？必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当即他明白过来，应该是为了请柬。毕竟以往每一届天骄宴都是由大师姐严敏君参加，而今冷血奇把请柬给了他，严敏君不来问才怪。如果他问自己要不要给呢？下一刻，陆星满脸笑意道：咦，这不是大师姐吗？师弟有失远迎，抱歉抱歉，我们进洞府聊吧。严敏君摆摆手，淡淡道：不必了，听说杜岩给了你天骄宴的请柬。陆星淡淡道：是啊，怎么了？徐蕊满脸激动：你还问怎么了？以你的修为，如何能参加天骄宴？你要是还有点脑子，就把请柬交给大师姐。严敏君伸出手道：陆星，你把请柬给我，我替你参加天骄宴。但陆星却摇头：抱歉啊，大师姐，这次我想自己参加天骄宴。什么？严敏君气得山峦震荡，喝道：不要胡闹！六御峰和我们七情峰一向不对付，这次他们将请柬给你，目的就是打压羞辱我们七情峰。快把请柬给我！陆星笑道：我知道啊，所以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得逞的。这次天骄宴，我要给七情峰长脸。你……严敏君非常生气，我是你大师姐，你敢不听话？同时身上筑基巅峰的气势碾压过去，想要震慑陆星，逼迫其交出请柬。以往用这招，陆星都会乖乖听话，可谁知陆星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大喊大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啊！大师姐要杀人了！这一幕把在场几人都给弄懵了。这是撒泼打滚吗？陈婉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但很快却配合道：陆师兄，你别害怕，我这就去找峰主，让峰主来主持公道。见状，徐蕊怒道：你给我站住！这点小事如何能惊动峰主？接着他看向脸色青黑的严敏君道：大师姐，由他去吧，他自己要去丢脸，要去送死，跟我们没关系。严敏君的脸色一点点平和下来，看着陆星失望至极道：师尊真是把你给惯坏了，若你这次真给七情峰丢了脸，我一定让师尊狠狠处罚你。我们走。等他们离开，陆星才站起来笑道：想用大师姐的身份压我，没门。陈婉笑道：没想到陆师兄脸皮这么厚。陆星白了他一眼：什么脸皮厚，这叫睿智。大师姐在七情峰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不搬出小姨妈，今天可糊弄不过去。想到陆星要参加天骄宴，陈婉又担心起来：陆师兄，天骄宴都是各峰顶尖天骄参加，
你才练气境，真要去吗？陆星刮了刮他的小穷鼻，自信笑道：这不是还有你吗？参加天骄宴的人可以带一名侍女，我准备带你去，当然你不是我的侍女。陈婉坚定点头，那我一定会保护好陆师兄的。陆星笑道：好啊，到时候婉师妹一定要好保护师兄。陈婉重重地嗯了2声，仿佛要豁出命一样，那认真而坚定的模样还真是够可爱的，让陆星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而后者立刻羞红了脸，低下了头，找了个借口慌张离开。接下来2天，陆星要么修炼御剑，要么摸索阴阳合欢珠，并没有用杜岩的信物来提升修为，毕竟才刚刚从炼气3层提升到筑基2层，身体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很快天骄宴开始，洞府外，陆星穿着一身玄袍走了出来，整个人显得非常风神俊朗。在他身边的是陈婉，还是一袭绿裙，表情乖巧，双眸清澈，笑起来很甜很可爱。陆星笑道：准备好了吗？陈婉嗯了一声，甜甜笑道：陆师兄，我准备好了，还举了举拳头给自己打气。陆星怔怔地看了他一眼，才笑道：那就走吧。由于2人都是炼气境，无法御使宝物飞行，所以只能徒步。当然陆星是假的炼气境，但他修为暴涨的秘密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否则纯阳圣体和阴阳合欢珠被外人知晓，后果不堪设想。对现在的他而言，狗才是正道天骄宴的地点，在六玉峰六玉大殿。此刻殿内，冷雪琪带着杜岩在四周检查。杜绝缺漏，各峰天骄来了吗？冷雪琪问道。应该快了。杜岩道。冷雪琪点头。对了，陆星那个废材呢？可有出现？杜岩摇头，暂时还没看到，但他若赶不来，我就派人去七情峰喊，谅他也不敢当缩头乌龟。冷雪琪想了想道：我们去外面看看。六玉大殿外，2排女弟子正在迎宾，她们都身姿绰约，明眸含笑，十分美丽，让周围的景色都亮堂几分。冷雪琪和杜岩出现，女弟子们立刻恭敬喊道：冷师姐，杜师姐。冷雪琪微微点头，看向天边，忽地2道流光飞来，立刻现身殿外。那是一男一女，男的正是韩泽，一身红袍，显得极为喜庆，还拿着一把折扇，展现的风度翩翩。看到冷雪琪，双目陡然一亮，笑道：冷师姐，你今天真漂亮。今天的冷雪琪一身雪袍，如风雪中的仙女，眉心点缀冰花，双眸清冷，给人一种遗世独立之感。她的身材高挑而婀娜，饱满而翘挺，如果美女有分数，那她一定是满分。仅外貌和气质的话，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点瑕疵。韩泽看着冷雪琪的模样，宛若一个痴汉，恨不得扑上去。冷雪琪有些厌恶地扫了他一眼，但今日毕竟是天骄宴，而他是东道主，所以只能耐心道多谢。接着他看向不远处的女子，那是一个只要看一眼这辈子都不可能遗忘的女子。咚咚咚，那女子行走间，地面都在震动，连韩泽都露出浓浓的忌惮之色。六玉峰的迎宾女修都大口咽唾沫，满脸畏惧。那女子身材高大，足有1.8米，忽略她那爆炸性的双鸾，以及犹如2只大西瓜般的翘臀，远远看还以为是个男子，实际上她长得挺漂亮，只是身材太过夸张，非人类一般。杀人如麻屠莎莎。冷雪琪清冷的目光沉了沉，哈哈，我屠莎莎来了，谁敢与我一战？屠莎莎大笑，龙行虎步而来，胸怀沟壑间别着一块红缨板斧，极为刺眼，这要是披在人身上，非1分为2不可。屠莎莎走到韩泽面前，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那肩膀都下沉几分。韩泽立刻退开几步，恼怒道：屠莎莎，你干嘛？屠莎莎轻蔑道：你太虚了，不经打，滚一边去。你！韩泽气得脸都青了，但确实不敢和屠莎莎一战。这屠莎莎太凶残了，力大如神，简直非人类。不是没打过，相反，那一次被教训得很惨。屠莎莎又跳到冷雪琪面前，巨大的影子盖住后者，宛若魔神，笑道：冷雪琪，别老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嘛，要多笑，与我一战。冷雪琪直接拒绝，宴会还未开始，不必心急。屠莎莎切了一声，露出无趣之色。忽的，他目光一亮道：对了，严敏君呢？他怎么没来？上次一战还没打过瘾呢。韩泽暗暗道：真是个癫女人。就在这时，陆星和陈婉终于赶到了。是陆星。杜岩笑了起来，还真敢来，有种。韩泽露出坏笑，来得好，拿屠莎莎那个癫女没办法，难道还拿你没办法吗？刷！韩泽闪身，直接出现在陆星面前。陆星，你个废物，居然敢来！韩泽嘲笑道：不知道是谁上次输给我，我是废物，你不就是废物不如？
陆星玩味，回怼过去。你！韩泽愤怒，上次要不是被你哄骗，将修为压制到炼气境，我能输给你？真打的话，老子一根手指头就能捏死你。陆星耸耸肩道：是吗？炼气10层被我一个炼气3层干趴，咸屎吃的不够，还阴阳封天骄，我看是坨屎吧。韩泽直接破防了，气得浑身颤抖，咬牙嘶吼道：废物，今天我要打死你。陆星却很淡定，毕竟天骄宴还未开始，冷血奇不可能让韩泽在这时候动手，除非六御风的名声不要了。不过冷血奇刚要阻止，另一人却抢先动手，正是屠莎莎。屠莎莎像是一堵肉墙冲了过来，一把将韩泽推了出去。韩泽脚步踉跄，差点没摔倒。谁他妈！本来要开骂，但看到是屠莎莎，韩泽的语气立刻软了下来。屠莎莎，你什么意思啊？屠莎莎喊道。我有话问他，你有意见？韩泽怒极，别过头没说话。跟屠莎莎讲道理，那是对牛弹琴，跟他讲拳头，他的拳头还没屠莎莎的拳头大。喂，严敏君呢？他怎么没来？屠莎莎盯着陆星道。陆星一眼就认出这是合欢峰天骄屠莎莎。在整个合欢宗，所有女修当中有这等爆炸夸张身材的人，除了屠莎莎找不到第二个。但实际上她本名叫屠莎莎，因为出手狠辣，杀人如麻，所以才被叫成屠莎莎。陆星笑了笑，原来是屠师姐，幸会幸会，至于大师姐，她有事来不了。屠莎莎眉头一拧道，她不来怎么行？她不来，谁跟我大战300回合？不行，你给我回去，把她给我叫来。陆星连忙道，屠师姐说笑了，大师姐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呢？而且我认为在宗门内，屠师姐可称筑激进无敌，不信你问韩泽。韩泽瞪大眼睛看着陆星，你个混！而这时屠莎莎的目光望了过来，问道，你也这么觉得？韩泽吞了口水，这个时候他敢说一个不字吗？那是当然，那是当然。韩泽嘴巴抽搐道。而屠莎莎哈哈大笑，非常开心，拍了拍陆星的肩膀道，你小子虽然废材了点，但很对我胃口，以后师姐一定罩着你。说完还叉腰大笑3声，掀起一阵波涛汹涌，看得韩泽直流口水，望鸾兴叹。陆星笑道，谢谢屠师姐。韩泽一听脸色就难看起来，要是屠莎莎一直护着陆星，他还怎么对其出手？陆星，你要不要脸？只会站在女人身后的孬种。韩泽讥讽道。陆星哈哈大笑，嫉妒我就说出来，不丢脸。你！韩泽气得炸毛，很想弄死这个不要脸的家伙。行，我倒要看看你能笑到几时。屠莎莎走了过去，盛气凌人道，韩泽，你找死吗？呼！他直接就拔出胸间红缨巨斧，挥动之间虎虎生风，大喝道，你不爽陆星，就是不爽我，哎，打一架。见状，韩泽当即就怂了，他可不敢和屠莎莎这个癫女打。误会误会，我是想要督促陆星，总不能一辈子当个废材吧。韩泽连忙陪笑。屠莎莎扛着半人高的巨斧，若有所思，说的有道理。他转头看向陆星，虽然我现在罩着你，但你也要努力变强。陆星笑道，为了屠师姐，我一定会努力的。屠莎莎哈哈大笑，不错不错，很对我胃口。这时冷血奇道，诸位，天骄宴即将开始，还是进去一叙吧。不多时，全都进入六御大殿。陆星也是第一次来此，毕竟六御峰都是女弟子，一般时候其他峰的男弟子都不允许踏足。这六御大殿还真是不俗，像是步入了仙宫。陆星由衷道。陈婉儿也目光发亮道，早就听说六御大殿仙气袅袅，竟真是如此。只见周围有4口水池，水池内白雾缭绕，霞光闪烁，让池边的道路都跟着雾气弥漫，行走其间如同踩在云端。水池内有各种珍奇花草，争香斗艳，香气扑鼻。此刻冷雪琪坐在水晶大椅上，面前有案桌摆放美食，而下手依次摆放3张案桌，上面同样摆放美食。屠莎莎和韩泽、陆星分别坐在一张案桌前，陈婉儿则坐在陆星旁边。冷雪琪忽然看向陆星，陆师弟，都说你是宗门第一废材，今日一见，至少胆色过人。韩泽笑道，他哪里是胆色过人，是没有自知之明，这可是天骄宴，而不是废材宴。屠莎莎眉头一皱，韩泽针对陆星也就罢了，可冷雪琪作为天骄宴主办人，竟也言辞犀利，有问题，很有问题。陆星淡淡笑道，冷师姐相邀，师弟怎敢不来？我还要多谢冷师姐，让我来增长见识。冷雪琪目光一冷，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平静。严敏君必定提醒过对方，这是鸿门宴，可他还是来了。一个区区炼气3层的废材，到底哪来的自信？
希望你这种心态能保持到最后。冷雪琪冷冰冰的道了声，韩泽却呵呵道：一个废材而已，也就现在笑笑，等会有的哭。陆星嘿嘿一笑，你说的对，我的确是废材，而你确实也是废材不如啊。闭嘴！韩泽怒道，若我施展全力，你真以为是我的对手？陆星不置可否，输了就输了，你别输不起啊。韩泽气急，你个垃圾，有胆的话现在一战，看我不把你打成翔。然而谁也没想到，陆星竟躲到屠莎莎背后，满脸委屈道：屠师姐救命！韩泽瞪大眼睛指着陆星，你要不要脸？屠莎莎手持巨斧喝道：韩泽，你找死吗？敢动我屠莎莎罩的人！韩泽忍无可忍，硬气道：战就战，谁怕谁？咦，你还支棱起来了，那就先吃我一斧！屠莎莎满脸玩味，说罢就要出手。冷雪琪喝道：屠莎莎，你别乱来，会有论道环节，不必急于现在。若不遵守规矩，那我只能请你离开了。屠莎莎想了想道：给你个面子，待会论道时看我屠莎莎把他打成狗。毕竟冷雪琪是天骄宴的主办人，而且天骄宴上有各种天材地宝享用，若是错过非常可惜。见此，韩泽也松了口气，真跟屠莎莎动起手来，他多半要吃亏。冷雪琪淡淡道：首先我代表六御峰感谢诸位同门前来参加天骄宴，这次天骄宴由我负责，宴会上有各种零食，不会让大家失望。话毕，4名曼妙女修手持木盘，木盘上放着一只白玉茶壶，依次放在每条案桌上。陆星等人的目光立刻落在白玉茶壶上，能感受到茶壶内蕴含磅礴的灵气。是灵茶？韩泽惊讶道。冷雪琪傲然道：没错，的确是灵茶，而且是极为珍贵的北冥寒茶。此茶由北冥草和寒金冰魄泡制而成，两物皆取自北冥之地，稀罕无比，每一壶便价值上万灵石，其内蕴含的强大寒冰灵气可大大增强修为，十分难得。闻言，韩泽几人皆目露金光，满脸期待。为何这些天骄都对天骄宴趋之若鹜？一个便是因为天骄宴上的天材地宝可大大提升修为，另一个是因为在天骄宴上各峰天骄会进行比拼，证明谁才是真正的天骄。拔得头筹者不但能名声大显，而且还能得到宗门更多资源栽培，所以天骄宴对于他们这些天骄而言非常重要。冷师姐不愧是宗门天骄，出手果然不凡，令人佩服。韩泽不吝赞叹，内心十分迫切想要饮用灵茶。他一直困在筑基9层，说不定今日借助这灵茶能一举跨入筑基10层。哈哈，还是你们六御峰大方，那我就不客气了。屠莎莎更迫切，她在筑基10层巅峰停留了许久，期盼这灵茶能助她突破，于是不等众人，抱起茶壶就准备鲸吞牛饮。见此，韩泽露出一抹冷笑，看着屠莎莎喝灵茶，而自己未动，好似这不是灵茶，而是毒茶一般。冷雪琪也是一副冷漠之色，这里面明显有蹊跷。性格鲁莽率真的屠莎莎根本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关键时候，陆星喊道：屠师姐请慢。屠莎莎皱眉：陆星，虽然我罩着你，但你想要我的灵茶，这可不行。陆星无语，解释道：屠师姐误会了。屠莎莎不耐烦道：那你阻止我干什么？陆星笑道：看来屠师姐并不了解北冥寒茶。北冥寒茶中蕴含磅礴的寒冰灵气，不可含饮，否则会伤及经脉，甚至被冻成冰雕，得倒在小小的茶杯中慢慢饮入，一点点炼化。屠莎莎一惊，根本不知道门门道道，在她的世界里只有修炼和战斗。而陆星之所以如此了解，是因为这些年小姨妈给她弄了大量天材地宝，帮她洗精伐髓，提升修为。虽然效果甚微，但却让她大大提升了见识。闻言，屠莎莎连忙放下茶壶，心有余悸，若不是陆星提醒，后果不堪设想。原来如此，多谢师弟提醒。下一刻，他持斧，怒气冲冲道：冷雪琪，你什么意思啊？居然不提醒我，是不是想看我出糗？见此，冷雪琪目露寒光，而韩泽也是内心咒骂。这可是天骄宴，不仅比实力，也比见识。若屠莎莎因为北冥寒茶受伤，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好事。多么好的机会啊，居然被那个废材给破坏了。冷雪琪淡淡道：屠师妹误会了，我刚要说，你便拿起茶壶就饮，真不能怪我。所幸陆师弟阻止了你。他看向陆星，冷冷道：没想到陆师弟的见识如此之广，我倒是意外的很。陆星哈哈一笑：偶然了解到而已，不足挂齿。冷雪琪冷着脸继续介绍：陆师弟说的没错，这茶需要慢饮，适量饮用可提升修为，可若过量反而不利。屠莎莎一屁股坐下，
用力拍着胸脯，豪气道：“那就来比一比，看谁喝得多。”韩泽自信道：“比就比。”不过，他看向陆星，揶揄道：“陆星，你境界太低，这样的灵茶，你怕是连一杯都不敢饮下吧？”陆星淡淡道：“不试试怎么知道呢？”韩泽奸计得逞：“那就开始吧，希望你别冻成冰雕。”话毕，当先就倒了一杯，灵茶流出间，顿时一股浓郁寒气扑面而来，桌面上都结上了一层冰霜。韩泽端起来慢慢品饮，很快喝完一杯。喝完后，口中都冒出冰冷寒气，但神态自若。毕竟才一杯而已，对于他这种筑基天骄不算什么。他兴奋道：“不愧是北冥寒茶，蕴含磅礴的寒冰灵气，才一杯而已，我的灵力就增长不少。”见状，冷雪琪和屠莎莎也开始饮用。韩泽则看向陆星：“怎么还不喝？当真连一杯都不敢，可别丢了戚清风的脸。”陆星知道对方在激他，但不在意，这样的灵茶他也不能错过。放心，一杯茶而已，还冻不死我。于是他也喝了一杯，露出满脸惬意，果然好茶，通体舒畅得很。嘿嘿，见他身体无恙，韩泽脸色阴沉，但很快笑道：“才一杯而已，神气什么？继续喝啊，看你能笑到何时。”冷雪琪扫了陆星一眼，知道后者被萧姨妹喂了不少天才地宝，能饮一杯北冥寒茶并不奇怪，但未必能喝下第二杯。几人继续喝茶，第二杯，第三杯。韩泽喝到第三杯，全身冷得发颤，口中喷出冰雾，脸色也发白，已经无法再喝下去了。没想到才3杯我就不行了，幸好修为提升不少，随时能突破到筑基第10层。韩泽心道。这边冷雪琪和屠莎莎还在继续，已经第5杯了。见状，韩泽心有不甘，想要强行再饮下一杯，但才抿了抿，还是放弃了，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冷雪琪和屠莎莎明显在比拼，一杯杯下肚。直到第7杯，冷雪琪不甘心地放下茶壶，已经到了极限，而对面屠莎莎已经在喝第8杯。这一比，高下立见。杜岩看在眼里，气愤道：“师姐，要不是你修为大降，7杯绝不是你的极限。要是知晓是谁害了师姐，我一定要将他扒皮抽筋。”冷雪琪摆了摆手：“无妨，好戏还在后头。另外，靠着这7杯北冥寒茶，我的修为已经恢复到筑基7层，过些日子恢复到筑基巅峰不是问题。”不远处，屠莎莎饮完第8杯，打了个饱嗝，吐出冰霜，浑身散发出浓郁寒气。这北冥寒茶果然不同凡响啊！我的修为又迈出一大步，离金丹不远了。屠莎莎哈哈大笑，嗤笑道：“冷雪琪，看来你的风雪诀和寒冰剑意也不怎么样嘛。”你，杜岩生气，不过是多饮了1杯而已。屠莎莎满脸得意，多1杯，那也是我赢了。不过他也不是垫底，至少比韩泽那个肾虚强得多。韩泽脸色难看，愤怒道：“屠莎莎，你什么意思？”屠莎莎扛着斧头，盛气凌人道：“字面意思。怎么不服？”韩泽咬牙切齿：“屠莎莎，我再不济，也比陆星那个废材强多了。这家伙连第2杯都还没赢，简直是废材中的废材。”闻言，众人都看向陆星，果然第2杯还摆在桌上，不曾饮用。屠莎莎安慰道：“别理他，你才炼气3层，能饮1杯不错了。陆星，屠师姐放心，我有分寸。”屠莎莎眉头一挑：“你可别逞强。”韩泽阴阳怪气：“陆星，是男人的话，就把第2杯饮完，别丢了你们戚清风的脸。”陆星玩味道：“我自然不会丢了戚清风的脸，只不过若我喝的比你多，你岂不又是废材不如？”而韩泽哈哈大笑：“你在说梦话吗？你要能喝3杯，那我就承认自己是垃圾。”陆星嘴角一掀，一言为定，可别后悔。言罢，陆星抱起茶壶，直接鲸吞牛饮，浓郁的寒冰气息散发开来，到处结满冰霜。这一幕吓了众人一跳。陆师兄，陈婉儿想满脸担忧：“陆师弟，你疯了吗？快停下！”屠莎莎惊呆了，连忙大喊。韩泽却哈哈大笑：“真是傻逼啊！这样豪饮北冥寒茶，简直是找死。”冷雪琪也愣住，良久才惊叹：“这家伙想干什么？”可令人惊叹的是，饮下大半壶后，陆星居然安然无恙，表情很正常，没有丝毫痛苦之色，简直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冷雪琪很吃惊。杜岩目瞪口呆，喘息道：“难道是因为吃过什么天才地宝，对冰寒灵气有抵抗之力？”冷雪琪点头，也只能如此解释了。不过他喝了这么多灵茶，灵力却没有半点提升，还真是没辜负这废材之名。很快，陆星把1壶北冥寒茶都饮尽，真的一滴不剩。在外人看来，他没有提升半点灵力，可实际上他的修为足足提升了3层，
已经到达筑基5层，只是真实修为被掩天机隐藏，无法被看穿。屠莎莎瞪圆了眼睛，震惊无比：“陆师弟，你真是海量啊！我才喝8杯，不到半壶，而你整整喝了1壶，还是好饮。这才是我屠莎莎心目中的真男人，真汉子，哪像那个韩泽，虚得很，还筑基，废物一个。”韩泽，不可能！韩泽想不通，这可是北冥寒茶，又不是水，当即冲过去仔细检查茶壶，结果并无发现不妥。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韩泽质问。屁可以乱放，话不能乱讲。陆星打着饱嗝，嘿嘿笑道：“屠莎莎都只饮了8杯，你一个练气的废物，怎么可能喝1壶？”韩泽怒道：“韩泽，别这么多废话，赶紧履约吧。”陆星嘲弄地看着他。闻言，韩泽脸色一变，记起了约定。他当即笑了起来：“陆师弟，何必这么认真吧？我就跟你开个玩笑。”说完便要走，可刚走出几步，一个高大身影拦在他面前，那压迫性十足的气势让韩泽暗吞唾沫。是屠莎莎。韩泽，你敢赖账试试？问问我的巨斧答不答应？屠莎莎戏谑地盯着韩泽。韩泽吓得腿一软，差点跌倒。行，喊就喊。韩泽无可奈何，只能履约，惹得屠莎莎大笑，对他嘲讽。冷雪琪也不由摇头。韩泽灰溜溜回到座位，憎恨地看着陆星，心中咒骂：“陆星，我们没完，迟早要让你生不如死。”这边，杜岩也气得跺脚，该死的陆星，北冥寒茶不但没让他出糗，反倒长了脸，真是气死我了。冷雪琪的脸色同样有些不好，这次故意请陆星前来，就是为了教训他。可结果，这个区练气3层的废物，在第一个环节居然碾压了他们3位天骄，尤其他还是主办人，这里是他的主场，传出去必然是笑话。师姐，现在怎么办？杜岩道。不急，现在才刚开始，他不可能一直得意下去。冷雪琪冷冰冰道不多时，在他的安排下，第2道灵石上桌，灵石由一个金盘装着，金盘在颤动，缝隙处有火焰喷发，更有一股股强大的火灵气爆发出来。几人顿时眼露金光，知道这又是一道珍贵灵石。果然，当先开时，火焰冲天而起，强大的火属性灵气如同洪流般宣泄。这是……但看清楚里面之物，韩泽惊讶道：“红烧麒麟掌。”之前他有幸跟着师尊吃过一次，这道灵石不仅味道绝美，而且蕴含强大的火灵气，服用后如北冥灵茶一般，可大幅度提升修为，还能淬炼体魄。一盘也价值上万灵石。没错，这的确是红烧麒麟掌，非常珍贵。之前的北冥寒茶属性为冰，而这红烧麒麟掌为火，一冰一火，异域冰火2重天，非一般人可以销售。诸位仔细看，红烧麒麟掌还被切成20片，能服用几片，大家量力而行。冷雪琪介绍得很仔细。闻言，几人没有立刻食用，表情慎重，如临大敌。一个北冥寒茶都得小心应对，现在加上一个红烧麒麟掌，直接冰火2重天，只怕更难以承受。一个不下心，别说提升修为，遭受强大反噬都是可能。不就是冰火2重天吗？我屠莎莎天不怕地不怕，岂会怕这个？屠莎莎暗自运功，夹起一块红烧麒麟掌，上面还在燃烧火焰，释放恐怖的火属灵气，最后红唇一张，吃了进去。呼！下一刻，他嘴巴直接喷火，呼呼喘气，喊道：“好烫好烫！”不过他很快恢复如常，开始吃第2片。见此，韩泽深吸口气，以我现在的状态，吃下1/3应该没有问题。他也夹起1片，开始食用。不远处，冷雪琪同样在食用，但非常平静，仿佛在吃普通的肉食。这些环节都是他设计的，自然早有准备。第一个环节输给屠莎莎，那是因为之前被神秘吸力吞噬了足足5层筑基灵力，但通过第一个环节，他恢复了2层，再加上之前的准备，这第2个环节就轻松多了。他有着自信，无论是韩泽还是屠莎莎，都不可能胜过他。至于陆星，第一个环节不过是侥幸，第2个环节必定垫底。可这个念头刚起，耳边便响起一道尖锐的惊呼：“疯子！这是疯子！他是在求死吗？”冷雪琪刚要责骂，大惊小怪什么，但循声望去，看到那个场景后，说不出话来。韩泽和屠莎莎忽然觉得嘴边的肉不香了。只见不远处，陆星又上演吃货大戏，别人都是用筷子夹起1小片，小心食用，可他倒好，双手抓着麒麟掌，大口吞吃，口里在喷火，却一点不适的样子都没有。这哪是在吃红烧麒麟掌啊，分明是猪肘子。这个场景就像普通人
从火里抓起烧红的木炭往嘴里塞。太可怕了！陆师兄，你身体没有不适吗？陈婉询问。屠莎莎放下筷子，虎虎生风跑过去，露出惊叹：我的乖乖，先是还饮北冥寒茶，现在狂吞红烧麒麟掌，冰火两重天的威力足以破坏脏腑，令你重伤，甚至有性命之危。可你竟然屁事没有！天啊，你真的是炼气境吗？尽管不信，可他左瞧右瞧，陆星就是货真价实的炼气3层，弱得掉渣。韩泽也火急火燎冲过来，指着陆星：你真是不怕死，这样吃红烧麒麟掌，你一定是在硬抗，待会坚持不住，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冷血旗闪身，意识落在陆星面前，冷冷道：陆星，如果你自己逞强，最终死在这里，可不怪我六玉峰。他也认为陆星再硬抗，在场无论是他还是屠莎莎、韩泽，哪一个不是筑基境的高手？哪一个不是个疯天骄？连他们都不敢这般吞吃红烧麒麟掌，而一个炼气3层的废材，怎么可能做到？陆星一边吃一边看着他们，笑道：咦，你们怎么不吃？这红烧麒麟掌真的美味，太美味了。屠莎莎摸着下巴，满脸不解：陆师弟，你可有不舒服？陆星耸肩，一脸茫然：没有啊，我应该不舒服吗？屠莎莎嘴角一抽，无言以对。韩泽却大笑：废材，这个时候还逞强，实际上体内已经翻江倒海，滚滚剧痛袭来吧。你的忍耐力确实令人佩服，但你很快就要死了。闻言，陈婉快哭了，喊道：陆师兄，我知道你不想丢了戚清风的脸面，可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啊。陆师兄，婉儿求你别吃了，好吗？陆星帮他擦掉眼泪，苦笑道：你想多了，我真的没事，舒服得很。他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是一般人痛饮北冥寒茶，狂吃红烧麒麟掌，那下场一定很惨。最开始时，陆星确实不敢这么做，可当第一杯北冥寒茶入体时，他惊喜发现阴阳合欢珠居然能助他炼化其寒冰灵气，同时不会留下任何副作用。意思就是他连功法都不用运转，只需要喝下灵茶就能提升灵力。得知这一点后，他兴奋无比，于是便有了后面海饮北冥寒茶的一幕。有了阴阳合欢珠的帮助，陆星自然无所顾忌。面对红烧麒麟掌，面对冰火两重天，不用多想，一个字干。红烧麒麟掌一入腹中，便在阴阳合欢珠力量下瞬间化成滚滚灵力注入丹田中，修为啪啪增长，跟做火箭一样。如果不是因为眼天机，屠莎莎他们一定会发现陆星的修为已经冲到筑基7层。而此时陆星手中的红烧麒麟掌刚好吃尽，他意犹未尽，看着屠莎莎和韩泽他们盘中的麒麟掌，笑道：还没吃饱，你们要是不吃的话，可否给我？看着满嘴流油的陆星，几人都猛了那么多红烧麒麟掌，都吃完了，怎么一点异样都没有？屠莎莎连忙询问：陆师弟，现在可有不适？陆星笑着摇了摇头：没有啊，舒畅得很呢，体内暖洋洋，通体惬意。你们没有这种感觉吗？屠莎莎竖起大拇指：我屠莎莎从未服过谁，今天我屠莎莎服你了。杜岩满脸不可思议，喝道：师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冷雪琪的脸更冷了：我怎么知道？韩泽忍不住揪着陆星衣领，眼珠子瞪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砰！屠莎莎一脚将韩泽踹开，骂道：你个肾虚男，再敢动手动脚，我废了你！韩泽愤怒：屠莎莎，难道你不想知道原因吗？这么多北冥寒茶，这么多红烧麒麟掌，他硬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太可疑。屠莎莎指着韩泽：我看你才可疑，一直针对陆师弟，有我屠莎莎在，谁敢动他一根汗毛？你！韩泽愤懑，忽然笑起来：屠莎莎，你这么护着他，该不会看上这个废材了吧？屠莎莎喊道：室友如何？韩泽嗤笑：你好歹是合欢峰顶尖天骄，居然喜欢一个废材。屠莎莎呸了一口，讥讽道：在我屠莎莎眼里，他比你好1000倍、10000倍，你个下头男，看着就恶心。韩泽脸色难看至极，刚要反驳，可余光一瞥，指着空位喊道：人呢？那废材人呢？这时所有人的目光落在陈婉身上，而他的手指指着不远处，脸上露出震惊之色。只见陆星跑到屠莎莎他们的位子上，左手北冥寒茶，右手红烧麒麟掌，活像个孙猴子，胡吃海饮，口中一会儿吐冰，一会儿喷火，像是在杂耍。这一幕让屠莎莎他们再度大脑宕机。变态！杜岩想不到其他的词语。很快，陆星将所有北冥寒茶和红烧麒麟掌吃尽，还打了个响亮而悠长的饱嗝，满脸都是痛快和惬意之色。这下真吃饱了。陆星从桌上下来，看到盯着自己的几人，顿时尴尬笑道：
反正你们也吃不完，浪费可耻，所以我就帮帮你们了。韩泽骂道：你真是废材到了极点，吃了这么多零食，境界居然还停留在炼气3层，我都替你害臊。陆星满不在意道：人生在世，何必在乎那么多，有的吃有的喝就行了，我只想当个吃货，有问题吗？韩泽鄙夷道：这么多年你消耗了多少资源，心里没点数？我要是有那些资源，早突破到金丹了。你个废材，就知道吃，吃死你算了。陆星想了想，一本正经道：这估计有点难。嘿嘿，你……韩泽气得半死，根本拿着不要脸的家伙毫无办法。啪！屠杀杀一甩手，打了韩泽一巴掌后，者捂着脸，一脸懵，嘴角在抽，然后吼道：屠杀杀，你什么意思？屠杀杀连道：我不是故意的。当然，你要认为是故意的也行。啊！韩泽气炸，就要冲过去动手。马德都直接打脸了，再忍，不可能忍。韩泽，但冷雪琪叫住他，冷喝道：别忘了我们的根本目的，下面就是论道环节，到时可任你发挥。韩泽点头，好，先放他一马，待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不久后，众人移步殿外擂台，这里围着不少人，有6御峰的，也有其他3峰。殿内的情况，他们已经听说，所有人都注视着陆星，议论纷纷。那个废材居然能碾压3位天骄，如何做到的？听说是萧峰主给他吃了太多天材地宝，所以体内有抵抗之力。原来如此，但现在可是论道，比的是修为，可取不了巧。一个废材而已，能参加天骄宴，本就让大家很不舒服。他们现在只想看到陆星那个废材被虐打的画面。冷雪琪看向陆星，目光冰冷道：陆师弟，没想到这次天骄宴，你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多惊喜，希望接下来的论道，你还能如此。陆星连忙摆手，一脸哈哈笑道：冷师姐谬赞了，我也就吃方面算有点优势，至于论道，还是算了吧。韩泽站起来坏笑道：陆师弟太谦虚了，我知道你很强，就别藏拙了。陆星摇头说笑了，我只有炼气3层。听到这句话，周围响起一片笑声。然而韩泽直接掠到台上，指着陆星：陆师弟，上来吧，师兄在等你指教。提醒你，论道环节，被挑战者不能拒绝。还有件事要告知，就在方才，师兄我借助灵石已突破到筑基10层了。他满脸笑意和自信，阴阳怪气，根本没把陆星放在眼里。什么指教，不过是想要报复而已。陈婉气愤道：你明知道陆师兄才炼气3层，居然第一个挑战他，你分明想欺负陆师兄。不行，陆师兄不会接受你的挑战。韩泽看着陈婉猥琐笑道：这位师妹长得真是秀气可爱，你若是答应与我双修，我就不挑战她，如何？陈婉红着脸生气道：不可能，你太恶心了，我宁死也不会跟你双修。闻言，屠杀杀忍不住大笑：肾虚男，你太虚了，人家看不上你。韩泽气急，不过是个侍女，居然敢拒绝我，我乃阴阳峰天骄，准金丹高手，看上你那是你的荣幸，我看你是找死。话毕，弹指打出一道灵光，射向陈婉。陆星出手，一拳打散灵光，但他故意藏拙，踉跄退了2步。见状，众人哈哈大笑，果然是废材啊，连韩师兄一道灵光都无法抵挡，若是上台，岂不要被打成屎？陆星一副强颜欢笑之态：韩泽，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你执意与我一战，那我战就是，只是你若再败，怕是没脸回阴阳峰了。韩泽哈哈大笑，满脸不屑：我知道你肉身强大，能比肩炼气10层，上次我压制修为与你一战，自然不敌，可如今我全力出手，你如何招架？上次的耻辱，这一次我10倍讨还。陆星跳上台与韩泽对峙，那就试试。陆师兄，陈婉满脸担忧，上次陆师兄胜过韩泽的事，他略有耳闻，但炼气3层和筑基10层相差多大？若韩泽全力出手，陆师兄根本没半点胜算。陆师弟，你别逞强，让我跟他打，保证把他打得哭爹喊娘。屠杀杀做事就要上场。闻言，韩泽连忙阻止，喊道：喂，屠杀杀，你想坏了规矩吗？现在是我挑战，你别捣乱。开玩笑，对付陆星，他10拿9稳，可要对上爹女屠杀杀，可没什么胜算。冷雪琪冷冰冰道：屠杀杀，规矩就是规矩，你若逾矩，就请离开。屠杀杀甩着斧头，波涛汹涌，大骂道：什么规矩？谁拳头大，谁就是规矩。冷雪琪眉头一皱，持剑冷喝：这里是6御峰，有我冷雪琪在，你还撒不了野。眼看两人剑拔弩张，陆星连忙笑道：屠师姐，我知道你担心我，但这一战我必须打。也许我会输，但输我也要输得有骨气，哪怕死我也要站着死。屠杀杀本就对陆星有好感，听到这番话更是目光发亮。
好感度再次暴增。不愧是我认可的男人，行，你尽管一战，我定护你周全。屠杀杀叉腰大笑，越看陆星越觉得满意。话毕，还瞪了韩泽几眼，威胁意味十足。可韩泽没放在眼里，有冷血旗在，屠杀杀想援救陆星根本不可能。待会他可尽情虐待陆星。你们开始吧。冷血旗道。一旁的杜岩很兴奋，终于等到这一刻，若非不妥，他都要给韩泽呐喊助威，叫他把陆星往死里打。韩泽戏谑地看着陆星，轻笑道：别说我欺负你，我自负双手与你一战。陆星装出紧张的模样，你可是筑基10层，而我才炼气3层，差距太大了，我根本不可能是你的对手，能否让我输得体面些？韩泽哈哈大笑，满脸得意，之前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才知道害怕，可已经晚了。不过看你可怜巴巴的样子，我自负双手的同时让你3招。闻言，陆星心间大笑，表面感激无比，韩师兄真是个好人。就在这时，场间不知何时竟起了雾，遮掩视线。冷血旗吃惊，是夺灵烟，韩泽上当了。夺灵烟可瞬间压制筑基修士3个呼吸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筑基修士无法动用灵力，且感知和视觉大减。该死，这个阴险小人！身处夺灵烟中，韩泽发现体内灵力无法运转，且眼前失去陆星的踪迹，只要坚持3个呼吸就行。念头刚起，韩泽眼前一道人影一闪而过，紧接着腹痛难忍，显然被人狠狠砸了一拳，而且力道猛烈，他的灵力又被夺灵烟限制，毫无防备。这一拳打得他弓腰如虾，更是横飞出去，狠狠砸在地上。陆星，你这个老六真特么卑鄙无耻！下一刻，3个呼吸过去，韩泽发现体内灵力可运转，欣喜若狂，刚要出手，他的耳边一道戏谑的声音响起：3招哦！沃日！韩泽发现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大坑。陆星这个老六太卑鄙，太阴险了，早就在算计他。之前那副慌张求饶的模样，根本就是装的。暴灵诀，血燃术。陆星拿出诛邪剑，浑身灵力大涨，转眼间便冲破到筑基境。斩！陆星施展千星剑诀第一式星海，一剑挥舞，无数星光凝成一道剑光，瞬间横斩而去。啊！刚恢复灵力运转的韩泽，还未来得及施展防御招式，就被一剑斩飞出去，腹部更是出现一道狰狞血口，差点被切成2半。砰！韩泽躺在擂台下，口吐鲜血，指着陆星愤怒无比：陆星，你个卑鄙小人，这次不算。蹲在擂台边缘，陆星挖着鼻孔，淡淡笑道：韩师兄，是你说背负双手，让我3招，怎么能怪我呢？我特么！韩泽怒道：你不但用夺灵烟，还用暴灵诀和染血术，你这是作弊！陆星想了想，一脸认真道：论到战有规矩，不能使用这些吗？当然，实际上他根本没使用暴灵诀和染血术。开玩笑，这2种武技虽然能大幅度提升灵力，可损害根基，有极大的副作用，他怎么可能使用？刚刚那么喊，不过是想用这2种禁忌武技掩盖自己的真实修为罢了。不行，我不服！韩泽气得满脸狰狞，一边服下丹药治愈腹部伤口，一边踉跄站起，就欲上台再战。陆星笑了笑，看向冷血旗。冷血旗脸色很冷，极度的冷，当着众人的面不得不开口：韩泽，你输了，退下去吧。韩泽震惊地看着冷血旗：冷师姐，我……冷血旗的目光冷得如冰刀，看得韩泽脖子一缩，最终十分不甘地退下。陆星，你个混蛋，给我等着！同时使用暴灵诀和燃血术。你……说到后面，韩泽说下去了，人家反正都是废材，就算再废又能如何呢？可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实在是输得太特么憋屈了，让人家3招，结果人家2招把他干趴了，只怕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会成为宗门内的笑话。不怪韩师兄，实在是陆星这家伙太不讲武德，见过阴险的，从没见过这么阴险的。在宗门，只怕也就他不怕暴灵诀和染血术的副作用，真特么牛逼。屠莎莎哈哈大笑：陆师弟干得好！陆星笑道：侥幸，侥幸。下一刻，他脸色凝固，冰冷的风从四周刮来，天空中一道冰冷之声响起：陆师弟，请教高招。陆星嘴角一掀，转过身便看到一道雪白身影立在身前，在寒风中白袍猎猎作响，长发飘飘，玉容洁美，宛若仙子，正是冷血旗。不少男弟子露出猪哥模样，流着哈喇子：冷师姐，你最近不遂，最好避战。陆星笑了笑，冷血旗面色微变：天庭巨煞，会有灾祸，我却不以为然。师弟，你击败了韩泽，有资格与我一战。
陆星淡淡道：“我不过取巧，碰到师姐，这些招怕是无用，我还是认输吧。”可他话音刚落，冷血旗直接出剑，冰雪剑直刺而来，搅动间凝成冰寒风暴，向着他袭来。陆星笑容敛去，满脸认真。忽然，朱邪剑上燃烧起火焰凌厉，火焰喷吐3丈之长，如同一把火箭。斩！陆星挥出火箭，瞬间击溃冰寒风暴，与冰雪剑击在一起。轰！恐怖的凌厉风浪爆开，两人同时后退。你怎么可能有火焰凌厉？冷血旗很吃惊，他的风雪诀修出的冰寒凌厉，一般火焰都扑不灭。陆星收劲而立，笑道：“麒麟之火。”冷血旗道：“是之前的红烧麒麟掌，你居然能炼化其火焰凌厉，存续体内再使用，怎么做到的？”陆星暗笑：“什么红烧麒麟掌，什么火焰凌厉，还存续体内再用，简直是笑话。他刚才使用的火焰凌厉，可不是普通火焰凌厉，而是纯阳凌厉。纯阳为火，纯阳凌厉也的确是火焰凌厉，但却不是一般的火焰凌厉可比，不过是一些左道罢了，上不得台面。”陆星笑了笑，冷血旗目光一变，好一个上不得台面！暴灵诀赫然写术有着实现，趁着实现未到，接下来一剑我会出全力，希望你的这些左道能接下。呼呼！忽然天地间出现无尽风雪，冰寒无比，全都聚集到冰雪剑上。此刻冷血旗立于冰雪之中，高举冰雪剑，圣洁唯美。这一幕全场瞩目，屏气凝声，因为他们感觉到了冰雪之中那极为冰冷的寒冰剑意。风雪刮过他们的脸庞，真的如刀子一般，身体像是要被冻僵。是寒冰剑意，这个废材居然能让冷血旗全力以赴，就算败了都够吹很长一段时间。有人惊呼：“寒冰剑意吗？”陆星闭着眼睛领略那种剑意，他也是剑修，更领悟了九品剑意、星辰剑意。但九品并非极限，借助冷血旗的寒冰剑意，或许可让星辰剑意更上一层楼入师弟。这种情况下可不能分神。冷血旗冰冷的话语传来：“上次陆星哄骗他，令他极为不悦，才发出请柬，让他来赴这鸿门宴，为的便是教训对方。这一次，这一剑便是教训。”冰雪剑舞，冷血旗双手上一把10几米的冰剑，伴随着无尽冰寒风暴，狠狠斩落，空气结冰，擂台裂开，恐怖的压迫力令所有人变色。这就是剑意的威力吗？剑修不愧是杀伐至尊，这一剑非常可怕。陆师兄，陈婉担心陆星会死在这一剑下。冷血旗，你疯了！屠杀杀大吼，准备在关键时刻救下陆星。面对这么强的一剑，陆星也起了争斗之心。星辰剑意，他心中默念，抬起手，在冰剑距离他仅有1米时，五指猛然一握，轰！无数星光坠落，宛若一把把剑，将擂台洞穿。那恐怖无比的冰剑随之破碎，最终瓦解，化成一股冰寒风暴，四散而开。周围有人被掀飞，有人惊叫，全都面色发白。再看场间，风浪渐消，两人立于台上，正是陆星和冷血旗。此刻冷血旗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陆星，他全力的一剑居然被陆星给破了。你！冷血旗盯着陆星，我感觉到了一种更强大的剑意。哇！下一刻陆星吐血，单膝跪地，面色苍白。当然这是装出来的，暴灵诀赫然血术必须得有副作用以及反噬。他凄然一笑，那是一道符箓，其内蕴含一道剑意，关键时候可以催发，筑基无敌。只可惜只能使用一次啊。冷血旗不知为何有些失望，原来如此，不过这一战还未结束，再来。可话音刚落，他吐出一口血，气息紊乱。冷师姐，刚才那一剑你灵力十去八九，再打下去也分不出胜负，不如算平手。陆星知道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老六身份保不住。不行，我冷血旗岂能输给你？他堂堂六御峰剑道天骄，何宗瞩目，今日若败，还是输给一个人人尽知的废材，岂不笑死人？可他刚要动手，又忍不住吐血，捂着胸口露出痛苦之色。师姐，杜岩连忙飞过去，恼恨地看了陆星一眼后，算了吧，这么多人看着，再打下去你修为降低的事可能会暴露。冷血旗一怔，方才点头，好。他看向陆星，坚定道，今日便当平手，下次我绝不会输。陆星笑道，那是自然，我一个炼气境怎么可能比得上冷师姐？心里不置可否。别说下次了，就是下次这娘们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而听到这个结论，周围一片哗然。一个炼气3层的废物，不但打败了阴阳峰天骄韩泽，还和六御峰的剑道天才冷血旗打成平手传出去，不知要掀起多大的风波。
陆师弟，好样的！屠莎莎跳上擂台，用力拍了拍陆星的肩膀，把后者打得差点跪下。这力道是真猛。陆星不禁心想，这日后谁要是跟屠莎莎成为道侣，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呢？能经受得住莎莎姐的霸道摧残？我手好痒啊，陆师弟，现在轮到我了吧？跟我一战，我也要痛痛快快的一战。屠莎莎兴奋，煽风晃得陆星眼睛疼。陆星摇头，屠师姐，你饶了我吧。连战2场，我已经精疲力尽，无力再战。你看，我腿都在发软，站都站不起来。屠莎莎满脸失望，这样啊，算了，那就等你恢复了，再跟我痛快大战。陆星扶额，战，就知道战，迟早把你也给干趴下，让你唱征服。啊，是，下次一定奉陪到底。陆星连忙陪笑，屠莎莎哈哈大笑，眼神盯着陆星，火热不已。陆星懵了，这眼神不对劲啊！诸位，此番天骄宴到此为止，都散了吧。冷血奇调息了一会，脸色好转不少，借助丹药，灵力也恢复近半。可话刚说完，不远处10几名衣衫褴褛、满身是血的六玉峰女弟子慌乱奔跑过来。怎么回事？冷血奇见状，脸色大变，其余人亦是如此。这可是在合欢宗，什么人胆敢闹事？为首一名女弟子连忙道：“是欢喜禅宗花色剑禅院的人，他们偷袭了六玉峰灵田，虐杀了我们不少弟子。我们也是侥幸逃回来。冷师姐，一定要杀了他们，为死去的姐妹报仇。”在苍蓝仙州的北荒地区，有3大宗门，分别是合欢宗、欢喜禅宗和万花仙宗。3大宗门比肩而立，谁也不让谁。作为合欢宗的死对头，欢喜禅宗总共有4大禅院，分别是花剑色禅院、九剑池禅院、肉剑灵禅院和屠剑绝禅院。现在花剑色禅院的强者竟敢屠戮合欢宗的弟子，摆明了是要开启战端。冷血奇大怒，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跑到我们合欢宗杀人！你们放心，我一定为死去的同门报仇。屠莎莎扛着斧头走出来，欢喜禅宗的秃驴最是恶心，居然敢欺负到我们合欢宗的头上，一定要剁碎他们的卵蛋。可这时韩泽喊道：“冷师姐，你可是宗门天骄，未来的栋梁，不容有失。而且你灵力尚未恢复，不可贸然出手。至于屠莎莎，动静太大，只怕她还没靠近，就惊走了欢喜禅宗的人。”冷血奇一听，觉得有些道理，便问：“那你觉得该如何是好？”韩泽看向陆星，陆师弟不但击败了我，还能与冷师姐打成平手，又宝物众多，实力很强。若是由陆师弟打先锋，定能迷惑对手，然后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闻言，陈婉儿哪能不知道他的想法？你这是想让陆师兄当诱饵？不行！陈婉儿极力反对。屠莎莎意识到，我也觉得不妥，万一陆师兄出了事，没法向萧峰主交代。杜岩笑道：“屠师姐，你多虑了，能击败韩师兄，又能和冷师姐打成平手，他的能耐有目共睹。可以说这次天骄宴，他才是头筹。他若不出力，绝对说不过去。”韩泽笑道：“杜师妹言之有理。”他看向陆星道：“陆星，同门被杀，你不会坐视不管，当缩头乌龟吧？这涉及宗门荣辱，你若退缩，便没资格待在合欢宗，趁早滚出去。”不少人也附和，认为陆星当先锋再恰当不过，反正他宝物众多，保命无虞。宗门荣辱面前，谁都不能退缩。陆星知道自己要是不答应，以后这名声只怕会更臭，还会连累七情风和小姨妈。想了想，他点头道：“宗门荣辱面前，我自然不会退缩。我现在就去会会这群花和尚。”陈婉急切道：“陆师兄，你不能去啊！”陆星笑了笑道：“放心吧，我有分寸，你就别去了，先回七情峰。”说完便跟着六玉峰的女弟子前往灵田处。韩泽冷笑：“陆星，要是你死在欢喜禅宗的人手中，可就怪不得谁了。”路上带路的女弟子实在是忍不住问道：“陆星，那群欢喜禅宗的人实力高强，其中有一位叫花明的，筑基9层修为，手段残忍，你一个炼气3层的去了不是送菜吗？”陆星没好气道：“刚才你怎么不说？要不我现在回去？”女弟子连忙拉住他：“你别走啊，我就是随便说说，我们赶紧过去吧。”不久后，陆星跟着一帮女弟子来到宗门外的灵田处，便看到灵田旁躺着10几具尸体，有的被扒光了衣服，有的头都不知道去哪了，死状极其凄惨，足可见这帮欢喜禅宗的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看到这一幕，陆星的火气也涌了上来，这群人渣，不，人渣都不如。只见在尸体附近，一群身穿粉红袈裟的男子站在那里，有的在穿衣服，有的在搬运尸体，有的在虐尸，正是欢喜禅宗花剑色禅院的弟子。这群禽兽连尸体都不放过。陆星暴怒，而这时这帮花剑色禅院的人
也看到陆星和10几名女弟子出现。哈，这些小娘们，我就知道她们也想行于雨之事，之前还装得那么清纯，现在不还是乖乖跑回来？一名花见色禅院弟子咧着嘴，满脸淫笑，还冲着女弟子吹口哨：“你们这帮禽兽，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女弟子愤懑，气得浑身颤抖。有的女弟子看着同门的惨状，簌簌落了好大的口气，就凭你身边这个废材吗？这时，一名人高马大却面庞极为干瘦的男子站起来，满脸鄙夷地看着陆星。此人正是花见色禅院天骄之一花明，筑基9层。他玩味道：“炼气3层。你不会是合欢宗鼎鼎大名的废材陆星吧？”陆星冷冷道：“是你爷爷我。”啊呸！我才没你这种恶心的孙子！花明脸色难看，一个废材还敢这么嚣张？我乃欢喜禅宗花见色禅院天骄花明，识相的滚过来跪下磕头，还能给你一个痛快？陆星目光锐利，管你什么花名狗名，虐杀我合欢宗弟子，赶紧自裁谢罪，否则我定让你们生不如死！然而这番话非但没让对方有丝毫忌惮，反而发出哄堂大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陆星。一个炼气3层的废材，口气还挺大。花明不屑，示意2名同门杀了陆星。2名花见色禅院弟子立刻玩味地走了过来，2个人都手持2米长的月牙铲，几步后瞬间加速冲到陆星面前，当头拍下：“去死吧！”见状，后面的一众女修全都发出惊叫，可惊叫声刚起，一抹剑光便划破了敌人的咽喉。2名花见色禅院弟子还保持着砸落月牙铲的动作，震惊地看着不断流淌而落的鲜血。你！陆星看都不看他们，一脚将他们踹飞，砰砰，尸体落在花明面前。怎么可能？花见色禅院弟子满脸惊讶，这2位同门的修为皆是炼气10层，可却被一个炼气3层的废材瞬间击杀，这也太诡异了！还不跪下谢罪？陆星的语气非常冰冷，这群禽兽所作行为，人神共愤。跪你玛！一个炼气废材，还敢叫嚣！花明怒了，对其他人狰狞吼道：“杀了他！”13名花见色禅院高手，其中2人乃是筑基境，冲向陆星。小子，我要把你剁成肉酱！看到这阵仗，再想到之前的画面，10几名受伤的六玉峰女修当即就面若惨白，吓得掉头就跑，心态破防了，实在是怕被这群畜生给抓住，最终生不如死。但陆星没有跑，眼中杀意渐射，提着诛邪剑就杀了过去。死！陆星一剑斩出，筑基7层的修为全面爆发，再加上星辰剑意、纯阳圣体以及千星剑诀，金丹一下，无人能挡。这一剑便将这10几名花见色禅院高手拦腰斩断，死的不能再死。花明老大，你认错了吧？他怎么可能是那个废材陆星？此人一定是合欢宗的某位天骄。天啊！10几名同门被他砍瓜切菜般给宰了，太强了！一群花见色禅院的弟子吓得面色发白，幸好刚刚他们没有出手，否则不也是这个下场啊！花明脸色阴沉，吼道：“都闭嘴！这个年纪还处于炼气3层，除了陆星那个废物，还有谁？他这么厉害，定是借助了宝物而已，而宝物的威力可持续不了多久。也罢，就让我来解决这个废材。”花明走了出来，不屑地看着陆星：“你个废材，仗着宝物杀我禅院这么多弟子，待会先砍了你4肢，再好生折磨。”聒噪！陆星觉得跟这种人渣多说一句都会犯恶心，找死！花明暴怒，张口吐出一团粉色迷雾，滚滚而去。这是欢喜禅宗独有的欢喜雾，一旦吸入，必定意乱情迷，任人宰割。嘿嘿，中了我的欢喜雾，杀你如探囊取物！花明冲出，一手持着一块金色圆盘，冲进欢喜雾中，想要切了陆星的4肢。可刚冲到半路，便看到一抹璀璨的星辰剑光横斩而来。这剑光所到之处，地面炸起，古木粉碎，其中蕴含的剑势与剑意，简直可怕至极。不好！花明面色大变，晓得这一剑的恐怖，双手扔出金盘，同时双手合十，默念口诀。只见2块金盘释放浓浓黑雾，同时迎风剑掌变得巨大无比，像是2个大喇叭，朝着剑光狠狠夹击。当当！可2块金盘刚触碰到剑光，便被震飞出去，插入林中。而剑光有无敌之势，瞬间从花明的脖子穿透过去，那脖子炸开，其人头飞起，砸在陆星的脚下。你怎么可能？花明的人头离体，居然还能人言，可见其死得多不甘。花明老大死了，快逃！天啊，合欢宗居然出了如此天骄，不得了不得了！在花明死去的一瞬间，剩下的花见色禅院弟子吓得落荒而逃，转眼间就跑得没影。卧槽，这帮禽兽跑这么快！陆星大惊，
想了想，还是没去追，省得中了埋伏。开始打扫战场，这趟没白来，收获颇丰啊！一番打扫，陆星获得数千枚灵石，还有几枚舍利子。除此之外，还有欢喜禅宗的一些修炼秘籍。不过这种东西，陆星可没兴趣，全是些恶心人的玩意。咦，这是什么东西？陆星手里乃是一方锦盒，表面有欢喜禅宗的符号法文。打开来后，里面有着一根灰黑色的长针，大概有2寸来长，而且非常细，如果不仔细，甚至发现不了。好浓烈的玄冥之气！陆星目光一亮，发出惊呼：这不会是欢喜禅宗的独门暗器欢喜神针吧？这可是上品灵器啊！不仅杀人无形，而且里面蕴含极强的欢喜毒，一旦中了此针，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地步，只有进行阴阳交合才能化解，否则会死得极为凄惨。好东西，以后一定用得到，最好能用在欢喜禅宗的人身上，让他们自食恶果。打扫完战场，陆星手持出斜剑，挑着花明的人头返回六玉峰。不远处，一帮人六玉峰女修躲在暗处过了这么久，陆星不会死了吧？瞎说，那帮花剑色禅院的畜生手段狠毒，不会让他轻易死去，怕是正在折磨陆星。不会这么惨吧？那我们要不要去救他？我们怎么救？我们要有这个实力，早将那帮畜生给大卸八块。陆星必死无疑，我们还是赶紧回去求援吧。当即众女便打算回去，可就在这时，一名女弟子指着不远处，掩嘴惊呼道：我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那是陆星吗？大家一听，齐齐望去，众女倒吸冷气，露出不可思议之色。他不会是陆星的鬼魂吧？有人牙齿打颤，认为陆星已死，这个只是鬼魂。陆星一听，嘴角抽搐，骂道：你们逃走也就罢了，还咒我死啊！同时将花明人头扔在众女脚下。一名女弟子尖叫，指着人头，手指颤抖，是花明的人头。他居然死了。另一名女弟子看着陆星：你还活着，且杀了花明，你怎么做到的？陆星笑道：如果我说刚好有一高人路过，是他杀了花明，你们信吗？这句话明显是在开玩笑。可闻言，一帮女弟子齐齐如捣蒜般点头，并露出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虽然什么偶遇高人确实有些扯，但比起一个炼气3层的废材击杀住击9层的花明，就显得相当合理。陆星扶额，这群娘们还真是傻了吧唧的。不过他们信了也好，省得被人追问，万一暴露了真实修为，后果不堪设想。走吧，傻姑娘们。陆星继续挑着花明人头，哼着小曲，带着一群有些懵懵的傻姑娘离开这里。可没走几步，一名女弟子大喊一声：糟了，我们忘记发信号了。本来计划是让陆星去当诱饵，拖住花剑色禅院那帮禽兽，等诱敌深入后，他们就发信号通知冷雪琪等人赶过来，将敌人一网打尽。可刚刚只顾着逃跑，把这事给忘了，还发什么信号？花明已死，没必要再通知师姐他们。好像也是。陆星满头黑线，幸好自己实力够强，不然得被这帮娘们给坑死。此刻六玉峰众人一直在等信号，可过了这么长时间，那边一直没动静，该不会出事了吧？一个炼气3层的废物碰上花剑色禅院那帮豺狼虎豹，死定了啊！闻言，陈婉满脸焦急，忍不住吼道：你们这么多人却让陆师兄去冒险，陆师兄才炼气3层啊！韩泽笑道：他可不是普通的炼气3层啊，连我都能击败，还跟冷师姐打成平手，区区几个欢喜禅宗的垃圾，对他而言算得了什么？依我看，我们就在这安稳等着就好，说不定他很快就会带着花明的人头回来呢。陈婉气得俏脸涨红，你这个人真坏，就是你逼得陆师兄去当诱饵，你就是盼着陆师兄死。我告诉你，如果陆师兄出了事，峰主一定不会放过你。韩泽鄙夷道：小美人，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什么叫我逼迫？这个计划是大家一起商量的结果，他就算真死了，也跟我没半分关系。不过话说回来，像他这种废材，还不如死了好，省得浪费宗门资源。陈婉骂道：你才是废材，就算你死了，陆师兄都不会死。韩泽仰着下巴，嘿嘿笑道：你可别忘了，他刚刚使用了暴灵诀和燃血术，此刻必定虚弱无比，怕是现在已经被花剑色禅院那帮人鞭尸呢。听到这句话，陈婉的脸庞瞬间惨白一片，慌张喊道：陆师兄一定不会死，一定不会，我要去救陆师兄。屠杀杀拉住陈婉，喝道：我跟你去，如果陆师弟出了事，我一定宰了花剑色禅院那帮人，替他报仇。话毕，他看向冷雪琪，骂道：冷雪琪，你还杵着干嘛？还不带人过去？冷雪琪皱眉，随即喊道：六玉峰的弟子全部随我前往灵田。韩泽幸灾乐祸，
笑道：“是得赶紧去给他收尸，希望他不会死得太惨。”话刚说完，一个圆滚滚的东西朝他飞了过来，他下意识的双手捧住。当看到眼前的东西，韩泽啊的一声惊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人头，人头！而这时，陆星等人的身影也出现在众人面前。韩泽，你刚刚说要给谁收尸？陆星看着韩泽，笑道：“如果是要给花剑色禅院那帮人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去，尸体还热乎着呢。”看到陆续完好无损的归来，韩泽露出不可思议之色：“你居然活着回来了？这不可能！这是花明的人头，他可是筑基9层，谁有本事杀了他？”杜岩看清了人头，发出惊呼，不可思议地看着陆星：“难道是你？”陆星笑道：“你猜。”一名女弟子道：“杜师姐，花明是路过的一位高人所杀。”众人恍然，毕竟陆星才炼气3层，加上暴灵诀和燃血术的副作用，根本不可能击杀花明。由路过的高人击杀，相当合理。对此，陆星也不解释，真是踩了狗屎运啊！如果不是这位高手出手，他别说杀花明，活着回来都难。韩泽拍拍屁股站起来，嘲讽道：“你个孬种，还是闭嘴吧！至少陆师弟敢于面对花剑色禅院的人，不像某人只会站在这里说风凉话。像你这种不要脸的人，还是找块遮羞布盖住这张恶心嘴脸吧。”屠杀杀不客气地骂道：“对，在我心里，陆师兄是最勇敢的，在场没人比得过。”陈婉儿也附和。这番话让在场不少人点头，觉得言之有理。人家一个炼气3层的废物都敢去直面花明等高手，反而修为高的却躲在后方，传出去真会被人笑话。冷雪琪的脸色有些难看，冷冷道：“好了，既然敌人已经伏诛，此事便告一段落。陆师弟这次也算立功，我会上禀宗门，对他进行嘉奖。”陆星笑道：“那就多谢冷师姐了。”韩泽满脸不爽道：“陆星，你得意什么？这次你是运气好才活了下来，但你别忘了，花明可是花剑色禅院花空长老的亲传弟子，若他知晓花明因你而死，嘿嘿，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你还是洗干净脖子等死吧！”屠莎莎当即就忍不住了，一斧子劈杀向韩泽。韩泽吓了一跳，连忙躲开，并且吼道：“屠莎莎，你疯了！”屠莎莎骂道：“肾虚男，你没完没了是吧？左一个死，右一个死，我现在让你先死！”说罢就要动手。韩泽不敢跟屠莎莎纠缠，连忙御起宝物逃之夭夭。算你跑得快。屠莎莎冷哼，然后安慰陆星：“师弟放心，宗门会庇护你，我也会保护你的。”陆星点头：“多谢屠师姐。”陈婉却担心道：“欢喜禅宗的人阴险狠毒，如果他们潜入宗门搞偷袭，只怕防不胜防啊。”言之有理。屠莎莎摸着下巴看向冷雪琪，喝道：“冷雪琪，此事因你六御风而起，陆师弟的安全，你们理应负责。”冷雪琪刚要开口，一旁的杜岩却激动道：“凭什么？是他得罪了花空，又不是我们。”屠莎莎怒道：“你说什么？冷雪琪，你也是这个意思？”杜岩传音道：“师姐，花空可是元阴境的高手，且手段阴险，如果我们六御风被他给盯上，后果不堪设想。花明的死让陆星一个人担着，反正他是个废材，死了便死了。”冷雪琪想了想道：“屠莎莎，这件事宗门自会处理，轮不到我们做主。此事告一段落，诸位离去吧。”屠莎莎满脸愤怒：“冷雪琪，你给我站住！”陆星道：“屠师姐，算了吧，我还不需要他们六御风来保护，只要我待在七情峰就会很安全。”屠莎莎笑道：“也是，有萧峰主在，量欢喜禅宗的人也伤害不了你。这次天骄宴我修为提升不少，最近要闭关冲击金丹境，待我闭关结束就去找你。”啊！陆星惊讶：“找我？”屠莎莎笑道：“你可是我屠莎莎认可的男人，以后我们多多亲近亲近。”亲近。陆星脑海中浮现一些画面，顿时打了个激灵，这个不太好吧？屠莎莎紧紧搂着陆星，哈哈大笑道：“小男人还挺害羞，我走了，等我出关来找你。”等屠莎莎离开，陆星连连深呼吸，心中感叹：实在是太伟岸了，就连小姨妈都得自愧不如。陆师兄，你脸这么红，没事吧？陈婉担心道：“我没事啊，走吧，我们回七情峰。”陆星笑了笑，一步三晃悠的带着陈婉离开。也难怪他高兴，这次天骄宴可谓是收获颇丰。先是借助北冥寒茶和红烧麒麟掌，一举将修为从筑基2层冲到筑基7层，提升了足足5层。传出去简直要吓死人，这都要归功于阴阳合欢珠，旁人只能吸收0时1-2分的灵力，而他能吸收10分，而且4壶北冥寒茶和4盘红烧麒麟掌大半都入了他的腹，提升自然就比屠莎莎他们多了。
不过像这种珍贵的灵石，即便有灵石也很难弄到。要不是这次天骄宴，他根本吃不到。另外，除了修为突破外，他还从花见色禅院的弟子身上搜刮不少灵石宝物，其中以欢喜神针最为珍贵，让他多了一种强大的攻击手段。阴阳峰上，一头胖熊在一块巨石背后显露身形，正是胖达。胖爷我真是英明神武，英俊不凡，英姿勃发啊！趁着天骄宴这个机会，在六玉峰后山为所欲为。想必现在那些美人正气得跺脚吧？可惜了一番波涛汹涌的画面没能目睹，我心甚汗啊！胖达将一堆信物什么的装进储物袋，便愤愤道：“哼，要不是为了帮陆星那家伙偷韩泽的东西，胖爷定不会错过。”很快，胖达来到韩泽的洞府外，确定无人后，便借着妙影神医进入洞府。好歹是个筑基天骄，可洞府居然如此凌乱，臭烘烘的。胖达掩着鼻子，嫌弃地看着满地裤袜，难以下手。最终找到一件还算干净的衣物，连忙塞进另一个储物袋，可不敢跟那些美人的放一块，怕被污染。熏死胖爷了，得赶紧走，一刻都待不下去。胖达作呕，匆忙欲走，可还未出去，就听到外面传来破空声。糟了，一定是韩泽那家伙回来了。胖达连忙屏气凝声，借助妙影神医隐身躲在角落。果然，不久后，韩泽出现，进入洞府。他的脸色相当难看，怒砸东西，满脸狰狞。可恶，实在可恶！天骄宴让他出尽风头也就罢了，好不容易让他去做饵，好借花见色禅院的人弄死这个废材。可没想到，这混蛋又踩了狗屎运，碰到什么神秘高手，救了他，还帮他杀了花明这帮秃驴。陆星，一个区区炼气3层的废材，怎么就这么好运啊？不过所幸花明因他而死，花空长老一定不会放过他，萧一妹还能时时刻刻保护他不成？以花空的修为和手段，一定能宰了这个废材。这些话全部被胖达给听见了。这世界上居然有这么无耻阴险的人，胖爷今天可真是见识了。不行，正义感爆棚的胖爷一点也忍不了。不行，今天胖爷我帮你教训教训他，到时候你可要好好感谢胖爷。胖达冷笑，等韩泽靠近后，忽然出手。猴子偷桃！胖达一双手狠狠在韩泽胯下一掏，啊！撕心裂肺的声音响起，韩泽的脸都痛得扭曲。谁竟敢偷袭老子？韩泽大怒，浑身灵力猛然爆发，将胖达给震飞出去。胖达砸在墙上，露出痕迹。韩泽拿出一杆长枪，朝着那里狠狠刺去。糟糕！胖达吓出一身冷汗，险险躲开这一枪，而后借助妙影神医逃离洞府。出来，给老子出来！我一定要弄死你！韩泽找不到凶手，到处发疯，胡乱出手，砸得整个洞府轰隆隆响。胖达嘿嘿笑了笑，露出满脸得意。这次放过你，下次胖爷一定阉了你。离开阴阳峰，胖达直接返回七情峰，来到陆星洞府。陆星还不滚出来迎接胖爷！胖达满脸得意，背负双手，一副高手风范。陆星走了出来，看到胖达，骂道：“找打是吧？让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胖达进入洞府，坐了下来，撑着下巴摆谱道：“胖爷好渴，得润润喉才能说话。给你脸了是吧？行，给你倒。”陆星懒得跟他计较，当即给他倒了杯水。胖达喝完后，傲然道：“胖爷出马，抵千军万马，区区小偷小摸，岂能难倒我？”陆星无语道：“别废话了，到底到手没有？”胖达白了他一眼：“这么猴急干什么？当然是到手了。”说罢，丢出一件贴衣，诺，韩泽的。陆星脸色一喜，做得不错。胖达笑道：“你不知道，胖爷刚偷到东西，那个韩泽就回来了。那家伙一回来就骂骂咧咧，说一定要弄死你。”陆星淡淡道：“小人而已，不必理会，迟早废了他。”胖达嘿嘿一笑：“胖爷已经帮你教训他了，差点抓爆了他的卵蛋，现在估计还在发疯呢。陆星，我帮你偷了东西，又教训了他，你准备怎么感谢胖爷？”陆星摇头失笑：“死肥熊，真有你的！你放心，回头我就跟小姨妈说说，把你给放出来。”闻言，胖达立刻欢喜：“说好了啊，你要是反悔，我就把你的事都给抖搂出去。”陆星没好气道：“放心吧。对了，你先回思过崖，回头我让婉儿给你送饭，等过几天你再去偷阴阳魔君的东西。”胖达当即垮脸，满脸不情愿道：“还要回思过崖？不用了吧，我就待在你洞府里，哪也不去。”滚！陆星道：“要是让小姨妈知道，谁也帮不了你。再委屈几天。”胖达无奈，只能如丧考妣的回去。离开前，千叮万嘱让陆星赶紧去求情，把他给放出来。陆星假装答应，交代婉儿待会给胖达送饭后，便去修炼室闭关阴阳合欢珠内。陆星启动阴阳吞灵阵，他拿出一件信物，正是杜岩的。下一秒，信物消失，一种冥冥中的联系立刻绑定杜岩。
与此同时，冰室内，杜岩满脸气愤，这个陆星明明是个不折不扣的废材，却在天骄宴上大出风头，盖过所有天骄，真是把我给气死了。那个花名也是废物，居然没把他给宰了。他看向冷雪琪，不甘心道：“师姐，不能就这么算了。”冷雪琪盘膝坐在冰床上，睁开眼睛道：“花名已死，花空不会善罢甘休，先静观其变吧。”杜岩点头，兴奋道：“也是，花空一定不会放过那个废材，我就等着看好戏。”忽的，他脸色大变，惶恐大喊：“师姐，救我！”就在刚刚，神秘吸力出现，不断将他丹田内的灵力吞噬。不过数个呼吸，便令他修为从筑基3层下降到了筑基2层。怎么回事？冷雪琪察觉到杜岩的异状，脸色冰冷道：“难道是那股诡异吸力？”杜岩点头：“对，他在吞噬我的灵力，速度非常快。”冷雪琪连忙喊道：“快，封锁灵力！”不用他提醒，杜岩早就这么做。可他发现，虽然有效果，但效果不大，灵力依旧在被吞噬。该死的，这股吸力到底从何而来？杜岩满脸怨恨之色，表情狰狞无比。不用说，若真凶在他面前，他定会出手将其挫骨扬灰。冷雪琪脸色难看，冰冷至极：“我帮你试试。”他同样被这股吸力光顾过，幸好这一次是针对杜岩，不然他还得疯一次。不多时，两人盘膝而坐，冷雪琪一掌打在杜岩身上，想要帮杜岩封锁灵力，可是封锁不成，他自己的灵力反被吞噬不少。冷雪琪差点放弃，但随后他惊喝：“快，我们一起运转合欢天宫，阻止吸力！”杜岩依言照做。很快，两人面色舒缓下来，借助合欢天宫，终于抵挡了9成吸力。剩余的1成虽无可奈何，但情况不算极差。王八蛋，有本事出来，藏头露尾的家伙，我咒你不得好死！杜岩狰狞怒吼。冷雪琪沉声道：“你的修为已降到筑基1层，如果这股吸力一直在的话，即便速度缓慢，只怕你终究会掉到炼气境。”闻言，杜岩满脸怨毒：“师姐，现在该怎么办？”“我不想掉下炼气境。”冷雪琪露出无奈之色。对于这股神秘吸力，他也无可奈何。此刻，陆星这边在吞噬了杜岩2层筑基修为后，他的修为便提升到筑基8层。看来修为越到后面，突破所需的灵力就越多。现在吞噬灵力的速度减缓了许多，看来那边采取了手段，而且不止一种。陆星隐隐感觉，随着修为提升，阴阳吞灵阵的威力在增强之前吞噬冷血期灵力时，后者采取手段后立刻阻止了灵力的流失，而在吞噬杜岩灵力时，对方采取同样手段后仅仅是让灵力流失速度减半而已，还是采取了另外手段才让灵力流失速度降到1成。如果我猜的不错，目标修为越低，阻止灵力被吞噬的难度就越高，同时我的修为越高，吞噬目标灵力的难度就越低。之前冷血期可是筑基巅峰，而我仅是炼气境，对方一下便阻止了灵力流失，而杜岩修为低，加上我修为高，哪怕动用了种种手段，也无法彻底阻止灵力流失。陆星分析总结，对阴阳吞灵阵的了解更深。良久，太慢了，这样吞下去简直浪费时间。罢了，待我修为提升再来吸它。陆星切断了与杜岩的联系。另外一边，杜岩满脸绝望，忍不住哭泣：炼气境，我掉到炼气10层了。炼气境突破到筑基境，何其之难！然而不过半炷香，他便一招回到解放前。杜岩无法接受。什么？冷血期大惊，脸色冰冷：该死，到底是谁在操控这一切？上次我封锁灵力便阻止了灵力流失，为何到你那边效果这么差？忽的，杜岩脸色一惊，欢喜道：太好了，师姐，那股吸力消失了，我的修为没有再下降。冷血期松了口气：那就好，你先休息一会，师尊已经出关，我们待会便去找他。杜岩狠狠道：师尊神通广大，定能找出那个混蛋，待找到他，定要把他折磨得生不如死。然而他们就算是再长2个脑子，也绝对想不到，他们口中的幕后操控者就是陆星。杜岩那个娘们绝对想不到是我吞噬了他的灵力。陆星想到杜岩痛苦绝望的表情，就心中十分欢喜。下一刻，他拿出第2件信物，那是一条贴衣，属于韩泽。陆星冷笑：韩泽屡次3番找我麻烦，还想借花见色禅院的人杀我，哼，你不是阴阳封天骄吗？等你修为大降，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天骄还怎么当。很快，贴衣消失，阴阳吞灵阵再度运转，连接韩泽。此刻韩泽在洞中修炼，之前借助灵石，他的修为破入筑基10层，距离金丹境已经不远，只要再进一步，便可求助师尊阴阳魔君帮他一举突破到金丹境。
陆星，只要我跨入金丹，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韩泽内心呐喊。可就在这时，他脸色大变。怎么回事？我体内的灵力在莫名流失，而且流失很快。不，我的境界在跌落，筑基9层了。韩泽怒瞪双眸，脸色难看至极。他恐慌无比，试图调动灵力阻止流失，可根本无用。筑基8层了。不。韩泽起身，状若疯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他怎么检查，都没能发现原因。丹田内好像有莫名吸力吞噬他的灵力，失去的灵力不知道去往何方，无法查到半点踪迹。是谁？谁在搞鬼？给我出来！韩泽手持宝枪冲出洞府，感知四方，想要找到始作俑者，可周围哪有半个人影？而这时候他的境界再度跌落，筑基7层了。一定是之前潜入我洞府的小贼！你给我出来！有本事堂堂正正与我一战，躲在暗处算什么英雄好汉？韩泽气疯了，目眦欲裂。天啊，他好不容易才修炼到筑基10层，还想冲击金丹呢，可结果境界自由落体般跌落，如同在挖心，令人绝望和恐惧。陆星兴奋，不过数十个呼吸的时间，就从韩泽那里吸到庞大灵力，助他一举突破到筑基9层。不愧是筑基10层的高手啊，灵力就是充沛，远不是杜岩那个小娘们可比。陆星哈哈大笑，还在吸韩泽的灵力。终于，他的境界突破到筑基10层，而韩泽的修为则跌落到筑基5层，这比杀了他还难受啊！不行，不能让他这么吸下去。韩泽从惶恐中回过神来，连忙盘膝坐下，封锁灵力。有效！韩泽发现吸力的强度减弱许多，虽然还在吸，但速度慢了很多。合欢天功。接着，韩泽催动合欢宗的顶尖功法，终于阻止了这股吸力。他的灵力不再流失，也幸好他的修为和根基都比杜岩强很多，否则的话根本不可能彻底阻止这股吸力。韩泽目眦欲裂，短短时间我的修为就跌落到筑基5层，王八蛋，阴险小人，你给我出来！但自然没人现身，幕后黑手陆星还在自己的修炼室内。韩泽再怎么都想不到，有人能隔着数十里隔空吞噬他人灵力，这种手段别说金丹境，就算是元婴境的高手也难以做到。去找师尊，师尊或许能找到害我的混蛋。韩泽连忙离开，来到合欢池。此刻韩泽战战兢兢，如果不是怕那诡异吸力再度出现，他不敢来找师尊。毕竟天骄宴上他败给陆星这个废材，而且还是仅仅2招，可谓是一败涂地，丢尽脸面。对于此事，师尊肯定已知晓，绝对会重重责罚他。韩泽，你还有脸来见本尊？阴阳魔君现身，黑白色的脸庞，阴邪的双眸，浑身散发一种诡异的气息。尽管这副面孔韩泽不知道见过多少次，可每次都十分惶恐，更别说现在还犯下大错。扑通，韩泽狠狠跪地求饶道：弟子知错，请师尊再给我一次机会，下次我一定弄死陆星。阴阳魔君冷笑：下次？这么好的机会你都把握不住，下次又能如何？区一个炼气3层的废物，你都对付不了，本尊留你何用？韩泽满头大汗，急忙道：师尊，看在弟子多年侍奉您的份上，请饶恕弟子一次，我保证一定促成师尊与萧峰主合欢双修。阴阳魔君冷哼一声，可忽的他惊讶道：等等，你的修为怎么只有筑基5层？韩泽连忙道：弟子正是为了禀报此事而来，弟子本来已经突破到筑基10层，可就在刚刚，在弟子修炼之时，一股神秘吸力出现，将我的灵力不断吞噬。若非弟子及时封锁灵力，同时运转合欢天功，怕是连筑基5层的修为都保不住。听到此等诡异之事，阴阳魔君非常震惊，还有这种事？你不会是蒙骗本尊吧？师尊，弟子句句属实啊，自废修为对弟子没有任何好处，我是怕那股吸力也针对师尊，所以斗胆过来禀报。韩泽连忙解释。阴阳魔君盯着韩泽，谅你也不敢欺骗本尊。行了，这些年你也立下不少功劳，这次的事本尊先原谅你，至于吸力的事，你可有线索？韩泽摇头，待弟子阻止了这股吸力后，这股吸力便凭空消失，找不到任何踪迹。不过在此之前，有神秘人闯入我洞府，鬼鬼祟祟，那神秘人修为似乎不高，但身负能隐身敛息的宝物，才被他给逃了。弟子觉得吸力的事绝对和此人有关。阴阳魔君皱眉，行，此事本尊会派人调查，至于你，先待在本尊身边吧。若那股吸力再现，本尊或许能找到来源，能隔空吞人修为，呵，这样的手段实在是逆天之极。若本尊能获得，哼哼。此刻，冷雪琪正带着杜岩前往六域大殿深处，拜见师尊。大殿首位坐着一位长发男子，男子英俊，
但面色与眼眸都充满阴柔。身披红色长袍，敞开胸膛，食指纤细白皙，时而捏着兰花指。此人便是六域峰峰主六域魔君。六域魔君看见冷雪琪，立即起身，满脸笑容，将其扶起来。雪琪，快起来，为师闭关半年，终于能见到爱徒，且让为师好好瞧瞧。冷雪琪被师尊火热地盯着，浑身不自然，情不自禁往后退了一步。六域魔君笑了笑，你这孩子半年不见，还生疏了不成？说完便坐回了位置，对杜岩道，捏起来吧。此刻的杜岩看起来也有些紧张，连忙道，谢师尊。六域魔君道，最近峰内可有事？杜岩看了一眼冷雪琪，方才道，师尊，您不知道。当即他将那股神秘犀利的事告诉了六域魔君。六域魔君一听，惊怒无比，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吞噬我六域魔君爱徒的修为，到底是谁？冷雪琪道，师尊，背后操控者非常神秘，无法追究其所在。哼！六域魔君重重冷哼，随后身影一闪，已至半空。谁敢在六域峰逞凶，有种现身一剑。滚滚魔音传荡整个合欢宗。合欢宗许多弟子听见这道声音，皆是露出震惊之色。那是六域魔君的声音吧？何事竟让他如此震怒？在六域峰逞凶，说的是谁？难道是指欢喜禅宗的人？全宗上下因为这道声音掀起风波。远在思过崖的胖达听到此声，吓了个哆嗦，因为不久前就去了六域峰，偷了不少兜兜。不可能，胖爷我才偷了一些兜兜罢了，还犯不着让六域魔君如此震怒。胖达思考，认为所指不是他。洞府内，陆星笑了，看来冷雪琪将事情告诉了六域魔君，才惹其震怒。六域魔君一定会调查此事，但绝对查不到我头上。不过他不是要找我吗？等胖达偷到他的东西，届时定狠狠吸一吸他。那可是接近化神的存在，随便吸一波，或许都能助我跨入金丹。七情峰大殿，萧姨妹也被惊动，这个娘娘腔又发什么疯？同样，阴阳魔君也惊讶道，难道那股吸力也吸了六域峰弟子的修为？看来此事可以找六域魔君商量。六域魔君回到大殿，肃然道，雪琪，你们放心，这件事为师会给你们做主。待下次那股吸力再现，你们尽快禀告为师，为师定找到真凶。冷雪琪淡淡道，谢师尊。六域魔君又问，对了，天骄宴可办了？冷雪琪道，已经结束，不过他连忙跪下，师尊恕罪，此番天骄宴弟子未能拔得头筹，为六域峰扬名，请师尊责罚。杜岩也跪下，弟子也知错。六域魔君很惊讶，道，怎么回事？以你的实力，谁能战胜你？莫非是因为境界跌落的缘故？那此番拔得头筹者是谁？合欢峰的屠杀杀，还是阴阳峰的韩泽，亦或是七情峰的严敏君？但冷雪琪摇头，是七情峰的陆星。什么？六域魔君大惊失色，谁？陆星？那个人人尽知，一直止步炼气3层的废材陆星。杜岩道，没错，就是他。六域魔君笑道，你二人不会拿师尊消遣吧？冷雪琪连忙道，弟子不敢，但这是事实。天骄宴上，弟子准备了北冥寒茶和红烧麒麟掌。那陆星？当下他便将天骄宴发生的事娓娓道来。你是说他喝下大量北冥寒茶，吃了许多红烧麒麟掌，却半点异样都没有，还凭借暴灵诀和燃血术以及宝物2招击败韩泽，还与你打成平手？六域魔君惊叹，若非知晓这个弟子不会说谎，也没理由说谎，他绝对不会信这太匪夷所思。一个区炼气3层的废物，反而在天骄宴上大出风头，盖过珠峰天骄，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不知情者听到这种话，怕是要笑出来。如果弟子猜得不错，应该萧峰主一直以来给他吃了不少天材地宝，导致体质特殊，这才无惧北冥寒茶和红烧麒麟掌的反噬。至于暴灵诀和燃血术，都是短时间内大大提升修为的禁术，而他又是2种同时施展，加上宝物，能做到这一点也算说得过去。不过还有件事，杜岩道，花见色禅院的花明也因他而死。接着他将天骄宴后花见色禅院弟子侵占灵田，虐杀六域峰女修，后来陆星待会花明人头的事一一道来。好个花见色禅院，居然敢到我六域峰撒野，此事本君绝不会罢休。杜岩笑道，师尊，花明乃是花空的弟子，现在花明因陆星而死，花空定然不会放过陆星，我们可以先看场好戏，等时机合适再出手。六域魔君笑道，没错，到时候萧姨妹那个骚婆娘说不定还要找本君帮忙。嘿嘿，他露出一抹淫邪的笑容，但很快觉得不妥，嗨嗨2声道，这样这阵子你们先待在为师身边修炼，避免那股吸力再现。闻言，冷雪琪脸色微变，
对于这个师尊，他很惶恐。他隐隐感觉师尊对他似乎有那个意思，但他虽身处合欢宗，但绝不愿意行双修之道。只是他虽然有些不愿，但也不敢违背，只能点头道：“是，师尊。”欢喜禅宗地临合欢宗，坐落于天穹山脉，远远可以看到，在天穹山脉上坐落着无数金黄黄的屋宇，4大禅院散落其中，每一座禅院分别霸占着巍峨的山峰。这花明便是花见色禅院的弟子，还是花见色禅院院主花空的亲传弟子之一。此刻，某个院落中到处开着桃花，还有其他珍稀花卉，但整个院落的色调都以粉色为主。院落深处传来莺歌燕舞的声音，只见一名身穿粉色僧袍、肥肥胖胖的秃驴，左拥右抱着2名妙龄女子。2名女子面若桃花，媚眼迷离，伺候着胖秃驴。而那胖秃驴满脸淫笑，胖手伸入女子的胸怀之中。在前方还有2排妙龄女子正在歌舞。这个胖秃驴便是花见色禅院的院主花空，一名元婴巅峰的强者。美人，陪我喝一杯。花空举起酒杯，立刻有美人作陪，惹得胖秃驴开怀大笑。可下一刻，花空目光一凝，露出毒辣之色，双手按住2名女子的天灵盖，运转欢喜神功，顿时滚滚灵力从2名女子身上流淌而出，全部被他吞噬。不多时，2名女子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很快就变成2具干尸。花空推开尸体，砰！就在这时，一伙粉色袈裟的秃驴冲了进来，满脸惶恐之色，一个个跪倒在花空面前。院主，大事不好了！见状，花空脸色一沉，怒道：“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坏我道心，该死！”不过他没有出手必杀这些弟子，而是喝道：“发生什么事了？”那名弟子连忙道：“我们按照您的吩咐，被花明师兄带着前往合欢宗，抢占6玉峰的灵田。可没想到，花明师兄还有10几名同门都被合欢宗的弟子给杀了。”砰！花空一掌打碎椅子，愤怒道：“你说什么？花明可是筑基9层，加上欢喜神针等宝物，可匹敌筑基巅峰合欢宗的天骄，怎么可能杀得了他？罪不济也能逃回来。难道是合欢宗的金丹长老或者元婴峰主出手了？”那名弟子摇头：“都不是，是陆星，合欢宗那个远近闻名的废材陆星。不可能！”花空直接摆手：“那废材我知道，不过是炼气3层，连你们都打不过，怎么可能杀得了花明？”那弟子道：“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手段，砍瓜切菜一样，把10几名同门给毙掉，2招就击杀了花明师兄，砍下了头颅。这个陆星太邪门了，估计传闻有假，这个陆星根本不是废材。”花空满脸愤怒：“岂有此理！胆敢杀我亲传，我绝不罢休！明日我便前往合欢宗，为我那徒儿讨个公道。还有你们，花明被杀，你们却敢逃回来，丢尽我花见色禅院的脸面，我要你们何用？”话毕，花空隔空一抓，顿时一股强大的吸力作用在10几名弟子身上，一时周围风浪滚滚，桃花纷纷。院主饶命！弟子们求饶！但于事无补，花空将他们的修为全部吞噬掉，顷刻间这些弟子都变成干尸。吞噬了这么多弟子的修为，对于花空这种元婴巅峰的大佬而言，根本没有多大意义，就跟喝了一杯灵茶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陆星的修为提升到筑基10层后，便离开了阴阳合欢珠，在修炼室内进行巩固。不久后，他拿出那根欢喜神针，将上面的印记抹除后进行炼化，彻底化为己用。七情峰一座洞府内，严敏君来回踱步，十分焦急，也不知道陆星在天骄宴如何了，肯定被欺负得很惨，把七情峰的脸面都给丢尽了。他此刻很后悔，当初就应该强夺请柬。现在好了，很快七情峰就会成为笑话。师姐，要不我还是去打探下消息吧。旁边一名弟子道：“之前严敏君让他们不要去管陆星，陆星喜欢丢脸，就让他丢个够。所以天骄宴的结果，七情峰的人反而最晚知道。行，你去吧。”严敏君叹了口气，如果陆星受伤了，就带他回来。那弟子笑道：“师姐之前还责骂陆星，看来还是挺担心他的嘛。”严敏君喝道：“我那是怕他丢了七情峰的脸。你说，一个炼气3层的废材，去天骄宴凑什么热闹？”就在这时，徐蕊从外面进来，严敏君立刻问道：“是有天骄宴的消息吗？”徐蕊脸色有些古怪，时而摇头，时而点头。“你这是什么表情？到底怎么样了？快说！”严敏君催促道。徐蕊苦笑：“刚刚听说陆星在天骄宴上大出风头，碾压所有天骄，还打败了韩泽，还跟冷血奇一战，你们猜结果怎样？”2人平局收场。闻言，严敏君和那名女弟子吃惊得很，嘴巴张开，能色鸡蛋。“你确定没听错？
会不会是其他峰的弟子故意挖苦我们？严敏君皱眉道：毕竟这事情实在是匪夷所思。一个区区炼气3层的废材打败韩泽，与冷雪琪打成平手，碾压一众天骄，这是把他们当傻子吗？徐蕊道：起先我也不信，但是很多人都这样说，我估计是真的。如果几个人这么说，或许是挖苦，但所有人都这么说就不一定了。严敏君皱眉，师尊给了他不少宝物，还有保命手段，这么一想，此事便没那么奇怪了。不行，我得亲自找陆星问问。但徐蕊阻止了他：师姐，还有件事，是个麻烦。严敏君疑惑询问：何事？徐蕊道：听说天骄宴结束后，欢喜禅宗花剑色禅院的弟子潜入六玉峰，侵占灵田，还虐杀了不少弟子。陆星被怂恿面对花剑色禅院的人，其中还有花剑色禅院的天骄花明。什么？严敏君一听，愤怒无比。冷雪琪这帮人在干什么？六玉峰的事，凭什么让陆星去面对？这帮混蛋，赶紧带人去帮陆星。陆星要是出了事，峰主一定会发疯。但徐蕊又拦住了他，笑道：师姐，不用去了，那边的事已经结束，而且陆星完好无损的回来了。听说陆星还把花明的人头给带了回来。严敏君倒吸冷气，瞪圆了眼睛：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那花明可是筑基后期，战力匹敌筑基巅峰，陆星能杀了他？徐蕊道：自然不能。听说是路过的一位高人将花明等人击杀，陆星算是捡漏。那女弟子感叹道：这简直比戏剧还戏剧，谁能想到陆星区区炼气3层竟能做到这些？虽然都是取巧和运气，但即便是师姐也未必能做到吧。徐蕊深有所感的点头：的确如此，我们算是小看了他。严敏君脸色沉沉道：不行，我们得赶紧去找师尊一趟。虽然花明并未被陆星所杀，但这事欢喜禅宗一定会怪在他头上。这花明的师尊是那欢喜禅宗花剑色禅院的院主花空的亲传，亲传弟子死了，花空不可能罢休。事情一旦闹大，说不定会引起2宗大战。徐蕊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道：那我去找陆星，毕竟这些事情他自己最清楚。严敏君点头：那我们兵分2路，到时候七情宝殿见面。不久后，一伙人聚集在七情宝殿。萧一妹身姿曼妙地坐在榻上，听说了所有事后，脸上露出浓浓震惊之色。当真？萧一妹款款走出，笑道：星儿，你真的击败了韩泽，还与冷雪琪打成平手。陆星抓了抓后脑勺，嘿嘿一笑：侥幸侥幸。萧一妹立马拿住陆星的手腕，检查情况。还是炼气3层，还以为你突破到了筑基境呢。萧一妹很疑惑，可你身上没有半点使用暴灵诀和染血术的反噬痕迹。陆星一愣，笑道：小姨妈，你不知道我身体好吗？你身体？萧一妹立刻恍然，应该是纯阳圣体的缘故，这种顶尖体质恢复力自然惊人。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纠缠，萧一妹满脸喜悦道：星儿，这次你做得不错，想要什么奖励尽管提。陆星拍拍胸脯，义正言辞：为七情峰争取荣誉，那是我分内的事，不用奖励。萧一妹玩味一笑：你确定？陆星嬉笑道：如果小姨妈真要奖励的话，给我个180万的贡献点就行。180万？你怎么不去抢？萧一妹白了他一眼，道：行了，奖励的事待会再说。严敏君急切道：师尊，陆星这次虽然立下大功，但也闯下大祸。萧一妹挥了挥粉袖，不置可否道：你说的是花明的死？严敏君肃然道：师尊，花明乃是花空亲传弟子，现在花明死了，花空绝对会来找麻烦。萧一妹冷哼一声：找麻烦？他的弟子擅闯合欢宗，抢占灵田，虐杀我宗弟子，本座又岂会罢休？他不来找星儿麻烦便罢了，他若来了，本座定要他给个交代。严敏君还是有些担心，宗主闭关，万一事情闹大，让2宗开战，我宗只怕会吃亏，更别说还有个万花仙宗在虎视眈眈。萧一妹看着严敏君，责怪道：敏君，你行事谨慎，负责，对宗门忠心耿耿，这是为师喜爱你的地方，但这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优柔寡断，畏首畏尾，对你没什么好处。我们合欢宗也是苍蓝仙州3大顶尖宗门之一，何惧欢喜禅宗？人家都打上门来，难道还要对他们点头哈腰不成？欢喜禅宗若要开战，我合欢宗就奉陪到底。此事不必再论，你们先退下吧。严敏君脸色微暗，拱手道：弟子受教，弟子先行退下了。等严敏君和徐蕊离开，陆星道：小姨妈，这件事要不要找其他峰主商量一下？比如六玉魔君，毕竟此事由他们六玉峰而起，他们不可能不管吧？萧一妹笑摇头笑道：那个娘娘腔心思歹毒得很，只怕现在巴不得花空来找我们的麻烦。
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叹了口气。虽然我们和欢宗乃苍蓝县周北荒最强大的3宗之一，可各峰之间并不和谐，照这样下去，只怕会给其他2宗可乘之机。对于此事，陆星并不在意，笑嘻嘻道：“真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带着小姨妈远走高飞呗。”萧姨妹道：“越来越放肆了，再敢这样，家法伺候。”陆星举起双手，笑道：“我投降。”扑哧一声，萧姨妹笑了起来。好了，这次你有功，想要什么奖励？敏君他们不在，你尽管提。萧姨妹摇摇头，笑道。陆星思考，正在犹豫是要点贡献点去兑换些宝物，还是把那死肥熊从思过崖给救出来。罢了，还得让他去帮我偷阴阳魔君的东西呢，先把他弄出思过崖吧。陆星做出选择，便对萧姨妹提了出来。萧姨妹讶异，我还以为你会要贡献点或者同修灵鼎什么的，居然是帮那头色熊。什么时候你们的关系这么好了？等等，你不会被他给带坏了吧？陆星无言。小姨妈，你想多了，我就是看他一个人在思过崖，挺可怜的。放心吧，小姨妈，等他出来，我一定让他循规蹈矩，再不去惹事。要是胖达听到这句话，一定啐他一脸。真让他循规蹈矩，就不会让他偷韩泽的信物了。这是要让别人知道，肯定说他是变态。你完全可以要贡献点，要是用这次奖励兑换胖达的自由，到时候你可别后悔。萧姨妹道：“还是让胖达出思过崖吧。”陆星笑道。萧姨妹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才道：“行吧，我答应了。”陆星走过去，吧唧一声，在萧姨妹脸上啧了一口：“谢小姨妈，我先走了。”萧姨妹脸色一红，骂道：“臭小子，又占老娘便宜！”思过崖，听说自己可以离开思过崖后，胖达兴奋无比，就要赠送一个熊抱，但陆星一脚把他踹飞，滚！一身臭味，多久没洗澡了？胖达把自己从墙上掰扯下来，无所谓道：“这叫熊味，你懂什么？不过还是谢谢你替胖爷求情。放心，胖爷我也是有恩必报的，想让胖爷我替你做什么？”陆星道：“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吗？偷阴阳魔君的东西。”胖达神色一僵，半天没说话，心里惶恐。上次偷韩泽的东西，胖爷我都差点被抓，而阴阳魔君那个老鬼比韩泽可怕多了，万一被发现，他直接变死熊。胖达，你不会不敢吧？陆星看出他的心境，故意笑道：“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不过是让你偷一个小东西，就不敢了。你不是号称神偷小胖熊吗？这还神偷呢，干脆金盘洗手吧。”胖达怒道：“陆星，胖爷知道你这是激将法，但对胖爷没用。不过胖爷答应帮你偷，因为胖爷不想欠你的人情。”陆星奸计得逞，满脸欢愉，这才是我认识的胖达吗？有勇有谋，就没有你偷不到的东西。什么阴阳魔君，在你面前根本不算什么。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佩服你的。胖达露出笑容，有些飘飘然：“哼，那是自然。等胖爷消息吧。”陆星朝着胖达摆摆手：“万一不小心被捉住，千万别供出我。你就算供出我，我也不会承认的。”胖达，滚！咚咚咚，胖达变成一个球，翻滚离开思过崖。陆星满脸期待，希望胖达别落阴阳魔君手里，不然下场啧啧。不过万一偷到了呢？吸一个元婴巅峰的大佬，我的修为绝对蹭蹭涨，直接择日飞升。一晃数日过去，这一天合欢宗上空笼罩漫天粉色霞云，还有朵朵桃花飘落，只不过霞云与桃花光泽幽暗，且透着杀意。合欢宗的弟子们皆感觉到浓浓的压迫感，全都围在一起议论纷纷。萧姨妹，陆星杀我徒儿，必须以命偿命，把人交出来，我即刻离去。苍穹上一道响亮声音传来，声音很有压迫力，能感觉到发出者修为高深，怕是元婴境。听到此人的话，众人立刻恍然，原来是欢喜禅宗的人要为花明报仇。糟了！陆星连忙赶往七情宝殿，可这时一道女声自七情宝殿传出：“花空，你个老不死，敢来我合欢宗撒泼，你想死吗？”唰，一道粉红光芒从七情宝殿飞出，冲向高空，很快显出萧姨妹曼妙婀娜的身影。六欲魔君走出大殿，看着空中，露出冷笑：“花空果然来了，有好戏可看了。”旁边冷雪琪微微皱眉，问道：“师尊，我们不去帮忙吗？”六欲魔君摇头，笑道：“一个花空闹不大，但这个陆星必须死。一个废材在天骄宴上碾压几位天骄，传出去岂不是笑话？只有他死了，这些笑话才会终止。”冷雪琪沉默，没有任何反驳的想法。上次跟陆星打成平手，他真的非常不甘。本来打算等过段时间再去跟陆星一战，可终究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毕竟陆星是废材的事，全宗人尽皆知。他一个堂堂的六御峰天骄，
将一个废材打败了，绝不是什么荣耀之事。既然没有意义，那这一战就没有必要。但陆星跟他平手的那一战，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或者耻辱，对他道心影响很大。如果这一次花空能将其带走的话，那么或许对他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整个合欢宗失去了一个废材更无关紧要吧。阴阳风、阴阳魔君带着韩泽走出来，阴恻一笑，有意思，这或许是本尊的一次机会。韩泽疑惑，师尊，弟子愚钝，这是什么机会？阴阳魔君神秘地笑了笑，待会你便知晓了。此刻天穹震动，霞云散开，一道巨大身影盘坐在虚空，身影一身粉红僧袍，肥胖无比，宛若圆球，光头粉面，目入阴毒，正是花剑色禅院院主花空。花空盯着萧一妹曼妙身姿，绝世玉容，一脸坏笑道：萧一妹，数十年不见，你越发妩媚动人了，不如你跟我回去吧，我们好好耍一段时间。我们都喜欢粉色，简直是天作之合。萧一妹厌恶道：老不死也不照照镜子，自己有多恶心，赶紧滚出合欢宗，否则别怪本座不客气。花空哈哈大笑，你动怒时也是媚态丛生，令人情难自抑呢。也罢，既然你不愿，那便谈谈花名的事。陆星杀我徒儿，只要你把他交给我，此事便也作罢。萧一妹嗤笑一声，老不死果然老糊涂了，搞不清状况。花名带人擅闯我宗，侵占灵田，虐杀我宗弟子，他的死得好，当日若本座在场，定要他生不如死。本座还未找你们欢喜禅宗的麻烦，你反倒恶人先告状，真是可笑至极。花空脸色一沉，萧一妹，那陆星不过是一个废材，你留着何用？将他交出来，这件事到此为止。因为一个废材让两宗关系恶劣，对谁都没好处。闭嘴！萧一妹凌厉道，不说陆星是我师侄，就算只是合欢宗一个普通弟子，今日也绝不可能交给你。花空，你少废话，要打本座奉陪，要是不敢就从哪来回哪去。花空气急，自己好歹是欢喜禅宗4院院主之一，可对方居然如此不给面子。萧一妹，你太自傲了，不如你我公平一战，我若赢了，你把人交出来。花空怒道，好啊，你若输了，就给本座滚回去。萧一妹丝毫不惧，众人一惊，竟有些期待。这可是两位元婴巅峰的交手，寻常可看不到。观摩这样的战斗，对自身修炼亦有裨益。啪！萧一妹拿出紫灵神鞭，通体浮现一层紫色光晕，而这紫色光晕之中竟有雷电滋鸣。轰！天空震动，花空偌大身躯探出一掌，有山峰那么大，盖向萧一妹。破！萧一妹一边打出，竟显现出一道巨大的鞭影，裹着雷电，狠狠打在掌印上。砰！掌印被击碎，狂风将霞云与桃花吹得溃散。花空双手合十，肥唇翕动，双掌连连拍出，凝聚万千掌印，如陨星一般砸击下去。萧一妹冷哼一声，舞动神鞭，瞬息间打出不知多少鞭，只是看到漫天都是鞭影，将无数掌印一个个击碎。天雷伞！萧一妹祭出一把粉色的伞，那伞上遍布符文，豁然变大，足可笼罩一座山，瞬间将花空巨大身影笼罩，同时垂落无数粉色雷电。见状，花空面色一变，天雷伞还蕴含强大的雷电意境。面对漫天雷电，花空掏出一串佛珠，佛珠呈现黑色，飞上天空，变得如陨星那么大，旋转间竟形成一个黑色阵法。阵法中心宛若一个黑洞，一股极为恐怖的吸力滋生，将无数雷电吞入。但是他低估了雷电意境的可怕。从元婴巅峰突破到化神，需要领悟意境。虽然花空也是元婴巅峰，但没有彻底领悟意境。而有意境的元婴巅峰和没有意境的元婴巅峰差距可不小。刚开始黑洞能吞噬雷电，但随着雷电意境的爆发，黑洞咔咔咔出现裂纹。糟糕！花空脸色难看。话音刚落，轰！黑洞炸开，数十颗佛珠黯然无光，从空中坠落，被花空抓住。他看到佛珠上都有裂痕，肉疼无比。但这个时候心疼宝物，显然不妥。只见天雷伞坠落，携带雷电一下击打在花空身上。噗！花空那巨大身影一下溃散，恢复本体，口吐鲜血，被击落，狠狠砸在下面一座陡峰上，无数碎石坠落山涧。哇！花空站起来，又吐出一口鲜血，满脸通红。萧一妹，你居然彻底领悟了雷电意境，只怕过不了几年，你便可成就化神。呵呵，还真是令人羡慕啊。萧一妹掌心托着小伞，缓缓收起，不屑道：花空，滚出合欢宗，再敢来撒野，本座灭了你。花空气急，萧一妹，你给我等着，你护得了陆星一时，可未必护得了一世。话毕，连忙化作一道红光，
瞬间就逃得无影无踪，好像生怕萧一妹来揍他。见状，整个合欢宗的弟子都在欢呼：萧峰主厉害，2下便击败了欢喜禅宗的一位院主。如果萧峰主进军化神，那我们合欢宗就又多一位化神了。太好了，真是笑死人！欢喜禅宗还想找我们的麻烦，这下自取其辱了。为什么不杀了花空？这样一来，欢喜禅宗就少了一位高手。你懂什么？若是真杀了花空，事情就闹大了，2宗只怕会开战。六域峰上，六域魔君冷笑：好一个雷电意境！没想到萧一妹被陆星那废材拖累这么多年，还能有这等境界。阴阳峰上，韩泽惊讶无比：师尊，没想到萧一妹居然这么厉害，连花空都不是对手。雷电意境，这可是上品意境吧？阴阳魔君忽然剧烈咳嗽了几声，方才缓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空中那道妩媚身影，笑道：他越是强，对本尊而言就越好。走，为师今天教教你怎么做事。韩泽满脸疑惑，但没多问，而是跟着师尊朝着远处飞去，而那个方向似乎是花空离开的方向。师尊难道是要去找花空吗？就在2人离开后，一只胖乎乎的神影从远处滚了过来，正是胖达。2个人鬼鬼祟祟，不会是去做什么坏事吧？胖达摸着下巴皱眉道，接着他笑道：管他呢，趁着阴阳魔君不在洞府，赶紧去偷东西。当即便进入了洞府中。此刻花空从一处山林上空飞过，脸色极其难看，没想到萧一妹彻底领悟了雷电意境，如此败北简直是耻辱，带回去后还要被同门耻笑，真是气煞我眼。怒急攻心，花空又吐出一口浓血，可下一刻他转身怒喝：谁滚出来！花兄别来无恙啊！只见阴阳魔君和韩泽从隐秘处走出，徐徐朝着他飞来。花空圆圆的眼珠子一转，皱眉道：竟是你个老鬼，怎么你们合欢宗是要来嘲讽一番吗？阴阳魔君却笑道：花兄你误会了，本尊过来其实是想帮你。帮我？花空冷笑：你这老鬼有这么好？阴阳魔君道：本尊帮你自然是因为也想要陆星的命。哦，花空幸灾乐祸道：看来你们合欢宗也并非铁板一块嘛。阴阳魔君道：大道之路本就是你争我夺，难道你们欢喜禅宗便是兄友弟恭，上下情深吗？花兄，这里不是谈事的地方，不如随本尊回洞府，我们仔细商谈此事。花兄你也不想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吧？花空有些犹豫。阴阳魔君却笑道：花兄，你难道还怕本尊吃了你不成？这挑起2宗大战的事，本尊又岂敢去做呢？花兄不会连这点胆子都没有吧？哼，谅你们也不敢耍什么花样。花空重重冷哼一声，决定跟过去看看。如果能把这个陆星的项上人头带回去，这脸便不算丢了。洞府内，阴阳魔君大摆宴席，直接把花空看愣了，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阴阳魔君一挥手，拿出一壶美酒给自己和花空斟满，而韩泽则站在一旁。花兄，来，本尊敬你。阴阳魔君举起酒杯，阴恻恻地笑了笑。花空看着酒杯，却没有立刻端起来。阴阳魔君哈哈一笑：谨慎是好事，那本尊先干为敬。见他喝完，花空用才低头看着酒杯，确定没什么异样后，方才一饮而尽。好了，赶紧说说你的计划吧。花空有些不耐烦，毕竟刚刚受伤了，还没来得及恢复呢。阴阳魔君冷笑道：计划？当然有计划，待我杀了你，再嫁祸给萧一妹，欢喜禅宗必定震怒，到时候萧一妹和陆星便都是死路一条，这样一来不就报了你徒弟花明的仇吗？啪！花空一听，一掌打碎石桌，怒气冲天：阴阳魔君，你找死！说罢便要飞出洞府。然而轰的一声，洞府内一座巨大的阵法启动，形成结界，将此地封住。花空见状，立刻祭出黑色佛珠，20颗黑色佛珠发光发亮，爆发出恐怖气息，全部轰击结界。结界震动，却牢不可破。老鬼，你敢！花空有些慌了，此地被封印，无法逃出去，而他现在受了伤，只怕不是阴阳魔君的对手。阴阳魔君哈哈大笑，黑白色的脸庞诡异阴恻，令人毛骨悚然。怪就怪你太蠢，居然敢独自前来和欢宗撒野，受了伤还敢跟本尊回洞府。阴阳魔君右掌一张，那里一黑一白2道光不停旋转，散发出森然气息。花空一瞧，脸色大变：阴阳本源意境，你竟然也彻底领悟了意境？阴阳魔君嗤笑道：所以说你真是废物呢。谁不知道你能有今日的修为，不过是靠着吞噬他人修为，加上宝物资源堆上来，就你这种废物还想成就化神，简直是做梦。被侮辱的花空气得面部肥肉抽搐，吼道：我杀了你！
可下一刻，他面色一黑，喉咙滚动，一口黑血混合着脏腑肉末吐出，紧接着身体一阵强烈的虚弱感袭来。老鬼，你干了什么？难道是那杯酒？花空愤怒道。现在才意识过来吗？晚了。阴阳魔君手一挥，黑白光圈飞出，射向花空。花空脸色发白，强行祭出黑色佛珠，将那黑白光圈给击飞。但下一刻，数十上百道黑白光圈飞来，每一个都有数丈大小，瞬间出现在花空上空，而后陆续坠落。每一次坠落，宛若一座山峰般砸落。花空跪在地上，不停吐血，已经没了反抗之力。唰！阴阳魔君身影一闪，右脚狠狠将花空的脑袋踩在地上。花空，你来的时候可有想过自己会陷入这种境地？花空目眦欲裂，老鬼，你若敢杀我，欢喜禅宗绝不会放过你。你想引起两宗大战吗？阴阳魔君满不在意道，因为你一个废物，可未必会挑起两宗大战，所以你安心去死吧。花空怒吼，你想杀我，我也不会让你好过。话毕，其身躯急速膨胀，气息狂乱，明显想自爆，且黑色佛珠飞来，打向阴阳魔君的脑袋。都是徒劳。阴阳魔君驱动数道黑白光圈，将佛珠击飞，同时一掌打在花空脑袋上。花空还未来得及自爆，便被当场打死。就在这时，一道胖乎乎的元婴飞出，企图逃离。阴阳魔君冷哼，身影一闪，出现在元婴前面，大手一抓，将其捏住。老鬼，放了我！花空嘶吼，但阴阳魔君很果断，直接捏碎了元婴。自此，花空彻底陨灭。韩泽没想到师尊竟敢这么做，被吓得愣在原地。阴阳魔君扫了他一眼，厌恶道：“这就被吓到了，没用的东西。为师告诉你，想要在大道立足，不但要有手段，还得有勇，做事的有脑子，懂吗？”韩泽惶恐道：“是，弟子谨遵师尊教诲。”阴阳魔君傲然道：“区区一个封主，可满足不了本尊的胃口。”韩泽大惊，意识到师尊的野心，却不敢说什么。相反，他反而有些兴奋。如果师尊真做到了，那他作为师尊的亲传，届时在合欢宗的地位可想而知。说不定不需要太久，他也能跻身元婴大佬这种级别。一想到这里，他嘴角就掀了起来。你笑什么？阴阳魔君皱眉问道。韩泽吓了一跳，连道：“师尊，没什么。弟子祝愿师尊达成所愿，弟子必为师尊之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阴阳魔君哈哈大笑。行了，花空已死，接下来便是要将此事嫁祸到萧姨妹的身上。韩泽问道：“花空离去，这是众目睽睽，如何嫁祸？”阴阳魔君骂道：“蠢货！花空离开时说过什么？”韩泽想了想，立即恍然。萧姨妹害怕花空伤害陆星，便一不做二不休，追上去将花空杀死。阴阳魔君点头，这是动机，但安罪名得有证据，所以你现在便带着花空的尸体前往花见色禅院，做足证据。他伸手一翻，其掌心出现一朵粉色的花，此乃七星情花，乃是萧姨妹独有。花见色禅院的人一旦见到此花，便会认定杀花空者便是萧姨妹。阴阳魔君道。韩泽点头，收起七星情花和花空尸体。师尊，弟子现在就带人前往。阴阳魔君道：“小心行事，若此事再办不好，就不必回来了。”韩泽一惊，放心师尊。而他们并不知道，不远处一间石室角落，胖达正战战兢兢地处在那里，心跳像是打雷一样，嘴唇都在打哆嗦。不久前，他偷到阴阳魔君的半块墩，正打算离开，好巧不巧碰到阴阳魔君和韩泽以及花空出现，便目睹了接下来的一切。他没想到这个阴阳魔君居然如此歹毒，不但阴死了花空，还想将其嫁祸给主人萧姨妹，真是太无耻，太狠毒了，得赶紧回去通风报信。胖达心想，小心翼翼地离开山洞，因为阴阳魔君跟韩泽出去了，这个时候是离开的最好时机。万一阴阳魔君回来，他很难走得掉。洞府外，阴阳魔君道：“快去快回。”同时，胖达溜出洞府，猫妖朝着远处走去。咔嚓！胖达看着脚下被踩断的树枝，吓得亡魂皆冒，差点没哭出来。逃！胖达拿出2张符箓，往腿上一贴，以最快的速度窜向远方。谁？阴阳魔君听到动静，一黑一白2颗眼珠露出冷光，击出一道黑白光圈打了过去。啊！一声惨叫响起，胖达吐出一口血，被击飞出去，但还是咬着牙逃了出去。修为不高，受本尊一击，居然没死。阴阳魔君诧异：“师尊，一定是之前潜入我洞府的小贼，甚至可能跟那股诡异吸力有关，一定要把他抓回来。”韩泽愤怒，就要去追，但阴阳魔君却拦住他，道：“
他虽然没死，但也活不了多久。你先带人去花剑色禅院。韩泽想了想，道：是，师尊。此刻，胖达来到陆星洞府。陈婉第一个发现胖达，看到他满身是血，吓了一跳。胖达，你怎么了？陆师兄，胖达出事了。陆星赶了过来，看到一副将死模样的胖达，非常震惊，这怎么搞的？胖达虚弱的骂道：还不是因为你。陆星一惊，阴阳魔君，你不是去偷阴阳魔君东西去了？他可有看清你的模样？胖达摇头，没有。但胖爷发现了一个天大秘密。洞府中，陆星给胖达服下了护心丹，好转不少。我只有这么一颗护心丹，被你这头死肥熊给吃了，记得还我。陆星满脸肉疼。护心丹乃7品丹药，只要不死就能伤势痊愈。这颗丹药还是萧姨妹送给陆星保命用的，非常的珍贵，整个合欢宗都找不到几颗。胖爷要不是帮你偷东西，能这样？而且胖爷告诉你，花空死了，被阴阳魔君给阴死了。最重要的是，阴阳魔君还要将这件事嫁祸给主人。胖达激动道。闻言，陆星勃然色变，你说什么？有这种事？胖达道，胖爷得知此事，就想赶回来告诉你们，可没想到被他发现了，差点被一击打死。陆星很是不解，阴阳魔君可是元婴巅峰的高手，你一个炼气境，居然受他一击不死，这说不通啊。胖达当即就很不爽，喂，你个混蛋，巴不得胖爷我死是吧？我没死，你很失望。陆星无语道，我可没这个意思，只是好奇而已。之前就看你恢复力惊人，肉身特殊，该不会是有什么盖世神体吧？胖达愣了下，转过头道，你还是别管胖爷了，韩泽已经带人去了花剑色禅院，万一真嫁祸成功，会对主人不利。陈婉焦急道，我们还是赶紧将此事禀告封主吧。但陆星却摇头，露出奸邪一笑，一看就像是在打什么坏主意。陆星，你不会是想要……胖达好像猜到他的想法。陆星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不是想嫁祸给小姨妈吗？那我就嫁祸给阴阳魔君。走，我们得去花剑色禅院一趟。胖达连忙道，要去你去，你这么废，跟你过去不是送死吗？陈婉却维护道，胖达，你别乱说，陆师兄才不废呢，他可是在天骄宴上击败了韩泽，还和冷雪琪打成了平手。胖达讶异无比，他真是刚知道此事，问道，不会吧，什么时候炼气3层这么掉了？陆星不耐烦道，你别问那么多，反正我有把握就行，你就说去还是不去？胖达想了想道，去，事关主人，胖爷绝不允许任何人害主人。不多时，三人悄悄离开合欢宗。只见合欢宗数百米外，陈婉遇见带着陆星，至于胖达则躺在一根绿竹宝物上，悠哉惬意。虽然陈婉和胖达都只有炼气10层的修为，但已经可以御物飞行。陆星的御物飞行也练得不错，但缺少实操，而且还是低空，所以就只能被陈婉带着。最重要的是，他恐高。陆师兄，你要是害怕，就抱紧一些，没关系的。陈婉脸色通红道。此刻，陆星从后面抱着他的腰肢，一脸惶恐之色。这种姿势实在是暧昧。陈婉的姿容虽不能堪称绝世，但也是小家碧玉，玲珑剔透，惹人怜爱。那胸脯也绝有料。在合欢宗，对他有想法的男弟子可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一些天才弟子。但陈婉对其他人都不感冒，只是对陆星很亲近，只愿意让陆星这么抱着。这家伙真是艳福不浅，胖爷我这么英俊潇洒，智勇无双，怎么就没美人投怀送抱呢？不合理，实在不合理。胖达躺在绿竹宝物上，心里酸溜溜的，羡慕得很。他心里实在不好受，就挖苦道，陆星，没想到你居然会恐高，真是笑死胖爷了。我们还是回去吧，胖爷怕你半路尿裤子。死肥熊，你闭嘴吧，老子很快就能克服。陆星骂道。胖达哈哈大笑。陆星看着万丈高空，不禁腿软，手不由得触及陈婉关键的部位。后者啊的一声，脚下宝剑晃悠，连忙稳住。陆星连忙一开手，尴尬道，婉儿师妹，我不是故意的。陈婉脸红的要滴血，低声道，没事，我知道陆师兄不是故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一雄不断接近天穹山脉。而此刻，韩泽等人先一步到达花剑色禅院。禅院某个大院内，韩泽等人从天而降，他们都蒙面，身穿黑衣，掩盖身份。而在院内，有着10几名身穿粉色袈裟的花剑色禅院弟子。何人擅闯花剑色禅院？10几名花剑色禅院弟子将韩泽等人围住，但花剑色禅院的弟子明显紧张，因为韩泽那边足有数十人，且那种气息明显都是筑基境的高手。杀！韩泽下令数十人一拥而上，不到数个呼吸，将这些人尽数斩杀。去布置阵法，
不能让花剑色禅院的高手发现我们。韩泽连忙道。很快，一共4人各自祭出一杆阵旗，插在四方。瞬间，一个巨大的阵法结成，凝结出一个椭圆形的阵法护罩，将这里的一切都给隐匿起来。而韩泽立刻将花空的尸体扔在地上，并且将7星情花放在尸体上。7星情花接着7朵粉色的圆球小花，圆球小花酷似星辰，所以称之为7星情花。整个合欢宗只有萧一妹懂得栽种这种花。当然，阴阳魔君以7星情花嫁祸萧一妹，有另外一重主要原因，那就是萧一妹杀人后每次都会留下一朵7星情花，所以一旦花剑色禅院的人看到7星情花和花空的尸体，就一定会认为是萧一妹杀了花空。好了，收掉阵旗，立刻离开。韩泽道。旁边一名阴阳峰弟子道，韩师兄，花空可是元婴巅峰的高手，他的储物戒指内一定有大量宝物，你就不动心？韩泽一脚踹在他身上，怒道，少打主意，花空的东西绝对不能拿，万一被追查到我们身上，师尊非扒了你我的皮。宝物虽好，也得有命拿。可就在一名弟子打算收掉阵旗时，一把剑从结界外穿透进来，刺穿他的心脏。砰！那弟子倒地不起，直接梭哈了。谁？韩泽见状，脸色一变，生怕是花剑色禅院的人。要是惊动了高手或者大量弟子，他们很难不暴露。然而，当看到走进来的2人一雄时，韩泽等人直接愣住了。陆星，是你这个废材，你怎么会在这？韩泽喝道。陆星冷笑道，这句话该我问你吧，你们来花剑色禅院做什么？韩泽皱眉解释道，我们在行机密任务，与你无关，少跟星爷装蒜。陆星骂道，真以为你们师徒俩的无耻勾当，星爷不知道吗？想将花空的死嫁祸小姨妈，先问问我陆星答不答应。韩泽恍然大悟，难怪你们会出现在这，原来是知晓了此事，而知晓此事的外人只有那个小贼。陆星，难道你就是那个小贼？陆星淡淡笑道，你猜啊？韩泽冷冷道，事到如今，你知晓了此事又能如何？凭你们3人能改变什么？陆星，本来就要除掉你，今日你送上门来，我韩泽便送你归天。陆星目光锐利，今日谁生谁死还不一定。韩泽退后2步，朝着数十名阴阳峰的弟子挥了挥手，默然道，一个不留。呼啦啦，数十名阴阳峰高手冲向陆星他们。胖达、护好婉儿，这些垃圾交给我。陆星满脸杀意。陈婉担心道，陆师兄你小心。胖达则躲在陈婉背后惶恐道，陆星，你要不是对手，我们就赶紧跑吧，你逞强不要紧，别害了胖爷我。陆星没好气道，闭嘴吧你，我既然赶来，自然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刷，话毕，他迎了过去。爆星神拳，对付这些人根本无需动用宝兵。陆星现在可是筑基10层，加上纯阳圣体的肉身之力，金丹之内所向披靡。当，陆星一拳轰出，连爆9响，恐怖的灵力风暴化成冲击波横扫而出。啊啊！当先8名筑基高手惨叫，被掀翻出去，地面被拳风震裂，落地时直接没了气息。一拳杀8筑基，简直悍勇无比，神威无匹，顿时将剩余的20名筑基高手，连同韩泽之内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什么鬼？这个废材怎么这么强？难道又是暴灵诀和燃血术？韩泽惊怒吼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们亡。杀！20名筑基高手咬着牙疯狂冲向陆星。陆星冷笑，一拳轰在一杆宝刀上，那宝刀当场被震飞，连同主人的脑袋一起飞扬。第2拳直接必杀3人，第3拳轰在一名弟子的脑门上，脑袋瓜直接炸开，场面逐渐的有些血腥。不远处的陈婉和胖达都有些害怕，他们没想到陆星发起狠来，居然也这般凶狠，令人胆寒。爆发了这么久，他一个炼气境3层，灵力肯定已经见空，这个时候偷袭必能将其一击必杀。韩泽看准机会，祭出长枪，长枪升空，绽放出夺目的紫光。韩泽双手结印，默念口诀，突然大喝一声，天神枪第8式天虎狂怒。只见长枪上灵力暴涨，骤然凝出一头黑色巨虎，咆哮间凶煞毕露。去！韩泽屈指点向被包围的陆星，长枪携带凶虎掀起滚滚气浪，直冲陆星。快退！几名阴阳峰弟子连忙避开。陆星看着长枪与凶虎，能感觉到其中的威能，怕是只有筑基巅峰的高手全力一击方可应下。雕虫小技！陆星不屑，全力一拳捶了过去。轰！这一拳直接将凶虎给打爆，长枪倒卷插入一旁。
陆星也被震飞数十米。但下一刻，陆星冲向韩泽，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天骄吗？在我眼里，你连垃圾都不如。韩泽满脸震惊，你怎么做到的？与此同时，他连忙召回长枪，一掌打在其上，长枪上火焰燃烧，冲向陆星。陆星调动纯阳灵力，一拳将其打飞，上面的火焰都熄灭。不！韩泽看着接近的陆星，难以置信，发出怒吼。砰！韩泽被轰飞，口吐鲜血，被陆星一拳击中了腹部，内脏都震裂。韩师兄！几名阴阳峰弟子见状冲了过来，想要解救韩泽。但此刻陆星将韩泽踩在脚下，双指一并欲出诛邪剑，狠狠一挥恐怖的剑光，将几人斩飞出去，将他们必杀。诛邪剑旋转一圈，被陆星握在手中，潇洒至极。不远处，胖达和陈婉看呆了，炼气3层，筑基3层都没这妖牛。胖达吃惊无比，熊猫眼瞪得大大的，嘴巴呈 O 型，表情滑稽无比。陆师兄好厉害！陈婉一副兴奋的模样，可爱的大眼睛露出崇拜倾慕之色。而韩泽面露狰狞，不可能，区炼气3层，就算同时施展暴灵诀和燃血术，也不可能这么强。陆星用力踩住韩泽的脸，当然不能。砰！他一脚将韩泽踹进前面的禅室内，布置了一道隔音阵后，方才笑道：看在你将死的份上，告诉你也无妨。话毕，将掩天机撤去。失去了掩天机，修为立即显露出来。筑基10层。韩泽瞪大眼睛，不可能。忽然他想到那股吸力，顿时吼道：是你！那股吸力跟你有关，是你吞了我的修为。陆星俯瞰韩泽，还不算太蠢吗？韩泽激动无比，如此逆天手段，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陆星淡淡道：你无需知晓，不过有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你不是想知道潜入你和阴阳魔君洞府的小贼是谁吗？韩泽咬牙切齿，是谁？对于这个小贼，他非常憎恨。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小贼偷听到了师尊的计划，给陆星报了信，他怎么可能落得如此下场？就是那头死肥熊。陆星哈哈大笑，什么？是他？韩泽面色铁青，露出狰狞之色。陆星玩味道，没想到吧，把你害成这样的人竟是一只肥熊，这滋味如何？韩泽目眦欲裂，陆星，你混蛋！陆星耸耸肩，趁还有命，可以多骂2句，不过现在该上路了。闻言，韩泽脸色一白，怒道：陆星，你不能杀我，你若杀我，师尊绝对不会放过你，而且如果宗门知晓你残害同门，亦不会容你。陆星嗤笑，单单你害我小姨妈这一条，我便不可能放过你，好好上路吧。感觉到陆星的杀意，韩泽语气软了下来，求饶道：陆星，我知错，求你放过我。放心，以后我绝不再针对你，我给你当牛做马。还有，你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可以发天道誓言，我也可以吞下毒丹，由你掌握解药。陆星摸了摸下巴，点头道：堂堂阴阳峰的天骄，给我当牛做马，听起来不错。韩泽脸色一喜，以为陆星真的会放过他。可下一刻，屋内寒光一闪，那是剑光。韩泽捂着自己的脖子，那里热血滚滚流淌。你！韩泽怨毒地看着陆星，而后倒了下去。看着韩泽的尸体，陆星淡淡道：放心，用不了多久，你那便宜师傅也会下去陪你。砰！陆星一脚将韩泽尸体踹出禅室。见状，陈婉和胖达跑了过来。陈婉担心道：陆师兄，我们杀了韩泽，宗门若是知晓怎么办？还有阴阳魔君不会善罢甘休。陆星不置可否，嘿嘿，只要你们不说，谁会知道是我们杀了韩泽等人呢？待会我会伪造一些证据，让花剑色禅院的人认为是阴阳魔君杀了花空，到时候有麻烦的不是我们，而是阴阳魔君。胖达笑道：此计甚妙啊，阴阳魔君要是知道，哈哈，得气疯。陆星道：好了，我们得抓紧时间，你们去打扫战场，我去伪造证据。两人一雄立刻分头行事。陆星走到花空尸体旁，将7星秦花收走，然后伪造现场，让花剑色禅院的人认为花空带领弟子与阴阳魔君等人在此地一战。最终韩泽等人战死，而阴阳魔君也击杀了花空等人。最后陆星拿出一枚黑白两色的花朵，这是阴阳魔花，乃是阴阳魔君的标志，魔花现身便代表阴阳魔君来过这里，而这朵花也是他杀人的象征。阴阳魔君敢用7星秦花陷害小姨妈，那陆星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阴阳魔花暗算阴阳魔君。当初从小姨妈那里要来这朵阴阳魔花只是玩玩，没想到竟然派上了用场，将阴阳魔花丢在花空尸体身上。陆星笑道：阴阳魔君，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向欢喜禅宗交代？”这时，陈婉和胖达带着几十个储物袋过来，不仅有韩泽他们的，还有花剑色禅院弟子的。胖达兴奋道：“这么多储物袋，里面宝物有很多，哈哈，这次真是发财了。”陆星瞪了他一眼：“死肥熊，你高兴个屁！这些都是我的战利品。”胖达一惊，激动道：“陆星，你不会想独吞吧？”陆星玩味一笑：“如果我说是呢？”陆星，你个混蛋！要不是胖爷，你能知道阴阳魔君的计划吗？胖达不忿：“你要是敢独吞，胖爷跟你拼了！”陆星哈哈大笑：“行了，跟你开玩笑，瞧你没出息的样。行了，赶紧分了宝物，待会再带你们干票大的。”很快，三人平分宝物。胖达拿到不少丹药，当场就磕了几粒，露出满脸迷醉之色。“陆星，你说要干票大的，你到底想干什么？”胖达一边嗑药，一边圆溜溜眼睛瞄过来。陈婉也露出好奇之色。陆星坏笑一声：“既然来了花剑色禅院，不把他们的宝库给洗劫了，岂不白来一趟？”胖达当即就吓了一跳，喊道：“陆星，你疯了！这里可是花剑色禅院，万一被发现，死都不知道怎么死。”陆星道：“怕什么？没点胆子，还修什么道？而且，他拿出掩天机，寄出去，悬浮在三人头顶。有了这个，就算是化神高手，都无法感应到我们的气息。”胖达大笑道：“这不就是个破龟壳吗？掩天机，名字倒取得不错。”陆星骂道：“你懂什么？有了它，再加上妙影神医，我们可在花剑色禅院如入无人之地。”胖达还是有些害怕，还是回去吧。洗劫宝库虽然刺激，可万一把命丢了，太不值当。死肥熊，你要是没胆，就自己回去。陆星白了一眼，转头看向陈婉：“婉师妹，你呢？”陈婉笑道：“陆师兄去了，我就去了。如果跟陆师兄死在一块，我也没关系。”胖达闻言，挤眉弄眼道：“陈婉，这家伙有什么好，居然愿意陪他一起死？你就这么喜欢这家伙啊？”胖达，你说什么呢？陈婉脸色一红：“陆师兄对我好，我也就这般对陆师兄了。”陆星有些感动，笑道：“婉儿师妹放心，师兄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胖达长叹了口气，道：“算了，你们要是出了事，主人也得把胖爷给劈死，胖爷豁出去了，大不了早死早超生，下辈子不当熊。胖爷我要当人，要当无敌英俊哥，万千美少女投怀送抱那种。”陆星冷笑：“大白天别做梦。”将阵齐收走后，陆星他们借助掩天机和妙影神医，深入花剑色禅院内部，寻找花剑色禅院宝库。期间，他们遇到不少花剑色禅院的弟子，但并没有发现他们。“死肥熊，别顶我屁股！”陆星骂道。“妙影神医就这么大，你以为胖爷愿意顶啊？要不我们换个位置？”嘿嘿，胖达道。陆星看了前面的陈婉一眼，没好气道：“想得美。”下一刻，他做出虚状。只见一名金丹境的花剑色禅院长老，身穿黑袈裟，朝着草丛看去。而那里，陆星三个紧张地蹲在那里，紧张得满头大汗。最边上的胖达几乎要尿了。“不会被发现吧？不会吧？是错觉吗？”黑家长老走过去，朝着草丛深处看去，但并未发现任何不妥，摇摇头，最终离开。等那人离去，三人才如释重负，长长松了口气。胖爷快吓死了！胖达几乎虚脱了，满脸苍白，大口喘息：“我感觉心脏都快跳出来。”陈婉拍着胸脯，小脸亦是煞白煞白的：“放心，有掩天机，他发现不了我们。”陆星道。这时，陈婉拿出手帕给陆星擦着脸上的汗水：“谢谢婉师妹。”陆星一愣，笑道。陈婉则脸色一红。胖达见状，把圆嘟嘟的胖脸凑过去：“胖爷也要擦汗。”陆星直接把擦了汗水的手帕丢过去：“没手还是没脚，自己擦。”说罢，便牵着陈婉朝前走去。“狗男女！”胖达骂了一声，连忙钻进妙影神医中，猫腰扭着肥肥的黑白臀，跟着两人就是这了。不到半个时辰，陆星三个来到一座大院内，在大院内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陆星，你怎么知道是这？”胖达疑惑。陆星笑道：“以前跟小姨妈来过花剑色禅院，小姨妈告诉我的。”陈婉道：“陆师兄，门口那两个禅院弟子好像修为不低。”陆星：“幸好只是住基石层，我来搞定。”可这时胖达自告奋勇：“江湖不是只有打打杀杀，看胖爷我的。”陆星拦住胖达，严肃道：“胖达，你到底有没有把握？这可不是开玩笑。”胖达自信满满：“放心，看胖爷的就行。”陆星想了想，便没阻拦。待靠近那两人3米内后，陆星他们捂住鼻子，而胖达拿出一根竹棍，放在肥嘴里吹了一口，只见一团紫色的烟雾吹拂过去。两名筑基石层弟子闻到紫烟，顿时两眼一翻，
竟然倒了下去。见状，胖达哈哈大笑，炫耀道：“看到没有，不就是2名筑基10层的垃圾吗？胖爷轻松搞定。”陆星惊讶不已：“死肥熊，那紫烟是什么？居然这么厉害？”胖达道：“这是醉灵烟，十分难得。胖爷也是偶然得到，要不是为了洗劫宝库，胖爷可不舍得用。关键时刻，这可是保命的东西。”陆星调侃道：“你这死肥熊，下三滥的宝贝就是多。不过你放心，这可是花见色禅院的宝库，里面无数宝物，多少醉灵烟都比不上。”胖达催促道：“那还等什么？我们赶紧进去吧。”陆星点头，拿出剑，对着2名弟子心口插了进去，瞬间结果了他们，顺便收走了他们的储物袋。从2名弟子身上还搜出一块令牌，这道门上有着强大的禁制，但有了这块令牌便不会触发。陆星拿着令牌，顺利打开了大门，步入进去。当进入宝库，他们被里面琳琅满目的宝物给差点晃瞎眼。天啊，好多丹药，好多舍利，还有灵石、符箓。胖达兴奋不已，将1盒丹药拿过来，嘴巴咧开老大，里面丹药直接就倒了进去。胖达，你疯了？这么多丹药，撑死你！陆星见状，大吃一惊。然而胖达却无所谓道：“这算什么？胖爷这身体，多少丹药都能吞下。”陆星惊讶不已，意识到胖达的体质很可能不凡，怪不得小姨妈对待胖达比其他灵宠特殊很多。下一刻，陆星瞪大眼睛，指着胖达：“你的气息。”胖达感受了一下，咧嘴笑道：“哈哈，吃了这么多丹药，再不突破就说不过去了。”就在刚刚，他的修为提升到了筑基境1层。陆星感叹：“这突破也太简单了，照你这样，岂不是直接吞服丹药就能突破？”胖达满脸得意，也不看看胖爷是谁牛皮轰天的存在。不行，这里这么多丹药，胖爷赶紧吃。于是他跑到一边，拿起第2盒丹药，再度狂吞。陆星满脸羡慕，但也赶紧搜刮宝物，还提醒陈婉别愣着，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反正都是花见色禅院的宝物。陈婉看到胖达服用丹药突破到了筑基境，很是羡慕。在搜刮了一些宝物后，便拿出几粒舍利子，盘膝坐在一边，也想尝试突破。谁都知道欢喜禅宗的舍利子乃是灵力炼化而成，用来突破修为最为合适。果然在服用了5粒舍利子后，他浑身气息暴涨，一时突破到了筑基境。婉儿，你也突破了。陆星笑道。陈婉满脸喜悦之色：“陆师兄，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能成为筑基境的修士。谢谢陆师兄，要不是你，我也不可能突破到筑基境。”他的眼眶有些红，几乎要落泪了。在七情峰，他的资质一般，在修道上甚至有些愚钝，不然也不会一直困在炼气10层。而很多同龄者早就跨入筑基了，在合欢宗资质低，修为低，根本得不到什么资源。如今要不是在陆星的帮助下，从花见色禅院的宝库中得到舍利子，他想要短时间内突破到筑基根本不可能。这是你自己的机缘，不必谢我。陆星也为陈婉高兴。在整个七情峰，陆星真正认可的朋友没几个，陈婉算一个，自然希望他能变得更强。哈哈，筑基3层了，胖爷我筑基3层了。那边传来胖达兴奋的声音，他不知道吃了多少丹药，还有舍利子，硬是将修为提升到了筑基3层。陆星连忙道：“胖达，你悠着点，这么突破，万一根基不稳，很可能走火入魔。小星子，你是不是嫉妒胖爷？”胖达双手环抱，很得意。嫉妒个屁，这里那么多宝物，我们先给他搜刮干净，让那些秃驴痛不欲生。陆星阴笑着。陈婉立刻赞同道：“没错，当务之急是抢宝物要紧。”他紧跟陆星步伐，见到宝物就抢，两人忙得不亦乐乎。胖达一看傻眼了，连忙喊道：“喂，别抢那么快啊，给我留点。”然而没人搭理他。胖达气坏了，赶忙加入抢宝小队，见到宝物就往储物空间里面塞。很快宝库中的宝物便被洗劫一空。陆星盘膝而坐，有了宝物，当然是赶快修炼了。他神魂进入阴阳合欢珠，随后手一挥，拿出诸多秘籍。这些秘籍都是刚刚洗劫的来的，还热乎着呢，其中不乏地阶级别的功法武技。最终他选择了其中一门地阶上品武技龙象般若功。这门武技跟爆星神拳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霸道的武技，只不过一个玄阶，一个地阶，威力相差许多。若是将这门龙象般若功修炼到大圆满，定能让我的实力提升许多。当即陆星就满脸期待的修炼起来。他有纯阳圣体，修炼什么武技都事半功倍，加上阴阳合欢珠，可辅助宿主领悟功法武技意境，修炼起这龙象般若功可谓是一日千里。没过多久，便是将这门武技给修炼到了大圆满。
此刻阴阳合欢株内，陆星摆出一招龙式，骨节啪啪作响，双目宛若龙目，凶威毕露，身上亦是散发出极为霸道的气息。第一式万象奔腾，龙象般若功一共分为4式，第一式便是这万象奔腾，一旦施展，气势磅礴，宛若万象奔腾而出，爆发力相当惊人。轰！陆星身上气息节节攀，右脚猛然一跺，强大的气浪爆发出去，同时一掌拍出，轰轰轰！明明仅仅是打出一掌，却有无数掌影击出，更是响起万象齐鸣之声。在其身后更有万象凝聚，一起奔腾而出，恐怖的掌势轰击虚空，打出万雷轰鸣巨响。这一掌宛若有万象之力，恐怖至极。陆星看着自己的掌势，满脸兴奋，这才第一式便如此恐怖，这道武技真是不凡啊！忽的，他疾步冲出数步，每一步似有雷霆万钧之势，紧接着骤然腾空而起。哦！在其身上竟凝聚出一条黑色龙影，释放可怕的龙威。神龙在天！陆星一声大喝，一掌朝着地面打出，身上黑色龙影咆哮而出，狠狠轰击地面，炸开一个5、6丈方圆的大坑。一时风雷滚滚，飞沙走石，无数气流犹如鼓风机，砰砰巨响，宣泄四方。好一个神龙在天！陆星落地，满脸笑容。下一刻，他笑容收敛，肃然一片，身体时而摆出龙式，时而摆出象式，须臾间，在其身外竟留下一道道龙影、象影。这些龙影和象影宛若活物，凶威毕露，气息恐怖。龙象般若功第3式龙象归虚。陆星双手捏龙象印，瞬间所有龙影、象影尽皆飞来，涌入他体内。他身上的气息如潮水般攀升，提升了数倍。去！陆星双掌同时打出，一条条巨龙、巨象从他身上冲出。砰！砰！地面一道道爆炸声响起，一个个5、6丈方圆的大坑出现，笔直延伸向远方，直到所有巨龙、巨象力尽，方才停止。陆星收掌力，长长吐息，方才兴奋道：龙象般若功还真是一招比一招强大，以我现在的修为，打出第3式，怕是能匹敌金丹高手。才第3式便有如此神威，那第4式呢？陆星满脸期待，再度摆开架势，动作如神龙伏地，又如巨象仰天。龙象般若功第4式龙象镇狱。哈！陆星猛喝一声，全身气机瞬间凝合归一，双手在胸前上下相对，并且缓缓转动。渐渐的，那里一团黑金色的光团骤然凝聚，须臾间，光团暴涨到直径近1米，悬浮在陆星面前，将他大半个身子都给挡住。其中蕴含的能量气息，仿佛可以毁天灭地。去！陆星推出巨大光团，光团狠狠轰击在虚空中。轰！一声炸响，一时天摇地动，世界失色，虚空被炸出层层涟漪，甚至出现一丝裂缝，而地面出现一个足有10丈方圆的大坑，里面还飘起一缕缕的黑金光粒，随意的一缕都能感觉到其中霸道至极的气劲。看到这一幕，陆星直接傻眼，好恐怖的第4式，这龙象镇狱居然连虚空都打出一丝裂缝，这也太猛了，怕是一般金丹初期的高手都得被我这一招给瞬间打爆。爽！太爽了！兴奋了半天，陆星才镇定心神。如今他龙象般若功修炼成功，没必要再修炼其他武技。他现在有玄阶上品拳法爆星神拳，地阶下品剑术千星剑诀，以及威力最强的地阶上品武技龙象般若功，暂时足够用了。接下来就要搞阴阳魔君了。陆星意念一动，直接开始吞噬阴阳魔君的灵力。远在阴阳峰，此刻的阴阳魔君正焦急等待韩泽的消息。此事事关重大，饶是他乃元婴巅峰的大佬，也无法镇定。万一东窗事发，后果不堪设想。都这么久了，韩泽为何还未归来？不会出事吧？阴阳魔君皱眉，可下一刻他猛然脸色一变，感觉到体内的灵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逝。不过他是元婴大佬，灵力充沛，即便一下子损失很多，但对他来说还算无伤大雅。但关键是这股吸力还在继续，是那股诡异吸力居然敢把主意打到本尊头上，本尊倒要看看你是何许人也。仗着灵力充沛，修为高深，他没有立即阻止吸力，而是连连结印，施展手段，想要顺着这股吸力探查来源。可没想到，结果非但没有查到诡异吸力的来源，反而流失了不少灵力。等回过神来，他发现自己的修为居然下降到了元婴9层。混蛋！阴阳魔君非常不甘，还想要探查这股吸力。毕竟如此逆天之法，若他能得到，那能带来的帮助将是无可限量。说不定他日后能成为炼虚级别的盖世强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阴阳魔君决定再冒一次险，可结果还是一样，并未有任何收获。而这一耽搁，他的修为再度下降，直接元婴8层了。这把阴阳魔君吓出冷汗，照这样吸下去，那还得了？该死！到底是谁在吸本尊的灵力？等本尊找到你，非将你扒皮抽骨！没办法，阴阳魔君再愤怒，也不能让吸力再吸下去，于是连忙封锁灵力，再运转合欢天宫，阻止了灵力的流逝。与此同时，在阴阳合欢珠内的陆星也发现再也吸不动了。不过他并不在意，其一，毕竟是一位元婴巅峰的大佬，能阻止吸力并不奇怪，除非他能提升到更高境界，对方就未必能阻止了。其二，就刚刚吸的那一波，直接让他凝结出了金丹，跨入了金丹境，还是金丹2层。刚刚吸了那么多灵力，都够我从筑基1层突破到筑基10层所需了，可却只能让我从筑基10层突破到金丹2层。果然，凝聚金丹所需的灵力实在是太过浩瀚，怪不得整个合欢宗内金丹境的弟子只有筑基境弟子的1/10。陆星感叹道：虽然只突破到了金丹2层，但已经让他非常满意了。嘿嘿，要是宗内人知道我这个炼气3层的废材突破到了金丹2层，估计能吓死。陆星满脸期待，不过这件事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小姨妈。狗，只能狗啊！修炼完毕，陆星从阴阳合欢珠内出来，外面才过去了一瞬间，他们没再耽搁，而是出了宝库。三人顶着掩天机和妙影神医，一路畅通无阻。陆星，现在宝库也洗劫了，我们赶紧走吧。胖达心中既兴奋又忐忑，要是花见色禅院的人知道这些事，非把他们抽皮扒骨不可。行，我们先回之前那个院子，从那边离开。之前陆星他们就是从那边进入花见色禅院，那边位于禅院边缘位置，且防守比较空虚，从那里离开比较稳妥。道友，可否助我脱困？我定重酬谢。就在陆星3个出现在院子附近时，一道模糊的声音传来。陆星诧异问道：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但胖达和陈婉都摇头，看来这道声音是以传音的方式与他交谈。陆星立即问道：你是谁？神秘人语调柔弱：道友，在你附近有一口古井，那是地牢入口，穿过水幕，一路进来便可见到我。届时我们再谈。陆星犹豫：抱歉，我怎么知道这不是陷阱？神秘人语气有些悲凉：我一个阶下囚，为何要害你？我是被花见色禅院院主花空那个无耻之徒绑架过来的，我也是听到上面有动静，故而敢开口求救。道友，你若救我，我便有重谢。陆星想着，对方所言应该不是假的，如果是花见色禅院的人，根本不必藏头露尾。最终他做出决定，打算去地牢看看。陆星，你怎么了？胖达发现他的异状，开口询问。有人被关在附近的地牢，向我求救，我打算去看看。陆星道。胖达和陈婉一听，露出惊讶之色。陆星，听胖爷的，对方跟我们无亲无故，干嘛要冒险救他？依我看，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跑路要紧。胖达劝告，又对陈婉道：你觉得呢？陈婉犹豫了下，方才开口：我听陆师兄的。胖达气愤：你就这么没主见吗？花痴也要有个限度。陆星道：死肥熊，你废什么话？你要走你走，婉儿，我们过去看看。见状，胖达皱着眉头，气呼呼的，不过还是跟了过去。果然在院子附近找到一口古老的水井，而且这里比较偏僻，周围没有花见色禅院的弟子把守，这是地牢的入口。胖达看着黑黝黝的井口道：听说欢喜禅宗内部关押不少妖魔邪修，我们这么贸然下去，别没命回来。陆星骂道：乌鸦嘴，赶紧闭嘴吧，你要是害怕就在上面等，我和婉下去看看。说罢拿出几道符箓，例如避水符等，分别贴在自己和陈婉的身上，两个人就陆续跳了下去。胖达没办法，万一陆星出了事，主人也绝不会饶恕他，所以也跳了下去。果然这水井内有乾坤，穿过10几米的水层后便落到了水井底部。这里有法阵运转，隔绝了上面的水层，且有空气流通。在前面就是一条深幽的通道，两边有火把照亮，有点瘆人。胖达打了个哆嗦，紧张道：要不还是别进去了吧。陆星没理会他，对陈婉笑道：婉儿师妹，你别害怕，师兄会保护你。陈婉比胖达镇定许多，对他来说，只要跟陆师兄在一起，就没什么好怕的。两人一熊就这么穿过通道，来到一间巨大的石室中。石室周围有木质架子，架子上摆放书籍，还有一些瓶瓶罐罐。右侧还有一间小的石室，里面有石床、蒲团等。但令他们惊讶的是，最里面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有一个黑色的牢笼，在牢笼的上空有一个5色阵法运转，5色阵法4角各有一个小阵，中间还有一个小阵。
5个小阵组成整个大阵，大阵形成一道5色结界，包裹牢笼，同时时不时落下一道道5色光粒，像是雷电丝打在牢笼上。谢谢你们能过来。这时牢笼内传来一道虚弱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是女子，而且从声音的细腻来看，还是位美女。这牢笼中果然有人。陆星惊讶，靠近过去。很快两人一熊看到，在黑色的牢笼内有着一名身穿水蓝色长裙的女子。女子生得极美，瓜子脸，唇红齿白，肌肤赛雪，明亮的双眸像是水晶球。不过女子脸上苍白，浮现痛苦之色，被5条锁链捆缚四肢和脖子，锁链上还有丝丝5色光粒流转到她身上，让她发出痛苦闷哼。你到底是谁？陆星看得出这女子不像什么邪魔歪道，猜测应该花空这个色驴觊觎人家的美貌，但人家不肯，便把人家绑架关押在此地，日日折磨，逼迫就范。看上去这女子被折磨日久，能坚持到现在，令人佩服。看你们的装束，难道是合欢宗的道友？女子问道。陆星点头，没错，我们是合欢宗的人，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女子露出一抹喜悦，我是万花仙宗的圣女花千羽。陆星震惊无比，你就是万花仙宗的圣女花千羽？早就听闻万花仙宗圣女倾国倾城，绝代佳人，果然如此。可是你为何会被囚禁在此处？花千羽道，我拥有极阴圣体，花空觊觎我的一身元婴，想要与我双修，我自然不愿。可谁知他趁我外出，将我掳掠到此，并且布下5行明玉阵，日夜折磨我，逼迫我就范。陆星骂道，这个死秃驴居然如此大胆，连万花仙宗的圣女都敢绑架。要是万花仙宗的人知晓此事，嘿嘿，一定有好戏可看。只可惜啊。花千羽问道，可惜什么？陆星笑道，可惜的是花空死了，就算你们万花仙宗想找他的麻烦也没用了。花千羽震惊，花空死了？谁杀的？他可是元婴巅峰，能把他杀了，难道是化神高手？陆星摇头，没有多做解释。见状，花千羽也没追问，而是道，敢问道友怎么称呼？陆星犹豫了一下，还是回答，我叫陆星，这是我师妹陈婉。然后胖达抢先开口，花圣女，吾乃合欢宗最帅最英俊最厉害的灵兽胖达，你可以叫我胖爷，也可以叫我胖帅，还可以叫我胖哥哥。花千羽，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自恋的灵兽。死肥熊，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吗？这么夸自己，你真是不要脸。陆星骂道，放屁，胖爷是正常介绍，没有半点自夸的成分。胖达厚脸皮，又看向花千羽，花圣女，今日在此一见，便是缘分。你放心，胖爷一定解救你于水火之中，只是胖爷救你，你该如何报答呢？花千羽被他给整笑了，无奈道，那你想要什么？胖达嘿嘿一笑，既然你我这么有缘分，不如就此结为道侣吧，兴许可以传下无上圣种，开启另一个时代。砰！胖达飞出去了，在地上滚了几圈。胖达怒骂，陆星，你踹胖爷干什么？莫非你也要看中了花圣女？你都有陈婉，还觊觎兄弟的女人，不要这么无耻。陆星做事就要打，胖达秒怂，退得远远的，满脸气愤。死肥熊，再敢胡说八道，你就去撕过牙了却余生吧。陆星威胁，随后对花千羽歉然道，别跟这死肥熊一般见识。花千羽摇头，我觉得他挺可爱的，很有趣。胖达一下兴奋起来，打算再慷慨激昂一番，却被陆星一个眼神给瞪回去了。3位道友，如今我被困于这5行明玉之中，还请助我脱困，之后我必有重谢。我花千羽也会记下这个人情，日后有任何需要，必定援手。花千羽连忙道。陆星心想，花千羽作为万花仙宗的圣女，地位尊崇，天赋异禀，对方的人情价值极高，救下对方的话还是挺划算的。而且都碰见了，若不施救，到时候万花仙宗的人知道，定找他的麻烦。大家同为修士，背后宗门，一同为北荒3大顶尖宗门之一，自当互帮互助。陆星笑道。话毕，他祭出诛邪剑，挥出一道璀璨剑光，轰！剑光斩中5行明玉大阵的结界，结界震动不休，可最后结界丝毫未损。同时他这一剑触发阵法，阵法发出5行光，极为耀眼，涌出大量5行明力，通过锁链侵入花千羽体内。啊！花千羽发出惨叫，口角一血，脸色愈发苍白。抱歉。陆星尴尬住了。为了破阵，他可是用了炼气10层级别的修为，这已经是他在不暴露真实实力的情况下能动用的最高修为。无碍。花千羽道，此乃5行明玉大阵，乃是地阶上品阵法，除非是金丹修士，否则短时间内无法破除。陆道友只有炼气修为，自然无法破阵，
陆星苦笑，如果他动用真实修为，全力一击的话，自然能破阵。但他不想让花千羽知道自己的真实实力。旁边胖达大笑，讥讽道：“小星子，你不行啊，还是得看胖爷的。”陆星没好气道：“你个死肥熊，敢说我不行，欠收拾是吗？”胖达却一点不害怕，胖爷说的是事实，所以说胖爷跟花圣女十分有缘。陆星踹了他一脚，说的好像你行一样，吹牛谁不会？胖达笑道：“胖爷何许雄也，区区一个阵法，算个屁！看胖爷的。”陆星好奇地看着胖达，这死肥熊看上去不靠谱，但确实也不能小瞧，而且体质特殊，或许真有些把握，大不了到时候三人合力，定能破了这5行明玉大阵。就在这时，胖达大吼，竟有龙吟虎啸的气势，且浑身冒出血光，气息暴涨，这种气息竟然远超筑基3层，这家伙到底什么体质？陆星惊讶，为了胖爷的幸福，今天拼了！胖达大吼，浑身血光几乎要淹没他，气息更恐怖了。最终他吼叫，无敌圆滚滚，轰！他化身一个胖乎乎的血球，宛若旋风轮，掀起狂风，气势如虹，狠狠撞击在结界上。咔嚓！在陆星和陈婉惊叹的目光下，结界居然撞裂了，而且裂纹持续延伸扩大，最终砰的一声，结界彻底炸开，化成碎片消失。5行明玉大阵亦是缓缓消散，就连铁牢笼都崩出一个大口子。陆星瞠目结舌，这个阵就这么破了。陈婉也很惊讶，没想到胖达这么厉害啊。不远处，胖达脸色微白，却在那里大笑，很得意。哈，瞧见没有，胖爷出手无出其右，这就叫实力。小星子，知道胖爷的厉害了吧？以后再敢欺负胖爷，胖爷对你不客气。陆星竖起大拇指，确实厉害。不过胖达，你刚刚使的什么招数，竟这么轻易破了阵？胖达叉腰，满脸高傲，胖爷不告诉你。陆星嘴角一抽，真想把他给打一顿。就在这时，阵法被破，花圣女断开几条锁链，却因为太虚弱，从空中跌落。花圣女，胖爷来了！胖达化身球形滚向花千羽，谁知陆星一个飞踹正中球心，胖达惨叫一声飞了出去，狠狠砸在墙壁上，半天扣不出来。陆星，你个混蛋！胖达几乎要气炸。陆星懒得理会，双手横抱落下的花千羽，关心道：“花圣女，你没事吧？”花千羽脸色一红，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与男子亲近，感觉到身下一双滚烫的大手。要换做旁人，花千羽就算身体处于虚弱中，也会震开对方，但面对陆星，他并没有这么做。也许是因为陆星救了他，也许是因为陆星长得好看。总之，他发现自己并不排斥与其亲密接触。多谢陆道友关心，我无碍。你放我下来吧。花千羽害羞道。哦。陆星也觉得两人有些亲密，连忙将其放下。花千羽则服下一枚丹药，就地打坐调息。看着这一幕，胖达气死了。该死的陆星，脚踏2只船，不撑死你！不久后，花千羽恢复一些，面色红润不少。怎么样？陆星问道。身体暂时恢复了一些。陆道友，这次多谢你相助，不然小女子怕是会死在这里。花千羽盯着陆星笑道。陈婉总觉得花千羽看着陆星的眼神有些特殊的味道，心里莫名有些不好受。喂，花圣女，破阵的可是胖爷，你去谢他，不把胖爷当人是吧？胖达满脸不爽。陈婉来了一句，小脸还很认真，胖达，你本来就不是人啊。胖达懵了，重点是这个吗？陆星大笑，胖达，你这不是自取其辱吗？陆星，我跟你拼了！胖达破防了，想把陆星踩在熊掌下。花千羽却笑道，胖道友别生气，是我的错，我很感谢你救了我。胖达道，口上说说可不行，得来点实际的。陆星，死肥熊，你别乱说话。他真怕对方把自己的台词给说了。滚！胖爷是那种熊吗？胖达哼了一声，随即猥琐道，胖爷也不要什么宝物，只要花圣女送胖爷一件兜或者贴衣什么的就行。这种东西花圣女肯定很多吧，嘿嘿。花千羽玉容绯红，半天说不出话来，这种要求也太无理了吧，还不如要宝物什么的，他反倒慷慨。这兜贴衣什么的岂能随意送给他人，更别说是一头熊。他不会拿自己的兜贴衣去做什么猥琐的事情吧？死肥熊，胡说八道什么？这种要求也好意思提，别给星爷丢脸。陆星骂道。胖达不忿，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难道你不想要吗？连男人的贴衣你都要，胖爷都不想揭穿你。闻言，花千羽猛地看向陆星，脸色古怪，仿佛在问，陆道友难道有龙阳之好？看到花千羽的表情，陆星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差点尴尬死。
死肥熊，星爷阉了你！陆星拔出诛邪剑，切向胖达的下身，是动真格。胖达连忙跳开，吓出一身冷汗。陆星，你个混蛋，来真的！胖爷的宝贝真出了事，一定跟你拼命。陆星冷哼一声，解释道：花圣女，这家伙满嘴喷粪，你别跟他见识。花千羽笑道：没事，我也不是开不起玩笑的人，而且我觉得胖达很可爱啊，很真实。在我周围有很多人对我很虚伪，我觉得你们都很好，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胖达得意，听到没有？花圣女都不介意，你介意个毛？花圣女，以后你就是胖爷的朋友了。陆星白了他一眼，对花千羽道：能跟万花仙宗的圣女做朋友，那是我们的荣幸。花千羽很开心，那太好了。陆星没想到，作为万花仙宗圣女的花千羽，居然没半点架子，反而很率真，很大方，能和对方做朋友，肯定很不错。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们还是先赶紧离开吧。陆星道。花千羽点头，陆道友说的对，我们赶紧出去吧。阴阳风，阴阳魔君被诡异吸力吞掉了2层修为，用尽办法都没能找到诡异吸力的源头，气得差点把洞府给拆了。此刻他来到洞府外，等待韩泽归来。修为被吞掉还能修回来，但他让韩泽做的这件事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都这么久了，为何韩泽还未回宗？阴阳魔君有些不安，正打算离开宗门去外面看看，而就在这时，他忽然心生感应，身影一闪，便出现在一间石室中。在这个石室中摆放不少命牌，这些命牌乃是他麾下亲传弟子的命牌。若是命牌完好无损，代表弟子性命无忧；倘若不好，他看到其中一块命牌碎成了5块，且命魂之光暗淡，这是属于韩泽的命牌。如今这情形显然是出了事，韩泽居然陨落了，难道是花剑色禅院的人所为？万一他供出本尊，后果不堪设想。阴阳魔君脸色难看，忽的他祭出一滴魂血，此魂血属于韩泽，同时双手结印，打出一道符咒，将破碎命牌笼罩。命牌腾空，重新组合，周围弥漫符文，一滴魂血在符文中浮沉，散发血光。这是一种符咒术，名为引魂，通过魂血可沟通死者的神魂，将其召唤回来。他必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院子里看着满地尸体，花千羽很惊讶，花空居然真的死了，这可是一位元婴巅峰啊，还是花剑色禅院的院主。若花剑色禅院其他人知晓，不知道会掀起多大的风波。他还发现这里还有一批黑衣人的尸体，很显然这里之前发生过大战，而且很可能与陆星等人有关。不过他识趣没有多问。陆星检查了一圈，发现并无不妥后，便道：走吧，先离开此地再说，再耽搁下去，哪怕有结界，恐怕也会被人发现，到时候再走就难上加难。陆师兄，你快看！陈婉儿指着韩泽的尸体，小脸都是震惊之色。那是什么？几人都看过去，只见韩泽的尸体上空出现符文，形成某种符咒。很快，一团模糊的人形黑雾升起，仔细一看，这人形黑雾跟韩泽长得很像，这是引魂术，有人企图召唤他的神魂。花千羽喝道。而这时，韩泽的神魂苏醒了，看到陆星他们，哈，陆星，你来得正好。等我神魂返回阴阳峰，定将此地诸事禀告师尊，师尊一定会替我报仇，将你等斩灭。韩泽的神魂满脸狰狞，怨恨极重，激动大吼。这把陈婉儿和胖达都吓了一跳，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诡异的场景。都死了一次，还蠢得如此，这么清新脱俗，真是佩服之至。我都在这了，你还想神魂归巢，去见阴阳魔君？咋想的？陆星嘲弄一笑。韩泽一下怔住了，嘴角在抽，眼角也在抽。万一陆星对他出手，让他魂飞魄散没用的，我乃神魂之态，灵力对我无用，陆星，你奈何不了我。韩泽故作镇定。陆星微笑道：是吗？话毕，他拿出诛邪剑。你应该知道，神魂乃鬼灵，亦是邪祟的一种，而我这把诛邪剑专杀邪祟。陆星玩味，这样看来还真是天意呢。果然，诛邪剑一出，似乎感应到邪祟，自动震动，并且散发诛邪剑光。韩泽的脸色瞬间煞白，从诛邪剑上他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危险感。韩泽连忙换了一副嘴脸：陆兄，陆爷，我知错了，你放心，如果你放我离开，关于你的事我绝对不会向师尊透露半个字。再者，你我毕竟是同门，看在同门情谊上，就放过我这弱小神魂吧。陆星嗤笑：韩泽，你嘲笑我时可想过同门之意？你害我时又可想过同门之意？抱歉，我度量很小，一份恩10倍报，一份仇100倍还。话毕，诛邪剑绽放青光，
随着陆星一挥，一抹半透明的青色剑光击中符咒，砰！符咒坚持了一会，方才溃散。韩泽的神魂也遭受重创，发出一声凄厉惨叫。只见他的神魂居然逐渐透明，有溃散之象。不，韩泽不甘，不想就这么彻底死去，他还指望转修轨道，东山再起呢。远在阴阳峰的阴阳魔君则遭受反噬，吐出一口血，望着消散的符咒与魂血，半天说不出话来。该死，引魂术被打断了，一定出事了。难道是花剑色禅院的人发现了韩泽他们？阴阳魔君脸色铁青，决定亲自走一趟，看看到底发生了何事。当即身影一闪，冲出洞府，离宗而去。而这边，韩泽祈求道：陆星，求你救救我，我不想彻底死去。你若帮我，将来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求求你，救救我吧。陈武尔看着韩泽，觉得他可怜，有些不忍，望着陆星，欲言又止，最终什么也没说。因为陆星的任何决定他都支持，所以没必要问。陆星看着韩泽，心想光靠阴阳魔花，欢喜禅宗未必能奈何阴阳魔君，毕竟后者可以打死不承认，说是有人陷害他。可若韩泽亲口指认，证据就十分充足了。想到这里，陆星决定将韩泽的神魂暂时收起来，关键时刻可能有大用。可是他身上没有装置神魂的宝物，正犯难之际，陆星想起阴阳合欢珠，试一试，不行就算了。当即意念控制阴阳合欢珠，想要收走韩泽的神魂。忽的，韩泽的神魂感觉到一股吸力将他拉扯，不待他反应过来，神魂凭空消失。旁边花千羽他们并未惊奇，以为是韩泽的神魂溃散了。小星子，施展引魂术的人一定是阴阳魔君，恐怕他现在已经知道韩泽出事了。胖达摸着下巴认真分析。陆星点头嗯了一声。胖达焦急道：你别光嗯啊，赶紧跑啊！阴阳魔君要是在此地看到我们，立刻就会知道是我们杀了韩泽，那还不得把我们剁碎了喂狗。胖爷可不想英年早逝。花千羽走过来，莫非杀死花空的人乃是你们合欢宗的阴阳魔君？而这伙黑衣人，他们是阴阳魔君的人，奉命把花空的尸体带到此处，这个目的很有可能是想要将花空的死嫁祸给旁人。你们杀了黑衣人，那么原因很有可能阴阳魔君要嫁祸的人不但是合欢宗的人，而且跟你们关系很好，能让阴阳魔君去嫁祸的人地位肯定不低，莫非是你们合欢宗四峰的某一位峰主？听到这番话，陆星三个露出浓浓惊讶之色。陆星不愧是万花仙宗的花圣女，居然能猜到这么多，令人佩服。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花空的确是阴阳魔君击杀，而阴阳魔君想要陷害的人乃是合欢宗七情峰峰主萧一妹，我们都是七情峰的弟子。花千羽仔细地瞧着陆星，听说合欢宗七情峰峰主萧一妹千娇百媚，颠倒众生，而她有个结拜姐妹名叫楚容妃，楚容妃有个儿子就叫陆星。这个陆星不会就是你吧？你也是炼气3层，对得上。陆星一笑，花圣女聪慧至极，你说的没错，我就是那个远近闻名的合欢宗第一废材陆星。花千羽一愣，歉然道：陆道友抱歉，我不是这个意思。在我看来，你很了不起，能以炼气3层的修为闯入花剑色禅院，还诛杀这么多高手，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而且陈道友和胖道友看似修为比你高，但很明显都以你为首。陆星沉默，眼神甚至有些冷了起来。这个花千羽脑子太好了，一点点蛛丝马迹便可分析出个七七八八，怪不得能当上万花仙宗的圣女，着实是相当不简单啊。他现在担心的是花千羽是否看出了他的虚实，知晓他身上有大秘密，倘若宣扬出去，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危险。说实话，他现在有点想杀人灭口。陆道友别紧张，我没有恶意。花千羽感觉到陆星的一缕杀意，连忙道：我永远都当陆道友是朋友，倘若遇到危险，我也愿意不惜性命相助。陆星脸色缓和几分，倒不是因为花千羽的话，而且就因为几句话便杀了花千羽，那自己跟阴阳魔君这种无耻小人又有什么区别？我自然也当花圣女是朋友，不过有时候知道的越多，对我们之间的情谊反而没有好处。陆星淡淡一笑。花千羽松了口气，我明白了。陈婉儿和胖达露出疑惑之色，这俩人在说什么？奇奇怪怪的。你们别废话了，阴阳魔君说不定已经在路上，我们赶紧离开吧。胖达催促，但陆星却笑道：不，我们不走。胖达瞪大眼睛，啥？不走？你疯了？留在这等死吗？要死你死，胖爷带2位美人先离开。说着就要去拉陈婉的手。陆星脑门黑线，知道这家伙想趁机占便宜，直接一巴掌拍掉他的胖手，滚粗！先听我说。花千羽猜到陆星的打算，但识趣的闭嘴。陆星道：阴阳魔君一定会来花剑色禅院找韩泽，如果我们现在回去，说不定路上会碰见他，所以我们不走，
我们不但不走，而且还要给阴阳魔君一份大礼。陈婉和胖达异口同声：什么大礼？陆星一脸兴奋，将自己的计划告诉几人。原来他竟是要假扮花见色禅院的弟子，将其他3院高手接引来此地。到时候4院高手撞见阴阳魔君，那场面一定非常有趣。这个计划总结起来便是4个字：借刀杀人。陆星，你这什么鬼主意？万一我们被识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胖达不停摇脑袋，肥嘟嘟大嘴唇晃动，发出嘟嘟声。陆星没好气道：你这家伙千百次光顾六御风，偷女弟子的贴衣，那个时候怎么没见你怕死？胖达一瞬间瞪眼，尴尬至极的看向花千羽。花千羽也正怪异的看向他，脸上还一副戒备之色，生怕他对自己的兜兜下手。胖达仰天大怒：陆星，你混蛋，故意在花圣女面前毁胖爷英名，滚蛋吧你！还英名，恶名昭著还差不多。陆星翻了翻白眼，关键时刻这么怂，就不怕花圣女看不起你？胖达咬牙：谁怂了，干就干，谁怕谁？陆星哈哈一笑：这还差不多。陈婉问道：陆师兄，那我们要怎么假扮花见色禅院的弟子，还能不被识破？我们俩倒还好，可胖达……这可把陆星给问住了。他们假扮起来还有几分像，可胖达怎么假扮也不可能变成人了，一头蠢熊，穿什么都是蠢熊。花千羽走过去：我有办法。陆星惊讶：什么办法？花千羽道：万花仙宗有一种独门的易容宝物，名叫化骨皮，正好我有，我给你们3张即可。陈婉笑道：太好了，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识破了。花姐姐，快给我们吧。花千羽嫣然一笑，抬手一扬，虚空中浮现出3张化骨皮。化骨皮落下，将3人笼罩。不过须臾后，待光芒消失，在那里出现3个光头男子，正是易容后的陆星、陈婉和胖达。我去，这易容术果然厉害，不过还是胖爷原来的脸更帅。胖达拿着一面镜子，不停摆着姿势，却一副不甚满意的样子。陆星直接踹了他一脚：让你当回人，你就偷着乐吧。胖达躲闪开来，怒道：陆星，你又骂胖爷是不是？信不信胖爷立刻嚎一嗓子，把花见色禅院的人都引过来？本以为能威胁到陆星，可谁知陆星耸耸肩：你好啊，他们要是过来了，我第一时间把你扔过去。至于他们是煎烤炸还是蒸炖焖，我就不知道了。胖达浑身发冷，立即愤恨地看着陆星：胖爷懒得跟你一般见识。陆星把一套衣服扔给胖达：废话真多，赶紧换衣服吧。很快2人一熊换好衣服。花圣女，那你呢？陆星道：我……花千羽无奈道：抱歉，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做这件事，失踪了这么久，宗门上下怕是都在找我，我得立刻赶回去。陆星点头，知道他不想牵扯进这件事，给宗门带来麻烦，便也不勉强。你伤势还没好，一路小心，我们就不送你了。陆星一笑：陆道友，谢谢你，期待下次相见。另外，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若是不可为，赶紧离开。花千羽满脸郑重。话毕，花千羽化作一道红光，直接离开了此地。陆星道：好了，我们分头行动吧，记住万事小心。陈婉点头：陆师兄，你也是。胖达满脸自信：胖爷出马必是马到成功，胖爷已经迫不及待想看阴阳魔君吃瘪的场景了。很快3人分散，分别前往其他3院。欢喜禅宗除了花见色禅院外，分别是图鉴绝禅院、肉剑灵禅院、九剑赤禅院。4座禅院分落4峰，即花剑峰、图鉴峰、肉剑峰和九剑峰。现在陆星要去的地方便是图鉴峰，找到图鉴绝禅院院主涂罪，将花空之死告诉对方。陈婉和胖达则找到另外2座禅院的院主，告知花空之死，并且将他们带到花见色禅院，等待阴阳魔君的到来。当然，阴阳魔君并非100%会现身，但只要见到韩泽等人的尸首以及阴阳魔花，欢喜禅宗照样找阴阳魔君的麻烦。可如果阴阳魔君现身，撞见4院高手的话，嘿嘿，那场面绝对精彩。陆星以前来过欢喜禅宗，对这里的地形还算熟悉。他很快来到图鉴峰山顶，站在一座红墙金瓦的恢宏大殿外，周围罕见的没什么人看守，得找个人问问涂罪的所在。陆星皱眉，忽的，大殿内传来争吵。下一刻，一道高大身影撞开殿门，飞了出来，摔了个狗啃屎。此人光头，身形高大，脖子上戴着佛珠，身上穿着血色僧袍，哎呦一声道：三娘，莎莎也是我的孩子，你凭什么不让我见她？陆星吓了一跳，这不是图鉴绝禅院院主涂罪吗？刚要上去，脚又缩了回来，因为此刻另一道身影从殿内飞出，怒气冲冲地指着涂罪：涂罪，老娘警告你，你要是敢去找莎莎，老娘一定杀了你。这女人一袭灰色长衫，妆容素雅，
却难掩绝色之姿，身段绝佳，不过一脸狠辣绝情的模样。当看到这个女人，陆星瞪大了眼睛，没想到她会出现在这里。合欢峰峰主厉三娘，天啊，她怎么会在这？难道是来找屠罪这个秃驴私会？可不对啊，厉三娘不是号称雄性杀手吗？陆星心中惊悚，差点掉头就跑，因为怕认出来，但很快反应过来自己现在是易容状态，怕个鸟啊！等等，这俩人好像真有奸情。什么我的孩子？天啊，屠师姐的生父不会是屠罪吧？陆星一副吃到大瓜的表情。在合欢宗，厉三娘对外说屠杀沙氏捡来的孩子，可从现在这情况来看，根本就是亲生，而且还是跟屠罪这个老秃驴生的。肯定是因为厉三娘不想让屠莎莎知道自己的生父竟是一个老秃驴，还是一个淫僧，所以才说是捡来的。此刻陆星有点同情屠莎莎了。屠罪拍拍屁股站起来，激动道：莎莎要是知道自己有父亲，肯定会很高兴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待他极好，把最好的给他。厉三娘哈哈大笑：父亲这两个字你还不配，当年要不是你对我用计，老娘岂会委身于你？要不是杀不了你，老娘早就将你大卸八块。屠罪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当年的事确实有些不光彩，当然要是再来一次他还是会那么做，只是他没想到那一次后厉三娘居然怀上了他的种，而且直到最近才得知此事。觉得愧对了厉三娘和孩子的屠罪，当即就打算父女相认，一家团圆，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奈何三娘死不同意。三娘，莎莎有权利知道这件事，我去找莎莎，她认不认我这个父亲由她选择怎么样？屠罪道：做梦。厉三娘冷厉回绝。你！屠罪气得半死，顿了顿方才一脸肉疼吧。这样，只要你让我们父女相认，我就把本院的镇院之宝送给她，怎么样？厉三娘一惊，这家伙竟然舍得将镇院之宝送给莎莎，这倒是有些诚意，毕竟能当作遗院至宝的宝物，其价值可想而知。如果莎莎有了那件宝物，不但能大大提升修炼速度，而且实力也能提升巨大，这对于她的大道之路极有裨益。眼看厉三娘有些犹豫，屠罪激动无比，嘿嘿，那就这么定了。你什么时候安排我们见面啊？厉三娘冷冷道：闭嘴，当年你对老娘做出那种事，现在还想当便宜爹，当老娘傻吗？想认女儿，做梦吧。屠罪，老娘警告你，我能让莎莎跟你姓，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你若是敢私自找莎莎，我跟你没完。话毕，直接化作一道光虹，转瞬消失。陆星瞪大眼睛，屠师姐还真是屠罪的女儿，屠师姐要是知道这件事，不知道会作何感想。谁？正纳闷的屠罪察觉到陆星的存在，立刻呵斥。陆星连忙走了出来，恭敬喊道：弟子参见屠院主。屠罪皱眉，扫了他一眼：你一个花剑色禅院的弟子，来我屠剑绝禅院干什么？陆星现在穿的是花剑色禅院的弟子服，故而屠罪一眼认定他是花剑色禅院的弟子。陆星立刻哭嚎起来：屠院主，我们院主死了，死得好惨啊，您一定要替他报仇啊。什么？屠罪瞪大眼睛，难以置信，你再说一遍，谁死了？陆星道：是院主，我们花空院主被杀了。杀！屠罪瞬间出现在陆星面前，揪住他衣领：你一个小小弟子，居然敢咒院主，罪该万死。陆星连道：屠院主若不信，可查花空院主的命牌，而且这种事情弟子怎敢撒谎？屠罪放开陆星，面色阴晴不定，这种事谅对方也不敢撒谎。于是屠罪在陆星身上轻轻一点，恐怖的力量将其禁锢。待我检查花空命牌，若你敢撒谎，将你千刀万剐。很快屠罪消失，但他去得快，回得也快。只见屠罪的脸色非常难看，他虽然跟花空有些矛盾，但花空毕竟是元婴巅峰的高手，对欢喜禅宗来说绝对是巨大的损失。岂有此理！到底是哪个乌龟王八蛋，居然敢杀我们欢喜禅宗的院主？该死！是谁？快说！屠罪怒气冲冲，散发出的可怕气势令四周狂风嚎嚎，地面震动。陆星差点站不稳。是阴阳魔君。陆星一副仇怨冲天的模样，是他杀了花空院主。屠罪惊讶：阴阳魔君？他为何要杀花空？陆星摇头：花空院主因为亲传弟子花明之死，找合欢宗算账，回来的时候却遭到阴阳魔君暗算。阴阳魔君说，区区一个花剑色禅院的院主，居然敢来寻合欢宗的麻烦，那就杀了便是。他还说，整个欢喜禅宗都是垃圾，他一只手就能横扫欢喜禅宗，让我们最好缩着头做人，否则就杀光我们。啊啊！屠罪气得狂抓光头。阴阳魔君，你找死！走，带我去找花空的尸体。说罢，提着陆星便冲向远方，速度快到陆星的脸庞都扭曲。陆星感叹：这就是元婴巅峰高手的速度吗？路上，
屠罪进行传讯，召集禅院高手。只见一个个高手从禅院各处飞来，汇聚在屠罪身后。院主，发生何事了？如此着急？一名长老问道。待得知花空被阴阳魔君杀了后，10几名长老全部呆若木鸡。花空院主居然陨落了，那可是4院院主之一，元婴巅峰的高手啊！10几名长老倒吸冷气，但很快一个个全都怒火冲天，嚎叫着要斩杀阴阳魔君，替花空院主报仇。他们欢喜禅宗和聚合欢宗。见状，陆星内心狂喜，只要阴阳魔君现身，必遭群起攻之。与此同时，九剑池禅院胖达找到九池院主，听说花空被阴阳魔君斩杀后，立刻带人赶往花剑色禅院。肉剑灵禅院陈婉亦是如此。不久后，肉灵院主带着一众高手前往花剑色禅院，并且3股人马很快会合。阴阳魔君在哪？贫僧一定要将他大卸8块。开口的是九剑池的院主九池，衣衫褴褛，腰间挂着一排酒葫芦，时不时拿起一个酒葫芦往阔盘大口里灌酒，喝得满脸涨红。区区一个阴阳魔君，居然敢不把我们欢喜禅宗放在眼里，抓到他定让他生不如死。肉灵院主浑身肥肉，论大小相当于2个花空，那满脸横肉，活像一个猪头，暗地里有人耻笑他为猪头僧。到了花剑色禅院再说。屠罪满脸阴沉，3队人马浩浩荡荡，气势之强令虚空都在轰鸣震颤。陆星3人掉在最后，看到他们的模样，心中窃喜。陆星，阴阳魔君不来怎么办？胖达问道。阴阳魔君不可能不来，否则的话花空被杀一事败露，他会有大麻烦。陆星道。陈婉则担心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对宗门有影响。陆星摇头，是阴阳魔君杀了花空，约有头债有主，欢喜禅宗只会针对阴阳魔君，如果上升到宗门之间，那就要开战了。2宗的人都不是傻子，不会到那个地步。这次就是要整死阴阳魔君，居然敢嫁祸小姨妈，让他自食其果。与此同时，虚空中阴阳魔君掩盖身形，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花剑色禅院。他怕慢了，欢喜禅宗知道是他杀了花空，那他可就有大麻烦了。所以阴阳魔君比屠罪他们先一步到达禅院。当看到院子满地尸体，其中就有韩泽等人的尸首后，立即面色大变。韩泽果然出事了，连神魂都消失，能做到这一步的人必是欢喜禅宗的高手。阴阳魔君心中忐忑，他没想到如此精妙的计划居然会失败，现在反而惹得一身骚。阴阳魔花，当看到韩泽尸体上的阴阳魔花，阴阳魔君更是脸色难看，杀了韩泽他们，还故意留下本座之物，出手之人显然是想要告诉欢喜禅宗是他杀了花空，对方显然是想要借整个欢喜禅宗的手除掉本尊。到底是谁？阴阳魔君想不出是谁想要对付他，但是他知道如果让欢喜禅宗的人看到眼前这幅场景，那一定会找他算账。一念及此，他立即就要收起阴阳魔花，再带走韩泽等人的尸体，甚至他还想把花空的尸体一并带走，进行焚毁，灭绝一切痕迹。到时候欢喜禅宗便查不到他头上。幸好本尊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阴阳魔君松了口气，正要动手，可忽的脸色一变，他抬头就看到远方天空惊雷阵阵，气浪翻滚，一伙人急冲而来，为首者正是屠罪3位院主。当看到阴阳魔君，屠罪立即怒吼，果然是你阴阳魔君，杀了花空还敢逗留此地，简直不把我们欢喜禅宗放在眼里，今日此地便是你的埋骨之所。嗖嗖，3队人马齐齐降临，怒视阴阳魔君。阴阳魔君傻了，没想到这么凑巧碰见3院的高手到场，他感觉到冥冥中有人在推波助澜，为他布局，这是要坑死他的节奏。阴阳魔君连忙解释道：诸位息怒，花空之死并非本尊所为。九池呵呵一笑，当我们傻吗？花空的尸体就在那里，而阴阳魔花乃是你独有之物，再加上你出现在此，你不会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巧合吧？阴阳魔君苦笑，他没想到3院的高手会突然过来，这里的一切布置显然是个坑，就等着他过来跳。偏偏他跳了进来，此刻百口莫辩。如果我说这一切就是巧合呢？阴阳魔君道：明显有人陷害本尊，你们看不出来吗？这个时候他是打死都不可能承认的，反正他们没有亲眼所见，还敢狡辩。屠罪冷喝，朝着陆星喊道：你过来。陆星立刻过去。屠院主。屠罪道：你有没有看到阴阳魔君杀害花空？陆星激动地指着阴阳魔君：诸位院主，就是他杀了花空院主，还有这些同门都是他杀的。放屁！阴阳魔君大怒，他是在合欢宗杀的花空，再让韩泽把尸体带过来，
对方怎么可能亲眼目睹？陆星却道：花空院主并非只身前往合欢宗，花空院主让我们蛰伏起来，就是怕遭受暗害。我亲眼目睹是阴阳魔君害死花空院主，然后让他的弟子带着尸体回到花见色禅院，目的就是为了将这件事撇干净，同时嫁祸给他人。我们的人与阴阳魔君的弟子大战，最终将其击杀。接着我立刻带人分别前往3院告知此事。可没想到阴阳魔君果真是不把我们欢喜禅宗放在眼里，杀了我们院主，居然还敢现身，简直嚣张至极。诸位院主，今日不将阴阳魔君这个老鬼杀死，我们院主岂能瞑目？我们欢喜禅宗如何立足北荒？随着他一番话下来，周围的欢喜禅宗弟子全部气血翻腾，皆高呼：杀了他，杀了他！屠罪大怒，阴阳魔君，如今人证物证据在，你还如何狡辩？今日便以命偿命吧！阴阳魔君脸色铁青，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你到底是谁？居然敢陷害本尊！阴阳魔君杀气腾腾地看向陆星，难道这个局就是你布置的？话毕，轻轻一挥手，一抹黑白光刃呜呜斩向陆星。只要杀了他，事情还有回转余地。大胆！屠罪怒吼，点出一道血光，将黑白光刃击碎。诸位一起出手，绝不能让他逃了，速速将他斩杀，为花空报仇。话落，只见他手持一柄血刀，这血刀浑身猩红，散发浓厚的血光，且有一股极为浓郁的血腥杀气。此乃屠罪的宝刀，乃是宝器，名为万血斩。同时酒池祭出一只玉色的葫芦，这葫芦发光，迎风渐长，高足有数十米，宛若一座小山，气势恐怖。还有肉林院主持着一根七彩色的腿骨，像是一种兽骨，初始才巴掌大小，很快变大，长足2米，散发出森冷气息。杀！3人直接杀向阴阳魔君。毕竟阴阳魔君可是元婴巅峰的高手，若是让其他人上，那是送死。而他们3位同样是元婴巅峰，3人合力杀一个阴阳魔君并不难。眼看3位元婴巅峰杀来，阴阳魔君也慌了神，当即身影一闪，就要逃跑，打算回到合欢宗，以宗门之力定能护他。列阵。然而屠罪似乎早就算准他会逃跑，让周围的长老和弟子全部腾空，布下大阵。不多时，一个金色的结界笼罩四方，将阴阳魔君的退路给封死。轰轰！阴阳魔君拿出一把黑白两色的长刀，朝着结界猛力一挥，恐怖的阴阳刀光击打在结界上。可结果结界并未破开，反而将阴阳魔君给震飞数十米。此乃我欢喜禅宗万佛金光阵，凭你也想破阵？阴阳魔君，束手就擒吧！屠罪大喝，当先一刀劈出，血色刀光笼罩在符文之中，震得虚空轰鸣，斩向阴阳魔君。同时轰的一声，一只巨大的玉色葫芦散发璀璨光芒，周围有无数佛家符号，宛若一座山岳，要镇压阴阳魔君。还有肉灵施展出绝学，一根巨大的腿骨虚影上居然浮现巨兽，发出怒吼，狠狠砸了过去。阴阳魔君大惊，手握阴阳魔刀，同样施展绝学阴阳无敌斩，一刀斩出，成片巨大的黑色刀光迎了过去。轰！天地震颤，恐怖的风波令万佛金光大阵都是颤抖起来。紧接着阴阳魔君吐出一口鲜血，倒飞而出，狠狠砸在地上，形成一个大坑。滚！眼看屠罪3人袭来，阴阳魔君大怒，双手结印，符号成片。只见阴阳魔刀幻化上百道，形成阴阳刀阵，从天而降，镇压3位院主。屠罪3人连忙还击，万血斩、天兽骨、万月炉狠狠轰击刀阵。砰！在3人的强大攻势下，刀阵被击碎。阴阳魔君吐出一口血来，以1敌3，怎能不吃亏？你们真要逼迫吗？阴阳魔君一口女声，听得在场的人头皮发麻。不男不女的东西，真是恶心！杀了你，让天地都干净一些。肉灵一脸厌恶。阴阳魔君，听说你以前是男子，身体结构正常，修炼阴阳诀后才变成这副模样。你现在是不是连镜子都不敢照了？酒池哈哈大笑，又猛灌了一口酒。阴不阴，阳不阳，简直可笑至极。阴阳魔君黑白脸，一下阴沉无比。闭嘴！既然你们不愿放过本尊，那本尊便放手一战。只见他双手结印，身上的黑白光芒越来越璀璨，同时头悬阴阳魔刀，阴天阳地划分之极，自斩肉身，立地成2。斩！在众人吃惊的目光中，阴阳魔刀将他的身体斩成2半。他在干什么？自杀吗？陈婉掩嘴。胖达却惊惧地指着阴阳魔君，他没死，2半肉身居然形成了2个阴阳魔君，这么逆天啊！只见天空中果然出现2个阴阳魔君，一个阴阳魔君黑脸黑袍，一个阴阳魔君白脸白袍。
而且两个阴阳魔君全都散发着强大的元婴巅峰气息。屠罪很震惊，没想到阴阳诀这么厉害，居然能分身为二，且两个分身全都具备本体修为，怪不得这老鬼拼着不男不女，被人诟病也要修炼此诀。陆星也是第一次见阴阳魔君全力施展阴阳诀，惊讶道：这阴阳诀还有这种手段，岂不是双倍战力了？胖达道：三大院主能弄死他吗？肉林院主却不置可否，两个阴阳魔君又如何？这里可是欢喜禅宗，不是他们和欢宗，而且我们三人合力，就是三个阴阳魔君也照杀无误。动手！肉林提着天兽骨杀向黑袍阴阳魔君，而屠罪和酒池则杀向第二个阴阳魔君。两人打算合力，先杀一个，再对付另一个，彻底斩杀阴阳魔君。虽然阴阳魔君一分为二，拥有双倍战力，但白袍阴阳魔君面对两个元婴巅峰，仍是不敌，被重创，身体都差点被劈成两半。不过黑袍阴阳魔君的战力居然非凡，压制住了肉林。但随着酒池和屠罪的加入，白袍阴阳魔君一样被镇压。轰！万月炉将白袍阴阳魔君镇压在地面，无数符文将他笼罩，无法动弹。阴阳魔君，看你还有什么花招？肉林哈哈大笑，双手掐诀，杀意满满，驱动万月炉，想要一下子震死白袍阴阳魔君。可就在这个时候，黑袍和白袍阴阳魔君同时掐诀，并且喝道：阴阳归一！刷！白袍阴阳魔君瞬间从万月炉下消失，同时两个阴阳魔君立刻冲向结界。这一幕屠罪三人都没料到，不过他们却并未阻止。他们认为纵然是两个阴阳魔君也无法攻破结界，可当看到其中一个阴阳魔君居然捏着一道破戒符时，他们的脸色瞬间变了。快阻止他！屠罪三人发现阴阳魔君手里的破戒符还不是一般的破戒符，虽然无法击溃整个万佛金光阵，但打开一个口子让其逃离绝对不成问题。早就料到这个老鬼没那么好杀，居然抓住屠罪三人松懈的机会，以破戒符逃离。幸好我留了一手。胖达，咱俩打个配合。陆星好不容易布下这等局面，怎么可能轻易让阴阳魔君逃出去？于是他早就等在一旁，而手里则捏着一枚欢喜神针。阴阳魔君，看招！忽的，胖达大喝。阴阳魔君皱眉看向胖达那边，但就在这时，陆星动了，祭出欢喜神针，一下洞穿了黑袍阴阳魔君的手掌，而那只手正捏着破戒符。啊！两个阴阳魔君同时发出惨叫，然后手里的破戒符掉落下来。陆星伸手一招夺走破戒符。嘿嘿，想逃哪有那么容易，还是为院主偿命吧。陆星玩味一笑。阴阳魔君气得想骂娘，好不容易准备了这一手，马上就能逃出去，可居然被一个炼气3层的废材给阴了。本尊杀了你！阴阳魔君气急败坏，提着阴阳魔刀杀向陆星。当我们是空气吗？屠罪三人正好到场，三人同时打出一掌，将两个阴阳魔君同时震飞出去。两个阴阳魔君大口吐血，紧接着三人一拥而上，对着两个阴阳魔君来了一次全身按摩，打得阴阳魔君狂吐血，狼狈无比。最后砰的一声，两个阴阳魔君摔在地上，气息萎靡，已经再无反抗之力。屠罪拍了拍陆星的肩膀，笑道：修为虽然低了些，但脑子不错，这次你立功了，回头定重重有赏。陆星义正言辞道：这个老鬼杀了院主，我怎能让他逃走？弟子不需要奖赏，弟子只想为院主报仇。三位院主，快杀了他吧。屠罪点头，放心，我们自然会为花空院主报仇。肉林院主却笑道：如果我看的没错，小子，你刚刚使用的乃是本门秘宝欢喜神针吧？哼，阴阳魔君虽然是元婴巅峰修为，但此刻处于虚弱中，中了欢喜神针，半个时辰内若无法进行双修解毒，一样必死无疑，而且还是受尽痛苦而死。直接杀了他太过便宜，就让我们看着他受尽折磨而死吧。酒池灌了口酒，笑道：这主意不错，我还要用留影珠将这些画面给保存下来，嘿嘿，有趣有趣。闻言，阴阳魔君气得一口血吐出来：你们这么做就不怕我宗暴富吗？屠罪骂道：你杀了花空院主，我们杀你，天经地义，合欢宗也说不得什么。阴阳魔君，不管你说什么，今日也是死路一条。话毕，屠罪三人来到亭子里，一边喝酒一边看好戏。来，这杯酒赏给你。酒池叫来陆星，亲自给他倒了一杯酒。陆星恭敬地接过来，谢酒池院主。周围的弟子看着陆星都露出羡慕之色。在整个欢喜禅宗，除了院主外，就连一些长老想要喝到酒池院主的美酒都是不易，更别说弟子了。陆星却没有立刻喝，传闻酒池院主的酒乃是自酿，而材料要不就是死人骨头、死人血，这些倒也罢了，
甚至听说酒池院主还用女子处血来酿酒，简直丧心病狂。这样太有味道的酒，陆星真的不想喝。看陆星没喝酒，酒池皱眉道：“还不喝？是嫌弃本座的酒不好？”“没有，没有，弟子岂敢。”陆星笑道：“能喝到酒池院主的酒，那是我的荣幸。”说罢，闭上眼睛，直接一饮而尽。咦，喝完后，陆星很惊讶，这酒居然很甘醇，很美味，给人一种睡在美人堆的欢喜感觉。好酒，多谢酒池院主。陆星送还酒杯。闻言，周围的弟子都舔嘴唇，十分羡慕。而就在这时，那边传来嘶吼声，是阴阳魔君。他的欢喜毒发作了，脸上一片潮红，全身火热难耐，皮肤上凸起一根根红色血管，红色中还夹杂着一股黑气，不停撕扯着衣物，口中发出野兽般的怒吼。哈哈，是欢喜毒发作了，没有女子双修，他会受尽痛苦而死。肉灵大笑，元婴巅峰又如何？合欢宗宗主又如何？敢来我们欢喜禅宗撒野，就是这个下场。酒池嘲弄道。屠醉却皱了皱眉，如果阴阳魔君死了，合欢宗会是什么反应？若两宗为此开战，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肉灵却冷哼，怎么？难不成你怕了合欢宗？不杀了阴阳魔君，我们欢喜禅宗的脸面往哪搁？屠醉没说话，不知道在想什么。啊！阴阳魔君怒嚎，痛不欲生。你们有本事杀了本尊，如此折磨本尊，实在可耻。酒池不屑道，这是你自找的，你就在此受尽折磨而死吧。阴阳魔君撕扯衣物，最终衣着片缕，几乎赤着了。陈婉惊叫一声，满脸羞红。陆星连忙将他拉到身后，别看，不然晚上做噩梦。陈婉笨笨点头，想不到堂堂阴阳魔君竟落得这样的下场。胖达感慨，哈，如果他知道自己是被一个炼气3层的废材给搞死了，怕是死都无法瞑目吧。陆星骂道，说谁废材呢？我这个废材要揍死你这头死飞熊，分分钟的事，要不要试试？胖达不置可否，有本事别用暴灵诀和燃血术啊！胖爷现在可是住激境，保证打不死你。陆星，嘿，皮痒了是吧？回去后较量较量，让你变死熊。你们别吵了，快看！陈婉忽然惊叫一声，指着阴阳魔君。陆星和胖达看过去，一下瞠目结舌，活见鬼的表情，就连屠醉3人都是傻眼，周围的弟子也一个个惊掉下巴，瞪大眼珠子。此处省略1万字阴阳魔君随后解读成功。屠醉、酒池、肉灵，你们若真敢杀了本尊，就等着合欢宗大举进攻，灭了你们欢喜禅宗。肉灵大怒，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要开战的话，怕你们合欢宗不成？罢了，本座现在就宰了你。但屠醉拉住肉灵，不行，如果两宗真的开战，一定会让万花仙宗趁虚而入，先留着他，即便开战也能让合欢宗投鼠忌器。这件事我们无法做主，还是禀告宗主，再做定论。本来他是想杀阴阳魔君的，但是他现在改变了主意，留着阴阳魔君与合欢宗做交换，或许能把女儿莎莎要回来。酒池想了想，屠院主说的在理，阴阳魔君我们什么时候杀都可以，但留着他对我们或许有用。肉灵气愤道，他杀了花空，难道就这么算了？屠醉道，自然不会算了，但现在杀了他反而对我们不利，先把他囚禁起来再说吧。肉灵皱眉，忽地看向陆星，小子，依你看，觉得如何？陆星一惊，没想到这胖头僧居然会问自己，如果回答不好，说不定肉灵会将怒火发泄到他身上。弟子人微言轻，宗门大事轮不到弟子来妄断，我自然是想要阴阳魔君死，为院主报仇，但倘若因此给宗门带来麻烦，弟子也不愿如此，所以该怎么办？弟子全听3位院主的。陆星郑重道。屠醉瞥了他一眼，笑道，你小子还挺滑头，我看好你。肉灵冷哼一声，行吧，那就先将他囚禁起来，日夜折磨，等与宗主商议后再做打算。此时的阴阳魔君也将两半肉身重新融合到一起，不过看起来非常虚弱。很快，屠醉3人用几种宝物将阴阳魔君全身禁锢，一则让他不停受折磨，二则让他保持虚弱状态，翻不出风浪。被10几名长老围着的阴阳魔君恶狠狠地看着陆星，小子，若不是你，本尊不会落得这个下场。这个仇本尊记住了，待本尊脱困，定将你千刀万剐。陆星走过去，啪啪2巴掌，打得阴阳魔君晕头转向，面红耳赤。阴阳魔君是吧？你以为自己很牛吗？还是成了我宗的阶下囚？要不是留你还有用，3位院主早将你大卸8块。阴阳魔君气得暴走，不停挣扎，怒吼道，蝼蚁，居然敢掌掴本尊，你再找死！啪！陆星又给了他1巴掌，嬉笑道，来啊，
蝼蚁是吧？想杀我是吧？我就在这，你来杀啊！啪！话毕，又打了一巴掌。我就打你怎么的？你奈我何？砰！一拳砸在阴阳魔君的腹部，后者直接佝偻起来，痛得满脸扭曲，杀气冲天的瞪着陆星，但却是不敢再嚣张了，因为嚣张的结果就是被揍丢尽脸面。阴阳魔君内心怒火滚滚，何曾想到自己居然会沦落至此，连一个小小的蝼蚁都能随意的羞辱他，怎么不说话了？刚刚不是很嚣张吗？啪！陆星又是一个大逼兜过去。阴阳魔君怨毒的看着陆星，心想：老子说话也要打，不说话还要打，哪门子道理？操！还敢瞪我！啪！陆星毫不犹豫，大逼兜赏赐。阴阳魔君内心100分号哈哈，这小子我也挺喜欢的，要不做贫僧的弟子吧？酒池笑道：滚蛋，还是做本座的弟子吧，他很对本座胃口。肉林很是满意的盯着陆星，陆星被他看得有些发毛，主要是跟肉山一样，笑起来绝对很恐怖，有种能被他一口吞掉的感觉。屠醉道：好了，他是花剑色禅院的弟子，现在花空死了，有很多事需要有人做，他确实是不错的人选。酒池摇头道：他修为太低，资历太浅，很多事他根本处理不好，还是让那些长老来吧。屠醉道：长老有长老的事，一些琐事需要脑袋灵活的弟子来做，他很合适。说完，他看向陆星：小子，好好干，亏待不了你。你现在的修为很低，但我保证一定让你突破到筑基境，甚至金丹。如果你资质不错，将来跨入元婴也不是不可能。陆星连忙道：多谢屠院主，弟子一定好好做事，为宗门做贡献。屠醉拍了拍他的肩膀，命人带着阴阳魔君离开。很快，3大院主率先离去，剩余花剑色禅院的弟子全都羡慕地看着陆星，甚至不少人上前来讨好，说他要发达了。一些长老也过来说一些鼓励的话，言语很客气。被3大院主看中，将来自然是前途无量，他们得提前结交讨好。一群白痴，居然还讨好我！要是他们知道花空的死，此地的局都是因我而起的话，不知道会作何感想。陆星内心嗤笑。等所有人离开，胖达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真是太搞笑了。你一个合欢宗的弟子，居然被欢喜禅宗的3大院主看中，还要帮你提升修为，啧啧，他们要是知道真相，岂不吐血？陈婉儿也忍俊不禁：陆师兄，你太厉害了，居然把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我们宗门那么多天才，可都比不上你。陈婉儿看着陆星的目光满是崇拜和倾慕。陆星笑道：所以说，想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存下去，除了天赋外，还得有脑子。胖达眼珠子一转：要不你就待在欢喜禅宗吧，说不定能在这里干出一番大事业，或者在这里当卧底，到时候把整个欢喜禅宗给整灭了。陆星没好气道：要不你留下，这种事迟早得暴露，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还是赶紧回宗吧，此地不宜久留。胖达兴趣缺缺道：胖爷还没玩够呢，这就走了。但陆星却玩味道：当然不够。所以不久后，整个花剑色禅院燃烧起熊熊大火，烧得天空都要沸腾起来。胖达将一个火把扔进燃烧的大殿内，兴奋无比：好玩，太好玩了！小星子，以后还有这种好玩的事，一定要叫上胖爷我。陈婉儿也玩得尽兴，俏脸红扑扑的。火烧欢喜禅宗的禅院，我真的胆子太大了。他有些激动，又有些惶恐。要是能把其他3院也烧了，那才尽兴。陆星也意犹未尽，但也知道再不离开，怕是得阴沟翻船。果然，这场大火将许多花剑色禅院的弟子给引来，不乏一些长老从洞府中飞出，骂骂咧咧，想要找到纵火犯，赶紧救火！哪个王八羔子竟敢火烧我花剑色禅院？找到他，要他不得好死！无数高手怒吼，天空中许多弟子结阵，降落大雨，浇灭大火。而此刻，花剑色禅院上空，借着妙影神医和掩天机，无人能发现他们。看着花剑色禅院的人愤怒谩骂，火急火燎灭火，满脸痛快。哈哈，今天真是太尽兴了，戏耍欢喜禅宗3大院主，坑害阴阳魔君，火烧花剑色禅院，如此战绩必能在胖爷的传说史上留下浓厚一笔。一个字，牛！胖达捧腹大笑，相当的得意。胖达，要不是陆师兄，光我们2个可做不到这些呢。陈婉笑道。胖达嗨嗨2声，讨好的看向陆星：星哥，今天胖爷确实服你了，以后你就是我星哥，要是还有这种好玩的事，记得带我呗。陆星双手抱胸，看你表现咯。轰轰！就在这时，从另外3座禅院内各自散发出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屠醉他们来了，赶紧走！陆星道。赶紧走，赶紧走，被他们发现，那死定了。胖达直接秒怂，
拉着陆星和陈婉就快速逃离现场。混蛋，到底是谁放的火？去查，不把凶手揪出来，我欢喜禅宗脸面何在？贫僧要他的人头泡酒。三大院主气的脸都青了。接着屠罪找来一名花见色禅院的长老问道，刚刚那个弟子呢？把他找来。那名长老紧张道，三位院主，他不见了。闻言，三大院主一惊，心中皆是有种被阴了的感觉，但又找不到证据，只能暂时将此事压下，先把火灭了再说。地牢内，一名图鉴觉禅院的弟子跑进来，对另外几名看守的弟子道，听说了吗？花见色禅院被烧了，好大的火，半个禅院都快没了。另一名弟子震惊道，怎么会这样？是何人所为？那弟子摇头，不知道。听说那位敢当众暴打阴阳魔君，被三大院主看中的花见色禅院弟子也无端消失了，这里面明显有蹊跷。另一名弟子思索道，此人有问题啊。不远处被大阵囚困的阴阳魔君听到他们的谈话，心中亦是一惊，本尊早就看出来那小子有问题，说不定根本不是花见色禅院的弟子，而是背后的布局者，这场大火也是他所为。但会是谁呢？阴阳魔君的脑子里忽然跳出一个名字，那就是陆星，但很快被他否定，一个废材而已，怎么可能做成如此逆天之事？本尊居然会认为布局者是陆星，难不成之前那场大战伤到了脑子？阴阳魔君苦笑，罢了，先想办法逃出去再说。阴阳魔君道，可是现在我身受重伤，全身灵力被禁锢，连一个炼气境的弟子都未必打得过，如何逃出升天？想到这里，阴阳魔君满脸憎恨，王八蛋，别让本尊逃出去，否则找到你，定将你戳骨扬灰。啪！忽的一根鞭子狠狠抽在他身上，没有灵力防护，这一记鞭子打得相当之疼，连皮肉都打得绽开，鲜血淋漓。阴阳魔君疼得嚎叫一声，怒视那名弟子，你敢打本尊？本尊！那名弟子不屑道，都这时候了，还本尊？本尊真是可笑。嘿嘿，打一个元婴巅峰高手的滋味确实蛮不错的。话毕，啪啪啪，那名弟子不停抽打阴阳魔君，满脸兴奋。而阴阳魔君痛苦哀嚎。此刻陆星三人回到合欢宗洞府内，三人口干舌燥，不停找水喝。回来的路上，他们其实还蛮忐忑的，万一欢喜禅宗有什么宝物，借此发现了他们，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路，所幸是一路顺遂，没遇到任何危险。现在回到合欢宗老家，算是彻底安全了。婉儿师妹，你这次得了多少宝物？陆星问道。陈婉儿一挥手，桌子上便出现诸多宝物，有几本秘籍，还有一些丹药符箓，灵石才100来颗。陆星惊讶道，才这么点？忽的他余光瞥见一道胖乎乎的身影，正欲偷摸离开洞府，正是胖达。陆星揪住他后脖子的皮毛，冷冷道，胖达，你想走哪去？胖达嘿嘿一笑，胖爷去解个手而已，这么紧张干什么？陆星一把将他扔过去，道，赶紧把这次得到的宝物全拿出来，我们平分一下，怎么能让婉师妹吃亏呢？传出去，我们两个还有脸吗？胖达怒道，那是胖爷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凭什么拿出来分？小星子，胖爷看你就是觊觎我的宝物，是又怎么样？赶紧拿出来，别逼星爷我动手。陆星拔出诛邪剑，一副要切鸡鸡的模样，吓得胖达胯下一凉。最终他无奈只能将宝物都拿出来。不得不说，这肥熊抢到的宝物是真多，不仅储物袋里有，耳朵里有，就连裤裆里都藏着宝物。陈婉本想拒绝，但拗不过陆星。很快三人的宝物都拿出来，一张2米宽的大桌子都放不下，这要是让合欢宗其他人看到，得惊掉下巴。这么多宝物，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他们将这些宝物分门别类，最后再来分配。咦？这时陆星拿起一门秘籍，名为天宇流星步，乃是一门身法武技，而且还是地阶上品级别。正好他还没一门高阶的身法武技，这门天宇流星步很是适合他。这门武技我要了。陆星道。但胖达不干，欲抢夺过来，道，滚蛋，这可是一门地阶上品武技，还是身法，胖爷也需要。小星子，你赶紧还回来。啪！陆星直接拍掉他胖乎乎的黑手，道，也不瞧瞧你自己的吨位，还修炼身法，我看你滚得也挺快的，根本不需要。这样我那份灵石都给你，丹药也多分你一些。胖达一听，这才作罢，那还差不多。不久后，三人将宝物给分配完。陈婉满脸紧张，我还是头一次拥有这么多宝物，储物袋都沉甸甸的，这不是在做梦吧？陆星笑道，当然不是做梦，而且这点宝物算什么，以后星爷带你们发大财。胖达也笑不拢嘴，这么多宝物够他提升好多修为了。等他变成绝世强者，
那些绝色女修还不得乖乖送上兜兜。陆师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要不要告诉封主？陈婉问道。先等等吧，到时候我叫上你们一起去。陆星道。接着他问道，婉儿，我看你刚才拿着一本剑诀看了半天，难道也想成为剑修？陈婉脸色微红，我看陆师兄似乎也修炼了剑术，我也想修炼，跟陆师兄一样。陆星愕然，行，但万道殊途同归，你要是在这方面没天赋的话，就不要执着，知道吗？陈婉点头，撒狗粮，真恶心。胖达背着手道，走了，胖爷去修炼去了。陈婉也站起来，陆师兄，那我也去修炼吧。陆星笑道，去吧，回头我喊你们一起去找小姨妈。看着陈婉和胖达都进入一间石室，开始了修炼，陆星便也进入自己的修炼室，直接进入阴阳合欢珠内。他拿出天宇流星步，这门身法一共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星闪，第二层双流影，第3层化星。第一层星闪，顾名思义，进行短距离瞬移。陆星开始演练起来，不知过去多久，忽地，他身影陡然从原地消失，过而在数米外突兀出现，紧接着消失出现，消失出现，一连星闪7次，方才停下。不愧是地阶上品身法，集合了速度与鬼魅于一体，对战斗力的提升相当巨大。这才第1层，若是第2层，当即他现在修炼第2层双流影。所谓双流影，便是陆星可以画出另一个分身，宛若2个陆星同时杀敌，可以混淆视听，配合星闪，举手投足便可杀人。这一层陆星花了1个月的时间方才练成。第3层星闪，这一层比前2层都要厉害得多，身体可以化作数十道流星，流星速度非常快，可控制流星的方向，让自身在任意一颗流星的位置显化出身形，同时不停转换，轻松杀敌。这一层陆星花费足足3个月才修炼成功，整个天宇流星步足足花费了将近半年，真是一门强大的身法。有了它，即便是金丹中期的高手，我也能斗上一斗，说不准出其不意之下还能将其斩杀。陆星目露兴奋之光，这次花剑色禅院之行对他而言收获很大，无论是龙象般若功还是天宇流星步，都是实实在在的强大，对他的实力提升非常客观。此刻陆星的手中出现一块灵石，但他却摇头笑道，灵石对其他人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可以汲取灵石中的灵气，提升修为速度，但我没这个必要。吞噬别人的灵力来提升修为，比吞噬灵石来提升修为不知道快多少，得赶紧找下一颗韭菜了。从阴阳合欢珠内出来，外面仍旧过去一瞬，在修炼室打坐调息，等他出去的时候已经是晚上。陆星便将陈婉和胖达叫上，直接上了七情峰。七情宝殿，萧一妹打着哈欠，慵懒地躺在粉榻上。臭小子，大晚上找我过来，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我可是你小姨妈，你可别乱来。陆星无奈道，小姨妈别开玩笑了，婉师妹和胖达也在呢，我们来找你，是有要事禀告。萧一妹皱眉，要事？你们不会是闯了什么祸吧？想到这里，他脸色也肃然了些。陆星顿了顿，道如果非要说是闯祸，也未尝不可。萧一妹脸色一变，急忙道，臭小子，赶紧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陆星道，阴阳魔君把花空那秃驴给宰了，他还想把花空的死嫁祸给小姨妈你。什么？萧一妹大惊失色，竟有这种事？那老鬼疯了吧？花空可是欢喜禅宗4位院主之一，杀了他，欢喜禅宗还不得震怒？那混蛋是想挑起两宗大战吗？而且还想嫁祸给我，该死的老鬼竟如此歹毒！不行，这件事必须阻止，我们现在就去找那老鬼算账。但陆星却拉住萧一妹，笑道，小姨妈不必去了。萧一妹疑惑，为何？陆星三人相视一笑，露出一抹得意。我们知道了他的计划后，就跟着韩泽一伙人去了花剑色禅院。在花剑色，最后阴阳魔君被3大院主合力镇压，期间我还用欢喜神针阴了他一把。小姨妈，你猜阴阳魔君是怎么解欢喜毒的？陆星想起那画面，都是忍不住瞠目结舌。萧一妹一脸震惊，没想到陆星三人竟然做了一件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堂堂元婴巅峰的阴阳魔君给坑了，还坑得这么惨。这种手笔，宗内那些金丹乃至元婴的高手都未必办得到。臭小子，居然瞒着小姨妈做了这么危险的事，你要是出了事，我怎么给你娘交代啊？他一脸责怪，但脸上却挂着宠溺的笑容，问道，别卖关子了，快说阴阳魔君是怎么解毒的？欢喜禅宗的人不可能这么好心，给他找一个女修吧。陆星哈哈大笑，那自然不可能，他是自己给自己解毒的，你不知道。听完后，萧一妹直接傻眼了。我虽然知道阴阳魔君修炼了阴阳诀，可没想到
这阴阳诀还能这么用，佩服，真是佩服。不过，忽的，萧一妹揪住陆星的耳朵，骂道：“臭小子，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你一个炼气3层，居然敢去招惹阴阳魔君，还去花剑色禅院大闹！你以为自己有9条命吗？”陆星，痛！小姨妈，你轻点，我这不是没事吗？哼！萧一妹松开陆星，那是你运气好，这些事稍微出一点差错，你便死无葬身之地。下次再敢私自行动，别怪小姨妈辣手摧鸡。看到陆星被教训，胖达在一旁偷笑，随后道：“主人，你不知道，陆星还带我们洗劫了花剑色禅院的宝库呢，最后还一把火烧了花剑色禅院。”萧一妹一脸后怕，这个臭小子真是太疯了，胆子大到这种程度，万一他出了事，他如何向他娘交代？想到这里，啪的一声，小姨妈拿出鞭子就想将陆星给暴打一顿。小姨妈，别，阴阳魔君要陷害你，我怎么可能坐视不管啊？陆星躲到门后，再说，你要是把我打坏了，等我娘回来，你也没法交代啊。萧一妹气得跺脚，完全拿他没办法。最后忽的，胖达心间涌起一股凉意，只见萧一妹冷冷地看着他：“你知道这件事，居然不阻止他，还帮着他一起犯险，你有罪！”啪！萧一妹狠狠抽了胖达一鞭子，把他给抽飞出去。胖达嗷呜痛嚎，满脸委屈，明明是他的错，怎么就怪在我身上呢？不公平！陆星一本正经地拱手道：“胖达，你受苦了。”接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胖达气得恨不得将他大卸8块。陆星看向萧一妹，笑道：“萧姨，这次要不是我，阴阳魔君的毒计肯定就成功了，到时候欢喜禅宗肯定找你的麻烦。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怎么也得给点奖励吧？”萧一妹生气道：“你私自行动，以身犯险，我还没罚你呢，你还敢要奖励啊？”陆星却厚着脸皮道：“立在这大道之上，谁能保证不遇到一点危险啊？我这叫磨砺自身，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和强大。反正你得奖励我，不然等我娘回来，我就说你经常欺负我。”你……萧一妹气得血风阵战，最后摇摇头，无可奈何道：“行了，你就是不省心，说吧，想要什么奖励？”陆星嘿嘿一笑：“我们洗劫了花剑色禅院的宝库，暂时不缺宝物，要不萧姨亲我一下？这个要求不过分吧？”萧一妹骂道：“臭小子，变招法占你萧姨的便宜是吧？”胖达趁机指责道：“主人，陆星太坏了，居然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必须惩戒一番。”但他话刚说完，萧一妹就在陆星的脸上亲了一口，直接把胖达给看傻了。“主人，你……”胖达欲哭无泪：“你怎么真亲啊？”萧一妹冷哼一声：“怎么？他是我师侄，我亲一口怎么了？难道还需要经过你同意？”感觉到主人的杀意，胖达连忙摇头晃脑：“不，当然不需要，亲，必须得亲。”看着陆星脸上的红嘴印，胖达很是羡慕，因为主人从未亲过他，倒不是他对萧姨妹有什么非分之想，而是想要得到主人的喜爱。他见过许多灵宠，经常被主人亲吻，相处得非常快乐，他也想要这种快乐，但这种要求他可不敢提出来，否则主人动起手来，雄命不保。一会儿后，萧一妹正襟危坐，阴阳魔君虽然该死，但他毕竟是我和欢宗的宗主，若任凭欢喜禅宗囚禁和折磨，甚至杀死，对我宗非常不利。陆星一惊：“萧姨，你不会是想去救阴阳魔君吧？这种小人，若是留在合欢宗，才是大大的不利啊！依我看，不如趁机占领阴阳峰，扩大我们的实力。反正宗主本就支持各峰之间竞争。”胖达一想起可以去阴阳峰为非作歹了，心里一阵欢喜，喊道：“好，这个好。”但萧一妹摇头道：“不行，事关重大，不能轻举妄动，必须请示了宗主再说。”陆星，可宗主常年闭关，怎么请示？萧一妹想了想，事出紧急，管不了那么多了。明日一早，我们就去找宗主。翌日清晨，山间晨雾弥漫，萧一妹带着陆星几人御空前往合欢谷。合欢宗4大主峰成田自行排列，正中间有一处深谷，里面丛林密布，瘴气弥漫，还有各种灵兽生活。这处深谷便是合欢谷，也是合欢宗宗主的闭关之所。不久后，他们到达谷底，萧一妹催动灵力，驱散了周围的迷雾和瘴气，露出前方一处山洞。山洞两侧还有2座雕像，一座是男雕像，一座是女雕像。雕像下便是一道巨大的青石大门。这是陆星3人第一次来到这，见的还是宗主，不禁有些忐忑，就连萧一妹的神色都是一片冷峻。“你们在这待着，别乱碰东西，这里被布置了不少法阵，若是触发，会是不小的麻烦。”萧一妹叮嘱了一句，便来到大门前，恭敬道：“萧一妹有要事禀告宗主，叨扰宗主闭关，还请见谅。”话音一落，四处寂静无声。
里面并无半点回应。萧姨妹皱眉，又喊了几声，结果一样。陆星走过来道：萧姨，宗主真是在此地闭关。萧姨妹点头，错不了，此地因势所故，周遭灵气皆灌入汇聚，宗主必然会在此地闭关。陆星摸着下巴，可这么久了，半点回应没有，是修炼到了关键时刻，还是遇上了麻烦，或者根本不想见我们？萧姨妹想了想，事出紧急，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们直接进去。当即她走到石门前，双手不断结印，一道道特殊灵光打在石门上，石门立刻发光，浮现出一道阵法，无数符文缭绕。但很快阵法消散，石门轰隆隆发声，自动往两边打开，一股浓郁的灵气散发过来，令陆星神清气爽，感觉修为都增长了几分。真是洞天福地，灵气充沛到这种程度，怪不得宗主会选择在此地闭关。陆星感叹一声，走吧。萧姨妹带着几人进入洞府，沿着一条极为宽敞的圆形通道，一路七拐八拐，最终来到一处巨大的厅堂。厅堂四周摆设不少事物，明显有人居住。不远处的一处石台上放置一座大鼎，大鼎足可容纳10几人，通体金色，散发不凡的气息。萧姨，宗主就是在鼎内修炼吗？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陆星问道。萧姨妹面色凝重，先是拱手喊道：萧姨妹拜见宗主。但鼎内却一点回应没有。下一刻，萧姨妹直接飞了上去，落在鼎上。当看到空空的大鼎，还有大鼎底部的一个大洞，以及大洞下方的深幽窟窿，整个人石化当场。这是魔窟，不好，出事了！萧姨妹满脸冷色。见情况不对，陆星和胖达、陈婉儿也齐齐飞了上去，看到下面情景，都倒吸冷气。乖乖，如此不凡的大鼎底部居然破了个大洞，大洞下面还有不知深浅长短的窟窿，这一看明显就是出事了。萧姨，这怎么回事啊？什么人能伤害到宗主？陆星惊讶道。就在这时，一股黑气从魔窟内喷了出来。闪开！萧姨妹一手掀飞陆星他们，而后自身也退了出去。那团黑气从魔窟内喷出来，朝着陆星射了过来。什么东西？陆星大喊，随后拿出诛邪剑，一剑将黑气斩灭。萧姨妹连忙飞了过来，关心道：没事吧？陆星摇头，萧姨，这是什么东西啊？胖达和陈婉儿也是一脸后怕。那团黑气给人一种阴冷至极的感觉，非常不舒服，如同一只择人而噬的妖魔。是魔气！忽的，萧姨妹喝道：魔气！陆星三人异口同声，脸上露出骇然之色。这天地间有灵气，也有魔气，灵气纯正，而魔气阴毒。传闻藏魔渊内便是有着无尽的魔气，这也是为什么藏魔渊十分凶险的缘故，哪怕是元阴境的高手都不敢轻易踏入。很快，萧姨妹等人回到大鼎上，在合欢宗的地底深处有着一条暗道，这条暗道称为魔窟，而魔窟的尽头便是藏魔渊。萧姨妹语出惊人，陆星三人皆大惊失色。合欢宗的地底居然连接人人闻风丧胆的藏魔渊，这太疯狂了。萧姨妹继续道：100年前，合欢宗无数高手在魔窟内布下封印，阻止魔气和妖魔入侵宗门。但眼下的情形一定是封印出了问题，导致妖魔入侵，抓走了宗主。萧姨妹脸色铁青，幸好妖魔没有直接入侵整个合欢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陆星骇然，要不是我们来到这里，还发现不了这件事。萧姨，事不宜迟，我们得想办法修复封印，阻止妖魔入侵。至于宗主，先解决了封印，再想办法救宗主。萧姨妹点头，事到如今，只能如此。星儿、胖达、陈婉儿，你们助我布置封印。只见他身体腾空而起，打出一道粉红灵力，将大鼎拉到空中。砰砰砰，无数掌印夹着法诀尽数打入大鼎内，大鼎表面居然浮现出一层层的金光，缭绕符文。当的一声，最后竟展开一道巨大的金色阵法。这还未完，萧姨妹一挥手，数十杆阵旗插入四方，布置出一道阵法。这个阵法以大鼎为阵基，将萧姨妹体内的灵力不断的吸纳。这可是封印大阵，封的还是妖魔通道，需要的灵力何止一点，即便是萧姨妹拿出诸多宝物和灵石都是不够。就是现在，我需要你们的灵力。萧姨妹脸色微白，大喊一声。随后，陆星和胖达、陈婉儿相继打出一道灵力光束，连接萧姨妹的背部，输入灵力。胖达和陈婉儿现在都是筑基境，而陆星更是金丹境。当然，为了掩盖自己的修为，他不得不高喊一声爆灵诀，燃血术。在三人的加持下，萧姨妹才勉强撑住，最终将封印大阵给布置成功。忽的，萧姨妹眼前一黑，从空中落下。萧姨，
陆星大喊，冲过去将萧姨妹给接住。萧姨妹摇摇头道：“放我下来吧。”陆星一言将她放下，焦急道：“萧姨，你没事吧？”萧姨妹：“没事，就是有些脱力，很快就能恢复。如今封印已成，短时间内妖魔入侵不了宗门。我们先回去。”七情宝殿，萧姨妹花了点时间恢复不少。陆星问道：“萧姨，事关重大，我们要不要将此事告知其他峰？另外，妖魔之事关系整个北荒，欢喜禅宗和万花仙宗只怕也不能置身事外吧？”萧姨妹无奈道：“这件事的保密，否则会造成恐慌，反而不利。至于欢喜禅宗和万花仙宗，他们巴不得我们被妖魔攻陷，怎会在乎后果？”陆星道：“那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要救宗主，光靠我们恐怕不行。”萧姨妹道：“救宗主的事得从长计议，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稳住宗门，毕竟这件事瞒不了多久，而四峰之间本就不和，倘若六域魔君和厉三娘知晓此事，宗门必定内乱，后果不堪设想，甚至还可能发生争夺宗主之位的内战。如果这时候欢喜禅宗或者万花仙宗趁虚而入，那和欢宗就完蛋了。”陆星点头，言之有理。那萧姨的意思是？萧姨妹妖娆一笑，自然是拿下阴阳峰。如果我能掌控两峰，那无论是六域峰还是合欢峰，都无法与我抗衡。宗门的话语权便落到我的手里，届时宗主失踪之事才可告诉他们，并商议营救宗主之事。胖达闻言一喜，主人英明啊，只要拿下阴阳峰，那整个宗门的人都得听主人的，就算当上宗主也不在话下。闭嘴！萧姨妹却骂了他一句：“宗主下落不明，这个时候我岂能觊觎宗主之位？先拿下阴阳峰再说吧。”胖达低着头不敢言语。这时候萧姨妹看向陆星：“星儿，你鬼点子多，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拿下阴阳峰？”胖达却忍不住道：“当然是直接干上去，阴阳魔君不在，他们哪是我们的对手，分分钟拿下。”陆星一脚踹过去：“死肥熊，你就知道干我们七情峰突然向阴阳峰开战，到时候宗门怕是要大乱。”胖达没好气道：“那你说怎么办？难道你还想靠嘴巴去降服他吗？”陆星瞪了他一眼：“我自然有兵不血刃之法。”萧姨妹一听，立即询问：“星儿，你快说是什么方法？”陆星笑道：“听说阴阳峰有一名长老，名为穆弘，乃是阴阳峰执法堂堂主。此人仗着手中权势，中饱私囊，恶贯满盈，最是该死。不过不得不承认，这穆弘在阴阳峰是除却阴阳魔君外，权势最大的人，而且修为还是元婴8层。倘若能将他拿下，便可拿下整座阴阳峰。”听到这个穆弘，陈武尔的脸色都白了几分。听说穆弘长老经常强迫宗门女修，引得怨声载道，偏偏阴阳魔君根本不管，还主动维护。而且大部分的弟子每月都得给他送礼，谁要是不送，下场可想而知。这个人太可怕了，我觉得比阴阳魔君还可怕。陆星拍了拍陈武尔的肩膀，安慰道：“放心，他迟早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而现在我们要以大局为重。听说穆弘身上有一本香火簿，上面记载着每一名弟子孝敬给他的宝物，上面还有几页名单，名单上的名字全是被他欺负过的女修。只要拿到香火簿，必能以此为把柄，让穆弘乖乖听话。”萧姨妹眼睛一亮，当即妖娆一笑，看向陆星：“还是星儿有办法。这香火簿的事我也偶然听起过，这是个好主意。只是这件事我不宜出手，而穆弘可是元婴8层，想要从他手里拿到香火簿，只怕不易。峰内高手不少，但一时间也想不到合适人选。”然而陆星却笑道：“小姨妈，这件事你不用担心，在偷盗方面，就算是元婴高手，怕也比不上胖达。有他在，香火簿必能到手。”胖达有意在主人面前表现，难得没有怂，反而拍着胸脯自信道：“主人放心，胖达别的本事没有，偷东西，嘿嘿，最拿手。我一定帮主人拿到香火簿。”萧姨妹摸了摸胖达的头，道：“好，这件事便交给你了。只要拿到香火簿，我会好好奖赏你。”闻言，胖达兴奋的眼睛都眯了起来，享受着主人的抚摸，甚至他已经想好了要什么奖励。离开七情宝殿，胖达便要前往阴阳峰偷香火簿。死肥熊，你要是就这么去偷，保证变死熊。陆星笑道：“小星子，你再咒胖爷，胖爷一屁股坐死你。”胖达怒气冲冲道。陈婉道：“胖达，陆师兄也是关心你，怕你出事。穆弘长老可是元婴8层，万一被他发现，后果不堪设想。”胖达一听觉得有道理，当即不耐地看向陆星：“你是不是又憋了坏水？”陆星气笑了：“你这死肥熊，我这是为你好，别嘴里吐不出象牙。你去偷香火簿，但你知道香火簿是在穆弘身上呢，还是在他洞府里？如果在他身上，
你怎么偷？胖达愣住了，抓了抓头，那怎么办？陆星笑了笑，我数月前跟阴阳峰一名弟子喝酒，听他诉苦，方才知道穆红的香火不藏在他洞府内的一间密室中，那间密室还布置了结界，以你的修为不可能破开。所以很快他拿出2样东西，一样是一幅地图，另一样则是一张符箓。这张地图呢，乃是穆红洞府的结构图，方便你尽快找到密室所在。至于另一张，不待陆星说完，胖达一下夺过去，惊讶道：陆星，这不是破戒符吗？你将阴阳魔君那张破戒符给偷摸搞到手了。贼啊，你比胖爷还鸡贼。陆星道：我这小手段，屠罪3人肯定知道，只是没戳破而已。也幸好他们没戳破，不然就只能去找小姨妈拿破戒符了。但这种东西极为难得，就算小姨妈有，也还是留在她身上比较好。胖达满不在乎道：现在有了地图，又有了破戒符，嘿嘿，别说香火部，老挝胖爷也给他端了。陆星看着胖达这副得意的臭脸，就想抽他，没好气道：行了，现在我来说说计划。未免穆红突然回去，我和婉慧易容假扮成阴阳峰的弟子，然后在阴阳峰放火，引他出来，拖住他，到时候你抓紧时间偷香火部，不管成没成，离开的时候记得放信号。胖达不耐烦道：啰啰嗦嗦，知道了。做了一些准备后，3人一起来到阴阳峰。此刻陆星和陈婉都易容了，还穿着阴阳峰的弟子服。至于易容的办法，正是画骨皮。当初花千羽帮他们易容时，陆星也偷着学了一下。这画骨皮虽是独门，但施展起来并不难，加上陆星脑子活，所以很快就学会了。胖爷我走了，你们好好打掩护。胖达笑了一声，激活妙影神医，立即隐身离去。陆星道：婉儿，我们放火去。陈婉小脸一红，先是在花剑色禅院放火，现在又在自家宗门阴阳峰放火，这样的坏事他以前想都不敢想。不过不得不承认，还挺爽。陈婉微微点头，任由陆星拉着小手朝着内峰走去。那偷偷摸摸的样子，像是一对在外偷情的小情侣。不多时，2人来到一片建筑前，陆星和陈婉拿出一些火系符箓，直接施展。当即一颗颗火球从天而降，砸入建筑中。不多时，漫天大火直接吞灭大片建筑，将半边天都给染红了。这么大的火自然引人注意，很快就有弟子从远处飞来，并且怒吼：何人在此纵火？给我滚出来！闻言，陆星连忙拉上陈婉，逃到远处去，另找第2处纵火。渐渐的，惊动的弟子越来越多，大部分都加入了灭火的队伍，只有一小部分想要抓到纵火犯，去穆红长老那里邀功。此刻穆红的洞府外，一伙弟子飞来，其中一人喊道：穆红长老，出大事了！没过多久，一名鹰钩鼻、3角眼的青袍丑陋老头飞了出来，脸色阴沉，何事惊扰？此人正是穆红。看到他，这伙弟子立刻低下头，露出惶恐之色，显然非常害怕穆红。但那名弟子还是连忙道：有人在阴阳峰纵火，多处起了大火，目前正在灭火，但似乎有人刻意纵火，一处火被灭了，另一处又烧起来了。穆红大怒，何人竟敢在阴阳峰纵火，活得不耐烦了。走，跟本长老去找纵火犯，抓住他，定叫他后悔来到这世上。当即穆红带着他们急速离去。而看着他们离开，洞府外一个隐秘的小角落，胖达内心欢喜，垫着小熊脚，偷偷摸摸地溜进了穆红的洞府内。在胖达的胸口贴着一张破戒符，洞府外的结界根本就拦不住他。摊开地图，胖达立即就找到了藏着香火部的密室。胖达胖乎乎的手触碰石门，可下一刻却被猛力弹开，狠狠撞在了墙壁上。哎呦，痛死胖爷了！胖达气愤道：这该死的穆红居然布置这么强大的结界，这里面一定有宝物。下一刻他又换了一副贱兮兮的兴奋表情，幸好胖爷有破戒符，这里的结界明显强于外面，想要打开必须将破戒符催动到极致。胖达拿起破戒符，输入胖达的灵力，然后寄出去，破戒符化作一道流光，狠狠撞击在结界上，咔嚓一声，结界宛若玻璃般尽数的破碎，而那道破戒符的力量也消耗殆尽。哈哈，结界破了！胖达急速滚进密室中，当看到架子上琳琅满目的丹药宝物，兴奋极了。胖爷的乖乖，那老家伙居然在这里放了这么多宝物，做得好，做得好啊！这一下全是胖爷的。说罢，胖达一挥手，将这些宝物一个个收进储物袋中。我的，都是我的，我收，我收。不一会儿，胖达就将这里的宝物全都装包了。等等，赶紧找香火部。胖达又找了起来，终于在一个很是隐蔽的地方找到了线索，那是阴暗角落的一幅美人图。揭开美人图，触发后面的机关，墙壁上立刻出现一个洞口，洞口内
摆放着一个盒子，而在这个盒子里正是一本册子，册子上写着“香火部”3个字。哈哈，找到了！胖爷真是智勇双全，盖世无双啊！胖达满脸得意，而后收敛神色，小心翼翼道：“赶紧溜，万一那老家伙突然回来，就真变死熊了。”与此同时，陆星和陈婉还在纵火，也不知道胖达成功了没有。陆星一边祭出火系符箓，一边担心道：“陆师兄，胖达可以的。”陈婉道：“忽地，一道火焰自远方升入天空，然后炸开，形成漫天火花，是胖达的信号。”陆星露出笑容，看样子已经得手了，我们赶紧离开。陈婉点头，可两人刚要走，不远处一伙人飞来，同时一道冷笑传来：“二位哪里走呢？”陆星定睛一看，竟是穆弘他们。该死，我们易容了，还假扮阴阳峰弟子，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不愧是元婴8层的高手。陆星皱眉道。陈婉小脸慌张：“陆师兄，那怎么办啊？”“我们赶紧逃吧。”陆星道。2个人逃肯定不行，婉师妹，你听我说，你先回七情峰，我随后就到。陈婉大惊失色，不停摇头，泪眼汪汪：“不行，我不能丢下你，大不了我跟陆师兄一起死在这。”陆星无语，不就是放了一把火而已，就算被识破身份，也到不了死那一步。而且我有办法逃走，但你要是在这，我可就逃不了了。陈婉认真道：“陆师兄，你不会骗我吧？”陆星帮他擦掉眼泪，笑道：“我骗你干什么？赶紧走吧。”陈婉满脸犹豫，最后还是决定先走，不想拖累陆师兄。陆师兄，那我先走了，你一定要安全回来。你若是出了事，婉儿绝不独活。说罢，陈婉便急速逃下山去。为了给婉儿争取逃跑的时间，陆星立刻朝着后山飞去。穆长老，小贼分开了，该怎么办？一名弟子问道。穆弘冷笑：“抓走了一个，就能抓住2个，去抓逃往后山的那个。”话毕，他身影一闪，便已消失。后山一处密林，陆星在林中狂奔，而在上空，一道红光逼近，正是穆弘。穆弘看着陆星，玩味道：“小贼，你已是本长老掌中物，何必徒劳挣扎？束手就擒，本长老不会为难你。”陆星骂道：“滚蛋！谁不知道你穆弘长老恶贯满盈，手段毒辣，落到你手里，死都是一种痛快。”哟，穆弘一笑，还挺了解我。假扮阴阳峰的弟子，在阴阳峰纵火，你居心何在？陆星笑道：“你要能抓住我，自然告诉你。”穆弘脸色一沉，自己竟被一个小贼如此轻视，当下怒道：“冥顽不灵，那就别怪本长老不客气了。”只见他一掌抓了出去，天地灵力汇聚而来，化成一只参天青手，碾压无数古木，朝着陆星抓来。陆星一惊，感觉到这只大手中所蕴含的可怕力量，真要被抓住，定然挣脱不出，沦为待宰羔羊。元婴8层又如何拼了？陆星停了下来，身体摆出一个动作，4神龙伏地，又4巨象仰天，身上的气息节节攀升，更有龙吟象鸣之声。同时双手一上一下，在胸前相对，便见那里一道道黑金光力凝聚，渐渐的凝成一个半人高的巨大光团，其内能感觉到毁天灭地的力量，正是龙象般若功第4式龙象阵域。去！陆星一声大喝，手中黑金光团猛然推出，迎向青色大手。与此同时，陆星又拿出一把剑，这把剑得自欢喜禅宗，并非诛邪剑，以免被看出端倪。星辰剑意，陆星催动剑意，施展千星剑诀终极式千星归一。只见他体内的灵力尽数爆发出去，在空中凝结出一把把金色的剑，隐隐的天穹之上有星光垂落，注入这些剑中，让每一把剑的气息都变得相当可怕。而就在这时，这无数的金剑纷纷在前方融合化一，形成一把巨大的金剑，其内蕴含星辰之力。斩！他双手握住巨大金剑剑柄，朝着青色大手狠狠斩下。轰！天空中黑金光团立刻撞击在青色大手上，瞬间发生可怕的爆炸，宣泄而出的猛烈气浪将周围的古木尽数粉碎。好霸道的武技！穆弘一惊，但随即轻笑道：“只可惜你修为太低。”果然，黑金光团并未能奈何青色大手，只是令其透明了不少，依旧朝着陆星拍来。但陆星的第2击到了，金色大剑狠狠斩中青色大手，当！居然发出金铁交击之声，一掌一剑在空中短暂僵持，随后金剑发出碎裂之声，上面一道道裂纹蔓延而开，最后轰的一声，金剑爆开，化成无数金色光点，逐渐消散。但这一击再度消耗了青色大手一部分力量，此刻的青色大手几乎透明，不剩多少威能。陆星连忙用剑抵挡，哇！陆星被震飞出去，
口吐鲜血。幸好他纯阳圣体足够强大，加上穆弘并未动用全力，所以并无大碍。借着这一击，陆星倒退数百米，借助天宇流星步的第一式星闪，又到了100米之外。炼气3层不可能有这种力量，看来你隐藏了修为。本长老倒要看看你到底是谁。穆弘追了过去，但等他到了那里后，却看到无数流星朝着四周飞去，有的进入密林深处，有的朝着密林外飞去，还有的朝着天空飞去，甚至有的钻入土里。这是什么？穆弘皱眉，一掌打出，恐怖的气浪将无数流星击灭，但仍然有不少流星四散到了远处。穆弘无法同时将这些流星击灭，只能寻了一个方向，朝着密林外追去。而此刻密林地下一道身影躺着，正是陆星。方才他借助天宇流星步第3式化星进入底下，加上掩天机，成功躲过穆弘的探查。感知到穆弘的离开，陆星并未直接出来，而是等待着。果然才一会儿，穆弘就急速飞来，脸色难看。该死的小贼居然跑没影了，连本长老的神识都无法感知到，难道真被他逃走了？想到这里，穆弘气得火冒三丈，气死本长老了，气死本长老了！该死的小贼，等哪天把你找出来，让你不得好死！很快穆弘离开，又等了一会，确定穆弘不会回来后，陆星才一掌打翻土层，飞了出来。老家伙，跟爷爷我斗，你还嫩！陆星一笑，当即立刻离开此地，返回七情峰。大殿外看着烧得一片焦黑的建筑，穆弘差点气得吐血。穆长老，火已经灭了。一名弟子战战兢兢道，他知道穆长老没有抓住那2名小贼，此刻正在气头上。峰主呢？穆弘怒吼。一名阴阳魔君的亲传弟子走出，师尊之前还在山上，可刚刚我过去，师尊并不在。穆弘皱眉，不在。阴阳殿呢？亲传弟子道，穆弘长老，我找遍了，还去其他峰问了，都没有找到师尊。穆弘脸色越发阴沉，趁峰主不在，在阴阳峰纵火，那个小贼怎么知道峰主不在？还有，他们为什么要纵火？忽的，穆弘一惊，等等，峰内可有少什么东西？各处重地可有检查？一名金丹长老道，回禀穆长老，各处并无不妥，也无缺失。穆弘拧着眉头，百思不得其解，不偷东西，不伤人，只是纵火，脑子有病吗？可忽的，他抬头，一副猛圈，又有种恍然大悟的模样。混蛋，这是调虎离山！穆弘惊叫一声，立刻化红而去。很快，他就回到洞府，当看到空无一物的密室，整个人石化当场。啊！该死的小贼，我的宝物！穆弘仰天大叫，眼泪汪汪，满心肉疼。这些宝物他可是收集了多年，如今全没了，简直是在挖他的心，挠他的肝，顶他的肺啊！下一刻，似想到什么，穆弘连忙来到美女图前检查那本香火簿。可当看到空空如也的盒子，穆弘气得浑身颤抖，而后啊的一声吐出大口鲜血，整个人身体一歪，干脆气晕过去。七情宝殿，胖达大笑。穆弘那老家伙还以为把香火簿藏到墙壁中，胖爷就发现不了。胖爷一眼看到那张美女图，就知道香火簿肯定藏在后面。果不其然，被胖爷给轻松找到了。小星子，胖爷英武吧，神勇吧，智谋吧！陆星骂道，少给自己脸上贴金，要不是我的地图和破戒符，你连门都进不去。还有，我和婉师妹不给你争取时间，等穆弘回来，直接把你变死熊。胖达气愤道，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功劳都是你的？陆星耸耸肩，当然不是，只不过主要功劳在我和婉师妹，你功劳最小。你！胖达咬牙切齿，陆星，胖爷跟你拼了！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萧一妹无奈道，行了行了，你们都有功劳，都有嘉奖，心儿，你要什么奖赏？陆星笑道，要不再亲我一口？萧一妹脸色一红，媚眼瞪着他，臭小子，长能耐了是吧？不久前才亲过了，居然还要？你不会针对小姨妈有什么想法吧？我告诉你，这绝对不行。陆星苦笑，你是我娘的师妹，我能有什么想法？就是想跟你亲近亲近。如果你不答应，我娘亲会伤心的。萧一妹动人的刮了他一眼，没好气道，算了，说不过你。话毕，便走到陆星面前，在其脸上微微的亲了一口。陆星感觉到了柔软、清香，有种被爱包裹的感觉，美妙至极。看到他那陶醉的模样，一旁胖达咽了咽口水，连忙道，主人，我也要奖励。萧一妹淡淡道，你想要什么奖励？胖达欲言又止，最后忍不住道，我也想要亲亲。砰！啪！陆星的大脚，萧一妹的鞭子同时击中胖达。可怜的胖达嗷呜一声被打出大殿，摔了个屁股朝天。
死肥熊，皮痒了是吧？龌龊心思都打到小姨妈身上去了。陆星骂道，还想要亲亲？你还真是雄心豹子胆啊！胖达委屈巴巴地坐起来，看向萧姨妹，主人，这不公平，凭什么他可以，我不行啊？陆星笑了，你一个灵宠罢了，还想上天啊？萧姨妹肃然道，胖达，不要有这种非分之想，再敢有这种非分之想，就不是一鞭子那么简单了。至于你的奖励，也就此作罢。胖达傻眼了，主人，我错了，奖励能不能不取消啊？我这也太惨了吧！他哭天抢地，仿佛受到了极大的冤屈。萧姨妹看他哭着卖惨，想了想，便道：如果你真想要奖励，也不是不可以。这是根鸿蒙紫灵竹，里面蕴含一缕鸿蒙紫气，你拿去吃吧。胖达闻听，顿时惊喜不已。虽然没有得到主人的亲亲，但这鸿蒙紫灵竹也是好宝贝啊！他高兴地跑过来，接过鸿蒙紫灵竹，如获至宝，三下五除二地吞入腹中。胖达感觉自己的肉身都在被鸿蒙紫气蕴养，加上他之前吃过不少丹药，现在的他简直就是一尊宝体，哪怕是鲜血都能当灵丹妙药去使用。陆星摩挲着下巴，心里想到，以后找不到灵丹妙药的时候，或许可以给胖熊放血，以解燃眉之急。萧姨妹手一伸，把香火布给我。胖达这才想起香火布还在自己身上呢，便连忙将其拿出来，恭敬地放在萧姨妹手上。萧姨妹翻开香火布，里面有着一行行文字，记述着所有弟子孝敬给穆弘的宝物，有的弟子不止孝敬一件宝物，最多的达到10几件，这样的记录足有数十页，加起来所有弟子孝敬穆弘的宝物多达上千件。这还是孝敬宝物的记录，在后面还有一份名单，全是女弟子的名字，有200多个。陆星道，这个穆弘当真是该死。小姨妈，你不知道，我听阴阳峰一名弟子说过，穆弘长老非常变态，每个和他双修过的女弟子都伤痕累累，甚至被凌辱而死。很多女弟子不愿与其双修，便用强制手段，刚烈一些的被他活活打死。而且这个穆弘有些心腹，这些心腹靠着孝敬穆弘，在风中为所欲为，欺辱许多弟子，一些女弟子也被他们羞辱致死。萧姨妹合拢香火布，脸色难看至极。这个穆弘好大的胆子，简直罪该万死。陆星道，穆弘自然是该死，但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小姨妈，我建议现在就带人前往阴阳峰，有这本香火布在，谅他不敢不乖乖听话，帮我们掌控阴阳峰。萧姨妹站了起来，冷哼一声，她若敢不从，凭这本香火布，本座可将他就地格杀。说着，她看向陆星，星儿，事情未成之前，不宜惊动其他2峰。你去找敏君，让他带一些人，随我们一同前往阴阳峰。洞府外，当严敏君从陆星口中听说师尊打算现在拿下阴阳峰后，十分震惊。陆星怎么突然要对阴阳峰动手？严敏君郑重道，2峰的实力乃是伯仲之间，真打起来对宗门没有任何好处。不行，我要去劝劝师尊。但陆星将他拉住，无奈只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听完后，严敏君直接石化了。他在密室内修炼的这段时间，外面居然发生了这么多大事吗？花空被阴阳魔君击杀，阴阳魔君被欢喜禅宗囚禁，宗主生死不知，魔窟隐患，火烧阴阳峰，这一桩桩一件件，简直耸人听闻。你说的是真的？严敏君非常不信。陆星道，当然是真的，不信你可以问小姨妈。事不宜迟，你赶紧整顿人马，全都要可靠的。另外，这件事必须保密，在拿下阴阳峰之前，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尤其是六玉峰和合欢峰。严敏君也知道这种事，陆星不可能开玩笑，毕竟师尊也会前往阴阳峰。当下便去整顿人马。差不多半个时辰后，七情宝殿外，严敏君带着数十名高手前来。见状，萧姨妹道，随本座前往阴阳峰，拿下阴阳峰。星儿，你修为太低，我带你一起。只见他一招手，陆星便飞了过去，站在萧姨妹身边。你不是恐高吗？搂着我的腰吧。萧姨妹提醒一声，还主动把陆星的手放在她的丰润蛇腰上，那种触感相当的柔软，扑鼻而来的香味令陆星有些沉醉。嘿嘿，多谢萧姨。严敏君等人看到这一幕，无奈摇头，只能感叹峰主对陆星实在是太宠溺了，在整个合欢宗也只有陆星能对峰主做出这种亲密动作了。对此他们也是司空见惯，纵然不妥也没人敢说什么。倒是胖达露出羡慕嫉妒之色，当然他也明白自己在主人心目中的地位那是远远比不上陆星的。陆师兄，陈婉儿低声喊了一句，表情有些落寞。他原本是想和陆星共成一剑的，可没想到峰主把他给喊了过去，而且看到陆星跟萧姨妹这么亲密，他心里总有点刺刺的感觉。阴阳峰穆弘洞府内，求求你穆长老放过我吧。不要不要。石床上，
穆弘将一名身姿绰约的女弟子压在身下，正欲不轨。不久前，穆弘行转，火气难消，便让弟子强行把这名女弟子带过来，帮他泄火。女弟子听说了穆弘的变态，非常不愿意，但穆弘根本不在乎，强行动手。要知道，穆弘可是元婴8层，而这名女弟子才初入筑基，根本无法反抗，眼看就要被穆弘凌辱。忽的，洞府外，一名心腹弟子喊道：“穆长老，大事不好了！萧峰主带人前来阴阳峰，来势汹汹，我们根本拦不住。”穆弘一惊，起身穿好衣服，来到洞外。你说什么？萧一妹这个时候过来，想干什么？走，去看看。此刻，阴阳大殿外，严敏君等人站在萧一妹背后，冷冷地看着周围的阴阳峰弟子。萧一妹坐在大椅上，等待穆弘的到来。你们七情峰到我们阴阳峰做什么？赶紧滚！一名金丹长老怒喝。四峰之间明争暗斗，并不和谐。而这时候，萧一妹带着这么多人闯到阴阳峰，姿态高傲，根本没把阴阳峰放在眼里。阴阳峰的人怎能不怒？聒噪！萧一妹一挥手，打出一道粉红灵光，那金丹长老根本抵挡不住，吐血倒飞出去。正好穆弘带人抵达，接住那名金丹长老。穆弘满脸阴沉，无惧萧一妹，冷喝道：“萧峰主，你这是什么意思？来到阴阳峰伤人，简直岂有此理！”萧一妹挥了挥粉袖，妖娆一笑：“伤人又如何？这次本座过来是为了通知儿等，从今日开始，阴阳峰上下全体归顺七情峰。”穆弘大怒：“你说什么？让我们归顺七情峰？凭什么？”唰！萧一妹瞬间出现在阴阳峰众人之间，顿时香风扑鼻，令不少弟子直接沉醉其中。但下一刻，萧一妹粉袖一挥，恐怖的元婴之力将所有人震飞。凭什么？就凭本座的实力比你们都强。萧一妹傲然道：“谁敢不从，本座可打到他服为止。”穆弘忌惮地看着萧一妹。真打起来，阴阳峰没人是萧一妹的对手。萧峰主的实力确实比我们都强，但未必比得上我们峰主。真打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萧峰主还是带人离开吧。穆弘阴沉着脸道。然而萧一妹却掩嘴，咯咯笑起来。穆弘，真当本座不知吗？你们峰主根本不在阴阳峰，怕是出了事也不一定呢。穆弘惊讶，萧一妹怎么知道峰主不在？难道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而听说峰主不在，众人慌乱起来。没有峰主在场，谁是萧一妹的对手？如果不归顺七情峰，只怕萧一妹不会放过他们。见状，穆弘连忙大喊：“你们怕什么？峰主不在又如何？他萧一妹难道还真敢杀了我们不成？他真这么做，宗主出关，第一个饶不了他。”闻言，众人微微点头，镇定不少。可萧一妹玩味地看着穆弘：“穆弘，你当真不归顺？”穆弘冷笑：“抱歉，阴阳峰任何人都不会归顺七情峰。”萧一妹摇头失笑：“本座倒要看看你能笑到几时。”言罢，直接拿出香火布。看到这东西，穆弘的眼睛一下瞪直了，他瞬间明白了一切。原来是萧一妹命人在阴阳峰纵火，还偷了他的宝物和香火布。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他顺从，帮他拿下阴阳峰。萧峰主，你无耻！穆弘怒吼：“无耻！在说你自己吗？”萧一妹鄙夷，坐在大椅上，将香火布丢给陆星，妩媚一笑：“星儿，给大家念一段吧，让大家看看认识认识什么叫真正的无耻。”陆星笑道：“遵命，小姨妈。”当即他翻开香火布，念了起来：“苍兰历18911年9月初8，弟子赵春孝敬宝物灵文鼎一尊。苍兰历18911年10月初3，弟子灵异孝敬宝物天玄宝剑一把。”每念一句，穆弘的脸色就惨白一分。之前他还存在侥幸，认为自己的猜测是错误的，指使纵火与偷盗的幕后人并非萧一妹，而眼前这本香火布一定是伪造的。可现在看来，幕后人就是萧一妹，这本香火布也货真价实。至于周围阴阳峰的人，有的明白陆星念的是什么，有的则并不知晓。陆星，你念的是什么？阴阳峰一名金丹长老喝问。谁知旁边穆弘直接怒斥：“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金丹长老还想说什么，但很快明白过来，不敢再言语。穆弘恼怒地看向陆星：“够了，别念了。”陆星嗤笑：“别啊，我这念的兴起呢。穆弘长老这么生气，这本香火布不会跟你有关系吧？”穆弘长老身为阴阳峰执法堂的堂主，应该明白，如果这本香火布所说属实，那么根据宗门法规，用不正当手段贪没弟子宝物之人是要被废除修为，逐出宗门的。穆弘脸色铁青：“放屁！本长老身为阴阳峰执法堂堂主，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你不要诬陷本长老。陆星点头，穆红长老别生气，我自然明白，您不是这种人。毕竟这本香火部涉及的罪名可不止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还有凌辱女弟子等泼天大罪。一旦坐实，废除修为，逐出宗门都是轻的呢。这时，萧一妹站起来，冷喝道：“等查出这本香火部是谁的，本座会立刻出手，为宗门清理门户。”穆红，你可知道这本香火部是谁的？闻言，穆红连忙惶恐摇头：“不知道，反正不是本长老的。”哦，萧一妹笑道：“那就好。”然后重新坐了回去。而陆星看着穆红，淡淡笑道：“看来穆红长老对于归顺之事已经有了新的决定，不是吗？”穆红咬牙切齿，没想到自己被这帮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现在他就算再不想归顺，也只能认栽。当即他转过身，对着阴阳峰众人道：“实话告诉你们，峰主似乎失踪了。阴阳峰不可一日无主，本长老觉得萧峰主来统领我们阴阳峰，再合适不过了。”闻言，全场哗然，震惊。穆长老，峰主为何会失踪？这可如何是好？金丹长老皱眉道：“峰主失踪一事，本长老也不清楚。但既然阴阳峰归顺了萧峰主，那萧峰主自然会去查找他的下落。那么对于归顺一事，诸位可有异议？”穆红道：“整个阴阳峰现在基本上是穆红说了算。现在穆红都归顺了七情峰，那他们哪敢有什么异议？”当下没人说话。很好，萧一妹站起来，从今日开始，阴阳峰诸般事宜由本座说了算，谁敢违逆，本座绝不客气。阴阳峰众人面面相觑，很不甘心，但又无可奈何。上面的人斗，他们下面的人根本做不了什么，也不敢乱做什么。万一站错了队，后果不堪设想。都散了吧。穆红对阴阳峰众人道。等阴阳峰众人离开后，穆红方才怒道：“萧峰主，你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逼迫本长老妥协，不觉得丢面吗？”萧一妹淡淡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穆红，你该庆幸自己对本座还有用，否则凭借这本香火部，本座可立刻将你斩杀于此。放心，只要你乖乖听话，你这条老命就能保住。”穆红脸色阴晴不定，那敢问纵火的小贼是何人？居然能从本长老的手底下逃走，不曾听说七情峰什么时候有这样了不得的人物。最关键的是，此人居然看上去仅有炼气3层的修为。萧一妹一惊，看向陆星：“你跟穆红交手了，还从他的手底下全身而退？”穆红惊讶地看向陆星，一副匪夷所思的表情：“不可能，他不过是一个炼气3层的废材。他……”忽的，他盯着陆星：“你是炼气3层，那个小贼也是炼气3层，莫非真是你？可是怎么可能呢？以你这废材的实力，怎么可能从本长老的手底下逃走？”陆星冷哼，一口一个废材，你一个元婴8层，却连我一个炼气3层都奈何不了，岂不是废材不如？你……穆红怒道：“如果本长老猜得不错，你不过是靠着宝物才能从本长老手里逃走罢了。而且本长老确实轻敌了，若认真对待，你连用出宝物的机会都没有。”够了。萧一妹冷冷道：“穆红，星儿是本座的师侄，以后说话最好客气一些，否则的话，本座不介意给你一些教训。另外，打消你心里那点小心思吧，想着等阴阳魔君回来，替你拿回香火部，夺回阴阳峰。实话告诉你，你们峰主怕是回不来了。”穆红失色，什么意思？萧一妹道：“阴阳魔君杀了花空，被欢喜禅宗3大院主联手镇压，如今被囚禁在欢喜禅宗，能不能活下来都不知道，还想回合欢宗？做梦！”什么？穆红大吃一惊，眼皮都在抖，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就连严敏君等人都露出震惊之色。萧一妹道：“行了，只要你乖乖听话，本座不会亏待你。但如果有二心，本座随时都能出手替宗门清理门户。”穆红知道一切已尘埃落定，峰主都成了欢喜禅宗的阶下囚，指望不上了。现在只有服从萧一妹才有活路。萧峰主放心，日后我穆红为萧峰主马首是瞻。穆红拱手道。见状，萧一妹点头，颇为满意。虽然知晓对方不是真心，但这不重要，有这本香火不在，对方只要能听话就行。该死的老鬼，好好一座大殿，被他搞成这样，难看得很。转过身，萧一妹看着阴阳大殿，满脸厌恶之色。眼前的大殿一边黑一边白，看上去怪异得很。穆红，你尽快安排人把大殿翻新一遍，至于怎么翻新，你看着办。萧一妹道：“是，峰主。”穆红点头。心儿，我们进去看看。萧一妹笑道：“好的，小姨妈。”陆星走过去，与萧一妹并肩走进阴阳大殿。严敏君等人就在外面候着。穆红皱了皱眉，想了想，也是没走。这里的消息
很快传到六域魔君耳中。什么？萧一妹拿下了阴阳峰？六域魔君阴沉道：这怎么可能？阴阳老鬼是不中用了吗？冷血奇道：听说阴阳魔君不在峰内，不知去向。六域魔君皱眉，就算老鬼暂时不在，萧一妹也应该不会这么做才对。难道是老鬼出了什么事，让萧一妹没了忌惮？冷血奇道：师尊，如果萧一妹真拿下了阴阳峰，那在宗门内除了宗主外，就没人能对付他了。我们六域峰还有合欢峰都只能屈居在七情峰下。六域魔君重重冷哼一声，他萧一妹想拿下阴阳峰，让自己做大，得先问问本座同不同意。雪琪，你速速集结一批弟子，随本座前往阴阳峰。另外，本座能得到消息，想必厉三娘那边也已经得到消息。哼，我们两峰不同意，他萧一妹就拿不下阴阳峰。很快，六域魔君带着冷雪琪等人前往阴阳峰。与此同时，合欢峰，萧一妹想拿下阴阳峰，绝对不能让他得逞。厉三娘满脸厉色，对屠莎莎道：莎莎，你去集结峰内所有元婴以下的精英弟子，我们去阴阳峰。屠莎莎点头：是，娘。走到殿外，屠莎莎心想，萧峰主去了阴阳峰，陆师弟肯定也在，哈哈，又能见到陆师弟，真开心。没过多久，厉三娘带着峰内精英去了阴阳峰。阴阳大殿外，严敏君忽然感应到两股强大的气息逼近，抬头一看，便看到两队人马由远及近，为首正是六域魔君和厉三娘两位峰主。不好，是其他两位峰主来了。严敏君一惊，立刻冲进阴阳大殿，要禀告萧一妹。而穆弘则内心窃喜，来得好啊，本长老倒要看看萧一妹你如何应对。嗖嗖，很快两队人马纷纷落在阴阳大殿外，正是六域魔君和厉三娘他们。萧一妹，滚出来！厉三娘手持白色拂尘，脾气火爆，厉声大喝：你们来的还真快呢！萧一妹一脸明媚，风情万种，缓步走出大殿，看着六域魔君和厉三娘，淡淡笑道：找我何事？厉三娘大怒，明知故问：萧一妹，你想占据阴阳峰，且问问本座同不同意？萧一妹咯咯一笑：你同不同意，跟我何干？如今阴阳峰已经归顺我七情峰，你们来晚了，还是回去吧。你说归顺就归顺。厉三娘冷笑：本座也可以说阴阳峰已经归顺我合欢峰。萧一妹看向穆弘：你既然不信，可问问穆弘长老，他是阴阳峰的执法堂堂主，他的话总该有分量。厉三娘等着穆弘，穆弘，他说的可是真的？穆弘脸色变了变，目前阴阳峰的确归顺了七情峰，他用了一个目前，很巧妙，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也就是说，阴阳峰是暂时归顺七情峰，但倘若谁能打败七情峰，那么阴阳峰也可以归顺他人。萧峰主，阴阳老鬼若是回来，看到你霸占阴阳峰，怕是不会善罢甘休。六域魔君咪咪笑道。萧一妹却不置可否，实不相瞒，阴阳魔君回不来了，他杀了花空，被三大院主联手生擒，现在已是欢喜禅宗的阶下囚。闻言，六域魔君和厉三娘露出震惊之色。确实，如果阴阳魔君没出事，萧一妹绝对不可能对阴阳峰动手，只是没想到阴阳魔君竟出了这么大的事。不对，阴阳魔君为何要杀花空？萧一妹，这里面定有蹊跷，真以为我们会轻易听信你的一面之词吗？厉三娘冷喝。萧峰主，你不会是为了霸占阴阳峰，偷袭了阴阳魔君，再编出这样的谎言吧？六域魔君狐疑道。萧一妹一愣，冷哼道：信不信由你们。陆星觉得自己有必要说出实情，不能让他们抹黑小姨妈。二位峰主，小姨妈并没有说谎，因为这一切是我亲眼目睹。陆星道：因为小姨妈拒绝与阴阳魔君双修，阴阳魔君便怀恨在心，先杀了花空，再让其弟子韩泽带着尸体前往花见色禅院，想要将花空的死嫁祸给小姨妈。幸好我和婉儿、胖达发现了他们的奸计，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你们不信的话，我还能证明。说罢，将韩泽的神魂从阴阳合欢珠内放出。看到韩泽的神魂，众人都露出震惊之色。韩泽，你来告诉大家，是不是阴阳魔君杀了花空，再欲嫁祸给小姨妈？陆星冷漠地盯着韩泽。韩泽的神魂有些虚弱，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听陆星的话，顷刻间就会魂飞魄散。当即他道：师尊杀了花空，让我带着花空的尸体前往花见色禅院，嫁祸给萧峰主。这个老鬼疯了吗？厉三娘喝道。接着陆星又问了韩泽一些问题，后者也如实回禀。说完后，陆星便将韩泽的神魂收起来。诸位，现在可信了。然而冷血奇冷喝道：不可能，那可是三大院主，你怎么可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耍花样？这种事情连元婴高手
都未必做得到，而你一个炼气3层，何德何能？屠莎莎怒道：“冷雪琪，我看你就是嫉妒陆师弟，你做不到的事情，陆师弟就做不到吗？别忘了，当日天骄宴上，你可是跟陆师弟打成了平手。试问，宗门哪个炼气3层能做到如此？”提起这件事，冷雪琪便觉得十分丢脸。若非此前修炼出差子，他岂能跟我打成平手？冷雪琪怒道：“若再来一战，我必定碾压他。”屠莎莎站出来，抽出胸间的巨斧道：“陆师弟才不跟你一战，你要战的话，我跟你打，保证把你打得爽爽的。”冷雪琪玉容寒霜：“好啊，打就打，看看谁才是宗门第一天骄。”但厉三娘却喝道：“够了，现在不是小孩子斗狠的时候。莎莎，回来！”屠莎莎满脸不情愿地退回去。可乎的，她又冲着陆星跑了过去，直接将陆星搂进胸膛间。“陆师弟，没想到你如此厉害，竟能大闹欢喜禅宗，我屠莎莎由衷佩服你。不过下次有这么好玩的事，可要叫上我。”陆星连忙挣脱开来，差点憋死，尴尬而无奈道：“其实我这都是运气，不过下次有好玩的事，我会叫上屠师姐的。”屠莎莎重重地拍了陆星2下，差点把他拍趴下。“那就说定了。”哈哈。厉三娘见状，脸色难看，大庭广众，拉拉扯扯，成何体统？莎莎，还不快回来！屠莎莎一脸不情愿，但最后还是哦了一声，回到厉三娘身边。萧姨妹也是纳闷，心儿什么时候跟屠莎莎走得这么近了？两个人看上去关系很不错。要知道，宗门内可没哪个男弟子能被屠莎莎瞧得上的，更不说举止这么亲密。不过，如果陆星能把厉三娘的宝贝女儿给拐走的话，那他是非常乐意的，因为屠莎莎是一个不错的双修对象。两位，如果你们也想要阴阳风的话，那抱歉，你们来晚了一步，还是请回吧。萧姨妹道：“萧峰主，就算这一切都是真的，但阴阳风这么大，你一个人也未必吃得下。”六欲魔君淡淡一笑：“放心，本座胃口大得很，再来2座风，我也吃得下。”萧姨妹气息冷冽道：“哈哈。”厉三娘却大笑：“萧姨妹，你少废话，你一个人霸占阴阳风，我绝不同意。阴阳风必须分成3份，3风共同统领阴阳风。”萧姨妹脸色一变：“凭什么？”轰！厉三娘长发翻飞，浮尘发光，整个人气息暴涨，震得周围的弟子不停倒退。“你若不愿，那就打，我厉三娘可不怕你。”萧姨妹笑了，随后脸色一冷，身上的气息同样节节攀升，一道道的粉红光晕散了开来，宛若一朵朵桃花。周围的人齐齐变色，难道今日这2位峰主元婴巅峰的大佬要激烈一战吗？但这时六欲魔君却笑道：“你们打上3天3夜也未必能分出胜负，本座倒是有个办法，2位可来听上一听，同不同意由你们说了算。”厉三娘道：“有屁快放！”六欲魔君脸色一滞，方才道：“我们乃一峰之主，打起来不太好看，如果要动手，就让门下弟子来吧。”说罢看向冷雪琪：“雪琪，你不是想要和陆星一战吗？还等什么？”冷雪琪先是一怔，随后心中一喜，朝着场中走了过去，目光一直在盯着陆星。“六欲魔君，你什么意思？”萧姨妹目光一沉：“让雪琪和陆星一战，陆星若赢了，本座带人立刻离去，从此放弃争夺阴阳风；反之，还请萧峰主离开阴阳风，不再染指阴阳风。”六欲魔君嘴角一掀的笑了起来。萧姨妹怒道：“六欲魔君，星儿才炼气3层，如何跟冷雪琪一战？把星儿换成敏君的话才算公平。炼气3层又如何？”厉三娘瞪了陆星一眼，方才道：“哪个炼气3层能在天骄宴大出风头？而且他能和冷雪琪打成平手，就意味着他本身的实力足够强大，他完全可以替你七情风出战。待会本座亦会让莎莎出手与陆星一战，倘若你们赢了，我厉三娘退出阴阳风的争夺；如果你不同意，那就3风开战吧。”萧姨妹轻哼：“开战就开战，真当本座怕你们不成？”但这时陆星站出来：“小姨妈，我愿意出战。”萧姨妹一惊：“仙儿，你别冲动，无论是冷雪琪还是屠莎莎，都是真正的宗门天骄，上次你是侥幸，这次可不一样。”陆星笑道：“小姨妈，你放心吧，我有把握。”说罢不等萧姨妹反对，径直来到场中与冷雪琪相对。如今他是金丹2层，一眼便看穿冷雪琪的修为已经恢复到筑基10层。不过那又如何？即便同境，他一样可以碾压冷雪琪。胖达，你说陆师兄会是冷雪琪的对手吗？陈婉小脸紧张道：“别忘了，韩泽也是筑基10层，可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哼，这家伙阴得很，表面上看是炼气3层，但胖爷知道他真实的修为定早已远超炼气3层。
胖达一副洞悉真相的风范道。陈婉儿细细想了想，深有同感的点头。毕竟陆师兄确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的陆师兄做任何事都有种颓丧感，但现在的陆师兄意气风发，敢作敢为，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他也不是没有想过，陆师兄掩盖了真实修为，只是不管如何，只要陆师兄平安无恙，对他而言就足够了。场间，冷血奇孤傲地盯着陆星，上次一战我状态不佳，但这一次我处于全胜状态，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未免伤到你，你最好现在认输。陆星笑道，冷师姐，上次一战我也是状态不佳，否则的话便不是平手那么简单了。我也劝你直接认输，否则待会输得太难看，岂不丢脸？冷血奇脸色一变，牙尖嘴利，就看你的实力是不是真有嘴巴这么厉害。呼！下一刻，他拿出冰雪剑，全身散发出一圈圈的冰雪风浪，周围的空气立刻冷了许多，地面都结上了一层寒霜。陆星一笑，手握住邪剑，一点淡淡的剑意从剑上散发出去。此刻的他虽未出手，但却给人一种锋芒毕露、深不可测的感觉。让六域魔君和厉三娘都是同时皱眉战吧。冷血奇战意瞬间攀升到极致，一剑挥出，恐怖的冰雪剑光刹那抵达。陆星施展千星剑诀，两剑劈出，两道剑光呈现十字，与冰雪剑光重重对上。轰！灵力炸开，风浪滚滚，陆星被震飞出去。下一刻，冷血奇身影一闪，携带着冰雪风暴，瞬间出现在陆星面前。冰雪剑灵力刺出，叮！陆星举剑抵挡，砰！一股强大的气浪炸开，脚下的青砖块块粉碎，四射而去。见状，有长老主动布置结界，抵挡战斗风波，而陆星再度被震飞。当当当！冷血奇对陆星不断出剑，一招招，一式式连绵不绝，速度越来越快，所爆发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而陆星明显不敌，被彻底压制，但并未真正落败。你果然隐藏了实力，但还是无法与我相比。冷血奇与陆星两剑相交，冷冷地盯着后者。现在就下定论，怕是为时尚早。陆星玩味一笑，若非要尽量隐藏修为，他一招就能解决冷血奇。可笑！金丹境一下，谁能胜我？冷血奇傲然一喝，忽地身体如一片雪，一道风飘然而去，升入空中。呼呼！而后四周出现无尽冰雪，冰雪之中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寒冰剑意。只见冷血奇高举冰雪剑，无尽的冰雪之力、剑意之力纷纷在宝剑上凝聚，在那上面凝聚出一道20米长的夺目冰剑，散发出极致的冰冷气息。冰雪剑舞，冷血奇一剑斩落，可怕的夺目冰剑携带着无尽冰雪风暴，朝着陆星斩去。绝招都使出来了吗？好，既然你要速战速决，那我唯有奉陪。陆星一笑，此刻也顾不得太多，再隐藏下去，怕死要落败。星辰剑意，千星归一。陆星沐浴在星光中，身上宛若穿上了一件星甲，宛若星神。忽的，他手印变化，凝聚万千星光，融入诛邪剑中。一抹数十米长的银色剑光喷吐而出。陆星双手握剑，猛力挥出，刹那间，冰雪剑光与星辰剑光对上，砰！然而，仅仅是僵持片刻，冰雪剑光便被星辰剑光给碾压，冰雪溃散，剑光消弭。在场的人全都露出惊骇之色。须臾间，冰雪剑光彻底溃散，星辰剑光余威不减，斩向冷血奇。冷血奇脸色一白，只能以剑抵挡。砰！冷血奇被斩飞出去，并哇的一声，口吐鲜血。此刻，冷血奇立在远方，持剑的手都在颤抖，自那手腕处还有一缕鲜血流下，在他的嘴角亦是有血渍。他的脸色如雪一般苍白，气息萎靡。此刻的他却如冰雪中一朵冰莲，多了一丝烟火气，有种凄美之感。冷师姐，承让了。陆星淡淡笑道。冷血奇浑身颤抖，难以相信自己居然败给了陆星，而且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是自己的状态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区区的炼器废材，怎么可能赢了他啊？不仅他难以置信，其他人亦是出乎意料之外。冷血奇可是六御峰第一天骄，同境之内无人能敌，居然输给了人尽皆知的废材陆星，这不是在做梦吧？冷血奇居然输给了陆星，如果是输给屠莎莎倒也没什么，居然输给了陆星。陆星不是炼器3层吗？可刚刚他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可远超炼器3层啊。此刻六域魔君的脸色非常难看，血奇怎么回事？冷血奇连忙跪在师尊面前，师尊，弟子给您蒙羞，给六域峰蒙羞，弟子甘愿受罚。受罚！六域魔君怒道，
如果罚你，能改变结果，为师定重重罚你。一个筑基巅峰打不过一个炼气3层，你连废材都不如吗？杜岩连忙解释，师尊，陆星显然不是炼气3层啊，他一定隐藏了修为。啪！六域魔君直接打了杜岩一巴掌。你以为为师不知道吗？可就算他再隐藏修为，也绝对不会高于雪琪。而且不管如何，输了就是输了，输了就是丢了为师的脸。不仅如此，为师还丢了争夺阴阳峰的资格。一旁厉三娘讥讽道，六域，这就是你麾下天赋第一的弟子吗？依本座看，也不过如此嘛。六域魔君冷笑，我不信你没看出来，这陆星不但隐藏了修为，而且领悟出剑意。哼，就算屠杀杀与之对上，也未必能赢。厉三娘自信道，你的弟子无用而已，若杀杀上，定能轻松击败陆星。隐藏修为又如何？领悟出剑意又如何？照样得输。六域魔君沉声道，好啊，本座拭目以待。对于陆星击败冷血旗，萧一妹同样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她把陆星叫来，传音问道，星儿，怎么回事？纯阳圣体有这么强吗？陆星想了想，便回应道，小姨妈，实不相瞒，我的修为最近确实提升不少，已经突破到筑基境了，而且也领悟出星辰剑意，加上纯阳圣体，这冷血旗岂能是我对手？萧一妹震惊，这么快就突破到了筑基，还领悟了星辰剑意。随后她满脸喜悦，好，很好，我终于不负姐姐所托了。看着小姨妈高兴的样子，陆星心中有愧，因为她没有告诉萧一妹，她不止突破到了筑基，还突破到了金丹。只是这么短的时间就突破到了金丹，即便是纯阳圣体也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太过匪夷所思，还是不要告诉小姨妈为好。萧一妹心情大好，看向厉三娘，厉三娘，我看也不用比了，你们家屠莎莎断然不是星儿的对手，就算战了也没有意义。放屁！厉三娘一挥拂尘，冷笑道，萧一妹，你得意什么？别以为本座不知，陆星虽然隐藏了修为，但也不过筑基而已，能击败冷血旗不过是靠着暴灵诀和燃血术，但暴灵诀和燃血术会不断损坏他的根基，且效果维持不了多久，倘若对上莎莎，他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萧一妹脸色微微一沉，厉三娘说的话不无道理。虽然大家都不知道星儿还有纯阳圣体，但暴灵诀和燃血术毕竟有副作用，接下来若是对上屠莎莎，胜算难说。星儿，你有把握吗？若是不行的话就算了。萧一妹道，她是担心陆星受伤，毕竟屠莎莎虽然是女子，但手段极其狠辣凶残，又天生神力，万一陆星出了事，这可如何是好？小姨妈放心吧，我有把握的。陆星笑道，好，但是一定要量力而为，倘若敌不过，可趁早认输，没什么丢脸的，大不了我和厉三娘平分这阴阳峰。萧一妹郑重道。陆星点头，随后再度上场。莎莎，不要让魏娘失望。厉三娘面无表情地看着屠莎莎，语气沉重道。屠莎莎并不愿意跟陆星一战，怕打伤陆星，但也知道事关重大，由不得她任性。是，娘。屠莎莎点头，随后也上了场。她身形高大，胸脯壮硕，尤其是双峰间的巨大斧头非常醒目，整个人显得相当的霸气侧漏。陆师弟，我很喜欢你，不想伤了你，要不你还是认输吧。屠莎莎笑道。众人失笑，这屠莎莎果然不是一般的女子，喜欢你3个字居然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脸不红气不喘地说出来，真是不知羞啊。莎莎，不要胡说八道，速战速决。厉三娘脸色难看，自己这个宝贝女儿岂能便宜陆星这个废材？她绝对不可能同意莎莎跟陆星在一起。本来她跟萧一妹也不对付。屠莎莎撇撇嘴，知道了，我会胜了陆师弟的。陆星笑道，屠师姐，胜负如何可要打过才知道。我也不想伤了屠师姐，若是师姐认输的话，那就太好了。闻言，屠莎莎战意高涨，看来陆师弟很有自信嘛。既如此，那我们就全力一战吧。不管输赢，我还是会一直喜欢陆师弟的。陆星苦笑，屠师姐说话还真是无所顾忌啊。不过他也知道，屠师姐只是把他当朋友罢了，根本不是什么男女之情。当然，他也认可屠师姐这个朋友。我也喜欢屠师姐，不管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屠师姐，你尽管来吧，我也会全力以赴。陆星笑道。众人哈哈大笑，这两人是在打情骂俏吗？一个说我喜欢你，另一个说我也喜欢你，这是当着大家的面不停撒狗粮啊。厉三娘，看来你这宝贝女儿是留不住了。六域魔君揶揄笑道。厉三娘瞪了一眼六域魔君，方才怒喝，你们还打不打？再不出手，本座就要出手了。屠莎莎当即从胸间抽出红缨巨斧，
身上的气息节节攀升。陆星瞪眼感叹屠师姐的沟壑实在是深不可测，居然能插入这么巨大的斧头，真是当之无愧的合欢宗第一锋。陆师弟，看招！屠杀杀一步踏出，轰的一声，地面都被踏碎，整个人如旋风般疾驰而来，手中斧头舞得虎虎生风，霸气无边。呼！屠杀杀贴近陆星，巨斧抡下，斧影重重，携带着猛烈的旋风，悍然劈落。陆星手中诛邪剑刺出，对上巨斧的斧刃。当！屠杀杀不愧是天生神力，随意的一斧便重如山岳，将诛邪剑狠狠压了下去，眼看就要劈中陆星的肩膀。陆星连忙收剑往后退去，但屠杀杀如凶悍至极的大汉紧随而至，手中斧头不停抡动，速度极快。当当，陆星只能被动招架，而每一次招架都被震得虎口生疼。砰！陆星又是避开一斧，而斧头落在地面上，直接砸出一个巨大的沟壑，同时乱石飞溅，整个地面好似都在颤动。看着这一幕，不少弟子都是倒吸冷气，不愧是屠杀杀，这把子力气真是令人望而生寒。若是砸在身上，那还得了。有弟子惊叹，屠杀杀越战越勇，越战越兴奋，攻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陆星知道再这样下去怕是要落败。纯阳圣体，陆星全力催动纯阳圣体，身体表面立刻浮现出一层金光，而后他的肉身之力陡然暴涨。与此同时，屠杀杀从天而降，红缨巨斧上浮现出一抹巨大的斧影，犹如天神降落，神威无边。天神斧！见状，陆星连忙一剑挥出，当！斧剑相撞，一道道气流如洪流朝着四周倾泻，引得不少人哗然。砰！陆星被压得差点跪地，但紧接着他怒吼一声，身体一点点的立起。见状，屠杀杀露出惊讶之色。剑意！忽的，陆星怒吼一声，天穹上有星光坠落，加持诛邪剑陆星猛力一挥，立即将屠杀杀给震飞出去。砰！屠杀杀落地，噔噔噔后退，每一步都在地面留下一个脚印。当！巨斧坠地，屠杀杀大口喘息，但却兴奋道：“陆师弟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跟我一样猛，我好喜欢。”陆星无奈道：“屠师姐，你这样我会误会的。”屠杀杀疑惑道：“误会？误会什么？”厉三娘则气得表情狰狞：“莎莎，你在做什么？速速击败他！”屠杀杀连忙正色，看着陆星：“陆师弟，刚才不过是热身，现在我要全力了，你可要猛猛的接住哦。”忽的，只见屠杀杀双手结印，其身上居然浮现出熊熊血色。啊！屠杀杀大吼一声，身上的气息蹭蹭暴涨，呼吼道：“天神诀，天神入体！”只见其背后居然浮现出一道巨大的血色身影，而后与屠杀杀融为一体。刹那间，屠杀杀身上出现一件血色符文宝甲，一种天神的气息散发出来，并且他手中的巨斧也有很大的变化，通体血色弥漫符文，长大了一圈。那散发出来的无匹气息令人头皮发麻。星儿，这是天神诀，此刻的屠杀杀犹如天神附体，气力暴涨数倍，小心应对。萧一妹脸色一变，连忙喊道。陆星点头，没想到屠师姐的功法这么强大，对方给他的感觉宛若能匹敌金丹。不过霸道的功法我也有，正好拿来试一试威力。陆星意识战意攀升。屠杀杀睁开血眸：“陆师弟，不如一招定胜负吧。”我知道陆师弟肯定还有底牌。陆星笑道：“正有此意。”话毕，两人同时出手。只见屠杀杀高举血斧，无尽的血光不断融入血斧中。天神斧！屠杀杀大喝，在其身后浮现巨力天神，随后血色巨斧猛然劈出，同时巨力天神亦是劈出一斧，一大一小两道血色斧光融为一体，散发毁天灭地之气，劈向陆星。恐怖的契机引发血色风暴。来得好！陆星战意高昂，施展龙象般若功，身体做出动作，如神龙伏地，又如巨象仰天。哈！陆星猛喝一声，全身气机瞬间凝合归一，双手在胸前上下相对，并且缓缓转动，渐渐凝聚出一道巨大的黑金色光团。黑金色光团里有亿万恐怖的神龙蛮象虚影，神龙嘶吼，蛮象长鸣，其中蕴含的能量气息仿佛可以毁天灭地。龙象震狱，陆星推出巨大光团，光团狠狠轰击在巨大斧光上，轰！那巨大斧影直接炸开，龙象之力狠狠爆发过去，将屠杀杀当场震得吐血倒飞。杀杀！厉三娘一惊，闪身接住屠杀杀。探查之下，才知道女儿所受的伤有多重，幸好有天神体庇护，才没有落得身残的结局。陆星，你找死！
厉三娘怒了，身影一闪，一掌打向陆星。厉三娘，你敢！萧一妹大怒，闪身过去，一掌迎了过去。轰！双掌碰撞，一股可怕的风暴席卷而开。金丹长老布置的比武结界瞬间支离破碎，周围众人被掀得人仰马翻。厉三娘，你干什么？这是比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晚辈下手，你要脸吗？萧一妹怒道。萧一妹，你给我闭嘴！谁敢伤了莎莎，我便要谁死！你给我让开！今日我非宰了这小畜生！厉三娘冷冷道。厉三娘，你少在这里发疯，有我在，你伤不了他一根毫毛！萧一妹喝道。厉三娘脸色难看，重重冷哼，方才罢手。毕竟她也知道有萧一妹在，她的确拿陆星无可奈何，而且刚才确实在气头上，现在想起来刚才的做法确实不妥，万一真杀了陆星，她这个封主也不必当了。娘，我没事，你不要怪陆师弟，这是比武，受伤很正常的。屠莎莎连忙道。赶紧服下疗伤丹药，坐下调息吧，都这个时候了，还护着这个小畜生，你想气死我吗？厉三娘怒道。陆星也连忙抱歉道。屠师姐，对不起啊，是我的错。屠莎莎笑道。陆师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是比武，受伤不是很正常吗？我一点都不怪你，相反，我很高兴。啥？众人都惊了。你都输了，也伤了，还高兴？屠师姐，你是不是伤到脑子了？陆星紧张道。我这有专门治疗脑袋的丹药，名为脑白金，你要不要试试？屠莎莎愣了下，没好气道。你才伤到脑子呢，我很清醒好吗？你可是我屠莎莎看上的男人，我当然希望你越强越好啊。陆星还想说什么，厉三娘脸色难看至极道。都给我闭嘴！她气得浑身颤抖了。萧一妹连忙道。星儿，你也别说了，她是真怕俩人再说下去，厉三娘那疯婆娘会忍不住将他们都嘎了。陆星哦了声，退了回去。陆师兄，你真厉害！陈婉贴了过来，高兴道。一般般啦。胖达酸溜溜道。不想看到陆星这么大出风头，显得他没存在感。死肥熊，早知道让你上了，到时候可以吃一顿烤熊肉了。陆星讥讽道。小星子，胖爷跟你拼了！胖达抓闹过去。陈婉连忙拉住胖达。胖达，你不是陆师兄的对手，会被揍的。看着他们吵闹，萧一妹笑着摇了摇头，随后嗨嗨两声，满心欢愉道。六域魔君，厉三娘，胜负已定，按照约定，阴阳风归属七情风，你们就不要再染指了。六域魔君和厉三娘的脸色阴沉如水，他们都没有想到冷雪琪和屠莎莎都会败给陆星。要知道陆星可是合欢宗内人尽皆知的废材啊，这萧一妹不知道给陆星用了什么宝物，居然强行将其修为提升到了筑基境，还能发出剑意，今天真是开了眼界了。两大天骄居然都输给了陆星这个废材，依我看冷雪琪和屠莎莎绝对放了水。没看到吗？屠莎莎喜欢陆星，一副投怀送抱的模样。那冷雪琪呢？冷雪琪别看她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说不准也喜欢陆星呢。闻言，六域魔君和厉三娘的脸色更难看了。萧一妹，本座愿赌服输，不会再争夺阴阳风，但今日这场子，来日一定会夺回来。六域魔君说完，便准备带人离开，再待下去不过是自取其辱。厉三娘沉着脸，也打算离去。见此，穆红气得跺脚，本想着借助两风的实力阻止萧一妹统领阴阳风，可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但这时萧一妹却喊道。二位慢着！厉三娘猛然转头，冷厉道。萧一妹，你还想继续炫耀一番吗？萧一妹摇头，事到如今，有些事你们该知晓。六域魔君疑惑，萧一妹都拿下阴阳风了，还想干什么？不久前我去了合欢谷一趟，发现宗主闭关的大鼎内出现一口魔窟，而宗主早已不知所踪。你们应该知道合欢宗的地底连接着藏魔渊，如果我猜的不错，宗主怕已经被藏魔渊的恐怖存在给抓走了。萧一妹脸色沉重道。闻言，六域魔君和厉三娘以及在场的人全都震惊无比。此话当真？六域魔君喊道。是真是假，待会我们去了便知。虽然我在魔窟外重设了封印，但我个人的力量太过薄弱，需要我们三人一起前往，加固封印，才能抵挡魔窟中的恐怖存在。萧一妹道。众人一个个脸色难看。宗主被藏魔渊的恐怖存在抓走了，只怕凶多吉少啊！完了，要是宗主出事，我们又如何抵挡藏魔渊的妖魔？得赶紧加固封印，不然真要出事。长老们议论纷纷，十分担心和惶恐。还等什么？赶紧去合欢谷看看！厉三娘皱着眉头，厉声喝道。萧一妹点头，走吧。可就在这时，整个合欢宗一阵颤动，周围的弟子们都站立不稳，好半天才恢复。怎么回事？六域魔君大惊失色，
好像是合欢谷那边出了事。恰在此时，一名长老飞了过来。那长老焦急大喊道：“三位封主，合欢谷出事了，有妖魔要冲出封印。那妖魔非常强大，几名长老无法抵御，还请速速前去，否则妖魔冲出封印，后果不堪设想。”闻言，萧一妹等人齐齐变色。走！萧一妹当先化红飞向合欢谷，其余人亦是跟上。很快，合欢宗大部队进阶来到合欢谷，进入洞府内。当看到高台上的场景，所有人皆悚然一惊。只见原本萧一妹和陆星他们布置的封印结界内，一头巨大的妖魔正在冲撞结界，是四翼血蝠王，化神初期的恐怖妖魔。六域魔君大惊失色，没想到初次就遇到这么强大的存在。结，来了这么多人吗？好香浓的血腥味，待本魔出来，定要好好品尝品尝。那四翼血蝠王身长2对蝠翼，通体血色，可见筋骨。他的身体足有10几米那么高大，血色毛发发光，体魄健硕，狰狞的嘴脸上一双血眸透着魔性和嗜血，令人见之胆寒。他的气息非常强大，如深渊一般，给人一种浩瀚无敌的压迫感。在场许多弟子吓得面色惨白，双腿发抖，根本不敢正面对抗。化神级别，就连冷血奇和屠莎莎都露出恐惧。他们这些筑基修士在化神面前那就是蝼蚁。此刻10几名元婴级别的长老正不断将灵力输送到封印结界中，而四翼血蝠王则口吐血光，一团团血光人头那么大，轰击结界。轰轰，这可是化神初期的妖魔，萧一妹布置的结界根本就挡不住多久。结界上已经出现裂纹，若非那10几名元婴级别的长老不惜耗损修为输送灵力维持结界，这四翼血蝠王早就冲了出来。这样下去不行，必须击败四翼血蝠王。厉三娘喝道。萧一妹点头喊道：“所有弟子听令，全部进入结界，击杀妖魔。”众人是。当下萧一妹3人为首，带领数百合欢宗高手进入结界中，与四翼血蝠王大战。哈哈，好多血肉，都是美味，看本魔吞吃了你们！看到这么多人涌进来，四翼血蝠王心喜极了，张嘴吐出一道血光，化成锁链，捆住数名筑基弟子，一口吞吃。妖魔，你找死！厉三娘大怒，一挥手，无数浮尘丝伸长，宛若一条星河，卷住了四翼血蝠王，将其困住。见状，萧一妹持着紫灵神鞭，瞬间打出漫天鞭影，每一道鞭影都缠绕着雷电，威力无穷。与此同时，六域魔君的身外出现6道光圈，颜色不同，分别代表眼耳鼻舌身意6域。6道光圈宛若金属盘，被六域魔君操控，打向四翼血蝠王。不仅他们，其他元婴长老、金丹长老、筑基弟子全部施展绝招，攻击四翼血蝠王。轰轰轰，所有的招式击中他。砰！四翼血蝠王被打飞出去，口吐鲜血。人类找死！四翼血蝠王怒了，张口吐出血色音波。噗噗！萧一妹、六域魔君和厉三娘齐齐吐血，那些元婴长老更是脸色发白，金丹长老都倒飞出去。至于筑基弟子更是七窍流血，甚至不少当场阵亡。不行，这头妖魔太强了，小姨妈他们怕是打不过。陆星没有急着参战，他就算过去也改变不了什么，想要击败四翼血蝠王还得智取。陈婉焦急道：“陆师兄，你快想办法吧，封主他们受伤了，维持封印的长老们怕是也坚持不了多久。”这时冷雪琪走过来，冷喝道：“陆星，你还不去帮忙，躲在这里当缩头乌龟吗？”陆星笑了：“你不也没动手，管好你自己吧。”你……冷雪琪气急：“师尊说我伤势没好，不让我动手。”屠莎莎也走过来：“我娘也不让我出手。”陆师弟，你有办法对付四翼血蝠王吗？冷雪琪不屑道：“那可是四翼血蝠王，凭他。”屠师妹，你太看得起他了。陆星脸色一变，骂道：“冷雪琪，你有完没完？你要是厉害，自己去把四翼血蝠王杀了，针对我做什么？整天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装什么高冷？2次都没打过我，我要是你都没脸开口。”陆星，冷雪琪气的脸色发红，迟早有一天我会打败你。陆星，我等着。至于现在，就闭嘴吧。屠莎莎站到陆星那边，笑道：“说得对，冷雪琪，你还是闭嘴吧。再说陆师弟的不是，我一斧子劈死你。”眼看2人站在一队，冷雪琪黑着脸，没有再多言。妖魔，说出宗主下落。萧一妹祭出天雷伞，释放出无数雷电，轰击四翼血蝠王。然而四翼血蝠王拿出一根长矛，挥出一团巨大血光，抵住雷电。而下一刻，六域魔君和厉三娘等人的攻击到了。
双方的力量瞬间爆炸开来，一道道的恐怖气浪不停宣泄出去，整个高台都被打穿打烂。结，你们宗主已经被本魔吃了，骨头还在肚子里呢。不过你们放心，很快本魔就会将你们一个个吞吃掉。忽地，4亿血符王消失在原地，陡然出现在10几名筑基弟子的身后，张口吐出血光一卷，全部入了他的口。美味，美味！4亿血符王咂巴嘴，满脸陶醉之色。混蛋！厉三娘气得浑身发抖，祭出一把长剑，幻化出数百巨大剑光，从天而降，万化成剑。萧一妹和六域魔君等人一时出手，4亿血符王举起长矛，在空中凝聚出一个巨大的血色漩涡，将所有的攻击都是给抵挡下来。而后双方再度拼杀在一起，但很明显，合欢宗这边处于下风，这可是化神级别的高手，纵然有3位元婴巅峰联手，也很难挡得住。不过不知道你们看出来没有，这4亿血符王明明是化神初期，可跟小姨妈他们斗的时候却有些力不从心。要知道，他若真是化神初期，小姨妈他们根本不是一招之敌。陆星道：陆师弟，你的意思是这头4亿血符王并非化神初期？屠莎莎目光发亮道：然而陆星摇头，非也，小姨妈他们不会看错，4亿血符王的确是化神初期，但应该是受了伤或者出了其他问题，导致无法发挥化神初期的实力。但是我发现他在吞吃宗门弟子时，气息仿佛增长了一些，如果再让他吃下去，怕是真的会恢复全盛状态。屠莎莎道：那现在该怎么办？忽的，陆星想到什么，急忙传音给小姨妈：小姨妈，4亿血符王想要吞吃宗门弟子，恢复修为，不能让他如愿。你让大家先出来解五龙合欢阵，然后你们3位封主负责牵制，先耗一下他，之后我来找到他的破绽。萧一妹一惊：你可有把握？陆星道：没有，但如今也没其他办法，只能搏一搏。萧一妹想了想道：好，听你的。当即他将计划告诉六域魔君和厉三娘，六域魔君和厉三娘也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所以同意了计划。很快，除了3位封主外，其他人全部到了结界外。五龙合欢阵，众人大喝，齐齐双手结印，一杆杆旗帜插在四方。须臾间，一个巨大的阵法悬浮在结界上空。吼！阵法中5条彩龙出现，互相围绕盘旋，散发出夺目的彩光。在主阵元婴长老的操控下，5条彩龙喷吐出5道彩光，这5道彩光化成5条彩色锁链，深入结界之中，立刻困住4亿血符王。蝼蚁区区阵法还想困住本魔？4亿血符王浑身发出血光，一下子崩开锁链，但很快又有5条锁链下来将他困住。我们也动手。萧一妹见状，叫上六域魔君和厉三娘一起出手，动用封印之力。10几名元婴长老见势，也立刻动用封印大阵的力量，化成一道道金色锁链，朝着4亿血符王席卷过去。果然，战局变了。合欢宗这边原本的颓势止住了，暂时牵制住了4亿血符王。借此，陆星一直在观察4亿血符王，一个化神初期的妖魔，却只能发挥出半步化神的修为，一定有问题。陆星一直在观察4亿血符王，很快还真让他发现问题，那就是4亿血符王每过一段时间，呼吸就会紊乱，捂住胸口的时候还会吐血，是心脏的问题。陆星激动道：是，他的心脏一定受过伤，所以才只能发挥出半步化神的修为。当下他将这个问题告诉萧一妹，于是萧一妹3人便找机会攻击4亿血符王的心脏部位。噗！没过多久，3人找到机会击中了4亿血符王的心脏部位。吼！4亿血符王怒吼，被击飞，口吐鲜血，气息都锐减。该死的人类！4亿血符王大怒，长矛劈向萧一妹。萧一妹挥动长鞭卷住对方的长矛，而后六域魔君和厉三娘的攻击到了，再度击中他的心脏。砰！4亿血符王被击飞出去，口吐鲜血，气息再度锐减。于是在众人的合力下，4亿血符王被彻底压制，落败只是时间问题。吼！忽地，4亿血符王怒了，催动秘术，全身的血光炙热，气息有攀升的趋势。不好，他要拼命！陆星一惊，手里捏着一根欢喜神针，趁着萧一妹3人攻击的时候，欢喜神针悄然射了出去，瞬间刺穿了他的心脏。吼！4亿血符王痛嚎，不断喷血，在欢喜毒的发作下，面目更加狰狞。你这个练气境的蝼蚁，竟敢偷袭本魔！4亿血符王盯着陆星，陷入狂怒状态，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心脏的伤势太严重了，甚至可能危及性命。一只死蝙蝠，嚣张什么？从哪来？回哪去吧！陆星施展龙象阵域，巨大的黑金色光团
狠狠轰在四翼血蝠王身上。轰！四翼血蝠王被击飞，跌落魔窟之中，没了动静。星儿，做得好！萧一妹大喜，连忙招呼众人一起封印魔窟。3位封主、数十位元婴一起出手，很快魔窟被封印了。在魔窟上能看到一个金色的封字。做完这些，众人方才长长松了口气，危局总算是解决了，连忙服下丹药，恢复灵力。陆师弟，你是怎么看出四翼血蝠王的弱点在心脏？屠莎莎一脸发光地看着陆星，他发现自己有些崇拜他了。没什么，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了。陆星笑道，随便观察一下就发现了，这也太厉害了吧，不愧是我屠莎莎看中的男人。屠莎莎拍了拍陆星的肩膀，神情振奋。陆星，萧一妹走过来，手里捏着欢喜神针。星儿，这可是欢喜禅宗的秘宝，你怎么得到的？陆星笑道，从花空的亲传弟子花明身上得到的，幸好有他，不然重创不了四翼血蝠王。萧一妹将欢喜神针还给陆星，勾着他下巴，妖娆笑道，不愧是我萧一妹的师侄，若无你的计划，加上你最后出手，根本无法击败四翼血蝠王。这次你可立了大功哦。一名元婴长老也道，这次能击败四翼血蝠王，他确实功劳很大。我宗赏罚分明，既有功自当赏。萧一妹道，我建议给予他20万贡献点的奖励。闻言，六域魔君脸色大变，萧一妹，你狮子大开口吗？20万贡献点太多了，你这是徇私。厉三娘也道，哼，我也不同意。萧一妹怒道，要不是希儿的计划，还有他最后出手，你们能保证击败四翼血蝠王吗？如果不能击败四翼血蝠王，你们知道要死多少弟子吗？若让他破开封印，闯到宗门内，宗门便有灭顶之灾。区20万贡献点，一点都不多。一名德高望重的元婴长老点点头，道，换个角度想，陆星救了大家，救了宗门，20万贡献点确实不算多。我同意奖励他20万贡献点，只要弟子们能为宗门做出贡献，宗门又岂能吝啬？其他元婴长老也纷纷点头，对这个没有意见。见状，六域魔君和厉三娘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无奈答应。冷雪琪和屠莎莎他们都羡慕地看着陆星，20万贡献点啊，对任何一名弟子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能在宗门兑换众多宝物。陆星拱了拱手，弟子这点功劳不足挂齿，反而是我小姨妈功劳甚大。诸位长老不知，是我小姨妈发现了魔窟，并且设下封印，阻止了四翼血蝠王入侵宗门。如果没有她，纵然宗门可保，但必然会死伤无数弟子。厉三娘冷笑，陆星，已经奖励你20万贡献点，怎么还要给萧一妹20万吗？还是你想要更多？陆星淡淡一笑，厉封主，小姨妈的功劳岂能以贡献点多少来计量？哪怕是100万贡献点也远远不够。厉三娘大声嗤笑，100万贡献点都远远不够，还真是好大的胃口啊！你干脆说让萧一妹来当宗主得了。话毕，他猛然一怔，随后惊讶地看向陆星。陆星笑道，我觉得厉封主这个提议相当不错，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宗不可一日无主。如今宗主下落不明，生死不知，若无主事之人，宗门恐会生乱，加上魔窟之祸，只怕前路多舛啊。说句不好听的，如今宗门已然处于生死存亡之刻，必须有人站出来，带领宗门上下一心，解决危局。闻言，不少长老都是暗暗点头，觉得陆星的话非常有道理。六域魔君笑了笑，你这个提议确实不错，但凭什么是萧一妹？陆星道，如今阴阳魔君已承欢喜禅宗阶下囚，阴阳峰已归七情峰统领，如果我小姨妈没资格，在场谁更有资格？听到这句话，长老们顿时露出震惊之色，一个个质问陆星到底怎么回事。陆星没有隐瞒，全部告知。众人傻眼了，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事。行了，萧一妹站出来，在宗主回来之前，本座会总领宗门一切事宜，谁若有异议，那就直接开战吧。他明白六域魔君心怀鬼胎，而厉三娘根本无心宗门事宜，如果让他们来统领宗门，后果只会更坏。这个时候他必须挑起大梁，帮助宗门度过危局。好了好了，就让萧峰主代管宗门吧。德高望重的云长老叹了口气，萧峰主还是要尽快查出宗主下落。另外，这件事绝对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欢喜禅宗和万花仙宗怕是会趁虚而入。萧一妹点头，云长老说的对，目前最重要的便是找到宗主。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云长老看向魔窟，这里的封印我会带几名长老看守，其他人就散了吧。萧一妹拱了拱手，有劳诸位长老了。说罢，希儿，我们走。欢喜禅宗图见绝禅院主殿，3大院主聚集此地，商议如何处理阴阳魔君。兹事体大，我建议立刻禀告老祖，让老祖定夺。屠罪道，
可老祖还在闭关，要不要再缓缓？酒池打了个9嗝，满脸醉红。缓个屁！这件事必须尽快禀告老祖，否则这个时候和欢宗打过来，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必然吃亏。肉灵抓着一只巨大的兽腿，通体金黄色，油渍光亮，香味扑鼻，大口大口吞吃，看得屠醉都觉得有点饿了。好，我们现在就去欢喜峰找老祖。屠醉道。欢喜峰位于4大禅院之间，高耸入云，宛若一把巨剑。此刻欢喜峰山顶广场，3大院主齐齐落地。只见整个广场很是宽阔，视野清朗，正中间一座黄金色的18层高塔立在那里，宏伟辉煌，气息磅礴。塔身外散发出一圈圈的光阵，符文缭绕，极为不凡。这座塔名为欢喜塔，乃是一尊重宝，为欢喜老祖所有。而此刻欢喜老祖就在塔内闭关。屠醉3人来到欢喜塔外，面色肃然，神情恭敬。屠醉、酒池、肉灵拜见老祖。3人同时恭敬大喊，但塔内并无回应。想了想，屠醉道：老祖，我等前来叨扰，还请老祖恕罪，只因确有要事禀告。等待许久，四周宁静，只有微风入耳。塔内老祖像是聋了哑了一般，没有理会3人。怎么回事？酒池皱眉，以往我们也曾来找过老祖，可老祖会立刻有回应，今日为何如此奇怪？肉灵道：或许是老祖修炼到了紧要关头。屠醉想了想，再等等。差不多足1个时辰后，屠醉再度高喊：老祖，我等有要事禀告。可结果依旧如此。屠醉皱眉，继续道：花空被合欢宗阴阳魔君害死，如今我们已擒下阴阳魔君，等待老祖发落。然而塔内依旧寂静，毫无回应。酒池面色阴沉，觉得酒都不香了。正常情况下，老祖听到花空陨落之事必然震怒，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毫无反应。肉灵一惊，莫非老祖出事了？屠醉也意识到不妙，当即道：拿出入塔令，进去看看。很快3人皆拿出一块金色令牌，这便是入塔令，当初欢喜老祖闭关时交给他们的。若遇宗门大事他们难以解决，便可以此令入塔。持着入塔令，3人画红，直接闯入进去。无论是塔外的结界还是塔身，都没有阻止他们。刷刷刷，3人出现在塔内。塔内只有1层，顶部便是塔顶，宛若一个穹顶，四周金碧辉煌，符文缭绕，散发不凡的气息。塔底宽敞，地面通体金色，正中心有一朵金色的莲花，足有10丈之大。然而本应该盘膝坐在金莲上闭关的老祖却消失不见了。老祖呢？难道老祖早就出关离开了此地？不可能，如果老祖出关了，怎么会留下欢喜塔？3人惊叫连连，闪身来到金莲之上。老祖没看到，倒是看到一个黑黝黝的洞窟，洞窟内还有黑气冒出来。魔窟？这里怎么会有魔窟？屠醉一眼便看出黑气便是魔气，这洞窟简直就是魔窟啊！老祖不见，这里却有一个魔窟。我方才感知，这魔窟内魔气十分浓郁，延伸不知多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酒池惊得连脸上酡红都消散几分。能有如此浓郁的魔气，难道这条魔窟通往的是藏魔渊？老祖是被藏魔渊的恐怖存在给抓走了。肉灵语出惊人。闻言，屠醉和酒池都是露出惊骇之色。如果真是如此，那如何是好？想要从藏魔渊救出老祖，谈何容易？屠醉脸色难看。先别想那么多，这个魔窟如果真的连通藏魔渊，那抓走老祖的恐怖存在可能会再度出现。一旦让他闯出塔去，那对我们欢喜禅宗而言便是灭顶之灾啊！我建议赶紧借助欢喜塔布下封印，镇压魔窟。酒池冷喝。屠醉和肉灵点头。可刚要有所行动，想布下封印，阻止本魔。白日做梦。忽地，魔窟黑气滚滚，一道怪声传了出来。下一刻，轰的一声，一道巨大的血影冲出魔窟，出现在塔内空中，垂落无尽的血色，正是4翼血蝠王。4翼血蝠王，化神初期的妖魔。屠醉3人皆是脸色一白。他们虽然是元婴巅峰，可跟化神相比，那依旧是蝼蚁啊！说不好，老祖就是被此魔给害了。老祖都不是对手，他们3个岂不要成为肉食？但很快，酒池道：别慌，4翼血蝠王似乎遭受了重创，定无法发挥化神之力，我们未必不能一战。听到他的话，4翼血蝠王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合欢宗那个炼气蝼蚁，本魔何至于落得这个下场？待本魔恢复，一定要让那蝼蚁生不如死。什么？屠醉震惊，将4翼血蝠王重创至此的，竟是合欢宗一个炼气小辈。酒池喊道：这么说，合欢宗那边也出现了魔窟，并且4翼血蝠王去了一趟合欢宗，却被合欢宗给击败了。
肉灵笑了起来，联合欢宗都能击败此魔，再加上此魔重创，我们联手必能生擒此魔，问出老祖下落。听到他的话，四翼血蝠王震怒，元婴巅峰，一样是蝼蚁，待本魔恢复一些，便来吞吃你们。说罢，竟是丢掉3人，冲向欢喜塔外。没有老祖操控欢喜塔，塔身内外的结界根本无法拦住此魔。此魔一下冲出欢喜塔，结，好浓郁的血香。蝼蚁们，本魔来了。等四翼血蝠王冲向寺院，屠罪3人方才出来。不好，四翼血蝠王想要吞吃宗门弟子，恢复伤势，阻止他。屠罪脸色难看，拿出万血斩便追杀过去。酒池和肉灵亦是杀过去。欢喜禅宗内的弟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不知大祸临头，依旧在各行其事。很快，他们发现一团巨大的血光自空中出现，并且火速朝着他们扑来。这团血光阴森邪恶，气息恐怖，令他们汗毛炸立。是妖魔，是妖魔！有长老大喊，认出这是妖魔，对着众人吼叫。众弟子听令，结阵诛杀邪魔。很快，空中上百名弟子结阵，同时血光接近，他们方才看清楚，在血光中的居然是一头蝙蝠妖魔，身材健硕，面目狰狞，血眸恐怖，发出结的声音，令人胆寒。没用的，乖乖被本魔吞吃吧！四翼血蝠王手持血矛，血矛变大，一下砸在阵法结界上，砰！结界直接炸开，一名弟子口吐鲜血，倒飞出去。紧接着，四翼血蝠王张嘴吐出10几道血光，每一道血光都化成血链，将10几名弟子卷入口中，直接成了妖魔的血食。这些血食滋养肉身，恢复陆星给他留下来的伤口。妖魔，本长老跟你拼了！眼看弟子被吞吃，金丹8层的长老怒吼，祭出一把佛剑，斩向四翼血蝠王。当！然而，四翼血蝠王却轻易用爪子抓住了佛剑，咣！爪子微微用力，那佛剑便分崩离析。蝼蚁！四翼血蝠王不屑地扫了金丹长老一眼，血链飞出，将其卷入口中。舒服，舒服！四翼血蝠王露出陶醉之色，而后看向那些惶恐的弟子，兴奋道：“蝼蚁们，现在轮到你们了！”啊啊！那些弟子吓得面色惨白，四散而逃，根本不敢与之一战。哪里逃？四翼血蝠王此前在合欢宗确实遭受重创，但已在魔窟内休养数日，稳住了伤势，并寻得异性妖魔，化解了欢喜之毒。虽然如今大伤初愈，纵然不能发挥化神之威，但在化神之下绝无敌手。更何况这些炼气筑基的蝼蚁弟子，嘶啦啦，一道道血光化成血链，将一名弟子卷住，飞向四翼血蝠王的血盘大口。短短1炷香的时间，四翼血蝠王就已经吞吃了上百名修士，让的身上伤势都修复了几分。不够，不够啊！四翼血蝠王舔了舔舌头，非常不满足，望向山中更多弟子。他知道，以他现在的情况，只有吞吃上千名低阶修士，才能恢复化神修为。可就在他准备闯入珠峰，吞吃更多弟子时，四翼血蝠王，你敢！屠罪3人终于到了，呈现3角之势，围住四翼血蝠王是3位院主到了，我们有救了。见状，原本逃跑的弟子立刻返回，围在四方。而这里的动静引来更多的弟子和长老。好强大的妖魔，他是哪里来的？为何会在我们欢喜禅宗？请3位院主诛杀此魔，还我禅宗太平！一起出手，辅助3位院主灭魔。周围不少元婴长老出现，得知此魔吞吃了不少弟子后，接连愤慨：结！本来待本魔吞吃些低阶弟子，便放过你们。既然这么多高阶修士出现，那本魔便吞吃你们吧。这样一来，本魔恢复的速度更快。四翼血蝠王冷笑，眼神发光，盯上了3大院主，还有那些元婴长老。好大的口气！有我们在，你休想在我禅宗作乱！屠罪冷喝：妖魔，速说出我宗老祖下落，便可饶你一命。酒池怒吼：结！你们说的是欢喜老祖吗？放心，他已是本魔腹中血食，待我吞吃你们，你们可以马上与他相见。话毕，四翼血蝠王血矛挥动，无数的血色刃光斩向3大院主。动手！屠罪手持万血斩，酒池祭出万月炉，肉灵则挥动天兽骨，将这些血色刃光尽数击抵挡下来。然而谁知这魔头竟是声东击西，趁着3大院主打碎血色刃光之时，竟是忽然从原地消失，出现在一名金丹后期长老面前。妖魔，跟你拼了！金丹长老吓了一跳，捏诀祭出无数刀影，想要击退四翼血蝠王。可四翼血蝠王太强大了，血矛挥动，轻易击碎刀影，紧跟着血矛射出，瞬间洞穿金丹长老的躯体。咕噜，四翼血蝠王长舌一卷，那金丹长老便被他给吞入腹中。美味，
太美味了！四翼血蝠王满脸兴奋，这可是一名金丹长老化成的血石，不是那些低阶修士可比。看到一名金丹长老身亡，三大院主气的脸色铁青，立刻冲了过去，与四翼血蝠王激战。就连那些元婴长老也加入战局，找机会给予致命一击。但是这四翼血蝠王不但是妖魔，而且本身还是化神初期的妖魔，战力非常的恐怖，即便是三大院主和数十名元婴长老都无法将其击杀，反倒是让其找到机会，一连吞吃了好几位金丹长老以及数十名筑基弟子，而炼气弟子更是死了大片。不行，四翼血蝠王的气息越来越强了，这样下去我们必败无疑。屠罪脸色难看，当即大喝，所有元婴以下弟子立刻结万佛金光阵，困住此魔。众人是。很快无数弟子动了，分立四方，同时结印。须臾间，高空中一个巨大的佛号出现，不停旋转，周围一个大阵缓缓绽放，并且垂落金光，形成结界，笼罩数十里范围。砰！四翼血蝠王血矛轰击结界，可令他意外的是，这结界的防御力非常惊人，竟是挡住了他的攻击。该死的蝼蚁，真以为可以挡住本魔吗？四翼血蝠王浑身爆发血光，气息猛涨，一击之下竟是打得阵法颤动，结界裂开。周围布阵的弟子们接连吐血，但总算稳固了阵法。拦住他！屠罪冲来，爆发全力，斩出灭天一刀，将四翼血蝠王接下来的一击给挡住了。轰！一座玉炉从天而降，如万岳坠楼，竟是将四翼血蝠王给震得坠落100米，还吐出一口血，牵动了心脏伤势。肉灵的天兽骨也横扫过来，有万雷之势，狠狠将四翼血蝠王给打飞出去。找死！这一下把四翼血蝠王给惹怒了，血神光。在其身后竟出现3头更大的蝠王血影，他们皆手持巨大血矛，散发出极为恐怖的气息，其中蕴含着化神之威。不好！屠罪大惊，元婴巅峰的气息彻底爆发开来。九池和肉灵亦是施展出绝招，佛门3施展，西天镇字诀，御魔经咒。一抹恐怖的血色刀光缭绕镇字符文的万月炉以及布满御魔经文的天兽骨，纷纷打向四翼血蝠王。与此同时，3头巨大蝠王血影亦是挥出血矛，击出3道无比巨大而恐怖的血色刃光。轰！轰！轰！可怕的爆炸响起，强大的冲击波横扫四方，差点把万佛金光阵都给击破。一名明元婴大长老也被震得飞出去，口吐鲜血。就连屠罪等3大院主亦是被震飞，脸色发白，受伤不轻。刚才魔头的那一击蕴含化神之威，他们3人差点就没挡住。死！四翼血蝠王大怒，再度杀来，但并不是针对3位院主，而是那些元婴大长老。见此，屠罪3人不顾伤势迎了过去，同时大喝所有元婴大长老离去，启动护宗大阵，镇杀妖魔。闻言，嗖！数十名元婴大长老全部离开万佛金光阵，去往护宗大阵阵基之处。而万佛金光阵中，3大院主与四翼血蝠王再度站在一起，但是四翼血蝠王不顾伤势，全力出手下，3大院主节节败退，已有败势。再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轰隆隆！好在这时，护宗大阵终于启动，远在欢喜峰山顶广场的欢喜塔被大阵驱动挪移而来。天空中，护宗大阵显化，散发出极为恐怖的力量。而在大阵中央，欢喜塔不断吸收大阵的力量，释放出无限金光与符道符文，那种毁天灭地的气息悠然而生。见状，四翼血蝠王脸色难看，好一个欢喜禅宗，今日本魔一定要吞吃你们所有人！屠罪冷笑，休想！只见屠罪3人冲天而起，来到欢喜塔外，将磅礴灵力注入塔中，再祭出入塔令，暂时操控欢喜塔。须臾间，一片禅诵之音响起，只见一名名欢喜禅宗的弟子全都盘膝而坐，念诵佛经，释放出符文与灵力，皆注入欢喜塔。屠罪3人亦是如此。而这个时候，四翼血蝠王也感觉到欢喜塔的威能，面色血红。只见他身上的血光越来越炽热，竟是化成血焰，而他的身体竟也节节攀升，从原本的10几米便大到100米。那种化神之威，比起之前更要浓烈。万佛颂，以身入塔，以镇真魔。3大院主齐齐大喝。轰隆隆！欢喜塔巨阵爆发金光，竟是在塔身外显化万佛。轰的一声，欢喜塔垂落下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打在四翼血蝠王身上。吼！四翼血蝠王被打落100米，怒吼一声，举起血矛不断挥动，演化出血矛大阵，抵挡金色光柱。在僵持了足足1炷香后，
欢喜塔剧烈震动，爆发本源，猛然坠落下去，瞬间击碎血毛大阵，连同4亿血符王也被击落山间，造成大片山峰崩毁。噗噗，而屠罪等人意识消耗过大，承受反噬，齐齐吐血，脸色发白。此魔遭受重创，趁机机会灭真魔。酒池大吼，勉强驱动欢喜塔，拼着根基受损的风险冲向4亿血符王。该死，你们给本魔等着，本魔一定会归来，横扫你们欢喜禅宗。4亿血符王冲天而起，发动最强一击，击穿了护宗大阵，逃向魔窟。虽然知道屠罪等人也受伤不轻，但他不敢冒险，若是陨落此地，后悔都来不及。看到4亿血符王逃回魔窟，屠罪3人驱动欢喜塔追了过去。轰！在4亿血符王进入魔窟后，欢喜塔震落，屠罪3人进入塔内，冷冷地看着魔气滚滚的魔窟。可惜啊，还是让他给逃了。肉林愤慨，赶紧封印魔窟，不能让此魔再出来，否则等他恢复化神修为，冲进宗内，我们根本挡不住。屠罪脸色沉沉道。当即，屠罪3人叫上数十名元婴长老，以欢喜塔为根基，布置万佛金光阵和几种厉害大阵，将魔窟封印。1个时辰后，封印成。一个佛号在魔窟上空缓缓旋转，垂落封印之力，魔窟内的魔气再也无法溢出分毫。有了这个封印，即便4亿血符王恢复修为，也无法轻易冲出魔窟。屠罪松了口气，道：一名元婴长老脸色发白道：老祖呢？难道真的被此魔给吞吃了？屠罪摇头，不知道，毕竟老祖也是化神修为，可若此魔偷袭的话，结局难说。不过可以知道的是，合欢宗那边也出现了魔窟，此魔应该也偷袭了合欢宗宗主。酒池道：既然老祖失踪了，那么合欢宗宗主应该也失踪了。而且听此魔之前所言，他去合欢宗大闹了一场，结果被一名炼气小辈给暗算了，最后受伤逃离，才来到我们欢喜禅宗。闻言，一众元婴大长老惊讶无比，此魔如此强大，一个炼气小辈如何能暗算，导致他遭受重创？白眉元婴大长老道：如果我猜的不错，应该是合欢宗3大宗主联手才制服了此魔，那小辈不过是趁机伤到了此魔罢了。不过幸好此魔被合欢宗给重创了，否则我们怕是很难将其击退。酒池道：这么看来，合欢宗跟我们还真是同病相怜呢，倒是让我宽慰不少。不过接下来怎么办？一头4亿血符王能借助魔窟入侵宗门，那么如果再出现其他妖魔呢？还有老祖生死不明，我们必须查出老祖下落，进行援救。屠罪道：妖魔太过强大，任何一个宗门怕是都无法独身对抗，这个时候必须联手才能阻挡妖魔。幸好阴阳魔君还活着，不然的话，想要跟合欢宗合作对抗妖魔，怕是难上加难。说不得两宗还会发生大战，伤亡惨重。这个时候如果遭遇妖魔入侵，后果可想而知。肉林怒道：屠罪，你的意思是要放过阴阳魔君？那花空岂不白死了？我们需要找外援，难道合欢宗不需要吗？阴阳魔君绝不能放。屠罪苦笑：你以为我想吗？我们与合欢宗必然要合作的，可如果有阴阳魔君在手，我们在与对方谈判时就能掌握主动，这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肉林，此时此刻不能意气用事，需以大局为重。众人微微点头。肉林冷哼一声，不好说什么。如果老祖还活着的话，必然已经困在藏魔渊，可要前往藏魔渊，没有化神修为，去了就只有死路一条。而3位院主皆未踏入化神境，这可如何是好？白眉元婴大长老叹息。屠罪想了想，1个月后北荒秘境将会开始，此秘境300年才开启一次，里面有我等踏入化神的机缘。倘若能借此突破到化神境，那前往藏魔渊便有了底气，届时或许能救回老祖。这样等伤势复原，我们便带着阴阳魔君前往合欢宗一趟，商量合作事宜。有阴阳魔君在，我们必能占据主动，为我们进入北荒秘境铺路。酒池目光一亮，如果我们3个都能比合欢宗和万花仙宗的人先一步跨入化神，那整个北荒就是我们欢喜禅宗说了算。闻言，在场的长老们全都笑了起来，仿佛看到了欢喜禅宗统领整个北荒的一大盛事，这可是数千年来历届老祖都做不到的事情了。行了，此事就这么定了，留下几名元婴长老镇守此地，其他人散了吧。屠罪道。此刻合欢宗七情峰一座洞府内，陆星手里拿出一枚玉简，而这枚玉简内有着足足20万贡献点。哇咔咔，这可是足足20万贡献点啊！宗门哪个弟子能有我这么多贡献点？陆星满脸欢喜，又可以去藏宝阁兑换高阶宝物了。只是这一次兑换什么好呢？想了半天，陆星也没想出个结果，决定先去藏宝阁看看再说。小星子，主人是不是给了你20万贡献点？
胖达忽然从后面跳出来，把陆星吓了一跳。陆星生气道：“死肥熊，你干什么？想吓死你星爷吗？”胖达哼了声道：“少废话，胖爷也做了不少事，立了不少功，你应当分一些贡献点给我。”陆星笑了：“这是我重创4亿血蝠王，宗门给予的奖励，跟你这死肥熊有半毛钱关系。想要我的贡献点，没门。”胖达建议的不行，便来软的。他立马就变了一副嘴脸，嬉笑道：“小星子，不，星爷，20万贡献点，你一个人也花不完啊。胖爷不要多，给个7、8万就行。”陆星瞪大了眼睛：“死肥熊，你还真不要脸，开口就是7、8万，你怎么不去抢？我告诉你，今天你就是叫我爹，我都不会分你半颗贡献点。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偷到香火部的时候，从穆红老家伙那里洗劫了不少宝物吧？要不也拿出来分一分。”闻言，胖达心虚，连忙蹲在角落里，晃着脑袋道：“放屁！那老家伙是藏了不少宝物，但胖爷就拿了香火部，你别血口喷人。”哼！陆星冷笑：“我不了解你吗？以你的尿性，那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你那些宝物，我懒得跟你争，但你也别想打我贡献点的主意。”说罢，直接就离开了洞府，御空前往藏宝阁。眼看陆星离去，胖爷气得跳脚：“陆星，你混蛋，净吃独食，撑死你！”但话音一转，他嘿嘿笑道：“幸好胖爷从穆红老家伙那顺了不少宝物，不然的亏死。不过话说回来，这家伙实力越来越强了，不行，胖爷得抓紧修炼，等胖爷变得足够强，一定要在小星子身上骑大马，让他知道胖爷的厉害，乖乖臣服在胖爷的淫威之下。”藏宝阁，陆星再度见到守阁长老：“陆小子，你的一些事迹，本长老听说了，你做得很好，就连本长老都不得不佩服。”守阁长老和颜悦色道：“大家并没有因为陆星坑害了阴阳魔君而生气，毕竟阴阳魔君杀了花空，意图陷害萧一妹，落得这个下场，实属活该。而且宗门本来就提倡竞争，陆星能坑害堂堂元婴巅峰修为的阴阳魔君，又大闹欢喜禅宗，还全身而退，又连续击败冷血旗和屠杀2位宗门天骄，可称得上宗门奇才。这样的弟子，宗门欢喜还来不及，怎么会打压？都是运气，运气而已。”陆星表面谦虚，脸上却笑开了花。自己的传说，连从不离开藏宝阁的守阁长老都已经知道了吗？能击败冷血旗和屠杀2位宗门天骄，这可不是运气。你小子藏得挺深啊！如果本长老猜得不错，你应该已经跨入了筑基巅峰吧？守阁长老笑了笑：“长老误会了，我还未筑基，怎么就筑基巅峰了呢？我那都是依靠小姨妈给的宝物，还有暴灵诀和燃血术，加上冷血旗和屠师姐轻敌了，才能显胜。”陆星摇头笑道：“守阁长老有意试探自己的真实修为，他怎能不知道呢？反正一个字狗，我就藏着掖着，你又能如何呢？反正你也看不穿不是？”守阁长老仔细瞧着陆星，发现他的修为虽然有所突破，但确实处于炼气10层，还未筑基。难道他真的没有用掩天机隐藏修为？真的只有炼气10层？炼气10层加上燃血术、暴灵诀以及重宝，还有剑意，如果冷血旗和屠杀真的轻敌，他能险胜倒也正常。守阁长老无奈摇头，见探查不出底细，便道：“行了，你进去吧，刚得到20万贡献点，可别乱花，要兑换对你有真正帮助的宝物。”陆星笑道：“多谢长老提醒，我会的。”说罢便进了藏宝阁。我搞出了这么多风波，如果还将修为显化在炼气3层，更会引人生疑。陆星心道：现在在外人看来我是炼气10层，那就合理多了。摇摇头，他摒弃杂念，专心寻宝。寻常的宝物他自己也有，功法也修炼了2门地阶上品，所以寻常地阶级别的功法武技他就不打算兑换了。要不要兑换一件宝器呢？陆星一边寻找着，一边思考，或者兑换一门天阶功法，或者武技。很快他来到天阶级别的功法武技区域，可让他无奈的是，哪怕是最低阶的天阶功法武技也要30万贡献点以上，区20万贡献点根本不够。还以为有了20万贡献点我能横扫藏宝阁，感情还是太少了啊。陆星一脸沮丧，算了，还是去挑选一件高阶宝兵吧。可就在他离开之时，却忽然看到一门名字很霸气的功法，名为混沌神魔观想图。这是什么功法？陆星产生好奇，拿下来看了看。第一页是总纲，后面是空白，毕竟是样本。此刻他的目光落在总纲一行文字上。混沌神魔图可观神魔，提升神魂，神魂一共分为4境，分别是凝魂境、吞魂境、魂域境和以魂化界4境。通过总纲介绍，他发现修士不但可以修炼灵力，还能修炼神魂。
当神魂强大到一定程度，可进行神魂攻击，有着匪夷所思的威力。例如凝魂镜，凝聚神魂，提升神魂之力，可进行初步的神魂攻击，无形无影。到了第二步的吞魂镜，神魂就强大多了，竟然类似元婴高手的元婴，可击出攻击，专攻神魂。出其不意之下，就算是高出自己一个大境界的高手，也能展至第三步魂域境，更是不得了。神魂之力强大到可施展魂域，镇压敌人神魂，哪怕是修为境界高出自己者，也会实力大损，甚至失去反抗之力。还有第四步的以魂化界，这个地步的神魂无比强大，神魂能演化一方小世界，将敌人的神魂直接拘禁过来，再以神魂吞之，匪夷所思。我还是第一次见，竟有这种神魂功法。这门功法无疑是非常强大，但上面提到神魂修炼极难极难，很多人穷极一生也不过修炼到第二境，因此9成9的修士都专修灵力，放弃神魂修炼。毕竟修为到了高阶，经过天地洗礼，神魂也自会强大，但即便是化神高手的神魂，也仅相当于第二境罢了。所以说，很多修士之所以专攻灵力修炼，还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毕竟修炼神魂就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哪还有时间修炼灵力啊？根本就是费力不讨好。但我不一样，我有阴阳合欢珠，神魂与灵力同修，也没有任何问题。倘若我神魂和灵力皆修，实力比起同阶修士将会强大许多，越阶而战更不是问题。陆星不断思量，最终决定拿下这本混沌神魔观想图，反正也刚好只需20万贡献点，付得起。至于宝器，下次再兑换吧。陆星道。于是他找到守阁长老，将自己兑换混沌神魂观想图的想法告知。守阁长老大惊失色，陆星，虽然这门天阶功法很强大，也仅需要20万贡献点，但一直蒙尘的原因你可知晓？陆星点头，我知道，神魂修炼极其之难，费力不讨好，但我决定了。守阁长老还想再劝说，毕竟这可是20万贡献点，能兑换不少高级宝物了，不想他这么浪费。但看到陆星那坚定的眼神，他的话语又咽了回去，无奈道，行吧，看在你为宗门立了大功的份上，我准许你修炼1个月试试，倘若你之后后悔，可拿回来，我返还你那20万贡献点。陆星笑道，多谢长老。很快，陆星交出玉简，兑换了真正的混沌神魂观想图，一脸喜悦。见此，守阁长老叹息摇头，罢了，反正1个月后他肯定要回来归还的，年轻人让他碰碰壁也好。陆星没有急着离开，而是问道，长老，我贡献点不够了，能不能用灵石兑换一些其他宝物？因为这门功法总纲上提到，修炼这门功法若以凝魂丹、炼魂香来辅助的话，效果极好。守阁长老苦笑，你白花了20万贡献点，还要多花灵石购买辅助宝物，你确定？这些东西用了可就用了，可没法归还，到时候你后悔，本长老也不会把灵石还给你。陆星笑道，我已经想好了。守阁长老叹息，这样吧，凝魂丹和炼魂香一份50块灵石，你要兑换。话还未说完，桌子上就堆满了灵石，足有上万块。虽然都是下品，但也是一笔巨数了。你哪来这么多灵石？去抢劫了？守阁长老瞪大眼睛。陆星笑而不语。守阁长老一脸羡慕道，就是本长老身上现在都拿不出这么多灵石，你这小子佩服佩服。罢了，给你兑换。很快，陆星得到100枚凝魂丹和100根炼魂香，拿着这些宝物迫不及待地离开。望着陆星离开的背影，守阁长老连连叹息，一个炼气境的小子比本长老还豪奢，丢脸丢脸啊。不过这小子肯定会后悔，哼哼，到时候别来找本长老哭。想到这里，他心里反倒痛快了些。很快，陆星回到洞府，一头钻到修炼室，进入阴阳合欢珠内修炼。珠内，只见他拿出一个小香炉，打了个响指，搓出火苗，点燃一根炼魂香，插入其中。顿时，一股香味扑鼻而来。在这股香味下，整个人都飘飘然起来，神魂舒畅无比，恨不得高亢呼喊一声。这东西果然对神魂有妙用。接下来，陆星盘膝而坐，拿出1枚凝魂丹，直接吞服下去。强大的药力让他的神魂欢呼雀跃，所有的杂念都被消除。无论是凝魂丹还是炼魂香，都能提升一部分神魂之力，还能炼魂凝神，心神合一，加快修炼神魂的速度。但光靠这些可无法修炼神魂。他拿出混沌神魔观想图，轻轻翻开，大概阅览后才发现，这门秘籍上一共有4幅神魔图，对应神魂的4大境界。陆星刚刚在第4幅神魔图上多看了几眼，便觉得整个人天旋地转，差点神魂崩溃。幸好及时移开目光，那种可怕的感觉方才消失。境界不够的情况下，千万不能去看后面的神魔图。陆星一脸后怕，随即翻到第1幅神魔图，开始观想。上面记载，想要依靠观想神魔提升神魂之力，需要做到心神合一，摒弃杂念，否则会走火入魔。
这也是为什么上面提到要以凝魂丹和炼魂香辅助修炼的原因。在凝魂丹和炼魂香的作用下，陆星心神合一，摒弃杂念，专注观想神魔图。大概半个时辰后，轰隆隆，陆星只觉得大脑轰鸣，随后意识与神魂解体，等反应过来后，发现自己出现在一片虚空之中，周围是一片黑夜宇宙，头顶无数星辰，而在眼前，一尊巨大无比的神魔缓缓浮现。只见这神魔三头六臂，通体黑色，一双金眼，气息浩然如渊，威势如天如地，释放出恐怖的压迫力。在这尊神魔面前，自己宛若一只蚂蚁，心中只有恐惧。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神魂每时每刻都在承受捶打，不停震颤，十分痛苦，但是他能感觉到每一次捶打都能让神魂提升一丝。如果移开目光，不去对视，那种神魂被捶打、震颤以及痛苦的感觉便会消失，可神魂之力也停止增长。陆星知道，想要提升神魂之力，便要与神魔对视，借助神魔的力量对神魂进行捶打，提升神魂之力。即便过程很痛苦，也必须坚持，唯有如此方有进境。先苦后甜，不经历拷打，如何变强？陆星咬牙继续对视，坚持下去。虽然痛苦在增长，让他非常难受，但效果却是肉眼可见。不知道过去多久，陆星只知道自己一直处于痛苦中，意识都快模糊了，仿佛自己要身死了。每到这种时候，陆星便知道自己的极限到了，于是再度服下一枚凝魂丹，点燃一根炼魂香，休息片刻，继续观想神魔图。就这样，1天、2天，数年后，陆星的凝魂丹和炼魂香都消耗光了。但这一日，他的神魂动荡，散发黑光，伴随着一声轰鸣，神魂之力爆发，在大脑深处化成一口黑色蛙池，里面流淌浓郁的神魂力量。神魂之力化池，这是神魂达到第一个境界凝魂境巅峰的标志。陆星意识归体，满脸欢喜，承受了那么多痛苦，终于有所成了。而且我似乎只在阴阳合欢珠内待了数年时间而已，便有这样的境界，一定是纯阳圣体和阴阳合欢珠的功效。看来我真是天生的神魂修炼者，但想要突破到下一个境界吞魂境，只怕会非常不易，需要的时间会更多，承受的痛苦会更大。接下来陆星没有继续修炼，而是离开阴阳合欢珠，稳固神魂之力的同时，尝试操控神魂之力进行攻击。毕竟他现在虽然有了凝魂境巅峰的神魂之力，但操控还很陌生，万一遇敌时错漏百出，岂不自食其果？转眼间过去数日，这一日，合欢宗宗门外一抹抹光虹飞来，现身半空，散发出极为强大的气息，竟是欢喜禅宗的人。为首者便是3大院主屠醉、酒池和肉林。不好，是欢喜禅宗的3大院主，他们来干什么？难道是开战吗？宗门外，合欢宗弟子看着欢喜禅宗的人，大惊失色。很快，一名元婴长老带着诸多弟子飞出，质问道：欢喜禅宗3大院主驾临，有失远迎，不知所来何事。实际上，这名长老知道阴阳魔君击杀花空，被欢喜禅宗3大院主联手镇压，成了阶下囚之势。心中猜测，此番3大院主前来，估计就是为了此事。这位长老，我们为何而来？你心知肚明，赶紧打开结界，让我等进入。屠醉喝道。元婴长老知道这件事他无法做主，于是道：诸位稍等，待我等禀明再说。很快，有弟子飞入宗门，前往七情峰七情宝殿内。萧一妹听说欢喜禅宗的3大院主前来，脸色一变，难道是来算账的？敏君，你去将此事告知六玉魔君和厉三娘，让他们赶来七情宝殿，共御外敌。严敏君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满脸严肃，恭敬离开。糟了，3大院主不会来找我和小星子的麻烦吧？殿外，胖达听到此事，脸色一白，立刻来到陆星洞府。一进洞府，胖达就大喊大叫，捶打修炼室大门：小星子啊，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我们大祸临头了！轰隆隆，石门打开，陆星骂道：死肥熊，你哭丧啊，嚎叫什么？难道你又去偷了冷血期的兜兜，被他追杀了？不会连鸡鸡都被切了吧？哈哈！胖达气的脸都鼓起来，放屁！你才被追杀，被切鸡鸡！胖爷告诉你，欢喜禅宗的3大院主来了，你说到时候主人不会为了宗门大局，把我俩给交出去吧？陆星一听，不耐烦道：我当发生什么事呢？他们来不是正常吗？大惊小怪。说罢，走到石桌边，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满脸淡定。胖达却急了：你还有心情喝水？要不咱们赶紧跑路吧？噗！陆星笑了，一口水喷到胖达的脸上。还跑路？你脑袋被门板夹了吧？小姨妈怎么可能把我给交出去？就算宗门要被灭了，她也不可能那么做。不过他玩味道，把你交出去的话，倒是有这个可能。胖达的脸一下白了，
抹了一把口水，急忙道：“不行，胖爷赶紧收拾东西跑路。”但陆星将他拉住：“跟你开玩笑的，你还真跑路啊？放心，有我在，你不会有事。这里可是合欢宗，难道还能让欢喜禅宗的人在这里耀武扬威，为所欲为？”胖达一听，想了想，倒也是，那现在怎么办？陆星直接走出洞府，当然是去七情峰看看他们想干什么。你要是怂了，就乖乖等在这。胖达深吸口气，吼道：“怕个毛！去就去，反正你是主谋，就算要算账，也算不到胖爷头上。”很快，两人御空前往七情峰，在路上正好碰到赶来报信的陈婉儿。陆师兄，你真要去七情峰啊？陈婉儿有点担心。放心吧，没事的，有小姨妈在，谁也伤不了我们。陆星笑了笑，拉着陈婉儿一起朝着七情峰飞去。不多时，众人齐聚七情宝殿。萧峰主，以你之见，欢喜禅宗三大院主此番前来有什么目的？六欲魔君挑着眉头问道。怎么，你怕了？萧一妹妖娆一笑，语气有些嘲弄。六欲魔君炸毛了，笑话，这里可是合欢宗，就算是在外面，本座又何须惧了他们？萧一妹笑道：“那就好。”就在这时，一名长老喊道：“他们来了！”只见一道道光红落在殿外，正是屠罪等人。萧一妹和六欲魔君、厉三娘等人当即出门迎接。这不是欢喜禅宗三大院主吗？别来无恙啊！萧一妹嫣然一笑：“萧峰主，几十年不见，你是越发美艳了，不如你我结成双修道侣，岂不是一段佳话？”酒池哈哈大笑：“抱歉，我对酒疯子和光头没什么兴趣呢。”萧一妹淡然直视。酒池嘿嘿笑了笑，也不恼，抱着酒葫芦就灌，不愧是酒疯子。三娘，我们又见面了。这时屠罪看向厉三娘，目光温柔。闭嘴！谁知厉三娘根本没好脸色，还有，叫本座厉峰主或者本座的全名，再敢乱叫，本座拔了你的舌头。屠罪尴尬的笑了笑，看向萧一妹：“萧峰主，不如我们进去谈如何？”萧一妹扫了厉三娘一眼，知道他与屠罪的那些事，那是自然。诸位请。众人落座，可下一刻，肉林直接拍案而起：“你们合欢宗很威风啊！先是杀我宗天骄，再杀我宗花剑色禅院院主，怎么，真当我欢喜禅宗无人吗？”在场的人都知道三大院主所为何来，只是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兴师问罪。萧一妹笑道：“既然肉林院主这么直接，那大家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花明为何而死，大家心知肚明。至于花空被杀一事，乃是阴阳魔君的个人行为，与合欢宗无关。现在阴阳魔君不也成了你宗的阶下囚吗？对于此事，我和欢宗好像也并未说什么吧？”你，肉林冷笑：“好个伶牙俐齿的萧峰主，竟将罪责推得一干二净。无论如何，阴阳魔君也是你宗峰主，是他先杀了花空，你们合欢宗必须给个交代。”萧一妹点头：“正所谓杀人偿命，这样吧，你们把阴阳魔君杀了吧，这件事就到此为止。”闻言，屠罪三人直接给懵了。剧本不是这样写的吧？他们原本是想着以阴阳魔君的性命为要挟，在谈判之事上占据上风，之后的合作便可让欢喜禅宗处于主导位置。谁曾想，对方居然一点都不顾及阴阳魔君的死活，让肉林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接话。好在这时，屠罪笑道：“是不是阴阳魔君的个人行为，萧峰主一人可说了不算，还是让他自己来说吧。”话毕，酒池祭出万月炉，将阴阳魔君给放了出来。只见阴阳魔君跪在地上，披头散发，满脸惨白，身上血淋淋，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分毫，可谓是十分的狼狈和凄惨。看到这一幕，在场的合欢宗众人也是倒吸冷气。何曾想，堂堂的阴阳峰峰主，元婴巅峰的高手，竟会落得这般境地。阴阳魔君，好好看看，你现在在哪？酒池揶揄一笑。阴阳魔君抬头，便看到一道道熟悉人影：萧一妹、六欲魔君、厉三娘以及穆红等人，脸色一下子变得狰狞怨恨，只觉得每一分每一刻都在遭受耻辱的拷打。之前的他多风光，元婴巅峰，又是阴阳峰峰主，与萧一妹等人乃是并列，可如今他披头散发，狼狈不堪，成了欢喜禅宗的阶下囚，简直丢脸耻辱到了极致。被诸位同门注视，能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甚至有人在低声嘲笑，而这一切都是拜那个小贼所赐。阴阳魔君，你可知罪？萧一妹忽然喝道。看到阴阳魔君这副模样，心间也是幸灾乐祸。这家伙为了陷害自己，居然去击杀花空，落得这副田地，真是咎由自取。然而阴阳魔君却哈哈大笑：“萧一妹，你在说什么？本尊听不懂。本尊何罪之有？”众人一愣，没想到时至今日，阴阳魔君还会狡辩。何罪之有？你击杀花空，
意图陷害本座，挑起两宗矛盾，难道不是罪吗？萧一妹质问。阴阳魔君黑白长发下，黑白双眼阴冷无比，这是污蔑。花空并非本尊所杀，更别说陷害你，本尊也是受害者。我们都被火烧花剑色禅院的小贼给愚弄了，你们可要查清楚，别让真凶逍遥法外。还有，立刻放了本尊。闻言，众人哗然。细细想来，阴阳魔君确实没有去杀花空的理由，难道真有人陷害他？屠罪冷笑，阴阳魔君，你还真是死鸭子嘴硬。我问你，既然你没有杀花空院主，那为何会出现在花剑色禅院？还有，我们已经查明，死在花剑色禅院的那批黑衣人，就是你阴阳峰的弟子。如果不是你指使，他们岂会来到花剑色禅院？阴阳魔君表情淡定，早有计划。只见他笑道：那本尊问你，花空的弟子花明等人私闯合欢宗，侵占灵田，虐杀我宗弟子，难道也是花空指使？屠罪等人面目一怔，不好回答。而阴阳魔君继续笑道：至于韩泽他们为何会在花剑色禅院，依本尊看，一定是幕后真凶唆使，就是为了嫁祸给本尊。后来本尊听说韩泽等人去了花剑色禅院，担心他们是因为花明虐杀宗门弟子前去报复，故而前往花剑色禅院，打算将他们带回来。何曾想你们竟把花空之死按在本尊的头上，更联手对付本尊，令本尊落得这副田地。此事本尊定要禀告宗主，求一个公道。见状，穆红连忙站出来，原来封主是被有心人陷害的。三位封主，你们可要查清此事，还我封主一个公道啊！萧一妹脸色难看，原本想当众审判阴阳魔君，未曾想阴阳魔君居然说出这么一番说辞来，把自己给摘的是一干二净，而且听上去逻辑没有半分问题，好似他真的是受害者。但他知道心儿不会欺骗他，绝对是阴阳魔君为了陷害自己，故而杀了花空。只是现在阴阳魔君这么一说，再想给他定罪便是难了。难道阴阳魔君真是被陷害的？那幕后真凶是谁？对方是针对阴阳魔君，还是我们合欢宗？他的阴谋到底是什么？合欢宗众人窃窃私语，竟是对阴阳魔君的话信了大半，就连六欲魔君和厉三娘都是频频点头。照这样下去，阴阳魔君还真有可能脱罪。屠罪三人也是脸色难看，原本他们笃定是阴阳魔君杀了花空，但现在听后者这么一说，又动摇起来。因为当初拿下阴阳魔君后，竟有神秘人火烧花剑色禅院，还有花剑色禅院宝库被洗劫一事，并非阴阳魔君所为，是另有其人，估计跟纵火的凶手是同一个。当然他们此时此刻不想知道真凶是谁，只想阴阳魔君认罪，因为只有他认罪，他们接下来跟合欢宗谈判时才能占据主动，为后面的一切计划铺路。如果真凶不是阴阳魔君，那对他们非常不利。啪啪啪！就在这时，鼓掌声响起，众人循声望去，目光皆落在陆星身上。陆星一边鼓掌一边笑道：不愧是阴阳魔君，好奸诈，好狡猾，几句话就想自己撇了个干干净净。如果我不是这件事的参与者，还真会被你给蒙骗。阴阳魔君冷冷地看着陆星：你一个废材，有什么资格在此言语？滚回去！六欲魔君也道：陆星，这里轮不到你说话，退回去。但萧一妹却道：诸位，对于此事在场的人除了阴阳魔君外，没有谁比心儿更清楚。想要真相大白，就让心儿给大家好好说一说。一名元婴大长老道：此事必须查清楚，知道线索的人都可以上场禀明，但记住切莫故意栽赃。陆星道：多谢长老。事情的开始是这样的，当即他将胖达目睹阴阳魔君击杀花空，再听到他们的毒计，以及后来他们三个前往花剑色禅院阻止韩泽等人，并且做局引阴阳魔君前来，让三大院主合力将其拿下之事一一道来，不过却隐去了自己击杀韩泽等人、洗劫宝库、纵火花剑色禅院等事。这些事绝对不能承认，否则很可能会被阴阳魔君反咬一口，也会成为六欲魔君等人攻击萧逸的由头，更会将自己立于危险之地。毕竟他们杀了花剑色禅院不少弟子，还洗劫了宝库，还纵火，屠罪三人岂会轻易饶过？小星子说的没错，我能证明。胖达站出来：我也能证明。陈婉亦是走出来。闻言，阴阳魔君一双怨毒的目光骤然落在陆星身上，心中怒火冲天。原来是你们三个小贼坑害本尊，让本尊落得这副田地，本尊一定要你们生不如死。真相大白，阴阳魔君，你还有何话说？萧一妹豁然站起，质问阴阳魔君。可阴阳魔君依旧笑意盈盈，他们三个都是你戚清风的弟子，他们的话谁知道真假？说不定他们这么说便是受你指使。萧一妹笑了笑：阴阳魔君，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心儿，陆星立即会意，将韩泽的神魂给放了出来。而看到韩泽的神魂，阴阳魔君的脸色终于变了。
他千算万算，没有想到韩泽的神魂还存在于世。如果韩泽将一切和盘托出，那对他非常不利。韩泽，你来说说，是不是阴阳魔君击杀了花空，再让你将尸体带回花见色禅院，意图陷害我萧夷？陆星喝问。韩泽看着阴阳魔君，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自然不想帮助陆星，只认师尊。你最好想清楚不开口的后果。陆星传音，另外我可以承诺你，只要你指认阴阳魔君，我可饶你神魂不灭。闻言，韩泽目光一亮，方才做出决定，师尊，对不起，我不想死。于是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部说了出来。另外，我知道师尊的为人，如果此事暴露，他一定会让我们顶包，所以师尊击杀花空的过程，我偷偷用流影珠给记录了下来。韩泽道。听到这句话，阴阳魔君当即歇斯底里，怒吼道：韩泽，你个叛徒，居然如此对待师尊，你大逆不道！韩泽别过脸，不敢直视阴阳魔君。陆星疑惑，在韩泽的储物袋里一番寻找，还真找到一颗流影珠，当即催动灵力激活流影珠。半空中一幕幕画面出现，直接坐实了阴阳魔君的罪行。阴阳魔君，你个歹毒的小人，居然给花空院主下毒，再将其害死，你还诸多狡辩，简直罪不可恕！屠罪大怒，一脚将阴阳魔君踹飞，而后质问萧一妹等人：好一个合欢宗，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萧一妹笑道：屠院主息怒，此事乃是阴阳魔君个人行为，跟我宗并无关系。笑话！屠罪道：第一，阴阳魔君之所以杀花空，是为了陷害你；第二，阴阳魔君是你们合欢宗的宗主，岂能跟你宗没关系？不管如何，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否则我欢喜禅宗绝不客气。就算为此开战，那又如何？开战！六域魔君一惊，连忙道：屠兄，大可不必吧，若真的开战，对两宗来说都没有任何好处。你放心，我们会给你们一个交代。一众长老也是立即陪笑。开玩笑，宗主都被藏魔渊的恐怖存在给抓走了，没有宗主坐镇，若两宗开战，合欢宗必定落入下风，后果不堪设想。萧一妹也知道六域魔君的想法，皱了皱眉道：你们放心，此事我宗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至于阴阳魔君，我宗定会严惩不贷，绝不姑息。阴阳魔君怒道：萧一妹，本尊乃阴阳峰峰主，就算要对本尊定罪，也轮不到你。除了宗主外，本尊谁也不服。陆星走出来，笑道：阴阳魔君，你大概还不知道吧？你的阴阳峰已经被萧夷给拿下，而且经过两位峰主以及众长老商议，在宗主结束闭关前，萧夷便是宗门代宗主，一切事宜由萧夷说了算。你现在还觉得萧夷没资格给你定罪吗？阴阳魔君勃然色变，朝着穆弘怒吼：本尊不在，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居然臣服七情峰，臣服萧一妹，你们一群废物！穆弘脸色变了变，但想到阴阳魔君大势已去，便不再顾忌。峰主，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呢？要不是你的一系列愚蠢行径，又岂会让自己陷入这般境地？阴阳峰又岂会落入萧峰主之手？你还是少说两句吧，一个阶下囚，狂吠什么？你！阴阳魔君万万没想到，一直对自己马首是瞻、阿谀谄媚的穆弘，居然敢跟他这么说话，当场气得吐血。本尊杀了你！阴阳魔君怒吼一声，就要动手，但反被穆弘一脚踩在脸上，死死地贴在地面。废话真多，真当自己还是从前吗？萧峰主，我建议立刻将他押入大牢。萧一妹点头，那就由你带人亲自把他押入宗门大牢，好好看管。穆弘点头，让人押着死狗一样的阴阳魔君离开大殿。等一切平静下来，屠罪看向陆星，脸色阴沉，一个练气小儿擅闯欢喜禅宗，还易容欺骗我们三大院主，拿我们当刀使，真是好大的胆子呢。陆星连忙拱手道：事出紧急，若是让阴阳魔君得逞，对两宗都没有好处，还请三位院主恕罪，晚辈知错了。肉林轰的一声站起来，怒指陆星：我问你，洗劫花见色禅院宝库还有纵火者，是不是你们？胖达和陈婉吓得脸色一白。陆星倒是淡定得很，三位院主误会了，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做这些事啊。依我看，应该是另有其人，而且此人的修为很强大，否则的话不可能洗劫宝库，纵火之后不被发现。肉林愤怒，还敢狡辩，分明就是……话还未说完，萧一妹笑道：三位院主，你们可有什么证据？闻言，肉林无言以对。他们连凶手的面都没见到，凶手也没留下任何线索，哪能有什么证据？那就等三位院主有了证据再说吧。你们放心，如果证实是他们所为，我定不会姑息。萧一妹嫣然一笑：屠罪，你哑巴了，说话啊！肉林气得跳脚。屠罪瞪了他一眼，仿佛在说：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真正目的。萧峰主，
此事我们一定会查明。现在，我们来说说第二件事。涂罪说完，看了厉三娘一眼。这次过来，除了归还阴阳魔君之外，还有2件事。哦，萧一妹伸了伸手，涂院主但说无妨。不知想到什么，涂罪摸了摸鼻子，道：“我想带我女儿走。”闻言，众人惊讶地看着他。女儿？涂罪有女儿，而且还在和欢宗。很快，众人发现一个疑点，那就是涂罪姓涂，而涂莎莎也姓涂。该不会于是所有人都看向厉三娘和涂莎莎？涂罪，你想找死吗？厉三娘气得浑身颤抖，当即怒喝，杀气腾腾。涂罪脸色缓和，三娘，莎莎也是我女儿，我有资格与她相认，并带她回去一起生活。话说到这里，众人讶然，原来涂罪真的跟厉三娘有一腿，而涂莎莎就是涂罪的亲生女儿。涂莎莎根本不是厉三娘捡回来的。娘，这个老秃驴真是我爹！涂莎莎一时瞪大眼睛。厉三娘骂道：“闭嘴！你没有爹，他更不是你爹！”说罢，一挥拂尘，厉声怒喝：“涂罪，你再敢胡言，别怪老娘不客气！”涂罪打定主意，一定要与女儿相认，半点不退，朝着众人道：“诸位来评评理，莎莎既然是我的女儿，我为什么不能跟她相认？为什么不能带她回去跟我生活？莎莎从小身边便没有爹，她缺少父爱，所以我想要弥补，我这有什么错？”三娘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止，就是自私。众人苦笑，不敢搭话。厉三娘出了名的狠辣，灭情绝性，谁敢触她的眉头？于是一个个都沉默，但心里却忍不住笑。没想到禁欲系的厉三娘居然早就破了处，还是跟欢喜禅宗的秃驴更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瓜够劲爆啊！涂罪！厉三娘气得满脸通红，爆发灵力就要杀过去，但萧一妹起身阻止道：“厉封主，这里是七情宝殿，不是打架的地方。不过你放心，如果你不同意，那宗门也不会让他们乱来。”闻言，厉三娘方才退了回去，冷冷道：“涂罪，今日你想带走莎莎，那就从老娘尸体上踏过去才行。”你！涂罪气得啊，半天说不出话来。好在这时，陆星走出来笑道：“厉封主，涂院主，不如听晚辈一言。”涂罪道：“你想说什么？”陆星道：“此事毕竟关系到涂师姐，应该让涂师姐自己来做选择。涂师姐若是认你这个爹，想要跟你离开，那谁也说不得什么。但倘若涂师姐不愿意，那也请涂院主不要强求。”这涂罪皱眉，随后道：“行，就这么办。”厉三娘一听，竟也没说什么。这时涂莎莎站出来询问道：“娘，我真是您亲生的，他也是我爹？”厉三娘难得叹了口气，目露柔和之色，点点头道：“没错，当年我跟这混蛋一战，中了欢喜神针，这混蛋便趁机。后来我回到宗门，不久后就发现已有身孕。刚开始我认为你的存在对我来说就是耻辱，想过要放弃，但最后还是选择生下来。之所以骗你说你是娘捡来的，便是不想让所有人知道你爹是涂罪。可没想到这件事还是被涂罪发现了。如今他既然找上门来，如何选择，娘都尊重你。”涂莎莎一听，原来事情是这样的，这个王八蛋居然对娘是用强的，简直无耻至极。莎莎，让爹好好看看，爹真是想死你了。涂罪哈哈大笑，可谁知涂莎莎转过身就抽出胸间巨斧，一斧子劈向涂罪。涂罪吓了一跳，连忙躲开，气愤道：“莎莎，你大逆不道，居然对为父动手！”涂莎莎斧头指着涂罪，骂道：“老秃驴，你闭嘴！谁是你女儿？你个无耻之徒，当年居然这么对待我娘！今天我涂莎莎一定要阉了你！”话毕，涂莎莎再度杀了过去，两人杀到了殿外。原来你是因为你娘才跟我生气啊！涂罪恍然一笑，当年的事为父并不后悔，否则的话岂会生下你啊？这些年苦了你们娘俩了，你放心，只要你们回到我身边，我一定加倍补偿你们。而涂莎莎根本不在乎，骂道：“谁要你的补偿？秃驴，我杀了你，让你欺负我娘！”面对女儿的攻击，涂罪游刃有余，不怒反喜。不愧是我涂罪的女儿，年纪轻轻便有筑基巅峰的修为，只要有我的帮助，跨入金丹指日可待。而且天生神力，资质非凡，有女如此，夫复何求啊！陆星无言，自己女儿都要是负了，这涂罪还笑得出来，果然是一家子都不正常啊！这符法还是差了些，跟为父去欢喜禅宗吧，为父将万人屠神功传授给你，将来屠杀100万人、1000万人，以图正大道。涂罪哈哈大笑，对这个女儿非常满意。下一刻，他手指在斧刃上屈指一弹，红缨巨斧倒翻回去，狠狠劈落在地。涂莎莎咬牙，施展巨力，方才将斧头拔出，怒道：“谁稀罕你的功法？你个老秃驴！”涂罪满脸无奈道：“莎莎，
当年的事都过去了，是我对不起你娘，对不起你们，可我是真心实意想弥补的。可你娘不给我这个机会，你帮我劝劝你娘吧。见他一脸乞求和真挚，屠莎莎心中有些动摇。这时陆星连忙走出来，再让他们打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屠师姐，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意见？陆星道。屠莎莎点头。两人来到旁边，陆星方才低声道：你看哈，屠院主说的话不无道理，上一辈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就好。虽说当年屠院主的方式不够光彩，但毕竟已成事实，如果今后两人能相敬如宾，彼此扶携，对你娘来说未尝不是好事。屠莎莎惊讶道：陆师弟，你是认为我应该跟这个老秃驴相认？陆星道：你也看到了，今日屠院主是打定主意要与你相认，否则不会罢休，再闹下去对谁都不好。你想想，如果屠院主和你娘的嫌隙再加深下去，到时候搞得你死我活，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不如你先勉强跟他相认，至于跟不跟他走，你可以自己选择。屠莎莎想了想，陆师弟说的有道理，那好吧，我听你的。陆星笑道：这样就对了，如果有朝一日你娘能和屠院主冰释前嫌，相敬如宾，在这大道之上能相互扶持，岂不皆大欢喜？屠莎莎叹了口气，如果真能这样，那我也能放心，将来我若是离开合欢宗，也有人保护娘亲。众人疑惑地看着远处的两人，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屠醉心中忐忑，不知道陆星是会帮他还是害他。而这时陆星和屠莎莎两人走了回来。莎莎！屠醉满脸欢喜地喊了一声。屠莎莎表情微微不自然，但看到陆星在身边，心里就安心不少，于是走到李三娘身边道：娘，不如我先跟他相认吧，再这样闹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李三娘当即大怒，质问陆星：你个废材，跟我女儿说了什么？屠莎莎连忙道：娘，不怪陆师弟，其实陆师弟说的对，我就算再不承认，也无法改变我和这秃驴是父女的事实，我就假装跟他相认，先把他打发走了再说，他一直这么纠缠下去，也让人看笑话不是？厉三娘一听，你真是这么想的，不是被这死小子蛊惑？屠莎莎摇头，女儿又不是傻子，这是女儿自己的想法。厉三娘叹口气，好吧，你也长大了，很多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你自己看着办吧。屠莎莎笑了笑，谢谢娘。屠醉一听，立即喜笑颜开，哈哈大笑，莎莎，你终于肯跟为父相认了，我真是太开心了，来，让为父抱抱。滚！屠莎莎骂道，我虽然愿意跟你相认，但并不代表我就原谅了你，今天我是勉强跟你相认，想要我真心喊你一声父亲，除非我娘彻底接受你。这屠醉皱眉，颇为头疼，但还是道：行，我一定会让你娘彻底接受我的。虽然事情的结果屠醉并不满意，但至少女儿承认了他，这是个好的开端。以后只要把厉三娘给攻略了，他们一家三口就能好好生活在一起了。想到这里，他心情大好，信心十足。小子，我知道，要不是你，莎莎不会改变心意。花见色禅院的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屠醉笑道。陆星笑而不语。这时萧姨妹道：恭喜屠院主达成所愿，不过之前你说有2件事，那还有一件事呢。殿内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屠醉道：如果我猜的不错，你们合欢宗应该出现了魔窟吧？而且你们跟4翼血蝠王有过一次大战。话音一落，萧姨妹等人震惊。屠醉笑了笑，继续道：你们不必隐瞒，实际上我宗也出现了魔窟，并且4翼血蝠王入侵了我宗，不过被我们给击退了。6域魔君道：屠兄说的没错，我宗的确出现了魔窟，并且和4翼血蝠王有过一战，可没想到你们欢喜禅宗也是如此，看来这件事不简单啊。屠醉点头，虽然我等已经封印了魔窟，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再加上我宗老祖失踪，生死不知，我能预感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大的麻烦。萧姨妹等人再度震惊，没想到合欢老祖居然也失踪了。看你们的表情，合欢宗宗主只怕也失踪了吧？否则的话，4翼血蝠王未必能逃回魔窟入侵我宗。酒池笑道：事到如今，这些事已经不是秘密。萧姨妹无奈道：的确，我们宗主也下落不明，4翼血蝠王声称已经吞吃了我宗宗主，但依我看，他在撒谎。我宗宗主和你们老祖必然已经被更恐怖的存在带走了，或者……殿内沉默，大家都知道萧姨妹或者后面的意思。合欢宗宗主和欢喜禅宗老祖，要么现在还活着，但被囚禁，要么已经死了，但谁都不希望是后者。你们不会是想要进入藏魔渊解救老祖吧？厉三娘挑眉。屠醉笑道：自然不是，以我们2宗的实力，根本没资格踏足藏魔渊，除非跨入化神境，但短时间内想要跨入化神境，谈何容易？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萧姨妹一惊，
你指的是北荒秘境？涂罪点头，北荒秘境3个月之后便会开启，里面机缘无数，定能助我等跨入化神境。所以，我们想和合欢宗合作，在北荒秘境争夺机缘。萧一妹笑了笑，怎么个合作法？不待涂罪开口，肉灵便激动道：我们两宗若合作，万花仙宗便不是我们的对手。但如果得到机缘，必须由我们先拿。砰！厉三娘一拍扶手，喝道：凭什么？肉灵怒道：就凭阴阳魔君杀了我宗花空院主，而我们不但归还了阴阳魔君，也没找你们算账。合作之事上，你们总要做出让步。厉三娘大笑，目光冷厉：笑话！首先，我们并没有要你们归还阴阳魔君，一个将死之人对我宗没有任何意义。你们如果要带走阴阳魔君，那请自便。混账！肉灵气急：你们合欢宗真就如此不讲理？我们欢喜禅宗可是损失了一位院主。厉三娘不置可否：你们大可杀了阴阳魔君，以命偿命。轰！肉灵直接爆发元婴巅峰气息，就要动手。但萧一妹摆摆手笑道：不如这样，第一份机缘由你们先得，但往后便各凭本事。另外，如果在对付万花仙宗时，我们需同仇敌忾。闻言，肉灵方才罢手，而厉三娘却不同意：萧一妹，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这绝无可能。萧一妹道：花空之死，毕竟我们理亏在先，既然要合作，我们让出一些诚意，又有何妨？我现在是代宗主，此事就这么定了。厉三娘气得嘴角狂跳，但最终没说什么。谁叫现在合欢宗由萧一妹做主呢？萧峰主大气，既如此，我们便无其他事了，告辞。说罢，涂罪起身走到涂莎莎面前，宠溺道：莎莎，你要不要跟为父回欢喜禅宗？为父有好东西给你。涂莎莎却直接拒绝了。涂罪也不敢强逼，只能带人离开。合欢宗外，酒池满脸不悦：涂罪，洗劫花剑色禅院宝库，还有纵火的人，明明就是那个陆星，如此大辱，如此损失，我们就这么算了？而且我还查明花空之死跟这小子也脱不了干系。肉灵骂道：涂罪，你要是怕了合欢宗就直说，我现在就回去悄悄击毙那小子。涂罪怒道：你疯了？我们刚和合欢宗谈好合作，你现在去杀人，万一被发现，前功尽弃。你们放心，我们自然不能放过陆星，但就算要杀他，也不是现在，可以等到进入北荒秘境再说。酒池一听，你的意思是萧一妹会让陆星进入北荒秘境？这小子修为这么低，没资格吧？涂罪摇头：未必。陆星颇得萧一妹宠溺，如此机会岂会让他错过？你们就等着看吧，陆星一定会进入北荒秘境，到时候有的是机会杀他。肉灵喝道：好，就听你一回。随着涂罪他们离开七情宝殿内，众人立即开始商议进入北荒秘境的名额。毕竟进入北荒秘境的名额有限，每个宗门只能进入10人。进入北荒秘境的名额一共10个，我七情峰要4个，其余6个，六玉峰和合欢峰各3个。萧一妹道：对此，六玉魔君和厉三娘虽然有些不满，但也知道萧一妹如今是代宗主，他们不同意也没办法。很快，众人离去，殿内只剩下萧一妹和陆星。星儿，你想不想去北荒秘境？萧一妹笑道：想，当然想，里面机缘无数，对我修炼必有帮助。只是我一个炼气境，合适吗？陆星道：我说合适，谁敢说不？萧一妹摸了摸陆星的头，不过北荒秘境凶险，到时候你可要跟好我。陆星笑道：多谢萧姨，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你丢脸。萧一妹点头：行了，其他人选我会斟酌，这段时间你好好准备，争取在北荒秘境拿到机缘，提升修为。与此同时，合欢宗地牢，穆弘把阴阳魔君囚禁后，并未直接离开。峰主，你这又不是何必呢？偏要去杀那个花空，导致自己落得这副田地。住嘴！此刻，阴阳魔君被特殊宝物穿了琵琶骨，头顶与脚下还有大阵，将其禁锢。想要恢复伤势与灵力，也毫无办法。在阴阳峰，本尊待你不薄，现在还在等什么？立刻解除阵法，放开本尊！阴阳魔君怒吼：等本尊恢复修为，必定拿回阴阳峰。穆弘却笑着摇头：峰主，你大势已去，我何必冒着风险将你救出呢？这对我有什么好处？阴阳魔君冷笑：怎么你甘愿被一个女人指来指去？别忘了，你能在阴阳峰作威作福，还不是本尊放纵你？萧一妹可不会允许你像从前那样。穆弘想了想，还是摇头：峰主，何必多言，放了你是不可能的，你还是好好待在这，届时听候发落吧。如今阴阳魔君成了这副模样，即便放出去，想要夺回阴阳峰也绝无可能。他不可能冒险放了阴阳魔君。呵呵，本来给你活命的机会，你却不珍惜，既如此，
那便怪不得本尊了。阴阳魔君的语气忽然阴冷歹毒起来。穆弘一惊，随后淡然道：“你一个阶下囚，还能做什么？”阴阳魔君嗤笑：“还记得本座送给你的宝物阴阳两仪珠吗？”什么？穆弘感到不安，刚要有所动作，却发现一颗黑白二色的珠子忽然从储物袋内飞出，在头顶瞬间化成一个阴阳两仪阵，法阵旋转，令他无法动弹。你！穆弘暴怒，原来你送我阴阳吞魂珠，竟是为了害我！他想要挣脱，但发现体内的灵力都无法运转。最严重的是，在法阵的力量下，自己的神魂被拉扯，浓郁的痛苦席卷而来。如果有外人在这，可以看到穆弘的脑袋外出现另一个穆弘虚影，而那正是穆弘的神魂。他的神魂被法阵拉扯，几乎要脱离肉身。别挣扎了，好好等待本尊夺舍于你吧。阴阳魔君桀桀笑着，得意至极，在他头顶居然也出现阴阳两仪阵。不过一炷香的时间，阴阳魔君和穆弘的神魂接连脱离本体。而后穆弘惶恐地看到阴阳魔君的神魂居然与他的肉身合二为一。紧接着穆弘的肉身睁开眼睛，却是浮现出一抹黑白二色。阴阳魔君大笑，想不到吧，本座还有这份底牌。穆弘怒吼：“阴阳魔君，你不得好死！”阴阳魔君收起阴阳两仪珠，待本尊杀了陆星再处理你。随后他手一挥，将穆弘神魂收进了珠子内。其实阴阳魔君可以现在就灭了穆弘的神魂，再把自己的肉身带走。不过他还要暗杀陆星，所以留着穆弘神魂还有用，说不好能派上用场。要不是陆星这王八蛋，本尊何至于落得这副田地？不杀了他，难解心头之恨。虽然仓促夺舍，无法发挥穆弘的全部修为，但元婴之力杀他一同捏死蚂蚁。阴阳魔君满脸狰狞，随后化红离去，前往陆星洞府。此刻陆星正在返回洞府的路上，忽的他看到一道光红朝追飞来，等近了才发现竟是穆弘。穆弘长老，你找我有事？陆星疑惑。当然找你有事，而且是生死大事。阴阳魔君冷笑，随后画出一把阴阳魔刀杀向陆星。陆星大惊，你疯了？居然敢对我出手，不怕萧夷找你算账？但阴阳魔君根本不理会，阴阳魔刀狠狠斩落，劈得虚空都裂开。没办法，陆星只能施展出龙象般若功，一掌打出，无数掌影蕴含龙象之力打在阴阳魔刀上，并且纯阳圣体和金丹修为全部爆发。这可是元婴高手，若敢怠慢，必身死道消。砰！若是金丹高手，以陆星现在的综合实力，必可力敌。但这可是元婴之力。陆星被击飞出去，口吐鲜血，下一刻转身就逃。还想逃？今日就是你的死期！阴阳魔君大笑，连劈出9道刀影，欲要斩杀陆星。陆星连连闪躲，狼狈不堪，最后被一抹刀影擦中，轰进了山中密林。唰！阴阳魔君再度出现，祭出一抹巨大无比的黑白刀影，散发出毁灭天地的气息。见状，陆星哪敢托大，神龙在天，他浑身发光，飞向天空，打出一道巨大的黑龙。轰！刀影与黑龙碰撞，爆发出可怕的风暴。然而黑龙悲鸣被刀影斩灭，陆星再度被击飞出去，口吐鲜血，坠落地面后翻滚10几圈，撞碎了几棵古木。天宇流星步，陆星起身施展身法，化作2道光影，从左右2个方向逃走。阴阳魔君皱眉，当即施展出阴阳诀，画出2个分身杀向陆星。其中黑袍阴阳魔君杀向真正的陆星。陆星大惊，阴阳诀，阴阳分身，难道这不是穆弘，是阴阳魔君？不可能啊，这分明是穆弘，而且阴阳魔君重伤之躯，被囚禁在大牢，怎么可能来杀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容多想，黑袍阴阳魔君已经追了上来，陆星撒开脚丫子狂奔。但阴阳魔君虽然只能发挥出元婴一层的修为，可依旧不是陆星能轻易甩开的。死！阴阳魔君忽然出现在陆星面前，阴阳魔刀上黑焰燃烧，而后猛然一斩，3抹火焰刀光撕裂大地，凶猛袭来。龙象归虚，只见陆星的身体时而摆出龙势，时而摆出象势，须臾间在其身外竟留下一道道龙影、象影。这些龙影和象影宛若活物，凶威毕露，气息恐怖。陆星双手捏龙象印，瞬间所有龙影、象影尽皆飞来，涌入他体内。他身上的气息如潮水般攀升，提升了数倍。去！陆星双掌同时打出，一条条巨龙、巨象从他身上冲出。轰轰轰！两人之间发生猛烈的爆炸，一股古音波气浪撕裂大地与虚空，造成可怕场景。哇！陆星以付出一些伤势为代价，挡住了阴阳魔君这一刀。
怎么可能？阴阳魔君大惊，这小子明明只有炼气的修为，何故能发挥出金丹后期之力？不管了，得速战速决。就在这时，阴阳魔君祭出阴阳两仪珠，轰，在空中画出阴阳两仪阵。不好！陆星感觉到自己的神魂要被吸入进去，可还是晚了。阴阳两仪阵发威，竟是将陆星的神魂直接给吸纳进去。区区炼气的神魂，岂能与我相比？待我吞了你，再灭你肉身。阴阳魔君已确认这是真正的陆星，所以召回了白袍阴阳魔君，瞬间合二为一，并主动分离神魂，进入阴阳两仪阵中。在阵中，陆星看了过去，想要看看他到底是穆弘还是阴阳魔君，但对方的面容被有意扭曲，无法看清。难道你是阴阳魔君？陆星问道。什么阴阳魔君？他还在地牢呢，我是穆弘。阴阳魔君玩味。陆星冷冷道，管你是谁，敢跟我进行神魂之战，你打错算盘了。阴阳魔君的意道，你一个炼气境的神魂太弱了，而我的神魂乃是元婴神魂，要灭你一个炼气境的神魂轻而易举。陆星玩味一笑，是吗？那你来试试看。如果对方以元婴修为杀他，那他未必能逃得了，但对方却自以为是要进行神魂之战，简直就是笑话。要知道他现在的神魂之力已经达到凝魂境巅峰，化神以下的神魂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真是白痴。阴阳魔君画臂动用神魂之力，神魂之力化作阴阳魔刀斩向陆星，而陆星则以神魂之力施展龙象阵域。龙鸣象银声下，陆星凝聚出黑金色光团，黑金光团里有无数龙象神影，蕴含亿万恐怖的龙象之力，就连地狱都能够镇压，狠狠轰在阴阳魔刀上。令阴阳魔君恐惧震惊的一幕发生了，阴阳魔刀在亿万龙象之力下瞬间被击碎，并且将阴阳魔君的神魂给击飞。啊！阴阳魔君的神魂惨叫，虚弱无比，明灭不定，差点被击灭。你的神魂怎么可能如此强大？阴阳魔君瞪大眼睛惊叫着，看到了不可思议之事。想知道吗？但我不告诉你。陆星玩味，领死吧！眼看陆星要动手，阴阳魔君脸色难看，因为很明显陆星的神魂非常强大，以他的神魂之力根本无法力敌，更别说刚刚那一击就让他的神魂受伤不轻。陆星小崽子，想杀本长老哪有这么容易？阴阳魔君脸色一沉，双手掐诀，欲驱动阴阳两仪阵逆转离开此地。但这时候陆星的攻击到了，神魂之力凝结一龙一象，巨大无比，气势滔天，随后咆哮朝着阴阳魔君冲去。恐怖的神魂威势吓得阴阳魔君脸色惨白。关键时刻，他伸手一挥，一道神魂出现，正是穆弘的神魂。看到龙象冲来，穆弘发出惨叫，不，砰！龙象瞬间碾压穆弘的神魂，继续朝着阴阳魔君冲去。好在这时阴阳两仪阵完成逆转，阴阳魔君的神魂瞬间消失，并且化作一道光晕融入穆弘的肉身中。但因为神魂遭受重创的缘故，导致神魂与肉身的融合出现问题，穆弘的肉身居然在排斥他，让他头疼欲裂。本想着神魂回归肉身后再以元婴之力击杀陆星，但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该死，怎么会这样？阴阳魔君气恼，收起阴阳两仪珠，朝着远方逃去。这时候陆星的神魂同样归位，满脸杀意道，他到底是穆弘还是阴阳魔君？不管了，先追过去看看。刚准备追，他却发现空中漂浮着上百道紫色光流，这些紫色光流宛若流水一样散发神魂气息，这是神魂之力。是了，刚刚穆弘确实丢出了一道神魂，但被我的神魂龙象给打爆了。陆星兴奋，赶紧收起来，这可是好东西。画臂立刻用阴阳合欢珠将这些神魂之力收纳，做完这些方才飞向远方追杀过去。此刻地牢中，阴阳魔君归来，脸色惨白，只觉得头昏目眩，神魂几乎要剥离出穆弘肉身。毕竟不是正规途径夺舍，有着副作用，加上神魂受伤，副作用爆发下，穆弘的肉身已经无法再用了。阴阳魔君咬牙打算出手，击溃的牢法阵助肉身脱困，这样一来，只要自己神魂与本体融合，就有机会逃离此地。可刚要出手，通道内响起破空声。该死，来得这么快！阴阳魔君知道自己没时间破阵了，所以只能祭出阴阳两仪珠，令神魂离开穆弘躯体。神魂捏着一张焚尸符，直接扔到穆弘身上。穆弘的尸体熊熊燃烧起来，很快化成虚无。而阴阳魔君的神魂也立即回到本体，一声不吭地低着头，等待陆星的到来。果然，陆星很快到了，但却并没有看到穆弘。看着地牢中如此乖顺的阴阳魔君，陆星冷笑，
阴阳魔君，不必再装了，我知道是你夺舍了穆红长老，出手杀我。阴阳魔君抬起头吼道：什么夺舍？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本尊听不懂。不过你将本尊害得这么惨，待本尊脱困，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陆星不屑，是吗？只可惜你永远没有这个机会。当即他催动灵力，启动法阵，法阵轰的一声垂落无尽雷电，包裹阴阳魔君。这是烈心雷阵，滚滚雷霆之力可令阴阳魔君享受烈心碎心之痛，简直生不如死。不管你承不承认，我知道穆红已经被你害死。说实话，你算是帮了我一个忙，因为我也想杀穆红。陆星笑道：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在烈心雷阵下受尽痛苦而死，第二个归顺于我，奉我为主。闻言，阴阳魔君哈哈大笑：你一个炼气小儿，居然还想让本尊臣服，真是可笑。那你就继续享受吧，我有的是时间陪你玩。陆星冷笑，加大灵力输送，提升烈心雷阵的威力，对阴阳魔君进行狂轰乱炸。啊啊！地牢中响彻阴阳魔君的惨叫。陆星，本尊跟你拼了！阴阳魔君的身上忽然出现阴阳火焰，这是阴阳本源，他想燃烧本源，击杀陆星。虽然这样自己也会油尽灯枯，离死不远，但没得选择，拼命嘛！我怎会给你这个机会？陆星嘴角一扬，动用神魂之力，神魂之力瞬间化作一道神魂箭矢，射向阴阳魔君眉心，须臾间将阴阳魔君的神魂洞穿。啊！阴阳魔君惨叫，身上的阴阳火焰直接熄灭了。这次是神魂之痛，比烈心碎心更剧烈，那是一种超越一切的痛，全身时时刻刻像是被箭矢不断穿来穿去。交出魂血，饶你不死，否则……陆星释放出更多神魂箭矢，萦绕在阴阳魔君四周。这种神魂箭矢肉眼不可见，只能神魂感知，但感知到了未必能阻挡。现在阴阳魔君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感知到了无数神魂箭矢对着他，但他无法抵挡。如果这些神魂箭矢洞穿他的神魂，他会顷刻间毙命。顷刻间毙命还算痛快，怕就怕陆星一箭一箭的射，让他饱尝痛苦再死。他怕了，不想再品尝那种痛苦。住手！本尊愿意交出魂血。阴阳魔君虚弱地说出这句话，并且将一滴魂血送出法阵，来到陆星面前。陆星握住魂血，将其收起，笑了起来，明智的选择。阴阳魔君冷冷地盯着他，欲择人而噬，憎恨陆星，更憎恨自己。本来待在地牢好好的，偏偏要夺舍穆红。夺舍穆红也就罢了，不第一时间想办法出去，反倒去杀陆星。结果陆星没杀成，把自己赔了进去。自己堂堂的元婴巅峰大佬，却臣服了一名炼气废材，简直丢脸到家。咦，你还敢瞪我？陆星脾气上来，直接给阴阳魔君来了个五雷灌顶，炸得对方痛不欲生。果然这样很好使，阴阳魔君的目光乖顺许多了。要不是怕给别人留下画饼，连累萧夷，今天说什么也得宰了你。现在你的魂血在我手上，等同于生死被我捏着，所以乖乖待在这里，莫再耍花样，否则你知道后果。说完，陆星就离开了。回到洞府，陆星进入阴阳合欢珠内，打算吸收刚才得到的神魂之力。当即他盘膝而坐，驱动神魂，眉心处居然出现黑色血池印记，宛若一朵黑莲花。黑莲花发光，开始吞噬空中的紫色神魂之力。当全部吞噬完后，陆星明显感觉到神魂得到提升，但并未提升到吞魂境。显然想要从凝魂巅峰跨入吞魂，需要很庞大的神魂之力，光是一道神魂的神魂之力远远不够。叹了口气，陆星方才开始整理东西，为进入北荒秘境做准备。数日后，七情宝殿。得到消息的陆星来到这里大殿内，聚集了不少人。因为今天是出发前往北荒秘境的日子，陆星发现在萧一妹的身边站着2名元婴长老，皆是貌美女子。他认得一个是七情峰的执法堂长老韩代，另一个是传功堂的长老白眉。这次前往北荒秘境，七情峰有4个名额，也就是说本座会带3人前往北荒秘境。除了韩长老和白长老外，星儿也会跟本座前往。萧一妹淡淡道。严敏君脸色一白，满脸期待化成浓浓失望。本以为作为七情峰的大师姐，师尊会带他前往，未曾想陆星取代了他，顿时心里十分委屈。他忍不住道：师尊，弟子也想去北荒秘境，如果能得到机缘，说不定弟子就能跨入金丹境。萧一妹无奈道：可名额仅有4个，本座也没办法。可是严敏君看向陆星，陆师弟才炼气修为，根本没资格进入北荒秘境。师尊，你这是偏心。
萧姨妹脸色一沉，放肆！为师如何决策，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退下！严敏君眼睛深红，不甘心地退下。这时候，陆星道：“严师姐此言差矣，我连续击败了冷雪琪和屠杀杀2位天骄，光是这点便有资格进入北荒秘境吧？”胖达也道：“小星子可是从穆红那老家伙的攻击下全身而退了，敢问严师姐你做得到吗？还是七情峰其他哪个弟子能做到？”陈婉点头，胖达说的对，我觉得陆师兄最有资格进入北荒秘境。严敏君攥着拳头，脸色十分难看。见状，徐蕊气势汹汹，为严敏君鸣不平。严师姐的实力也很强，陆星能做到的事情，严师姐也能做得到。胖达哈哈大笑，他再强，能从穆红长老的手底下逃脱？别开玩笑了，胖爷敢说，真打起来，严师姐绝不是小星子的对手。徐蕊一听，立即道：“打就打，谁赢了谁去北荒秘境。”陆师弟，你敢吗？陆星苦笑，看来不打一架，这件事便会没完没了。只要严师姐没意见，我就没意见。陆星淡淡一笑。严敏君不想放弃这次机会，于是坚定地站了出来。陆师弟，那就得罪了。殿外，陆星与严敏君相对，这次我一定要赢。严敏君内心呐喊，手持一杆赤金色长枪。陆师弟，接招！话音一落，便冲向陆星。长枪上燃烧起赤红色的火焰，散发出强大的气息。而陆星始终未动，嘴角扬起一点弧度。仙儿在搞什么鬼？居然还不催动灵力？萧姨妹疑惑。数个呼吸后，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当严敏君距离陆星还有3米时，严敏君忽然惨叫一声，跪在了地上。下一刻，朱邪剑的剑刃便停在了严敏君的脖子边。这场决斗就是这么戏剧而诡异的结束了，而赢者自然是陆星。刚刚是怎么回事？严敏君不知道陆星用了什么手段。刚刚的他突然脑袋剧痛，痛得跪在地上。等反应过来后，陆星的剑已经抵在他的脖子前，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严师姐，承让了。陆星没有多做解释，收起诛邪剑就回到萧姨妹身边。萧姨妹笑道：“臭小子，你的手段是越来越多了，连我都快看不透你。”陆星嘿嘿一笑道：“星儿全身都被萧姨看过了，怎么就说看不透呢？”萧姨妹当即脸色一红，骂道：“臭小子，皮痒了是吧？”说罢就要开打。陆星则连忙溜远了，朝着萧姨妹做了个鬼脸，得意洋洋。不多时，萧姨妹等人准备出发了。胖达老气横秋地拍了拍陆星的肩膀：“小星子，此行凶险，万分小心，胖爷还没揍你一顿呢，你可不能一去不回。你要是不回来，婉儿妹妹可就归胖爷了。”“滚，死肥熊，谁揍谁还不知道呢？”陆星骂道：“还有，你敢打婉儿师妹的主意，我一定阉了你。”胖达冷哼一声：“要不是怕把你打伤，到时候入了秘境，连一条狗都打不过，今天胖爷一定打趴你。”陆星懒得理他，熊嘴里吐不出象牙。“陆师兄，一定要平安归来。”陈婉说着，拿出一张平安符：“这是我自己做的，婉儿向老天许愿，让你平安归来，此符一定会保佑你的。”陆星十分感动：“谢谢你，婉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这时，胖达的表情难得认真郑重：“陆星，祝你一路顺风，平安归来。你要是没了，胖爷找谁斗嘴啊？”陆星笑了笑，与胖达来了个熊抱。很快，萧姨妹带着2位长老和陆星离开，到了宗门外，便看到六域魔君等人在不远处等着。萧峰主，萧峰主！看到萧姨妹站在六域魔君和厉三娘身边的2位元婴长老，立即喊了一声。陆星认得这2位长老，一个是六域峰的执法长老卢翔，一个是合欢峰的传功长老赵公。韩代和白眉也向六域魔君和厉三娘打了招呼。另外，冷雪琪和屠莎莎也在此番北荒秘境的队伍中。今日的冷雪琪一身淡蓝色长裙，风姿玉骨，仙气飘飘，十分动人。看到陆星，直接冷哼了一声，一脸不爽的样子。这娘们一直看我不爽，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她给弄了不负责呢。陆星嘴角歪了歪，懒得理会。而屠莎莎看到陆星，顿时满脸兴奋：“陆师弟，你也来了，真是太好了，我太高兴了。”只见厉三娘身边穿着一身黑色劲装，人高马大的屠莎莎兴奋地冲了过来，立刻将陆星给揽入怀中，以高山雪峰进行无情镇压。陆星真的快被憋死了啊！萧姨，救命！救命！陆星高喊。萧姨妹却咯咯笑了起来，看来我这失职的魅力可真大啊！厉三娘，星儿正好缺一个双修对象，我看你女儿挺喜欢星儿的，不如萧姨妹做你的春秋大梦。厉三娘喝道：“她一个炼气废材，配得上我女儿吗？”萧姨妹立即就不乐意了：“你这是什么话？星儿虽只有炼气，但实力强大，不久前
就连续击败了6御封天骄冷血旗，还有你女儿怎么配不上？而且星儿帅气阳光，整个合欢宗不少女修都觊觎呢。厉三娘冷哼，谁知道她用了什么秘法？否则的话，岂能是冷血旗和我女儿的对手？依我看，她根基已损，未来不会有什么前途。让她进入北荒秘境，简直是浪费名额。说罢，朝着屠莎莎吼道：“莎莎，还不快回来！”屠莎莎当即松开陆星，陆师弟，我先过去了，晚点我再来找你玩。陆星大口呼吸，心想：你可千万别来了，你这种身材，弟弟我扛不住啊。听到他的话，萧一妹没有反驳，目露担忧地看向陆星，怕陆星真的损害了根基。冷雪琪听到萧一妹说起她输给陆星的事，心中极为不甘，当即便忍不住站出来：“陆星，等北荒秘境结束，我一定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击败你。”陆星一愣，随即淡然笑道：“好啊，我等着你。”眼看冷雪琪针对陆星、屠莎莎很生气，冷雪琪，就算等北荒秘境结束，你也不是陆师弟的对手。你要是不服的话，也不必等到北荒秘境结束，等进入北荒秘境后，大家比一比，谁获得的机缘多。冷雪琪冰冷道：“好啊。”屠莎莎看向陆星：“陆师弟，你觉得呢？”陆星顿了顿，笑道：“只要屠师姐高兴就好。”太好了，屠莎莎很高兴，就这么办。倘若谁获得机缘最多，就可以向另外2个人提一个要求，而且不能反对，如何？对此，冷雪琪脸色微微一变，但最终没说什么，算是默认了，因为他有着自信，一定能获得最多机缘。至于陆星，抓着下巴盯着屠莎莎，总觉得后者提出这个比试是有着什么预谋。总之，他有种不安的感觉。行了，时间紧急，赶紧上路吧。厉三娘不耐烦地催促道。只见萧一妹一挥手，一座巨大的飞天楼船出现。只见这楼船面积很大，上面有亭台楼阁，还有修炼密室，足够容纳上百人居住。见状，所有人立刻登船，在灵力的催动下，楼船化作一道光虹，飞向远方。北荒秘境处于苍蓝仙州的极北之地，距离此处足有数万里。众人一路乘船，消耗了2个多月的光景，方才抵达。这便是极北之地吗？陆星眺望四方，只见周围茫茫雪海，一眼望不到头，空中漂浮着无数雪花，刺骨的寒风吹拂过来，众人皆身穿厚厚的毛皮大衣，裹着脖子，在灵力的温养下，身子并不觉得冷。欢喜禅宗和万花仙宗的人还没到吗？萧一妹看了看四周，微微皱眉。话音刚落，只见远处一道光虹飞来，亦是一艘飞天楼船，在楼船之上插着欢喜禅宗旗帜，是欢喜禅宗的人。6御魔君道。不多时，楼船靠近，彼此相望。萧峰主，你们来得挺快嘛？屠醉笑了一声。可以看到，欢喜禅宗那边除了3位院主外，还来了7个人。这7人中，一共有4名元婴长老，还有3名筑基巅峰的天骄。你们也不晚。萧一妹淡淡道。屠醉立即看向厉三娘和屠莎莎，目光带着温柔。三娘，莎莎，这么快，我们一家3口又团聚了。哈哈，闭嘴！厉三娘怒喝一声，手中拂尘散发灵力，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动手的意思。见状，屠醉不敢再说话了。酒池灌了一口酒，满脸通红。萧峰主，别忘了我们的约定，若是遇见化神机缘，我们欢喜禅宗享有优先权。萧一妹道：放心吧，我们自然会遵守约定，但如果你们无能，就别怪我们出手。肉灵冷笑：笑话，若我们都无法得到机缘，你们又能如何呢？行了行了。屠醉怕两边争执起来，便笑哈哈道：此番我们2宗联手，万花仙宗根本不是对手，到时我们2宗实力大涨，嘿嘿，吞了万花仙宗也不是不可能。6御魔君一时笑了起来，不错，若能灭了万花仙宗，我们2宗的实力必能水涨船高。萧一妹则冷笑：3宗屹立苍蓝仙州的北荒上千年，要是能轻易覆灭某一宗，早就不是现在这种3足鼎立的局面。轰！就在这时，远方又驶来一艘飞天楼船，正是万花仙宗的人。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屠醉看了过去，很快，万花仙宗的楼船停在众人眼前。只见万花仙宗那边也是来了10人，为首的乃是一个穿着花纹长袍，佝偻着身子，手里杵着一根3色法杖的老妇人。这名老妇人的眼睛透着毒辣，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非常的恐怖，明显要强过萧一妹等元婴巅峰大佬。乖乖，竟是万花仙宗的老祖琼花婆婆。陆星一惊，以前3宗会武时见过对方，当即认了出来。不仅仅是他，萧一妹和屠醉他们亦是脸色大变。琼花老祖，你居然没事？屠醉惊讶的脱口而出，话说完便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而琼花婆婆当即脸色一沉：屠小子，看来你是日夜盼着老婆子出事呢。
但怕是要让你失望了。涂罪连忙道：琼花老祖恕罪，是我一时失态了。这也不怪他，在来极北之地前，两宗的人都认为万花仙宗也出现了魔窟，而琼花老祖应该也已经失踪。可没想到琼花老祖居然屁事没有，而琼花老祖可是化神境的高手。这样一来，欢喜禅宗和合欢宗即便联手，估计都斗不过万花仙宗。萧一妹和涂罪等人都想到了这一点，脸色非常不好看。这时候琼花婆婆在涂罪等人身上扫了一圈，却并未发现花空，顿时怒道：花空呢？让他出来！胆敢掳掠我万花仙宗的圣女，今日不把他打成飞灰烟灭，老婆子岂能善罢甘休？闻言，涂罪等人大惊，掳掠万花仙宗圣女，他们怎么不知道此事？琼花老祖，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花空什么时候掳掠了你宗圣女？我们完全不知情啊！涂罪连忙道：他们老祖不在，万一琼花老祖对他们出手，那岂不完蛋？误会？老婆子岂会污蔑你们？琼花婆婆看向花千羽，千羽，你来告诉他们。花千羽作为万花仙宗的圣女，容颜轻视，身穿一袭百花长裙，美轮美奂，明媚动人，一站出来，天地间都亮堂不少。陆师弟，我们又见面了。花千羽当即朝着陆星嫣然一笑。琼花婆婆皱眉，不满道：千羽，你跟一个废材打什么招呼？先说正事。是，老祖。花千羽当即将花空掳掠他的经过一一道来。听到了没有？要不是得贵人相助，我宗圣女岂能安然无恙？马上让花空出来，否则老婆子对你们不客气。琼花婆婆一脸杀气，身上散发出化神气息，压得众人踹不过气来。涂罪连忙陪笑：琼花老祖，此事我们真的不知情啊，而且花空她已经死了，您让我们如何交出啊？琼花婆婆一惊：死了？你不会哄骗老婆子吧？萧一妹道：琼花老祖，涂罪确实没有说谎，花空的确死了，而且还是被本宗的阴阳魔君杀的。但琼花婆婆却大笑：真当老婆子好骗吗？如果你宗的阴阳魔君真杀了花空，你们两宗还不马上打起来，还能在这里好好说话？老婆子不管你们两宗打了什么算盘，今日欢喜禅宗若不交出花空，就别怪老婆子我大开杀戒了。涂罪三人脸色一白，如今他们老祖下落不明，在场的人谁是琼花婆婆的对手？倘若对方真要大开杀戒，那谁也拦不住。陆星皱了皱眉，这涂罪等人的生死他自是不在乎，但如果涂罪等人遭了殃，难保不会对合欢宗众人出手。于是他大着胆子站出来道：晚辈陆星见过前辈。琼花婆婆目光一冷，合欢宗居然派了一个炼气废材过来，难道是宗门无人了？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滚下去！说罢就要动手，但这时花千羽赶忙站了出来：老祖不要伤害他。琼花婆婆挑眉：你这丫头阻止我干什么？不就是一个炼气废材吗？杀了就杀了，谅他们合欢宗也不敢说什么。花千羽道：老祖，您不知道，当初从花剑色禅院将我救出的恩人就是陆师弟，所以您不能杀他。哦。琼花婆婆一听，上下打量陆星，一个炼气废材居然能把你从花剑色禅院救出来，看来这小子没表面上那么简单啊。想了想，他道：行，看在你救了千羽的份上，老婆子就听你一言。陆星道：多谢前辈。涂院主和萧仪并没有说谎，花空的确死了，也是被阴阳魔君所杀，这是我亲眼所见。另外花圣女也知道此事。琼花婆婆皱眉：千羽，这事你怎么没说？花千羽无奈道：当日我回到宗门，您就带我去闭关疗伤了，后来就忘了。琼花婆婆一脸无语：罢了，既然死了那就算了，不过那混蛋倒是死得痛快，要是落在老婆子的手里，保证让他生不如死。随即问道：对了，你们两宗的宗主呢？不会藏在哪里，打算联手对付老婆子我吧？他们要是真敢这么做，老婆子可就要大开杀戒了。萧一妹和涂罪等人的表情一下不自然起来，他们两宗的宗主至今还下落不明呢，如何来这极北之地？你们这是什么表情？难道他们没来？这么好的机会他们怎么可能错过？琼花婆婆看出端倪，质问一声。萧一妹等人脸色阴郁，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见状，陆星叹息一声，主动道：不瞒前辈，不久前我们两宗突然出现魔窟，还被一头化神境的四翼血蝠王偷袭，好在将其击退了。至于我们合欢宗的宗主还有欢喜禅宗的老祖却下落不明，我们怀疑他们很可能是被藏魔渊的恐怖存在给抓走了。我们本以为万花仙宗应该也出现了魔窟，不曾想琼花婆婆大惊失色，居然有这种事。这么多年了，藏魔渊的妖魔都无法出来，而今却难不成藏魔渊中出现了什么变故？
如果藏魔渊的妖魔冲出来，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浓浓的担忧。藏魔渊中妖魔无数，且都无比强大，如果他们真能出来，整个苍蓝仙州都会生灵涂炭，而我们三宗亦会有覆灭之危。萧一妹道：这次我们来到北荒秘境，便是想要在秘境中得到突破化神的机缘，因为只有突破到化神，才能进入藏魔渊，解救两宗宗主，也能查出藏魔渊内的变故，所以还请您高抬贵手。琼花婆婆知道萧一妹的意思，言下之意，让她不要针对两宗，让两宗的人有机会在北荒秘境得到化神机缘。琼花婆婆思考着，其实现在的情况对他们万花仙宗来说，那是大大的有利，因为合欢宗和欢喜禅宗的宗主都失踪了，这个时候只要有他在，北荒秘境便是万花仙宗的主场。合欢宗和欢喜禅宗即便联手，都争不过万花仙宗，甚至他这个时候就能直接动手，把两宗的高手直接给抹杀掉。到时候万花仙宗就是苍蓝仙州北荒第一宗。可是他不敢这么做，因为唇亡齿寒。如果藏魔渊的恐怖存在真的倾巢而出，那光靠一个万花仙宗根本敌不过，到时候也难保不会被覆灭。只有三宗联手，或许还有机会。萧一妹和涂醉等人内心忐忑，已经做好琼花老祖出手的准备。琼花婆婆的内心也在做着斗争。最后她摇摇头，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你们不必担心，老婆子不是那种不顾大局之人，北荒秘境之行各凭本事吧。琼花老祖轻哼一声。闻言，萧一妹等人皆是一喜，纷纷道：多谢琼花老祖。琼花老祖忽然皱眉道：魔窟一事十分蹊跷，背后只怕有大阴谋，但唯有进入藏魔渊，找到你们两宗宗主，才能解开。这次北荒秘境一行，希望我们三宗能多出几个化神。时辰不早了，北荒秘境即将开启，大家各自做好准备吧。众人点头。陆师弟，发什么呆呢？甲板上，陆星眺望远方，想着北荒秘境的事。谁知屠莎莎跑过来，重重拍了一下陆星的背，差点没把他给拍断气。屠师姐，你这力气是真大，也就我身子骨强些，换做一般人，估计会被你拍成重伤。陆星无奈道：以后啊，屠师姐还是温柔些吧，不然，嘿嘿，万一哪天屠师姐遇到心上人，还不得把人家给吓跑啊？屠莎莎抓了抓头，心上人是什么东西？谁心脏上还有人吗？陆星一怔，没想到对方连心上人都不知道，随即苦笑，不知道应该说厉三娘把女儿保护得很好，还是故意把女儿培养成只知战斗和修炼的痴女呢。不过他认为屠师姐也老大不小了，很多事应该明白，比如何谓喜欢，何谓爱慕，因为如果不明白，就会做出一些出格的行为。比如拿山峰夹他脑袋，毫不避讳地搂他，说喜欢他，这在他人看来是情侣之间的亲密行为，是不能随意做的。屠师姐，心上人就是自己很喜欢的人，而且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每天都想见到对方，见到对方就会很高兴，不想分开。陆星一脸认真的总结。谁知屠莎莎哈哈大笑，一脸兴奋和激动，这么说，那我也有心上人了啊。陆星皱眉，屠师姐，你有心上人了？谁啊？屠莎莎一把将陆星搂过来，用雪峰贴贴，拍着胸脯毫不害臊道：当然是陆师弟你啊，我每天都想见到你，见到你就不想分开，这不就是陆师弟口中的心上人吗？陆师弟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都想见到我，见到我就不想分开啊？陆星忽然觉得自己就不该说这个话题，这什么跟什么啊？他不认为屠莎莎是真的喜欢他，男女之间的那种，他觉得屠莎莎或许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真实情感，只是觉得他好玩罢了，那种伙伴之间的情感更符合实际。屠师姐，北荒秘境在即，我们还是不要讨论这个话题了，我们说说北荒秘境吧。陆星好不容易从屠莎莎怀里挣脱出来，一脸谨慎道。屠莎莎没想那么多，便将自己知道的关于北荒秘境的一切信息都告诉了陆星。陆星点头，大部分跟萧仪说的差不多。很快厉三娘把屠莎莎叫走了，陆星当即长长松了口气。他却不知道，不远处冷雪琪和花千羽都朝着他这里看了过来，只不过冷雪琪还是一副高冷和满脸不爽的模样，还朝着陆星重重冷哼一声，不知羞耻。而花千羽则面色一暗，不知道在想什么。小子，我女儿很喜欢你吗？涂醉走了过来，脸色肃然。涂院主似乎有什么误会，我跟涂师姐只是同门情谊，只是比别的同门情感更深厚一些罢了。陆星知道对方的意思，懒得去招惹。当我瞎啊？莎莎分明很喜欢你。涂醉背着手，满脸威严道：你在欢喜禅宗做的那些事，大家心知肚明，看在莎莎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如果你日后敢对莎莎不好，我一定阉了你，再将你千刀万剐，听到没有？陆星脸色难看，这混蛋是来威胁他的，真当爷爷好欺负。
元婴巅峰又如何？怕个卵！当即就准备兑回去。可谁知屠罪又一副长辈模样，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我知道你明白，看在莎莎的面子上，我再提醒你一句，进入北荒秘境后一切小心。说完，屠罪就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仿佛做了什么称道的事，动作竟表现出一丝潇洒。陆星想了想，还是没骂出去，摸着下巴思索道：屠罪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让自己在北荒秘境小心，小心秘境中的凶险，还是来自其他2宗的危险？摇摇头，他没去多想。时间一晃，打了正午10分，原本雾霭一般的苍穹突然撕开一道裂缝，露出云层之后的黄黄天日。轰！须臾间，天空中异象滋生，天日周围云层翻滚，形成一道巨大漩涡。在巨大漩涡之下，日光之中，一道巨大金色法阵显现，缓缓旋转。下一刻，天日轰下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穿过法阵，将白色大地轰开。一时间，雪花飞扬，雪尘滚滚，四野山脉都在震动。北荒秘境开启了。萧一妹大喊一声，随后对陆星道：星儿，进入秘境后小心一些，一旦遇到生命危险，记得用幻玉神锏。另外，进入秘境后往中心赶，我们在那里汇合。陆星郑重点头：放心吧，萧姨，我会保护好自己。你也是。萧一妹点头，而其他人亦是一脸兴奋，目入金光。3艘飞天楼船收起，所有人化作光虹，投入光柱之中，瞬间消失不见。吼吼！一片古林中，陆星伴随着一道金光出现，随后金光消失，四周密集的吼声传来，令人心悸。脚下是黑色的大地，大地裂缝中冒着岩浆与火焰。陆星连忙运转修为，灵力护体，抵御这里的燥热，也避免被溅射的岩浆喷出的火焰灼烧躯体。轰隆隆！忽然，大地震动，虎啸震天，一群黑色独角身上流淌岩浆、喷吐火焰的虎兽朝着陆星奔腾而来，每一只都有3-4米高，凶威毕露，气势翻天。魔岩虎，而且个个都是筑基境。陆星微微皱眉，随后拿出诛邪剑，毫不畏惧道：谢谢来送菜。唰，施展天宇流星步，陆星速度宛若流星，快到不可思议。星辰剑意，千星剑诀。在这里，陆星可以无所顾忌地出手，金丹2层的修为爆发开来，纯阳圣体之力化成金色火焰在身上燃烧。这些筑基境的魔岩虎很快发出惨叫声。只见在虎群中，一道流星迸发出道道银金色剑光，像是砍瓜切菜一般，将这些魔岩虎一个个击杀。一头头魔岩虎倒地，大地轰隆隆震动。吼！最后，在陆星面前的是一头魔岩虎虎王，筑基巅峰修为。虎王愤怒地盯着陆星，不断怒吼，但眼中却尽是畏惧忌惮之色，不敢动手，因为他看出来了，眼前这个人类根本不是什么炼气10层，而是金丹境。这个老六，你是金丹境，为何要隐藏起来？你要早点说，我们岂会过来送死啊？哎，你好歹是虎王，怎么不动手啊？别怕，我就是个弱小的人族，你看你长得这么高大健壮，气息恐怖，我肯定不是你对手。你别后退啊，我又不会吃了你。陆星拿着诛邪剑，诛邪剑在滴血，那是魔岩虎的血，剑刃还反射着嗜血的光芒，仿佛还未饮够血。虎王破防了，轰的一声，转身就逃，边逃边污名，仿佛在说：娘亲，我怕。见状，陆星愣了一下，随即叹息一声：可怜的孩子，可是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的。唰！陆星手握诛邪剑，诛邪剑上喷吐出一道数10米长的剑光，剑光斩出，穿过魔岩虎王的躯体。砰！巨大的虎躯倒地，地面震动不休，接下来就是打扫战场了。首先把这些魔岩虎的兽精收起来，里面可都是精纯的灵力，可以进行炼化，提升修为。数十头魔岩虎的兽精，加上一头魔岩虎虎王的兽精，陆星粗末估计应该能让它提升到金丹3层。除了兽精外，这些魔岩虎的躯体也是好东西，肉可以用来烤着吃，又美味又对体魄有淬炼作用。皮和筋、骨可用来炼制丹药宝兵等，可以卖个好价钱。将战场打扫完毕后，陆星抬头，目光透过古林，看到了秘境的最高处。在那最高处有一道巨大的七彩色阵法，美轮美奂，如梦幻一般，那里便是秘境的中心。萧逸他们肯定在往中心赶，我也得过去。不过在过去之前，先把那些兽精炼化了，提升一下修为。确定四下无人，陆星瞬间消失，已经进入阴阳合欢珠。拿出兽精后，立刻开始炼化起来。数日后，陆星将所有兽精消耗掉，金丹长大了一圈，而修为也顺势提升到了金丹3层。等他出来后，外面没有丝毫变化，毕竟外界才过去1秒钟罢了，得尽快赶往中心了。陆星立即动身，黑沼泽，
这里遍布瘴气，沼泽遍地，一个不小心掉落沼泽中很难挣脱而出。因为沼泽中的淤泥很特殊，能限制生灵的行动，更别说里面还有诸多怪物，比如鬼面鱼、三眼怪，但这些当然不是沼泽中最恐怖难缠的东西。轰轰，只见半空中一人一兽正在大战。那是一名女子，人高马大，胸怀深广，手持巨斧不断抡动，每一斧都有10万斤之力，霸气侧漏。如果陆星在，定一眼就能瞧出这是屠莎莎。而与屠莎莎大战的乃是一条恶蛟，通体冰蓝，模样狰狞，全身散发浓郁的寒气，乃是金丹级别的寒水蛟龙。吼！寒水蛟龙凝聚无数冰锥，爪子一挥，无数冰锥朝着屠莎莎射去。天神铁！屠莎莎怒吼，浑身冒着血光，身披血甲，手上的巨斧都长大一圈，燃烧血焰。血斧挥动，呼啸生风，幻影重重，将无数冰锥挡下。就在这时，寒水蛟龙怒吼，从天而降，两只爪子狠狠拍落。天神斧！屠莎莎大吼，一斧子劈在爪子上，但整个人却被震飞出去，口吐鲜血。这头恶蛟太强了，乃是金丹近5层，哪怕人类中的同阶也未必能敌过。而屠莎莎不过筑基巅峰，靠着天神体与天生神力，才勉强与寒水蛟龙斗上几个回合，但终究是无法力敌的。吼！寒水蛟龙大吼，再度凝聚出无数冰锥，而这一次全部冰锥都汇聚起来，化成一根数10米长、数米宽的巨大冰锥。呼！冰锥呼啸，朝着屠莎莎洞穿而来。屠莎莎抡动巨斧，悍然迎上，结果吐血倒飞，巨斧脱手，一同砸进了沼泽中。此刻屠莎莎面色惨白，虚弱至极，被困于沼泽中，无法动弹。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沼泽碗若能吞人，让他的身体不断陷落下去，并且周围沼泽冒泡，有水浪翻滚，涟漪荡荡，好像有什么东西朝着他包围过来。同时半空中寒水蛟龙怒吼，而后对着他俯冲而下，张开大口想要将他吞了。屠莎莎的脸上却没有半分害怕，反而怒吼：你们敢动姑奶奶半分汗毛，我娘一定把你们全都宰了，大卸八块，都给我滚开！但这些根本不能阻挠什么。屠莎莎脸色黯然，看在近在咫尺的危险，无能为力。我屠莎莎还没纵横天下呢，不会就这么死了吧？哎，算了，死怕什么？20年后姑奶奶又是一条好汉。于是闭上眼睛等待死亡，只是眼角和嘴角忍不住的抽搐，内心也产生极致的恐惧。他以为自己不怕死，但在死亡即将来临的这一刻，他发现自己很怕很怕，害怕的都快哭了。谁来救救我啊！呜呜，屠师姐！一道熟悉而洪亮的喊声传来，宛若在灵魂深处响起。屠莎莎一惊，随后猛然睁开眼睛，入湿地，就看到一道身影手持长剑冲天而起，身披金甲，沐浴在星光中，璀璨夺目，宛若世间最亮的仔。随后一剑将寒水蛟龙给斩成了2半，展现出无敌之姿。那一刻，在屠莎莎的眼里，这片天地忽然黯然下来，唯有眼前这道身影越来越夺目。屠师姐，我来救你了！陆星喊了一声，将还猛着的屠莎莎拉出沼泽。就在这时，无数鱼怪和三眼怪冲出沼泽，朝着2人扑来。找死！陆星一剑斩出，圆环剑光将这些怪物尽数斩成2段。沼泽水面一下染红了。不多时，陆星带着屠莎莎落在一片空地上，看着他满身的伤痕，十分心疼道：屠师姐，你没事吧？我这里有疗伤丹药，你快服下。可是屠莎莎仍旧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得他都发毛了。师姐，师姐！一连喊了10几句，屠莎莎才回过神来。怎么了？陆星没好气道：你受伤了，赶紧服下丹药疗伤吧。屠莎莎猛猛地哦了一声，方才服下丹药，开始疗伤。空地上一堆篝火前，2人席地而坐。陆师弟，幸亏有你，不然我真要死在这了。屠莎莎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想起刚才的凶险，心中满是后怕。如果不是陆星赶到，他真会死在这里。陆星也点点头，深有同感。他要是真没及时赶到，屠莎莎确实凶多吉少，怕是连尸体都找不到。之后的路，我们2个人同行，应该会安全不少。陆星道。屠莎莎忽然站起来，走到陆星身边，居高临下，给人压迫感。尤其是那对山峰太过伟岸，让陆星都看不到屠莎莎的脸。屠师姐，你干什么？陆星有点不安。谁知屠莎莎蹲下来，直接将陆星给公主抱抱起来，然后朝着密林走去。陆师弟，你救了我，我要报答你。陆星惊悚，我不要你报答，就算要报答，你抱我起来干什么？还公主抱，我不要脸的吗？刚才我想起来，在我13岁的时候，好像看过一本话本小说，上面说
一个男人救了一个女人，然后那个女人无以为报，就决定以身相许，所以我也要以身相许。只是我没做过，待会还是要陆师弟掌握主动。你说怎么来就怎么来。屠莎莎一本正经，一脸认真，人畜无害。闻言，陆星直接呆住了，暗骂这是哪个天杀的，把这种话本小说给屠师姐看，这不是害人吗？虽然屠师姐长得也挺好看的，身材更是一等一，但就是因为身材太劲爆了，那人高马大的样子还不得把她给压垮了啊。当然，作为金丹修士，这点压力还是能承受的。只是他如果真办了屠师姐，厉三娘和屠罪一定会阉了他，再把他大卸八块。陆星连忙摇头，喊道：“屠师姐，你赶紧放我下来。”屠莎莎疑惑道：“话本上说女人以身相许的话，男人都很喜欢的，陆师弟怎么有点不高兴啊？”陆星汗颜：“屠师姐，你别忘了，这里可是北荒秘境，处处凶险，报答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吧。我看屠师姐伤都好了，我们赶紧去秘境中心吧。”屠莎莎点头：“我娘说了，让我进入秘境后尽快赶往中心，因为只有在中心机缘最多也最好。听说还有一朵鸿蒙神莲会出世，若能得到1、2，便可突破至化神。现在时候不早了，我们确实该赶紧过去。”见成功转移视线，陆星松了口气。忽的，屠莎莎想起什么，连忙道：“对了，陆师弟，你杀了那头寒水蛟龙，那他的金丹你拿了没？那可是好东西，可别便宜了沼泽里那些怪物。”陆星笑道：“那是自然。”说着便将一枚金丹给拿了出来。金丹通体冰蓝，散发浓烈的寒气，里面还有一头模糊的蛟龙虚影在飞翔。太好了，有了这枚金丹，定能帮你筑基，快收起来吧。屠莎莎道。但陆星摇头，虽然这头寒水蛟龙是我所杀，但毕竟是屠师姐先发现的，且伤到了他，我才能将他斩杀，所以这金丹我们一人一半。屠莎莎一惊，这怎么行？我的命都是你救的，这金丹我绝不能要。然而他话刚说完，陆星一剑将这枚金丹劈成2半，并用灵力禁锢2半金丹，不让金丹灵力外泄。啊，陆师弟你……屠莎莎错愕。陆星笑了笑，才1半金丹递过去，屠师姐，你不要推辞了，你若是不要，我可就丢了。见状，屠莎莎张了张口，最终还是将半块金丹收起来。陆师弟，你人真好。屠莎莎满脸感动，将陆星狠狠地抱紧，当即骨头成片错响。如果不是了解屠莎莎的性子，他都要认为屠莎莎是要杀他夺宝了。呼呼，好不容易挣脱开来，陆星一脸忌惮地看着屠莎莎：“屠师姐，我们还是赶路吧。”路上，屠莎莎紧挨着陆星，就差整个身子都压过来。陆星满脸无奈道：“屠师姐，我们还是保持些距离吧。”屠莎莎疑惑：“为啥？”陆星连忙解释：“这样我们探查的范围就大了，对我们更安全。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些机缘呢。”屠莎莎一听，当即点头：“有道理。”但刚走出去几步，他又挨到了陆星身边，摇头道：“还是不要了，我还是想离陆师弟近点。放心吧，我会保护好陆师弟的。另外，机缘什么的，随缘吧。”陆星，好一个随缘啊！无奈下，他只能祭出诛邪剑，御剑凌空，朝着远处飞去。陆师弟，等等我啊！屠莎莎大喊一声，从胸间把斧头一抽，直接扔出去，驾着巨斧追赶。峡谷、深潭附近，轰！一根巨大白骨虚影爆发可怕的气息，瞬间砸在一头双头猿鸟身上。力！双头猿鸟发出惨叫，砰的一声，狠狠砸在地上，顿时没了气息。这时，白骨虚影消散，在那里唯有一根散发微微金光、2尺来长的白骨宝器。咻！白骨宝器化作一道流光，回到一名身穿巨大僧袍、满身肥肉、宛若肉山的秃驴手中。那是肉灵，在肉灵的旁边还有酒池。肉灵一招手，双头猿鸟的金丹就飞了过来，被他收起。肉灵，不能再等了，不要因为一个练气小子而误了大事。酒池满脸通红，不耐烦道：“在他们脚下有不少尸体，这些尸体全是灵兽尸体，其中大多数是筑基，少部分是金丹级别。当然，其中还有一头出入元婴级别的，但仍不是2人对手。”众人传送进入秘境后，2人正好在一起，便商量着先把陆星给宰了，再赶去和屠罪他们会合。而这条峡谷乃是通往秘境中心的必经之路，他们打算在这等陆星。可是他们等了足足1个时辰，期间遇到不少人，却未见到陆星，倒是杀了不少秘境中的灵兽。而鸿蒙神莲随时都可能复苏，他们不可能一直这样等下去。你说的对，鸿蒙神莲要紧，不过陆星也不能放过。说罢，肉灵目光狠辣，一挥手，一团血肉出现，血肉发光，并且不断蠕动，乍看之下着实可怖，甚至很恶心，让人想呕吐。很快，
这血肉变化竟是化成人形，但无脸，足有4米高，皮肤褶皱，上面遍布如蚯蚓一样凸起的血管。灵肉僧在此等待，诛杀此人。肉灵摆手在空中凝聚出陆星的画像，这是肉灵的一具肉傀儡，血肉有着灵性佛性，具备肉灵的一丝神魂，初具灵智，并且这肉傀儡拥有元婴一层的修为，手段不俗，非常强大。见状，酒池一惊，你想用傀儡杀陆星，这倒也是个办法。肉灵笑道，还不把你的灵酒僧给召唤出来？2个元婴级别的傀儡对付一个炼器小儿，不在话下。酒池点头，片刻间召唤出一个由灵酒化成的傀儡，身上灵酒哗啦作响，波纹荡荡，其身上的气息亦是达到元婴一层级别。随着2人意念一动，2具傀儡飞入深潭中，消失不见。之后2人在此地又布置了一些阵法，可以帮助2具傀儡更好地探查陆星的行迹。做完这些，2人便全速赶往秘境中心。屠师姐，这里应该就是通往秘境中心的大峡谷吧？空中2人出现，正是陆星和屠莎莎。屠莎莎点头，我也是第一次进来，应该是。飞到峡谷尽头，再往前约莫200里就是秘境中心。2人身上都有不少血迹，因为来路上2人又遇上不少秘境灵兽，元婴以下的灵兽都不是2人的对手。当然主要是陆星发力，毕竟屠莎莎才筑基巅峰，对付不了金丹级别的灵兽，这也让屠莎莎认识到陆星真正的实力。不过陆星解释说自己是靠着秘术强行提升的实力，但依然阻止不了屠莎莎对他的崇拜。萧逸说，这条大峡谷周围强大的灵兽有很多，不乏元婴级别，可我们到了这却没有任何动静，难道是被萧逸他们给杀光了？陆星疑惑，别说元婴级别了，就是筑基灵兽都没发现一只，这有点不寻常。屠莎莎却满不在乎地笑道，没有灵兽阻挠我们不是更好吗？我们赶紧赶路吧，去晚了机缘都被别人拿走了，尤其是冷血奇，我们可是跟他打赌呢，可不能让他得了第一。陆星闻言便打算进入峡谷，可就在这时，地面震动，方圆100米内一束束金光冲天而起，在半空中显化出一座大阵。大阵发威，垂落一道结界，将2人困在其中。不好，有埋伏！陆星一惊，大喊道。而这时不远处的深潭中砰砰2声炸起水花，同时2道巨大的身影化红飞来，瞬间出现在2人面前。屠莎莎震惊，居然元婴级别的傀儡，秘境中怎么会有这种东西？陆星皱眉，不对，这2具傀儡并非秘境中的东西，而是有人故意布置在此。屠师姐，你发现没有？这2具傀儡，一具由灵肉炼化而成，另一具散发酒气，由灵酒炼化而成。从他们身上，我感觉到欢喜禅宗酒池和肉灵2位院主的气息。如果我猜的不错，这里的埋伏就是他们布置而成，而他们的目标是我。当初3大院主离开合欢宗之后，陆星就知道他们不会放过自己，毕竟虽然自己没承认，但对方必然猜出来火烧花剑色禅院还有洗劫花剑色禅院宝库的人就是自己，所以3大院主绝不会放过自己。或许屠罪会看在屠莎莎的面子上，不会对自己动手，但肉灵和酒池2位院主就说不定了。什么？是他们？这2个死秃驴，要是伤到陆师弟一根汗毛，我屠莎莎一定不会放过你们。屠莎莎满脸愤怒，杀气腾腾，但很快他又担心起来，陆师弟，这可是2具元婴级别的傀儡，我们可能打不过。陆星皱眉，打不过也得打。屠师姐，你先拖住其中1具傀儡，等我想办法干掉其中1具再来帮你。屠莎莎抽出巨斧，陆师弟不用担心我，区区傀儡元婴又如何，我可不怕。话说完，他扛着巨斧就杀了过去。当即灵肉僧率先出手，手中持着灵肉化成的血色兽骨，与屠莎莎对了一击。砰！结果屠莎莎直接被震飞出去，砸落在树林之中，掀起滚滚烟尘。陆星惊愕喊道，屠师姐，你没事吧？屠莎莎的声音传来，我没事，我怎么可能有事呢？我一定能解决这该死的傀儡，放心吧。不多时，他从树林中冲出来，跟灵肉僧再度大战。渐渐的，双方的身影没入密林，爆发强大的战斗风波。而这时，灵九僧冰冷的声音传来，你就是陆星？陆星一惊，这傀儡居然有灵智，还能口吐人言，宛若真人，当即质问，是肉灵和酒池那2个老秃驴派你们来的吧？还真是看得起我，居然派2尊元婴傀儡。灵九僧道，什么肉灵酒池，我只知要将你扼杀在秘境，今日谁也救不了你。你不承认也没关系，等我宰了你们，到时候自会找他们算账。陆星冷喝，随后以强大的神魂之力感知四方。如果仅仅是对付元婴傀儡，那他还有些自信。他担心的是肉灵和酒池会埋伏在四周，不过好在周围并无他们的气息，显然他们并不在此处。
这样的话，他就放心多了。不自量力，小子，临死吧！灵九僧怒喝，随后一挥手，无数灵九在空中汇聚，顷刻间化成无数水箭，朝着陆星击射过去。陆星手持出邪剑，全力爆发，一剑横扫，画出万剑，迎了过去。轰！轰！轰！恐怖的爆炸力倾泻四方，引得虚空震动。结果灵九僧不动如山，反观陆星被水箭气浪击飞出去，嘴角一血。不愧是元婴傀儡，真是强大。陆星面色一沉，看向屠莎莎那边，担忧道：不知道屠师姐能坚持多久，不管了，必须速战速决。只有先斩杀了这具灵九傀儡，才能驰援屠莎莎。星辰剑意，千星归一。陆星大喝，须臾间一抹银金色剑气斩了过去。灵九僧冷哼，手持一根巨大的水剑，一时劈出一道巨大剑气。砰！两道剑气碰撞，然而陆星又被击飞出去了。不过他没有半分迟疑，收起诛邪剑，身影化成流星，冲向灵九僧。天宇流星部第3层化星，空中无数流星接近灵九僧。吼！灵九僧的面容亦是灵九构成，看不清表情，却是发出一声怒吼，以水剑不断横扫，剑气交织成大网，切割一道道流星。但流星太多了，剑网难以顷刻间尽数绞杀。忽地，一道流星坠落在其身后，陆星显化出来，万象奔腾。轰！万象之力尽数冲击在灵九僧背后，将其打飞出去，无数灵九水滴溅射出去。狡猾的蝼蚁，找死！灵九僧大怒，元婴之力彻底爆发，手中的水剑瞬间暴涨到10几米长，朝着陆星劈落而下。但陆星再度化成流星，消失不见。漫天都是流星，灵九僧灵智有限，神识弱小，无法分辨，只能以蛮力攻击。陆星正是猜到，这不过是傀儡，纵然有元婴之力，也是空有蛮力，手段欠缺，神魂羸弱是最大的缺点。他有天宇流星部，加上龙象般若功，可以先耗一耗对方。而且他虽然只有金丹3层，但加上纯阳圣体，堪比金丹后期，战斗力亦是不俗。最重要的是，他还有杀手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陆星的消耗下，灵九僧原本4米多高的身躯不断缩小，最后只剩下约莫3米，身上的气息也减弱不少。不过一直施展天宇流星部第3层，对陆星也是消耗极大，最终不得不停下来。看到陆星显现，灵九僧大吼一声死，浑身气息暴涨，水剑挥动，画出一个巨大水阵，水阵中坠落无数水滴，密密麻麻。万雨杀，顷刻间无数水滴如同万箭，全部朝着陆星击射过去。每一滴水滴速度极快，发出破空之音。龙象归虚，陆星大喝，身上气息攀升，伴随着一掌掌打出，无数龙影、象影从其身上冲出，将那无数水滴尽数击溃。同时他悄然运作神魂之力，融入欢喜神针中，随时祭出。他猜想，既然这是傀儡，那其体内必然留有九池的一缕神魂，借此其才有一丝灵智，具备九池的一部分意识。但如果这缕神魂被灭了呢？万月天河，眼看这只蝼蚁这么顽强，灵九僧直接祭出杀招。只见其双手结印，无数道灵九之水飞入空中，竟是化作了一方天河。天河中水浪滔滔，奔涌不息，散发出如万月般厚重的气息。那种威压让陆星感觉到浓重的危险，这一招他怕是挡不住。蝼蚁死吧！灵九僧大吼，随后宛若万月一般的天河轰然砸落，恐怖的压迫力令整个峡谷都在震动。陆星脸色一变，但随即嘴角却是掀起，是吗？谁死还不一定。陆星冷笑，因为他找到了灵九僧体内那缕神魂的所在，而后控制欢喜神针，瞬间将其刺穿。吼！灵九僧忽然捂着脑袋怒嚎，空中的万月天河也失去控制，自动分崩离析。区区一具傀儡也想杀爷爷我，待我打爆你！陆星大喜，身体一动，姿态如神龙伏地，又如巨象仰天。片刻间，亿万龙象之力汇聚，形成一团黑金色光团，里面蕴含的力量似能毁天灭地，镇压地狱。去！陆星祭出光团，狠狠轰在灵九僧身上。轰！恐怖的亿万龙象之力瞬间将灵九僧给打爆了。至于下一道元婴光团漂浮在半空中。嗖！就在这时，元婴打算飞走，但陆星岂能让他离开，伸手一抓，将其抓住，以灵力布置了一道阵法，将其禁锢，最后扔入阴阳合欢珠内。呼呼！陆星大口喘息，与一名元婴傀儡激战，消耗极大，要不是找到对方的命门，想要将其解决，怕是很难。嘿嘿，肉灵、九池，你们一定想不到吧？我居然能战胜你们的元婴傀儡！我还要感谢你们，
傀儡的元婴蕴含浓郁的灵力，定能助我突破修为。陆星大笑，下一刻他马上朝着另一处战场飞去。屠师姐，坚持住，师弟来救你了。这两具傀儡太强大了，陆星真担心屠杀杀出事。酒池和肉林的目标是他，如果屠杀杀出了事，那他如何心安？密林中到处都是碎木的残骸以及一个个大坑，战斗将数十米方圆都夷为了平地，可见战况的激烈。死！灵肉僧大喝，血色兽骨狠狠砸落。此刻屠杀杀满脸苍白，即便以天神体全力一战，也不是灵肉僧的对手。不但受伤严重，且体内的灵力消耗了90%，握着巨斧的手都在颤抖，而这一击他根本无法挡得住。然而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畏惧之色。我这条命是陆师弟救的，谁敢伤害陆师弟，我绝对跟他没完。只要姑奶奶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允许你去伤害陆师弟。说罢，强行调动最后一口灵力，提起巨斧冲天而起，朝着巨手一斧劈去。可实际上这一击已经用光了他的力量，并且他知道这一击根本挡不住血色兽骨，而这一击后自己大概率是无法活下来的。但他义无反顾，毫无惧色，因为他知道绝不能让这具傀儡去找陆师弟的麻烦，否则陆师弟会陷入危险。他要用命拖住灵肉僧，哪怕是一个呼吸。屠师姐，不要！赶来的陆星看到这一幕，立即大吼，同时施展天宇流星步，及时赶到屠杀杀面前。你怎么这么傻？陆星温柔地看了他苍白的面容一眼，随即冷冷地盯着空中的灵肉僧。敢伤我屠师姐，给我死！陆星大怒，施展龙象般若功，打出恐怖的龙象之力，抵住了血色兽骨。可他本来就受了伤，且消耗很大，如果不是赶过来的时候服用了灵丹，连这一击都挡不住。哇！最后他口吐鲜血，连带着屠杀杀被一起震飞，砸在了大地上。屠杀杀看着陆星，焦急道：陆师弟，你没事吧？陆星站起来摇头一笑，我没事，倒是屠师姐你有没有事？我能感受到你的身体很虚弱。屠杀杀强颜欢笑，拍着巨胸道，豪迈道，我可是你师姐，我怎么可能有事呢？但这么一拍，他剧烈咳嗽起来，并且吐出一口血，差点没栽倒。幸好陆星扶住他，拿出一粒疗伤丹药，亲自为其服下，无奈道，屠师姐，你就别撑着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屠杀杀拉住他，你别去。陆星笑道，放心吧，那具酒傀儡已经被我击杀了，剩下的这具肉傀儡我照样能杀。屠杀杀这时候才反应过来，确实没有看到那具酒傀儡追过来，难道真被陆师弟给击杀了？那可是元婴级别的傀儡啊，即便比不上同阶修士，可也不是你能对付的。陆师弟，你也太厉害了吧？屠杀杀惊讶道。陆星一笑，屠师姐，以后我保护你。屠杀杀一脸感动，内心感觉到浓浓的安全感，但却道，胡说，哪有师弟保护师姐的？以后还是师姐保护你，作为师弟站在师姐背后就行。陆星苦笑，摇摇头没有反驳。吼！这时空中的灵肉僧也发现酒傀儡的陨落，立即震怒，你们死！只见其祭出血色兽骨，在空中竟然显化出一头巨大的血色狂兽。吼！血色狂兽怒吼，血眸盯着下面两只蝼蚁，而后咆哮着俯冲而下，恐怖的威势将四周的古木尽是崩碎。不好，现在我们受伤，怕不是他的对手，还是快逃吧！屠杀杀大喊。陆星却道，周围有大阵围困，想要逃出去怕是难。今天不杀了这具傀儡，他一定会不断追杀我们，以我们的伤势根本没法跟他耗。事已至此，唯有一战。好在我已经找到傀儡的命门。屠师姐，你待在这，看师弟如何将其斩杀。说罢，根本不待屠杀杀阻止，冲天而起，直接祭出了欢喜神针。同时他施展天宇流星步，化作万星，躲避血色狂兽的追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颗颗流星被血色狂兽拍碎，只剩最后一道流星，而这道流星正是陆星本体。吼！血色狂兽朝着陆星冲来，巨大的兽嘴朝着其一口吞下。陆师弟！屠杀杀大声嘶吼，脸上露出一抹绝望和悲痛之色。但眼看着血色狂兽要吞了自己，陆星的脸上却露出一抹玩味。神魂灭！噗嗤！欢喜神针瞬间击穿灵肉僧体内的神魂吼，灵肉僧立刻发出惨叫，跟灵九僧之前的状况一样。而原本朝着陆星吞来的血色狂兽，在灵门一嘴下忽然崩溃。给我死来！陆星大喝，趁着灵肉僧失智，施展龙象般若功第4式龙象阵域，恐怖的亿万龙象之力直接将灵肉僧的躯体给打爆。自此两具傀儡尽数被陆星干掉，而其元婴则也被他收起。呼呼！陆星大口喘息，心有余悸道，
麻蛋，差点自己就英年早逝了。看到灵肉僧被陆星击杀，屠莎莎直接傻了。反应过来后，他激动无比：陆师弟，你简直太逆天了，居然一个人杀了2具元婴傀儡，到底怎么做到的？三宗那些顶尖天骄，只怕没一个能与你相比。屠莎莎震惊之余，一时欢喜，看向陆星的目光中充满崇拜和爱慕。陆星笑道：嗨嗨，侥幸而已。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屠师姐帮我分担1具傀儡，我根本不可能将他们击杀。屠莎莎却摇头：陆师弟，你太谦虚了。陆星害怕屠莎莎对他刨根问底，于是连忙将2道元婴拿出。虽然这次我们受伤不轻，但得到2只元婴也算值得，正好我们1人1只。但屠莎莎却连忙道：不，寒水蛟龙的金丹，你已经分我一半，这一次的元婴我坚决不能要。如果没有陆师弟你，我根本无法活下来，更别说击杀傀儡。眼看屠师姐如此坚决，陆星也是无奈，只能作罢。那好吧，等下次获得机缘，我再分给屠师姐你。陆星道。屠莎莎点头：我们还是赶紧疗伤吧。陆星道：好。见屠莎莎闭上眼睛，盘膝而坐，开始疗伤。陆星则找了个隐蔽处，进入阴阳合欢珠，打算先把伤给疗好，再吸收寒水蛟龙的金丹以及那2道元婴的灵力，突破境界。反正等出来，外面也只不过过去1秒钟，屠莎莎不会发现他的秘密。噗！峡谷深处，一座山丘上空，肉灵吐出一口血，脸色白了一丝。什么？连你那具傀儡也被击杀了？酒池十分吃惊，在一炷香前，他就知道自己那具傀儡被杀了，还遭受了反噬。本以为肉灵的那具傀儡应该不会有事，可没想到同样被杀了。2具元婴傀儡，那个陆星怎么可能击杀？肉灵气得浑身肥肉震颤，难道是另有高手所为？酒池冷冷道：一定是这样。混蛋，到底是谁干的？让老子知道，一定将他大卸8块。肉灵深吸一口气，罢了，现在回去只怕已是人去楼空，这件事找机会再查清楚。现在我们先找到花千羽再说。原来2人本打算直接去秘境中心，可不久前他们看到了花千羽，便心生贪婪，打上了花千羽极阴圣体的主意。在得知花空曾经掳掠了花千羽后，他们便猜到花空定是看中了花千羽的极阴圣体，打算采补极阴圣体的一身精元，借此突破至化神。而他们即便去了秘境中心，也未必能得到突破到化神的机缘，倒不如先得到极阴圣体。现在3宗的大佬都基本上去了秘境中心，他们就算杀了花千羽，也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小贱人还真是谨慎，故布一阵，让我们半天没找到。酒池冷笑：不过这些小手段还难不倒我们。很快2人借助一块罗盘宝物追踪了过去，而此刻花千羽还不知道自己被肉灵和酒池盯上了。他幸运地找到了一处花海，似乎受秘境中庞大灵力的影响，这片花海中的花卉竟不普通，每一株在外面都是稀罕灵草。若能吸收这片花海的灵源，他的极阴圣体会变得更加强大，还能借此突破修为。从阴阳合欢珠出来，陆星全身伤势尽复。不但如此，借助寒水蛟龙那半颗金丹之力以及2道元婴的灵力，他的修为一举破入金丹5层，实力变得更加强大了。不过外面才过去1秒钟，所以屠莎莎还在疗伤，大概过去了半个时辰，屠莎莎的伤势也好得差不多了，就看到陆星靠在一棵树上，闭着眼睛正在休憩。见状，屠莎莎目光一亮，悄摸着站起来，打算去往陆星面前给他来个惊喜。可陆星虽然闭着眼睛，但一直在感应着周围的风吹草动，为屠莎莎护法。感应到屠莎莎靠近，陆星立刻睁开眼睛，四目相对，屠莎莎的脸距离他仅有寸许。陆星当即吓了一跳，连忙跳开：屠师姐，你干嘛？屠莎莎舔了舔嘴，尴尬道：没啥，就是看你有没有睡着。石岐山他刚刚是打算偷亲陆星的，可惜的是陆星似乎发现了他的意图，没给他机会。哦，屠师姐，你的伤好了？好了，太好了，那我们赶紧赶路吧。哦，2人来到阵法前，陆星一剑就劈开了一道口子，没了2个傀儡作为阵基，这个阵法的力量下降不少。再加上陆星修为突破，故而这结界根本挡不住他。很快2人继续赶路，不过为防酒池和肉灵返回撞上他们故意选了一些隐蔽踪迹的路径，并且为了尽快抵达秘境中心，他们的速度飙到最快，灵力消耗掉了就用丹药或者灵石补充。差不多半个时辰后，酒池和肉灵终于找到花千羽的所在，一眼便看到在花海上空盘膝而坐，吸收万花精元的花千羽。不愧是万花仙宗的圣女，容颜轻视，气质脱尘，立于花海之上，在万花精元的包裹下，宛若万花神女，美得不可方物啊。肉灵一脸淫邪：
等擒下他，先让我们俩爽爽，再将其吸干吧。酒池深有同感，笑道：“这个主意不错，不过他的尸体可要给我，我要用来酿酒，一定会非常的美味，散发浓郁花香。”肉林想了想，便道：“行，给你又何妨？”此刻，花千羽正在吞噬万花精元，却感应到两股强大的气息逼近，当即睁开眼，发现是酒池和肉林两大院主，脸上顿时露出惊讶之色。在看到两人脸上的邪恶之色后，花千羽心中暗道糟糕，猜到两人意图对他不轨，心中立即惴惴不安起来。原来是酒池院主、肉林院主两位前辈不去秘境中心争夺鸿蒙神莲，反而来到此处，难道是看上了此地花海之景不成？花千羽脸色沉沉道。酒池哈哈大笑，都到了这个时候，花圣女就不必说这些废话了。我们两个所谓何来，你应该最为清楚吧？肉林也笑道：“花空当初将你掳掠，定是看中了你的极阴圣体吧？所以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呢？不如吞了你的极阴圣体，或许也能让我们一举跨入化神境。”眼看两人连一点脸面都不要，直接道出无耻目的，花千羽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怒道：“你们敢对我动手，就不怕我宗老祖不放过你们？”但两人丝毫不在意，一脸玩味。这里无人，我们就算杀了你，又有谁知道呢？花圣女，束手就擒吧，少受些皮肉之苦，与我们合欢，反而快哉！肉林一脸猥琐，上下打量花千羽的躯体，仿佛看透了，一览无余，眼睛里兴奋的目光越来越炙热。花千羽连忙中断修炼，怒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若真敢对我出手，此等恶行必有昭然若之的一日。两位院主，好不容易有今时今日的地位实力，可莫要自误。”酒池摇摇头，现在说这些可没半点用，识相的话就不要反抗。话毕，酒池一勾手，空中灵酒哗啦作响，化成一根水箭，朝着花千羽击射过去。花千羽脸色难看，祭出一朵五色花宝器撞了过去，砰！五色花被打飞，而花千羽也是口吐鲜血，倒退100米，五色花飞回，缭绕在他身外。这可是两位元婴巅峰的大佬，他虽然借助万花精元让极阴圣体更加强大，且修为还突破到了金丹5层，可依然远非二人对手。下一刻，他驾驭五色花转身就逃，但肉林轻哼一声，身影一闪，便出现在花千羽逃离的方向，将其阻拦。花圣女，这又何必呢？非要本座出手？肉林轻笑。而不远处，酒池根本没有动手的意思，因为对付区区金丹的花千羽，肉林一人足矣。花千羽知道多说无益，要想挣脱这两个恶僧的毒手，唯有死战。极阴圣体！花千羽大喝一声，体内滚滚阴元沸腾而开，他身上的气息亦是节节攀升，在其身上凝聚出一层白色光衣。与此同时，他祭出五色花，在天空中绽放开来，释放夺目的五色光华。万花斩！忽的，花千羽捏印，双掌一旋，空中五色花解体，化成无数花瓣，而这些花瓣又立刻组合成一把花瓣巨刀，斩向肉林。肉林轻笑，露出不屑，挥手凝出一块血色肉盾，将巨刀挡住。随后一拂，巨刀直接炸开，更有一道血光击出，直逼花千羽。花千羽一惊，立即后退，双手再度结印，凝聚五色花，五色花分开，形成无数五色花抵挡血光。轰！花千羽虽然强大，可难敌元婴之力，被击飞出去，口吐鲜血。你们以大欺小，无耻至极，传出去不怕被人耻笑吗？花千羽愤怒，修为低，实力弱，才会被人耻笑。我若够强，谁敢聒噪？肉林傲然，双手合十，打出一掌，庞大灵力竟化作一只巨大血色大手，朝着花千羽抓来。花神附体！花千羽双手挥动，在其脚下有五色花绽放，释放五色花光，将其衬托得宛若花神。周围花海中，万花精元溢出，汇聚而来。须臾间，自其身后竟有一道身穿万花长裙的神女出现，高有100米，释放强大的神威。神女落泪，万花哭泣，花之泪。随着她开口，花神的眼角滑落一滴泪，周围万花亦是簌簌，宛若真的在哭泣。一滴滴万花精元滴落，宛若泪滴，全部升空，在神女面前漂浮，汇聚着万花之力、花神之力的无数泪滴剧烈震动。随后齐齐射向血色大手，轰！这一击竟是将血色大手给击穿了。肉林吃惊，不愧是万花仙宗的圣女，这样的一击都能匹敌元婴一层的高手，只可惜在我眼中还是太弱。话毕，抬起右手，天地间便轰鸣作响，红云盖顶。渐渐的，自厚重压抑的红云中再度降落一只巨大血手，比起之前那道血手，威力不知强大多少。给我镇压！肉林大喝，血手砸落，令天地摇动，四方沸腾，一手之威令花千羽满脸生汗。
花千羽也动了，自身与神女合一，以及因圣体为根基，融万花之力，祭出五色花。花神补天，五色花震动，旋转迅速，并且迎风渐长，须臾间便有100丈了，于空中与那血色大手对撞。轰！碰撞间，毁天灭地的威能绽放，花海炸开，无数花瓣飘洒，恐怖的气浪令2个花骨崩开，山石落下。肉林皱眉，没想到花千羽能爆发出这等力量，当下轻哼，抬手往下一按，轰！五色花裂开，最后爆炸，血手凌空下落，抓住花千羽，将其带到肉林面前。而花千羽释放那样的绝招，消耗极大，脸色惨白，已无挣脱之力。无耻恶僧，放开我！老祖若是知晓，绝不饶你。花千羽挣扎，却无用，被牢牢束缚，脸上尽是怒色。肉林笑了，事已至此，我还怕你们琼花老祖吗？还是乖乖听话，陪我们享受极乐吧。比起痛苦而死，爽死对你来说也是一大幸事吧。酒池也飞了过来，目光在花千羽身上游走，咂巴着嘴道：极品，简直是极品。肉林，还等什么？找个地方，让我们陪花圣女一起登上极乐吧。看到2人邪淫的目光，花千羽满脸绝望，能预感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心中一片悲凉。他没想到这次进入北荒秘境，自己竟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死他不怕，可被2个恶僧凌辱而死，简直是死不瞑目。但这个时候他已无法反抗，而此地隐蔽，又有谁会来救他呢？毕竟老祖他们估计现在都到了秘境中心吧。很快，肉林和酒池带着花千羽朝着远处奔去，找到一个山洞，飞了进去。恰在此时，陆星和屠莎莎飞过，看到了这一幕。当看清光芒中的人影，2人都是大惊失色。那不是肉林和酒池吗？还抓了花圣女，他们想要干什么？陆星皱眉道：花千羽体质特殊，他被生擒，肯定2个和尚想要突破。屠莎莎道：屠师姐，你的意思是这2个混蛋掳掠了花圣女，想要吞噬其圣体之力，突破到化神？除了这个还能是什么原因呢？欢喜禅宗的人没一个是好东西，那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若是让他们突破到了化神，指不定做出什么事。陆师弟，你该不会是想要去救花圣女吧？2个元婴傀儡就让我们差点身死，更别说肉林和酒池2个元婴巅峰了，我们绝对打不过的。管不了那么多了，花圣女也是我朋友，我岂能袖手旁观？若是被琼花老祖知道了，也不会放过我们。屠莎莎知道陆星打定了主意要救人，便只能答应。很快，陆星有计划了。2人借助龟壳掩天机潜入山洞中，只见洞内花千羽被放在一张大床上，身上5花大绑，动弹不得。而酒池和肉林2个恶僧一左一右站在2边，满脸兴奋地看着容貌绝世、身材极品的花千羽。你们想干什么？快放开了我！花千羽满脸恐惧，大吼着。酒池笑道：放了你，你觉得可能吗？还是乖乖配合我们吧，还能享受快乐。否则的话，就别怪我们待会动起手来，难以怜香惜玉。肉林立即目放荧光，那就我先上吧，待会留一半极阴精元给你。酒池自然不满，放屁，凭什么你先上？等你玩烂了我再玩，我岂不吃亏？肉林怒道：那你说怎么办？酒池玩味，谁说不能一起上的？这种事我们又不是没见过，倒是还没做过呢，这次可以尝试一下。肉林一听，不但没半点意见，反而一脸期待的表情。而听到他们的话，花千羽更害怕了。2个人一起上，那是什么画面？他会承受远超1+1的痛苦。真是2个老畜生啊，居然想出这种主意，无耻至极。陆星骂道。同为女子，屠莎莎更是激动，天底下没哪个男人是好东西，欢喜禅宗的人更是如此，就该全部阉了。说话的时候，他胸间红缨板斧闪过一抹锐利的刃光，仿佛在回应主人的想法。看到这一幕，陆星忍不住的胯下一凉，本能的往左边退了2步。而屠莎莎也意识到说错话了，看向陆星连忙解释：陆师弟，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觉得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男子，刚刚那句话其实是我娘跟我说的。陆星干笑一声：没事没事，对了屠师姐，待会等他们对花圣女动手的时候我会，然后你。酒池和肉林看着石床上身姿曼妙、容颜绝美的花千羽，满脸兴奋，怪叫2声，狠狠扑了过去。不要！花千羽大吼，2行清泪落下。他没想到自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这个时候他多么希望有人来救自己，但他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如此隐蔽的洞府，谁会来到这里？就算有人经过，怕也不是酒池和肉林的对手。他绝望地闭上了双眼。2个老畜生，看招！关键时候，陆星跳出来，祭出欢喜神针，刺向酒池的眉心。欢喜神针上不但有金丹之力，
也有凝魂境巅峰的神魂之力。如果酒池真的中招，也够喝一壶的。但丁，酒池一挥手，拧出一根水针，将欢喜神针给击飞出去。好大的胆子，竟敢偷袭本座！酒池大怒，冲向陆星。砰！酒池一掌打了过去，可没想到竟被陆星给避开了。且陆星想要往洞外逃去，哟呵，区练气境，还想从我们两个元婴大佬面前逃走？肉林一眼就看出偷袭者才炼气10层修为，这样的垃圾居然敢偷袭他们，真是不知死活！唰，肉林从原地消失，瞬间来到陆星背后，右手抓了过去。吼！那右手上浮现巨大的兽爪虚影，伴随一声凶厉的兽吼，瞬间抓住陆星。这一抓力道恐怖，一个炼气蝼蚁真被抓住，必死无疑。然而令肉林吃惊的是，那道身影居然爆碎开来，化作点点星光散去。糟了，是分身，竟敢戏耍我等！肉林反应过来，脸色狰狞。等两大院主回过头，就看到一道人影出现在花千羽旁边，将其抗起。而这个时候，他们看清楚了，偷袭他们的人居然是陆星。陆星，原来是你！肉林惊讶，小子，放下花圣女，再自尽谢罪，否则让你生不如死。酒池万万没想到，两具元婴傀儡没能诛杀陆星，而现在陆星又过来坏他们的好事，真是岂有此理！陆星却做了个鬼脸，嬉笑一声，两个老畜生，好歹是元婴巅峰的大佬，居然如此欺辱一个女子，真是不害臊。此刻花圣女怔怔地看着陆星，心中无比感动，没想到真会有人来救她，而且救她的人还是陆师弟。本就对陆星很有好感的他，心间立刻起了无限涟漪。不过想起陆星根本不是这两个恶僧的对手，便连忙开口：陆师弟，谢谢你来救我，但是你不是他们的对手，还是放下我，独自逃命去吧。陆星笑道：放心，今日有我在，就绝不允许他们伤害你一根毫毛。花圣女一惊，颇为动容，可是你不怕死吗？陆星开玩笑道：花圣女这么美的一个人儿，就算为了你而死去，又有何妨呢？在他看来是玩笑的一句话，却让花千羽当了真，心中更是掀起惊涛骇浪。他没想到陆师弟居然愿意为了他而死，这份情谊可谓是比金坚比海深，这样的一个男人值得拥有一切美好，而自己也自当不能辜负。于是陆师弟，倘若今日我们都能活着，我花千羽脸色一片红，可他话还未说完，就听到肉林怒道：黄口小儿，不知死活，再不放下花千羽，本座立刻杀了你！陆星嗤笑：那两具元婴傀儡便是你们的手笔吧？说的好像我真放下花圣女，你们就会放了我一样。今天我就要坏了你们的好事！说罢，扛着花千羽就逃。找死！酒池和肉林大怒，冲向陆星，可没想到陆星的身法如此奇妙，硬是避开了他们的攻击，冲出了山洞。当然也是他们大意了，出手时完全没把陆星一个炼气蝼蚁放在眼里。可他们却不知道陆星乃是什么炼气，他的真实修为可是金丹5层，施展天宇流星步，速度堪比元婴。混蛋，等抓到这小子，一定让他生不如死！肉林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就追杀过去。可等两人追到洞口，一道身影却是将他们给拦住了。无耻恶僧，给我站住！屠杀杀提着大斧头，毫不畏惧地看着两位元婴巅峰大佬。如果是旁人，酒池和肉林早一巴掌给拍过去了。可令他们无奈的是，阻挠他们的人竟是屠杀杀，也就是屠罪的女儿。同为欢喜禅宗的院主，他们自然不想得罪屠罪，所以不敢动屠杀杀。屠杀杀，看在你爹的面子上，我们不想伤了你，赶紧闪开！肉林冷冷道：休想！谁想伤害陆师弟，除非从我屠杀杀的身体上踏过去。这个时候屠杀杀怎么可能让路？必须给陆师弟争取时间。你！肉林气急：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屠杀杀却信誓旦旦道：我爹是屠罪，你们若是伤了我，我爹一定饶不了你们。酒池却冷笑起来：就算我们杀了你，你爹又岂会知道？屠杀杀道：愚蠢，我爹这么宠溺我，岂会不在我身上留下点什么？只要你们敢动我，我爹一定会知道。另外，你们就能保证一定能杀了陆师弟和花圣女吗？他们如果活下来，也一定会告诉我爹。说完，酒池沉默了，但被一个小辈如此威胁，他也咽不下这口气。算了，跟他计较什么？而且他真能拦住我们？肉林却笑了。说罢，两人腾空而起，就要离开。但屠杀杀手持巨斧，劈出2道巨大斧光，阻止两人。但他的修为摆在那，岂能真正的拦阻2名元婴巅峰的大佬？斧光被对方轻易击碎，酒池和肉林几个眨眼便消失于天际。
屠杀杀苦笑道：“陆师弟，我已经尽力了，希望你们不要被他们给找到。”接着他也飞走了，打算跟陆星会合。陆星小儿，给我出来！肉林没能找到陆星和花千羽，气得火冒三丈，面容狰狞，一身肥肉颤抖不休。轰轰！肉林挥动天兽骨，打出一道道血光，轰在各处，不知多少古木粉碎，山石倾塌，湖水炸起，到处出现大坑，烟尘滚滚，有的地方被夷为平地。另外一边，酒池也动手了，祭出万月炉，镇压方圆百里，很多秘境灵兽当场被碾死，下面的大地出现阡陌纵横的裂缝。然而不管两人如何动手，却始终没有瞧见陆星二人的踪迹。远处看到此情此景的屠杀杀满脸担忧，心中祈祷着陆师弟千万不要出事就好。足足1个时辰后，两人方才罢休，随后似乎是不想再在这里浪费时间，便离开了。看他们的方向，应是赶往了秘境中心。等他们走后，屠杀杀便开始寻找陆星。陆师弟，陆师弟！屠杀杀到处找，而此刻一处倒塌的山洞内，2道人影被乱石压着，不敢动弹。陆星身下，花千羽脸色绯红，被一个男子如此压着，还是第一次，这种姿势令他羞涩不已。但是偏偏这时候他们都不敢乱动，生怕被那2个恶僧发现。花圣女，抱歉，我不是故意的，那2个老畜生好像走了，我这就离开。陆星打算移开周围的乱石，打通一条路出来，可身体一动，哇的一声，忍不住吐出一口血。陆师弟，你怎么样了？花千羽大惊失色。放心，我……陆星话还未说完，就直接晕了过去，头恰好枕在花千羽的胸怀间。刚刚酒池和肉林一通炮轰，虽然没能杀了他，但也让他付出不小的代价。见状，花千羽顾不得这些，眼泪汪汪道：“陆师弟，你醒醒，都怪我，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不会这样。你一定不要有事，我这就带你离开。”他知道陆星之所以受伤，就是刚才为了保护他，抵挡了所有攻击，还有这些乱石的砸压，这样一个用生命保护他的男子，无论是谁，哪怕是死神，都绝不能从他身边把他带走。于是他翻过身，将陆星压在身下，一只手撑起，另一只手催动灵力，移动乱石，打通一条路出去。其实他也受了不轻的伤，每一次动用灵力都会牵动伤势，痛苦就席卷而来。但只要能把陆星救出去，无论多大的痛苦，对他而言都不算什么。砰！不多时，一只手从乱石中伸出，随后一团灵力风暴从地下冲了出来，击碎所有乱石，露出下面灰头土脸的花千羽。见终于逃了出来，花千羽松了口气，连忙将陆星搬动出来，轻轻地放在地上。陆师弟，陆师弟！花千羽大喊着，眼泪流了下来，滴在陆星的脸上。在地下的时候，他就为了陆星最好的疗伤丹药，可陆星始终没醒来，让他极为担心和害怕。他将陆星给抱在怀里，朝着四周大喊：“谁来救救陆师弟，救救他！”正在四周寻找的屠杀杀听到喊声，立即冲了过去。轰！不多时，屠杀杀宏伟的身躯从天而降，震碎地面无数巨石，而后冲到陆星身边。陆师弟怎么了？屠杀杀质问。他为了救我，承受了2个恶僧的攻击，还被乱石砸中。我已经给他喂了玄灵膏，可他还是没醒。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屠杀杀，现在怎么办啊？一向端庄大方、沉稳持重的花千羽，此刻却乱了方寸一般，满脸慌乱，不知所措。屠杀杀愤怒道：“你问我怎么知道？”说完，他连忙检查了下陆星的身体状况，见情况还不错，便放下心来。玄灵膏可是你们万花仙宗第一疗伤圣药，服下它，陆师弟不会有事的。屠杀杀松了口气道：“可是他怎么还没醒啊？”花千羽满脸焦急。屠杀杀站了起来，左右踱步，忽然喊道：“我知道了，我娘说过，当一个人受伤太重时，可能会陷入深度沉睡，即便身体无恙，也会昏迷不醒。”花千羽一惊，深度沉睡，昏迷不醒，那陆师弟不会一直沉睡下去吧？屠杀杀，你一定要救他，只要能救他，我什么都愿意做。屠杀杀道：“你急什么？先听我说完。”两女正在争论时，陆星突然醒来：“屠师姐，花圣女，请问这是什么情况？”两女顿时尴尬不已。那个酒池和肉林那2个老畜生说不定会折返，安全起见，我们得赶紧跟其他人会合。屠杀杀连忙转移话题。很快，一行3人匆匆赶往秘境中心。在路上，服下诸多灵药灵丹的花千羽也恢复得差不多了。秘境中心，这里有着一块很大的祭坛，而在祭坛的中央，有一方数10丈方圆的水池，在水池之中有着无数的青莲，而在中央则有着一朵直径达到10来米的七彩莲花，
正一瓣瓣地绽放开来，释放着夺目的光华。绚烂的光晕将整个水池都给淹没了，形成了一幕极为唯美的画面。溢出的一缕缕精华让池外的高手们全都激动无比。这些人正是萧一妹、六欲魔君、琼花老祖等三宗修士。很显然，除了陆星三人外，其他人都悉数到场了。就连酒池和肉林也赶到了此处，跟屠罪会合了。不过酒池和肉林现在心里有些打鼓，因为他们不但派遣了2具元婴傀儡伏杀陆星，还对花千羽出手了。要是让萧一妹和琼花老祖等人知道，只怕是不会罢休。1000年了，终于等到鸿蒙神莲成熟，哈哈，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屠罪看着池中的七彩莲花，目露金光，兴奋无比。琼花婆婆、萧一妹等人亦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即将彻底成熟的鸿蒙神莲，只等祭坛的结界打开，便动手抢夺鸿蒙神莲。这神莲浑身是宝，哪怕是得到一粒莲子，都能助我等突破至化神。六欲魔君满脸激动，很是迫不及待。萧一妹，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待会鸿蒙神莲出世，我们欢喜禅宗要第一个抢夺。屠罪传音给萧一妹，萧一妹却嗤笑道：屠罪，你好像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什么？你说呢？对我们两宗而言，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你，不是我，而是琼花老祖。就算我们不率先出手，你认为琼花老祖会让着你们？那你说怎么办？在这里，琼花老祖的实力最强，我们唯有联手才能争夺到宝物。好，那便说定了，待会鸿蒙神莲出世，大家互相帮忙，绝不能让琼花老祖独吞鸿蒙神莲。轰！水池中，鸿蒙神莲爆发出七彩神芒，浓郁的精气席卷四方，形成一抹光怪陆离之景。即便隔着结界，依然能感应到那磅礴的神莲之力。忽的，天空中七彩阵法震动，坠落下一道巨大的七彩光柱，一下子连通七彩神莲，整个秘境一下子摇动起来。浓郁至极的灵气疯狂地喷涌而来，全部的被鸿蒙神莲给吸收。鸿蒙神莲溢出的气息更浓郁了，精气化作液体不断滴落，在水面荡漾出无限涟漪，蒸腾出更多精气。它的根、茎、棚每一寸都在发光，喷出七彩霞光。还有莲蓬中的9颗神莲子，宛若金色玉石，晶莹剔透，射出道道金色光华。仔细去看，能看到神莲子的表面流转天地灵纹，缭绕着符文，散发出浩瀚的灵气。在场的人眼睛绷直，目光发热，忍不住要出手抢夺。但还未到时候，天空中的七彩阵法十分强大，贸然出手会被阵法针对，即便是化神都会吃亏。差不多了，再有半个时辰，鸿蒙神莲绝对要出世，大家准备动手。萧一妹喊道。万花仙宗一名长老满脸傲然，有老祖在，我们定能拿下鸿蒙神莲，届时我宗可再出化神。听到这句话，萧一妹和屠罪等人脸色沉了沉。就在这时，陆星三人终于赶到了。星儿，萧一妹看到陆星露出欢喜，此前一直在担心，现在看到他无碍，大大的松了口气。萧姨，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陆星关心了一句。臭小子，还知道关心我，没白疼你。不过还没人能伤得了我，倒是你一身的血，怎么回事？受伤了？让萧姨给看看。萧一妹立即就上手了，东摸摸西摸摸，看看有没有少零件，最后甚至要往下面走去，看看对男子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丢。陆星连忙拉住萧一妹的手，尴尬道：萧姨，这里就算了吧，你放心，我现在还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萧一妹白了他一眼，行，我不摸就是，瞧你那怂样。千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脸色这么难看，衣服上还这么多血。虽然花千羽身上的伤势好的差不多了，灵力也几乎恢复到巅峰状态，但脸上还能瞧出大病初愈的苍白，身上染血的衣服也没来得及更换。花千羽欲言又止，担心把事情说出来后会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影响接下来争夺鸿蒙神莲。但这时候屠莎莎直接跳了出来，指着肉灵和酒池怒道：琼花老祖，我来告诉你吧，你们的花圣女被肉灵和酒池这2个老畜生给抓走了，如果不是我和陆师弟及时发现，她早就被吸干了。闻言，所有人脸色大变，这肉灵和酒池居然胆子这么大，明知道琼花老祖在，还敢动花千羽，这么不知死活的吗？你说的可是真的？琼花老祖的脸色瞬间狰狞起来，心中产生滔天的怒火，浓郁的杀气仿佛要凝成实质，令在场的人全都心生胆寒。陆星道：屠师姐句句属实，不信您可以问花圣女。琼花老祖立刻询问：千羽，此事是真的吗？花千羽点头：是的老祖，要不是陆师弟和屠师妹，我已经着了他们的毒手，见不到老祖了。一想到这件事，想到若没有人救他的后果，他的眼泪便忍不住落下来。
酒池肉林。琼花婆婆当即暴怒，杀气腾腾，用死神般的目光盯着酒池和肉林。你们好大的胆子！你们欢喜禅宗的人，当真是无法无天了不成？先是花空，再是你们，怎么当我老婆子死了吗？还是当万花仙宗已经不存在？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浓重的杀意和怒火。涂醉脸色难看，酒池肉林，你们疯了吗？居然背着我做这种事，你们要找死没人管，但不要连累宗门。酒池连忙道：涂醉，你别听他们乱说，你没看出来吗？他们是联起手来污蔑我们，好让琼花老祖针对我们，其心可诛啊！陆星冷笑，好歹是欢喜禅宗的2位院主，元婴巅峰的高手，脸皮居然这么厚。你们派2具元婴傀儡伏杀我跟涂师姐，是不是也要狡辩？闻言，厉三娘和萧姨妹当场变色。什么？有这种事？萧姨妹问道。星儿，这是真的吗？陆星道。萧姨，这自然是真的。我和涂师姐差点就死在这2具傀儡手中。涂莎莎也道。娘，要不是陆师弟，我就看不到您了。而且之前我们救走花圣女时，肉林和酒池这2个老畜生还要杀我，幸好我跑得快。厉三娘脸色铁青，目光冷厉。王八蛋，敢动我女儿，老娘杀了你们！涂醉，你要是个男人，就帮女儿报仇。涂醉恶狠狠地看着酒池和肉林，你们连我女儿都敢动，拿命来吧！肉林满脸惊慌。涂醉，你居然相信3个小辈的话？他们2宗明显串通好了，想先灭了我们，再独吞鸿蒙神莲啊！涂醉冷笑，莎莎岂会说谎？你们还敢狡辩？今天我非扒了你们的皮！琼花老祖一杵3色法杖，怒喝：废话少说，老婆子现在就把你们2个剁成肉糜！萧姨妹和厉三娘也准备动手。肉林和酒池见状，满脸惨白，心中惶恐，光是一个琼花老祖就能灭了他们，再加上涂醉他们，真打起来，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然而，就在众人即将动手之际，轰！莲池中鸿蒙神莲爆发了，一片片花瓣彻底的绽放开来，一颗颗神莲子射出金光，一抹七彩精气如同涟漪荡漾开来，击打在了结界上，整个七彩阵法立即震动起来。鸿蒙神莲要出事了！万花仙宗一名长老大喊，兴奋无比。见状，琼花婆婆冷冷道：先抢夺鸿蒙神莲，至于那2个混蛋带出了秘境，定要他们好看。轰轰！鸿蒙神莲不断溢出一股股精气，冲击着结界，七彩阵法不断震动，一抹抹符文消弭。不久后，结界无法挡住了，出现裂纹，最终彻底爆碎开来。抢夺鸿蒙神莲！萧姨妹大吼之下，所有人动了，齐齐朝着鸿蒙神莲冲去。砰！这时，鸿蒙神莲摇动，居然自莲池中腾空而起，浑身绽放万丈光华，宛若一个七彩莲花大灯笼，朝着远处飞去。这种至宝天生灵智，感觉到危险后自然要逃离。哪里走？琼花老祖先是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化神气息，将周围的人齐齐震退。与此同时，他挥动3色法杖，一朵3色琼花飞出，从天而降，镇压住了鸿蒙神莲。但鸿蒙神莲不是凡物，灵力强大，莲花中心射出一道七彩光束，洞穿了3色琼花，逃了出去。见此，众人再度蜂拥而上，其中6域魔君闯到了前头，祭出6域光盘，形成6域大阵，将鸿蒙神莲封禁，将他往身边拉。结果鸿蒙神莲爆发，恐怖的精气将6域光盘给震飞了，并且射出一道七彩光束，将6域魔君给击飞出去。天雷伞！萧姨妹也出手，手持紫金神鞭，祭出天雷伞。天雷伞坠落粉红雷电，将鸿蒙神莲给挡住了，将其禁锢。紫金神鞭飞出，将其卷住，试图将其拉过来。但这时酒池动手，万月炉镇压下来，将天雷伞给震开，并且紫金神鞭也松了开来。酒池，你找死！萧姨妹大怒。酒池大笑，自己抢不过，怪谁呢？同时大喝一声，开！万月炉底下出现一个09漩涡，产生强大的吸力，要将鸿蒙神莲给吸进去。想拿走鸿蒙神莲，你也配吗？厉三娘一剑斩出，恐怖的剑气将万月炉给劈飞出去，鸿蒙神莲挣脱开来，朝着远处飞去。琼花老祖身影一闪，出现在鸿蒙神莲的去路，抬手间，天空中出现一朵巨大的3色琼花，并且降落一道3色光柱，将鸿蒙神莲抓住，往琼花中吸去。轰轰轰！鸿蒙神莲溢出精气，打出七彩光束，想要挣脱出去，却没能奏效。眼看琼花老祖要取走鸿蒙神莲，萧姨妹等人相视一眼，默契出手，全部攻击3色琼花，掩护老祖。万花仙宗的人出手拦阻萧姨妹他们，但毕竟萧姨妹这边人多，万花仙宗3名元婴长老根本挡不住所有人。萧姨妹等8大元婴
一起对着三色琼花出手。琼花老祖一方面要花费力气困住鸿蒙神莲，一反面要抵挡八大元婴的攻击，也是力有未逮。最终三色琼花被击出裂纹，力量大降，鸿蒙神莲趁机发威，挣脱出去。琼花老祖脸色难看，你们在干什么？鸿蒙神莲灵智不低，灵力很强，让他找到机会逃脱出去，掩藏起来，到时候大家都别想得到他。屠罪道：琼花老祖，话不能这么讲，我们总不能让你独吞鸿蒙神莲吧？萧一妹道：琼花老祖，不如这样，我们联手镇压了鸿蒙神莲，到时候再来商量如何分配如何。琼花老祖想了想，可以，反正在这里他实力最强，到时候在分配上必能占据优势，给萧一妹他们分配一点就是了，他们又岂敢说什么？屠罪，不能答应他们，琼花老祖的实力最强，他不会答应平分的。酒池喊道。琼花老祖大怒，你还敢多言，信不信老婆子现在就把你给宰了，到时候看你们欢喜禅宗还怎么跟我抢。屠罪脸色一沉，琼花老祖息怒，就按照萧一妹的计划办吧，先拿下鸿蒙神莲再说。于是所有人一起出手了，将鸿蒙神莲给围困在中央结阵灵大阵。琼花老祖喊了一声，这阵灵大阵非常简单，只要拥有灵力就可以施展，灵力越庞大，威力就越强，乃是比较通俗通用的阵法，在场的人都会。很快，一个巨大的阵法布置完成，阵法中凝聚着10几位元婴的庞大灵力，灵力再化成锁链，哒啦啦伸展过去，形成囚笼，将鸿蒙神莲给困住。砰砰，鸿蒙神连射出7彩光束，根茎如同鞭子不断抽打锁链，想要挣脱出去，但锁链越来越多，形成一个锁链圆球，将鸿蒙神莲几乎淹没。与此同时，众人结印，以镇灵大阵为引，凝结镇灵符文，烙印在锁链圆球上，彻底封印鸿蒙神莲。该死的人类！鸿蒙神莲愤怒，感觉到危机，居然吐出人言。就在这时，一道道7彩光束从锁链圆球的缝隙间喷出，里面散发出极为恐怖的气息。不好！鸿蒙神莲动用了鸿蒙本源。琼花老祖大喊了一声。鸿蒙本源乃是鸿蒙神莲真正的精华所在，精元之质，这种力量极为强大，如果任由它这么释放，会损耗鸿蒙神莲的力量，甚至死亡。一株死亡的鸿蒙神莲就没什么用处了，但他们也无法阻止鸿蒙神莲这么做，反而在庞大的鸿蒙本源下，轰的一声，锁链圆球直接炸开。与此同时，一朵莲花从鸿蒙神莲的莲花上掉落，携带着鸿蒙本源，化作一道光束，将酒池给击飞出去，口吐鲜血，并且砸进了密林中。拦住他！鸿蒙神莲想要趁机逃出去，但萧一妹大吼一声，祭出天雷伞等诸多宝物挡住鸿蒙神莲。琼花老祖持着3色法杖，点出一道3色光，在光的尽头出现一朵3色琼花，阻挡住了鸿蒙神莲。其他人亦是施展浑身解数，将鸿蒙神莲围困在中央数十米范围。我们也去帮忙吧！屠莎莎、冷雪琪、花千羽等人全部腾空而起，祭出灵力光束打向鸿蒙神莲。轰轰！鸿蒙神莲爆发本源，不断冲击包围圈，但始终未能奏效。至于陆星，他看了一眼密林深处，没有去帮忙，而是嘴角一掀，化作一道流星钻入密林中。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忙着对付鸿蒙神莲，根本没发现他的行动。密林深处有着一个大坑，周围的古木被恐怖的力量给夷平了。此刻，大坑中酒池站了起来，口吐鲜血，骂道：该死的鸿蒙神莲，不攻击其他人，偏偏攻击我。不过这鸿蒙神莲还真是强大，这么多人出手都不能将其彻底镇压，还能反击，仅仅是一朵花瓣而已，居然如此恐怖，差点将我击穿。不行，我现在不能出去，先让他们去对付鸿蒙神莲吧，我得快些恢复伤势，刚刚那一击让我受伤不轻。当即酒池就在这大坑中盘膝而坐，服下数种丹药，开始恢复和疗伤，但他却并未发现一个小小的身影躲在距离他数十米之外的古树后，此人正是偷摸过来的陆星。陆星知道刚刚鸿蒙神莲的那一击恐怖无比，酒池这畜生肯定受伤不轻，这个时候正是对付他的最佳时机。嘿嘿，君子报仇10年不晚，老六报仇从早到晚，敢用元婴傀儡伏杀他，我陆星岂能不还以颜色？老畜生果然受伤不轻，还想在这里偷懒，哼哼，今天就是你的死期。陆星心想，正面袭击肯定杀不了他，所以得偷袭，不但要偷袭，还不能用灵力，因为用灵力很可能被发现。但如果用神魂之力，嘿嘿，我的神魂之力已经接近吞魂境，堪比化神，只要抓住机会，必定重创其神魂。当即陆星催动神魂之力，将神魂之力凝练成一根针，
悄然接近。待神魂针距离酒池还有10米时，骤然发力，神魂针以一种流星般的速度，瞬间对着酒池的脑后射了过去。在神魂针距离酒池还有1米时，终于发现了不对劲，但是还是晚了一步。神魂之阵瞬间从他的后脑刺穿进去，对着他的神魂狠狠击射过去。是神魂攻击。酒池脸色大变，仓促之间凝结神魂之力，化成盾牌挡住神魂针，但也仅仅是挡住了一息而已。噗嗤，神魂针瞬间将他的神魂给洞穿了。啊！神魂被洞穿，产生强烈的痛苦，让酒池惨嚎起来，意识也混乱了。陆星再度发动神魂针，而这一次足足9枚神魂针一起发力，不断洞穿酒池的神魂，将其神魂给扎得千疮百孔，几乎要溃散了。就是现在，陆星施展天宇流星步，手持出邪剑，化作一道流光冲向酒池。唰！一道光芒从酒池的身体上一闪而过，而后酒池捂着脖子，瞪着眼睛，露出绝望之色。噗！只见其脖子处喷出大量鲜血，其脑袋飞了起来，砸在了地上，无头尸体轰然倒下。直到死的那一刻，他的意识都是模糊的，根本不知道自己被谁所杀。酒池死亡的那一刻，陆星连忙将其尸首收进阴阳合欢珠内，以免被其他人发现，再将四周的痕迹全都抹除干净。呼呼，做完这些事，陆星大口喘息，才发现自己后背都湿了。刚刚杀酒池时，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一旦失败，被酒池回过神来，那迎接他的一定是死路一条。好在一击必杀了。酒池，一路走好，你放心，肉灵很快会来陪你。还有，你的元婴和神魂，我就笑纳了。陆星得意地笑了一声，而后进入阴阳合欢珠内，炼化酒池的元婴和神魂，借此突破。酒池呢？怎么还没回来？这混蛋在干什么？屠罪以为他又在打什么坏主意。直到酒池死亡，气息消散，他才意识到不对劲，怎么回事？酒池的气息怎么消失了？难道提前离开了秘境？但这不可能啊！肉灵也感应到了酒池的气息消失，心中产生一丝不安。鸿蒙神莲的那一击将他给杀了不成？想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一抹狰狞，眼中闪过狠毒，而后拿出天兽骨冲天而起。不过是一株神莲罢了，还敢反抗？轰！天兽骨爆发赤光，画出一道巨大的兽骨虚影。酒池握着天兽骨狠狠砸了下去，巨大的兽骨虚影砸中鸿蒙神莲，将其砸得光芒涣散，一片莲叶掉落下来。啊！鸿蒙神莲居然发出一声惨叫。肉灵哈哈大笑，得意无比。鸿蒙神莲，乖乖就范，否则今日便将你砸成数十段。然而就在这时，那片莲叶发光，浓郁到如同火焰，摇曳出夺目七彩光华，并且一下子变大，化成一张芭蕉扇，将肉灵直接扇飞出去。砰！啊！肉灵惨叫一声，哇地吐出一口鲜血，射了出去，砸进另一片密林中，半天没了动静。蠢货！见状，屠罪骂了一句，随后对众人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将其打碎，让他无法爆发本源，到时候就各自争夺。”琼花婆婆点头：“好，都别留手了。”很快，那里被各种灵光淹没了，天地摇动，恐怖的风暴席卷四方。鸿蒙神莲也拼命了，不断爆发，七彩精气溢满了四方，将这里演化成了仙境一般。但他毕竟灵智有限，这样大肆的溢出精气，反而便宜了萧一妹等人，被他们吸收，顷刻间补充耗损的灵力，修为都是精进了几分。这更让所有人疯狂了。溢出的精气而已，都对他们有如此大的好处，那如果是鸿蒙神莲本身呢？而在众人疯狂争夺时，陆星这个老六居然早就靠在一棵大树旁嗑着瓜子。只要萧一妹没事，他绝对不会出手。虽然借助酒池的元婴和神魂，让他的修为提升到了金丹8层，神魂也更进一步，距离吞魂境只有一步之遥，可谓是实力大涨。但他这点力量对战局起不到多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干嘛去拼死拼活啊？最终反正也争不过这些元婴大能，倒不如在旁边找机会，说不定还能喝到一点汤呢。而在看到肉灵被鸿蒙神莲击飞，身受重伤后，陆星这个老六便扔掉瓜子，拍拍手，嘿嘿一笑，朝着密林深处走去，好像是要去欺辱某个良家女子一样，有点不干人事的猥琐模样。密林中，肉灵狂吐3声血，脸色惨白，骂道：“该死的鸿蒙神莲，待我抓到你，一定把你所有的莲叶给摘光，根茎一点点的扯断。”怪不得酒池那家伙被击飞后半点没动静，这神莲的一击还真是不同凡响。不行，得快点恢复伤势，不然接下来争夺鸿蒙神莲一定吃亏。如酒池一样，他盘膝而坐，服下丹药灵药，开始恢复。同样的，陆星已经摸到肉灵背后大概数十米的一棵大树底下，
一双贼溜溜眼睛盯着肉林，嘴角露出玩味之色。肉林老畜生，星爷来送你去见你兄弟酒池了。陆星心中嘿嘿直笑，星爷专做好人好事。等了差不多1炷香的时间，在肉林的警惕性到达最低时，他出手了，一根神魂针凝聚而成，悄然接近，跟陆星这个老六一般行径。很快，神魂针接近肉林，而后狠狠洞穿过去。噗嗤，肉林的神魂被瞬间洞穿。啊！肉林发出惨叫，捂着脑袋，不停痛嚎，状若疯癫。趁他病，要他命！陆星一连凝聚9根神魂针，全部招呼过去，将肉林的神魂几乎击溃。唰！陆星动了，化作流星，瞬间出现在肉林眼前。去死吧，老畜生！陆星大喝一声，剑光从其脖颈处一闪而过，一颗人头飞起，鲜血飞洒。元婴巅峰大佬的酒池就这么稀里糊涂被一个金丹境的小子给宰了。不过他比较幸运一些，死亡的前一刻还是看清了杀死自己的凶手。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死在了一个炼气小儿的手中，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不甘，实在是不甘心，但不甘心又能如何呢？而在那一刻，他也恍然大悟，知道酒池为何突然没了气息，原来也是被陆星这个该死的小畜生给干死了。如法炮制，陆星将对方的尸体扔进阴阳合欢珠，然后抹除了周围的痕迹后就消失无踪。阴阳合欢珠内，陆星立刻吸收起肉灵的元婴之力以及神魂之力，这可是一个元婴巅峰大佬的元婴，蕴含的灵力何其庞大。在此灵力下，陆星的修为再度节节攀升，金丹9层，金丹10层，半步元婴。陆星发现体内的灵力发生了质变，中心处化成了一个灵力漩涡，所有的灵力都在往中心汇聚，在那里隐隐有着一个元婴虚影出现，这显然是凝结元婴的征兆。元婴，我居然即将突破至元婴了！没想到我陆星这么快就要成为元婴高手，可喜可贺，妙哉妙哉啊！陆星哈哈大笑，十分兴奋。他没有离开阴阳合欢珠，而是打算一鼓作气突破到元婴境。当即他将身上所有提升灵力的丹药、灵石等诸多宝物全部拿出来，借助庞大的灵力突破到元婴境。阴阳合欢内不知过了多久，陆星身上的气息不断攀升，甚至有着一丝元婴气息散发出来，距离突破到元婴境已经是不远了。在其丹田内，一个元婴雏形已经出现，呈现金色，绽放夺目的光华。又多了一段时间，当所有的宝物都消耗一空后，陆星的身体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元婴气息，而其丹田内那金色元婴彻底的成型。元婴，陆星就此突破到元婴境。在3大宗门内，元婴境那都是长老级别，地位尊崇，加上纯阳圣体以及强大的神魂之力，他现在的综合实力，就算是元婴巅峰的大佬也休想轻易杀死他。不到1年，从炼气3层直入元婴境，这等突破速度，只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3宗的那些所谓天骄，跟我相比，算个球啊！从今以后，我也是元婴老怪了。不，我还年轻呢，怎么就是老怪？我是元婴小怪，但元婴小怪怎么听起来那么别扭？不管了，反正老子现在是高手了。陆星哈哈大笑，十分兴奋。要是让3宗的人知道，他们眼中的废材陆星居然是元婴境，怕是要惊得眼珠子都给掉下来。此刻，在陆星的面前悬浮着不少宝物，其中就有酒池和肉灵的万月炉和天寿谷。不愧是元婴巅峰的大佬，宝物就是多，这次真是大发特发了。不过不能轻易拿出来，不然被人知道是我杀了酒池和肉灵，欢喜禅宗肯定不会罢休。罢了，先苟着再说。将宝物收好，陆星开始吸收酒池和肉灵的神魂之力。很快，陆星将其神魂之力尽数吸光了。2个元婴巅峰的大佬的神魂之力何其磅礴！吸收后，陆星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神魂之力即将突破到吞魂境，但还是差了一丝。罢了，等回到宗门，用混沌观想法修炼，定能突破到吞魂境。外界在众人不遗余力的攻势下，鸿蒙神莲被打散了，根茎、链子、莲叶到处飞。3宗的高手当即就开始抢夺。天雷伞，萧一妹祭出天雷伞，将鸿蒙神莲的莲花给收了起来，满脸喜色，接着朝着一片莲叶冲去。但这时，无数白色浮尘丝宛若一条大河，将那片莲叶瞬间卷起，收了起来。出手之人正是厉三娘。厉三娘骂道：“萧一妹，你已经得到莲花，居然还跟我抢这片莲叶，你找死吗？”萧一妹笑道：“有能者多得，大家各凭本事。”厉三娘冷喝一声，懒得跟萧一妹计较，继续去争夺。而这时候，六欲魔君哈哈大笑，他的手里也拿着一片莲叶。至于根茎，则被屠罪得到，剩下的7片莲叶
琼花老祖发威，震退所有人，祭出3色琼花，罩住7片莲叶，尽数收归囊中。见此，众人脸色难看，非常不甘，但又无可奈何。琼花老祖收获最多，不但拿下7片莲叶，还得到莲根，这不公平。六欲魔君很是不爽，他就得到1片莲叶，跟琼花老祖比起来差远了。六欲魔君，你喊个屁！你们合欢宗3个峰主，一个的几乎整朵莲花，2个个得到1片莲叶，而我就得到根茎，我还不爽呢。屠罪骂道。琼花老祖冷哼道，在这里，老婆子我的修为最高，得到最多，有什么见怪的？能让你们得到一部分鸿蒙神莲就不错了，再聒噪，老婆子就抢了你们。闻言，大家不说话了。萧一妹却道，还有莲蓬，莲蓬中的9颗神莲子蕴含着鸿蒙神莲大半金元本源，必须得到。众人反应过来，到处寻找莲蓬。就在这时，六欲魔君指着远处喊道，在哪？话毕，第一个追了过去。只见那莲蓬散发七彩神光，钻入了密林之中。刚刚走出密林的陆星也看到这一幕，9颗神莲子，若我得到，我的修为必定大幅度提升。不过这么多高手抢夺，他担心抢夺莲蓬之后被众人针对。虽然他突破到了元婴境，但光是一个琼花老祖他就对付不了。麻蛋，富贵险中求，干了！陆星立刻化作一抹流星追了过去。以他现在的速度，可不比这些元婴高手弱，也就比琼花老祖差一些。很快他追到莲蓬，斩！陆星拿出诛邪剑，一剑劈在莲蓬上，结果当的一声，诛邪剑差点被震得脱手而去。定睛一看，剑上还被崩出一个口子，这么硬！陆星吃惊，他不知道莲蓬中的9颗神莲子蕴含着鸿蒙神莲的大半金元本源，坚不可摧。区区一剑玄气，如何匹敌？陆星连忙追过去，一边追一边攻击，可硬是没能将其拦住。不行，这样下去，等莲蓬逃到深处，只怕会失去其踪迹。对了，忽然他灵光一闪，这鸿蒙神莲有着灵智，便有神魂，若是以神魂攻击，一定有效果。话毕，陆星放弃灵力攻击，转而神魂攻击。他现在的神魂之力暴涨，一次性可凝结100根神魂针，且每一根神魂针都蕴含元婴初期级别的神魂之力。这么多神魂针朝着莲蓬射去。刚开始，莲蓬察觉到危机，不断躲闪，但架不住神魂针的数量多，最终被神魂针刺中，发出一声惨叫，直接从空中坠落。成了！陆星哈哈大笑，冲向莲蓬。而这时，背后一道道破空声响起，不好，是3宗的高手到了。陆星脸色一变，瞬间将莲蓬收进阴阳合欢珠内，然后朝着另外一边飞去。嗖嗖！很快，琼花婆婆等人赶到，却失去了莲蓬踪迹。怎么回事？莲蓬消失了，连气息都无法感应到。琼花婆婆脸色铁青，屠罪道：该死，逃到哪里去了？整个莲蓬比鸿蒙神莲其他部位都要珍贵，必须要得到。萧一妹道：莲蓬一点踪迹都没了，气息都感应不到，整个秘境那么辽阔，她有敛息之法，我们想要找到，无疑是大海捞针。六欲魔君道：难道就这么算了？我就得到1片莲叶而已，如果再能得到1颗神莲子，我不能突破到化神。厉三娘道：再找找，反正秘境还未驱逐我等。随后一众人各自寻了一个方向去找莲蓬。见到众人离开，陆星方才露面，笑道：莲蓬都落我手里了，你们还找个屁啊！嘿嘿，这次秘境之行真是收获颇丰啊，宰了2个元婴巅峰的大佬，修为还突破到元婴境，还得到整个莲蓬，到时候我的修为还能往上攀升。别说跟屠师姐、冷血奇相比，就是那琼花老祖也根本无法与我相比。嘿嘿，陆星得意地笑了笑，便去了莲池那边等着。大概2个时辰后，琼花老祖等人无功而返，脸色都非常难看。失去了整个莲蓬，损失太大了。怎么会突然消失得了无踪迹？是不是谁用了秘法已经得到莲蓬，但是不说出来？六欲魔君非常不甘心，气急败坏。这里要说谁最有可能，自然是琼花老祖。琼花老祖，如果您已经得到，就说出来吧，反正我们也抢不过你。屠罪看向琼花老祖，琼花老祖怒道：放什么狗屁！老婆子若得到莲蓬，何须藏着掖着？刚才我与你们一道追赶莲蓬，谁看出我用了秘法？不过他冷冷笑了笑，酒池和肉林2个畜生到现在还未现身，不会是拿走了莲蓬躲起来了吧？屠罪一听，这才想起他们，当即拿出一块传讯令牌，试图联系酒池和肉林，但并未有回应。哼，他们已经得到莲蓬，岂会告诉你？琼花老族冷冷道：这2个畜生敢对我万花仙宗的圣女出手，等出去后，老婆子绝对不会放过他们。屠罪满脸肃然道：之前酒池和肉林相继被鸿蒙神莲重创，
根本不可能压制莲蓬，不对，他们很可能出事了。之前我便感应到酒池的气息忽然消失了，后来肉灵的气息也消失，这绝对蹊跷。萧一妹道：你的意思是酒池和肉灵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可尸体呢？涂罪脸色一沉，立即让欢喜禅宗的人四处寻找两人。萧一妹等人也怕莲蓬被肉灵和酒池得到，于是也派人寻找，可找了足足1个时辰，却并未找到他们，连一点踪迹都没有。哼，他们要是有心躲藏起来，我们岂能找到？琼花老祖重重冷哼。涂罪怒道：琼花老祖，您这是什么意思？琼花老祖冷喝：怎么？难道老婆子说错了？如果让老婆子知道他们独吞了莲蓬，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萧一妹想了想道：琼花老祖息怒，酒池和肉灵不在，我们争论再多也无意义，不如等出去后找到他们再说。如果他们真的独吞了莲蓬，我们和欢宗亦不会就此罢手。莲蓬太重要了，光是那9颗神莲子便是无价之宝。如果让酒池和肉灵独吞，天知道他们的修为会提升到何种程度。和欢宗和万花仙宗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好，老婆子就给萧峰主一个面子，等出去后再找他们算账。这时屠莎莎喊道：陆师弟呢？怎么没见陆师弟？萧一妹这时候也反应过来，脸色一变：心儿，心儿。花千羽喊道：萧峰主，他是不是还在莲池那边？很快众人赶了过去，只见陆星浑身是伤，脸色苍白，靠在池边，十分狼狈。心儿。萧一妹见状大惊失色，慌张赶了过去。心儿，你这是怎么了？陆星摇头笑道：萧姨，我没事。萧一妹冷着一张脸：是谁伤了你？不管是谁，我一定不会放过他。陆星道：是肉灵和酒池2位院主，我发现他们拿到了莲蓬，于是他们打算杀人灭口，不过幸好他们听到你们的动静后就离开了。闻言众人大惊失色。琼花老祖一除法杖，面色大怒：涂罪，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立刻让他们滚出来，交出莲蓬，否则就别怪老婆子大开杀戒了。萧一妹一时怒道：一而再的伤我心儿，今日绝不能放过他们。厉三娘一时杀气腾腾：姓涂的，那2个狗贼之前欺负你女儿，你当真无动于衷？涂罪一个头2个大，心里咒骂酒池和肉灵得到了莲蓬，还不龟缩起来，居然还敢闹事。诸位放心，等出去后见到酒池和肉灵，自会让他们给个交代。涂罪无奈道。琼花老祖道：好，老婆子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冤有头债有主，出去后再找他们算账。萧一妹道：秘境的出口差不多要出现了，趁这个时间大家恢复一下吧。没过多久，整座秘境震动起来，天空中一道金色光柱坠落，砸得地面开裂，恐怖的气浪翻滚而来。出口打开了，大家离开吧。萧一妹道了一声，拉住陆星飞入光柱中，消失不见。嗖嗖，其余人一时陆续离开。此刻极北之地上空，金色光柱渐渐消散，秘境彻底关闭了。想要再进去，只能等300年之后。怎么没见酒池和肉灵？秘境的出口只有一个，他们应该露面才对。六域魔君皱眉道。涂罪看向陆星：陆星，你真见过酒池和肉灵？陆星道：难道涂院主以为我在说谎吗？难不成我这一身伤是自己弄的？你可以仔细看看，我身上的伤还有万月炉和天兽谷的力量气息。可是秘境出口只有一个，他们不可能赶在我们之前离开秘境。涂罪脸色阴郁。厉三娘道：这一点他倒是没说错，难不成酒池和肉灵没出来？六域魔君道：有这个可能，毕竟他们得到了莲蓬，生怕出去后被大家针对，索性就留在秘境，吸收莲蓬莲子的力量，突破到化神。300年的时间虽长，但对于化神境的高手而言便不算什么了。琼花老祖一听，愤怒道：真是便宜他们了。虽然没得到莲蓬，大家有些不甘心，但事已至此，也是无可奈何。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一切都是陆星自导自演，身上的伤还真就是自己弄的。而且酒池和肉灵哪里是独吞了莲蓬，龟缩在北荒秘境，真相是那2个老畜生已经被陆星给干掉了。再把莲蓬的事一股脑地推到他们身上，来了一招金蝉脱壳。这下谁都不会把莲蓬的事怀疑到他身上，毕竟一个区区的炼器小儿怎么可能抢到莲蓬？这一招不可谓不高深不精妙，在场的所有人都远远地低估了陆星的能耐。诸位，北荒秘境一行已经结束，大家都收获不小，等突破到化神，到时候我们3宗商量一下如何进入藏魔渊，如何？萧一妹道。琼花老祖点头，藏魔渊太过凶险，即便你们突破到化神，进入其中，只怕也是凶多吉少，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六欲魔君笑了笑，有前辈带队，应该没问题吧？毕竟到时候前辈的修为必然也提升不小。琼花老祖冷哼一声，虽说魔窟一事，我们万花仙宗责无旁贷，但想让老婆子舍命带你们进入藏魔渊救人，那是想得美。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老婆子是绝不可能进入藏魔渊的。屠醉叹口气，罢了，此事缓缓再说吧。藏魔渊危险无比，断不能轻举妄动。众人点头，准备回宗了。这时候花千羽走了过来，脸色微红，陆师弟，你2次救我，尤其是这一次更是为我舍命，这份恩情我花千羽一定会报答你的。陆星笑道，花圣女言重了，你我是朋友，自当互帮互助，不要挂齿。萧一妹打趣，既然恩情这么重，那花圣女打算如何报答呢？花千羽羞涩低头，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萧一妹咯咯笑了起来，我倒是有个提议，不如花圣女以身相许吧，若能与心儿双修，对你们的修为都大有裨益呢。花千羽没说话，但更羞涩了，脑袋几乎埋进了胸脯间。下一刻，花千羽鼓起勇气抬头，竟是众目睽睽之下，迅疾地在陆星的脸上亲了一口，而后立即躲到了琼花老祖的背后。这……陆星一怔，摸了摸左边脸，那里似有一点红印。萧一妹大笑，琼花老祖，依我看，花圣女很乐意呢，不如找个时间，我带着星儿去你们万花仙宗提亲。琼花老祖瞪了花千羽一眼，气冲冲道，想得美，这小子虽然与千羽有恩，但修为还是太低了，怎么可能配得上我宗圣女？萧一妹目光一沉，满脸不悦，可在我心里，你们的圣女还未必配得上我的心儿呢。既然你们不愿意，那就算了。琼花老祖冷哼一声，没有反驳，毕竟陆星确实对花千羽有救命之恩，再争执下去就显得他们万花仙宗不要脸了。屠莎莎看到花千羽亲了陆星后，非常不开心，当即站出来，忍不住愤怒道，花圣女，你干什么呢？陆师弟我都没亲过，你居然抢先了！我告诉你，陆师弟是我的，你休想跟我抢！这话让在场的人全都傻眼，一个练气小而已，居然成了香饽饽，太匪夷所思。毕竟在众人看来，陆星除了长得还不错，就没其他优点了。这种男人满世界一抓一大把，怎么就到了哄抢的地步？莎莎，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回来！厉三娘见女儿这么不知羞，气得跺脚，连忙将其拉回来训斥。屠莎莎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真让花千羽把陆星给抢走了，哭都来不及呢。见状，萧一妹却很是开心，得意道，我就说嘛，我们星儿非常优秀，多的是女子喜欢。厉三娘怒道，萧一妹，你闭嘴！但萧一妹耸了耸肩，满脸得意，气得厉三娘想杀人。最后临走前，厉三娘走到屠醉面前，冷厉道，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不要私自进入藏魔渊，待三宗商议后再稳妥行事。屠醉脸色大喜，搓着手道，三娘，你是在关心我吗？厉三娘狠狠瞪了他一眼，没好气道，你想多了，我是怕你死了，一身宝物全都落在藏魔渊，你要非去送死不可，那就提前把所有好东西留给莎莎再去死。屠醉随即嘿嘿一笑，我知道你刀子嘴豆腐心，你放心吧，我不会轻易进入藏魔渊的，或者在进去之前，我会将能留下来的东西全都留给你和女儿。你！厉三娘气得一脚踩在屠醉脚背上，要死快点啊！屠醉痛得龇牙咧嘴，左右跳脚，十分滑稽。不多时，三宗拿出飞天楼船，陆续离开，返回宗门。船上，花千羽朝着陆星摆手，陆师弟，我们下次再见。陆星也摆了摆手，但屠莎莎走过来，一把拉下陆星的手，气呼呼道，陆师弟，你就这么喜欢他吗？陆星无言，屠师姐，你误会了，大家都是朋友嘛，谈不上喜欢。真的？屠莎莎目光一亮，你真的不喜欢身材又好，长得又美的花圣女？陆星苦笑道，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没有不喜欢的理由了。你……这话把屠莎莎气得够呛，转过身生着闷气，但脑海中一直浮现出花千羽亲陆星的画面，当即感觉到浓烈的危机感。屠师姐，你拉我去啊！屠莎莎拉着陆星就往阁楼走去。当然是生米煮成熟饭啊，当初屠醉跟我娘就是这样，不然哪有我啊？我们也要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花圣女就惦记不了你了。屠莎莎迫不及待道，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妙计。陆星一听，整个人都懵了，屠师姐这也太大胆了，竟要跟他那个一点女儿家的矜持都没有，这一点还真是没法跟花圣女相比。屠师姐，你听我说这件事。但话还未说完，陆星发现自己被屠师姐给扛了起来，跑得飞快，颇有众女土匪的感觉。陆星心里不禁感叹，原来喜欢自己的女人太多也是一种烦恼啊。好在这时冷血奇出现，皱眉喝道，陆星，屠莎莎，
你们这是干什么？光天化日做这种事，真是不知羞。趁此机会，陆星连忙溜了下来，嗨嗨一声道：“冷师姐，你误会了，我们就是闹着玩的。”冷雪琪冷冷道：“我才懒得管你们，我找你们是为了之前打赌的事。之前3人打赌，这次进入北荒秘境，谁获得的机缘最多，就能对其他2个人提出一个要求，而且不能拒绝。”冷雪琪一路上颇为顺遂，得到不少灵草，杀了不少灵兽，甚至得到1颗金丹。在镇压鸿蒙神莲时，他也有收获，得到了一部分莲根的根须。在他看来，这次打赌他赢定了。借着这个机会，他一定要好好报复陆星和屠莎莎，找回一些脸面。2人一听，顿时有些错愕，刚刚发生了太多事，一时间把这事给忘了。你不说我都忘了，比就比，我们的收获未必比你少。屠莎莎很是自信，这份自信倒不是源于他觉得自己的收获一定会比冷血奇多，而是他知道陆师弟的收获肯定比冷血奇多。毕竟陆师弟的身上至少有2道元婴傀儡的元婴，光是这份收获就抵得上至少10颗金丹。只要陆师弟能赢就行了。一念及此，屠莎莎立即大声道：“陆师弟，把那2道元婴拿出来吧，看他待会怎么哭。”闻言，陆星摸了摸鼻子，他手里哪还有什么元婴啊，都被他给吸收掉了，就是想拿出来也拿不出来了。屠师姐，抱歉啊，我那2道元婴已经被我给吸收掉了。陆星无奈道：“啊，吸收掉了？”屠莎莎懵了：“你怎么就吸收掉了？现在可怎么办？我们要输给他了。”“我们怎么能输给他啊？”冷雪琪露出惊讶之色，之前倒是听陆星和屠莎莎说起过，酒池和肉林派了2个元婴傀儡伏杀他们，当时他就很奇怪，以陆星和屠莎莎的实力，怎么可能是2具元婴傀儡的对手？现在想来，估计是被宗内的元婴高手给救了。想到这里，他便释然了，同时也庆幸幸好陆星吸收掉了那2道元婴，否则的话，他今日还真就输定了。你们认输吧，我的收获必然比你们多。说着，冷血奇力即将自己的收获全部拿出来了，有着10几种珍贵灵药，还有1颗明晃晃的灵兽金丹，散发出庞大的金丹气息。这是冷血奇侥幸击杀一头受伤的金丹凶兽所得，否则以他筑基巅峰的修为，还真没法杀得了金丹境的凶兽。完了，我们输定了。屠莎莎满脸不甘心，输给他真是让人不爽，但他倒是不会耍赖，当即就道：“行了，我们输了，你想提什么要求赶紧提，姑奶奶没工夫跟你在这耗。”冷雪琪冷笑：“屠莎莎，也有你吃瘪的时候啊，先前不是和陆星一起对我冷嘲热讽吗？既然你们输了，那就这样，你们2个当我1天的仆人。”“什么？”屠莎莎愤怒道：“当你的仆人？”冷雪琪，你别太过分。冷雪琪冷冰冰道：“过分吗？你们2个嘲笑我的时候，怎么不觉得自己过分？仅仅是1天的仆人而已，要不是看在同门一场，就不是1天了。你们别想赖账。”屠莎莎哼了一声：“谁说我们要赖账了？当仆人就当仆人了，这个场子我屠莎莎日后一定找回来。”冷雪琪一听颇为满意，对陆星道：“陆星，你没意见吧？”陆星却笑了笑：“冷师姐，我当然有意见啊。”“什么？”冷雪琪满脸寒霜：“你想赖账？”陆星笑道：“非也，如果我真输了，自然不会赖账，但谁说我输了呢？”2女一听都惊讶地看着他：“你什么意思啊？”冷雪琪喝道。陆星耸耸肩：“当然是字面意思，谁说我的收获比你少了？”说完一挥手，数十种灵药飞出，还有10颗金丹依次排开，散发出夺目的光芒。看到这一幕，2女直接傻眼了。这么多金丹，陆师弟，你我同行，什么时候得到的？屠莎莎很是不解。冷雪琪冷笑：“好啊，陆星，这10颗金丹根本不是你在秘境中得到的吧？”陆星道：“谁说不是？我跟屠师姐是之后才相遇的，在此之前，我杀了10头金丹境的灵兽，不信你可以感应一下，这10颗金丹上面还有秘境独有的气息，这可做不了假。”冷雪琪皱眉，当即检查这10颗金丹，结果他脸色难看起来。这10颗金丹上的确有秘境的气息，这骗不了人。也就是说，陆星的这10颗金丹的确是从秘境所得，所以他输了，而且输得一败涂地。哈哈！屠莎莎却极为欢喜，还以为我们输了呢，原来是你输了。陆师弟，真有你的，居然得到了这么多金丹，早不说，害我白担心一场。陆星嘿嘿笑了笑：“我自然不能让屠师姐当仆人。”看到冷雪琪那张哭丧的脸，屠莎莎就越发欢喜：“快快，跟他提要求，让他做什么呢？我想想。”陆星则道：“要不让他也当我们1天的仆人吧？”但屠莎莎很快摇头：“才当仆人而已，岂不便宜他？”忽的，他双目一亮，叉腰大笑：“
我想到一个最能惩罚他的办法，那就是……当即他在陆星耳边低语了几声。陆星惊讶道：“这不好吧？”屠莎莎道：“有什么不好的？这冰渣子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把男人当空气，真以为长得多美似的。今天就要好好挫挫他那副自以为是的气焰。”对于这一点，陆星倒是深有同感。在宗门内，冷血旗号称寒冰仙子，一个是因为他修炼的功法特殊，还有寒冰剑意，但这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冷血旗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冷着脸，对女同门还好，对男同门根本不正眼瞧，对男人表现出天然的厌恶、排斥。所以在宗门内，没有任何一个男修能够靠近他，无法与他并肩而行，更别说亲密接触了。陆星不止一次想过，有朝一日将这个高高在上，真把自己当成寒冰仙子的冷血旗狠狠踩在脚下，但以前没有机会，没有由头，而这一次岂不是千载难逢？你们商量好了没有？我冷血旗说到做到，绝不食言。你们快点，我还要去修炼呢。冷血旗不耐烦道。看着两人耳语，露出不怀好意的表情，让他也有点不安。屠莎莎喝道：“你这么心急啊？是知道我们要你做什么吗？也罢，你听好了，等回到宗门后，你要宣布，从今以后，你是陆师弟的女人，并且你还要当着所有人的面亲陆师弟一下。”听到这句话，冷血旗差点没当场晕掉。你们不可能！冷血旗面色大变，你们不要太过分。屠莎莎却笑道：“怎么？你想耍赖？”冷血旗咬牙：“当然不是。屠莎莎，之前花千羽亲陆星时，你不是很生气吗？怎么现在却要我去亲她？你不生气吗？”屠莎莎道：“你跟花圣女不一样啊，花圣女是真的要跟我抢陆师弟，但你绝不会真的喜欢陆师弟，跟我抢陆师弟的，所以我勉强不介意你这么做。你们！”冷血旗气急：“陆星，你也是这么想的？你不要这么无耻。”陆星笑了笑：“反正是假的而已，冷师姐何必当真，亲一口也不掉肉，对吧？”冷血旗脸色难看，最终道：“好，我冷血旗答应的是绝不耍赖，就依你们，但这份耻辱，我总有一天要向你们讨要回来。”说罢转身离开。能够看到冷血旗的脸色冷得吓人，娇躯都在颤抖。一想到回了宗门要做那样的事，他就心绪起伏，无法面对。但如果退缩了，屠莎莎和陆星一定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嘲笑他的，所以他不得不答应。长途跋涉，众人终于回到了宗门。当看到宗门的那一刻，都不禁有些亲切感。陆星立刻就回了洞府，打算借助神莲子修炼，突破到更高境界。至于冷血旗的事，不着急。小星子，你回来了。一入洞府，胖达和陈婉就冲了过来，让胖爷看看有没有少什么零件。胖达立刻检查起来，陆星一脚将他踹飞，骂道：“滚蛋！你才少零件，心友好得很，而且这次收获不小。”当即他拿出10颗金丹，而这10颗金丹其实并非他猎杀灵兽所得，而是杀了酒池和肉灵后从他们手中得到的。看到这10颗明晃晃的金丹，胖达眼睛一下子就绷直了。这么多金丹，你小子发财了啊！当下就准备抢，但陆星眼疾手快，一挥手给收了起来。星爷，别这样，我们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么多金丹，怎么也得分我和婉儿一些吧。胖爷讨好谄媚道：“都叫上星爷了。”陆星骂道：“死肥熊，有好处的时候叫我星爷，没好处的时候叫我小星子，你怎么不去死呢？真是不要脸。”胖达嘿嘿一笑，一点都不在意：“我又不是人，要什么脸啊？”陈婉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胖达，你的脸皮太厚了。”接着对陆星道：“陆师兄，这一路上还好吗？”陆星点头道：“放心吧，大家都没事。”说着将4颗金丹拿了出来，将其中2颗给了胖达，另外2颗给了陈婉。陆师兄，这么珍贵的东西，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陈婉推辞道。陆星看向胖达：“死肥熊，看到没有，婉儿比你好多了。”胖达捧着2颗金丹，笑嘻嘻道：“胖爷可比不了他，他那么喜欢你，肯定想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你啊。难道你希望我也喜欢你？这么重口味？”陆星一愣，骂道：“滚！”随后将2颗金丹亲自放到陈婉手中：“婉儿你放心吧，我还有6颗呢，足够用了。而且这次秘境之行，我的收获可远不止这点。”陈婉犹豫了下，方才收了起来：“谢谢陆师兄，你一定饿了吧？我去做饭，为你接风洗尘。”胖达道：“我去帮你，也不白拿这小子东西。”很快2人离去，而陆星则直接进入修炼室。阴阳合欢珠内，陆星看着空中漂浮的莲蓬，没有丝毫逃跑的意思。之前陆星以强大的神魂之力将其灵智给诛灭了，莲蓬散发着浓郁的七彩光芒，
一丝丝的神莲精气散发出来，吸上一口就让陆星感觉通体舒泰，心旷神怡。好东西啊！有了它，我的修为肯定能再度大幅度提升，这次秘境之行我才是最大的赢家。陆星得意地笑了笑，当即便剥离出9颗神莲子，将9颗神莲子收起后，陆星吸收起莲蓬中的精气。结果当吸干整株莲蓬后，陆星的修为也仅仅是突破到元婴2层罢了。果然啊，光是莲蓬价值不大，大部分的神莲精气都蕴含在9颗神莲子之中。陆星道：不过能让他突破到元婴2层也是珍贵宝物了。当下陆星拿出一颗神莲子，神莲子晶莹剔透，通体金色，流转灵纹，精气四溢，让陆星十分兴奋。没有犹豫，陆星直接吞服下这颗神莲子。轰！神莲子一入体，恐怖的精气爆发，把陆星的身体都撑圆了，几乎要爆开。好在这时纯阳圣体发威，疯狂地吸收着体内庞大的精气。随着时间的推移，陆星的身体恢复如初，而其修为也是在暴涨。元婴3层，元婴4层，元婴5层，元婴6层，一颗神莲子居然让他的修为连破4层，不愧是鸿蒙神莲的神莲子，太厉害了！一个莲蓬，一颗神莲子，让我修为暴涨5层，好啊！还有我的神魂居然也得到提升，一定是因为莲蓬和神莲子之中蕴含着鸿蒙神莲的神魂之力。陆星哈哈大笑，高兴得不得了，直接原地起舞，喜悦到颠掉。可就在他打算继续服用神莲子时，他的脸色猛然一变。好痒！陆星感觉全身奇痒，连忙撩起衣服一看，只见身上居然出现一条条银色的纹路，这些纹路遍布全身，身体好像发生了了不得的变化，体内血脉之中还有一股银色的力量在流淌。我服用了莲蓬和神莲子，不会是产生什么副作用了吧？陆星惶恐，连忙盘膝而坐，打算查清楚。但这一查让他傻眼，从这股银色力量中，他得到一股讯息，那就是这些银色纹路还有体内出现的一股银色力量，并非什么副作用，而是一种相当强大的体质，名为鸿蒙星神体。乖乖，这鸿蒙神莲如此了的吗？不但能助人大大提升修为，还能让人蜕变出鸿蒙星神体，哈哈，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啊！陆星开怀大笑，十分喜悦。他不但知道自己得到了鸿蒙星神体，而且还知道这鸿蒙星神体的强大之处。鸿蒙星神体乃古老体质，会随着修士的修为提升越来越强大，到达极致可引动亿万宇宙星辰之力，盖世无敌。就算是现在，他也能调动部分宇宙星辰之力，发挥出远超自身修为的战力。自从得到阴阳合欢珠后，我的修炼之路就变得畅通无阻。阴阳合欢珠，谢谢你。陆星是由衷的感慨，如果没有阴阳合欢珠，即便是凭借纯阳圣体，他绝不可能有如今的成绩，顶多也就是个天骄罢了。但现在他岂止是天骄，简直是妖孽。接下来他没有再服用神莲子，生怕真产生什么副作用。陆师兄，吃饭了。石桌上摆放着一盘盘美味佳肴，有荤有素，色香味俱全，闻一闻就令人食指大动。婉儿师妹，你的厨艺越来越好了，即便我能辟谷，以后怕是也离不开你的美味了。陆星笑道。陈婉儿脸色一红，什么叫离不开你的美味？听上去像是调戏呢。当然陈婉儿知道陆星指的是佳肴，也没在意，招呼道：陆师兄喜欢就好，快吃吧。胖达跑了过来，太香了。小星子，你不知道，你离开的这段时间，胖爷让他做饭，他根本不搭理，也就你回来，胖爷能跟着沾沾光。一边说一边已经在大快朵颐。陆师兄，你跟我们讲讲在秘境发生的事吧。陈婉儿好奇道。陆星点头，婉儿师妹想听，我就告诉你。听到陆星遇到的诸多凶险，陈婉儿俏脸煞白，心都揪起来。没想到陆师兄遇到了这么多危险，幸好平安回来，真好。陈婉儿心有余悸道，这两个老畜生居然派元婴傀儡伏杀你，还打上了花圣女的极阴圣体，真是死不足惜。小星子你放心，等下次见到他们，胖爷一定帮你报仇。胖达愤怒道。陆星笑了笑，看得出胖爷的愤怒不像是装出来的。不过酒池和肉林已经被自己给干死了，哪里还需要他去报仇？就算他有这个心，也没这个机会啊。别吹牛了，他们可是元婴巅峰的高手，你要是敢惹他们，直接变死熊。不过你们的实力确实有些低了。陆星想着以后肯定有需要胖达和婉师妹帮忙的时候，要是修为太低，别说帮忙，不拖后腿就不错了。而且他是真心把胖爷和陈婉当朋友，甚至是家人了，他们的安危自然要考虑到。2颗金丹不算什么，顶多让他们突破个3、4层，他们的修为至少得到金丹才行。想了想，陆星放下筷子道：胖达，
婉儿，我这里还有点好东西，不过一定要保密。胖达一听，顿时兴奋道：你这家伙果然藏私了，赶紧拿出来给胖爷瞧瞧，等胖爷变强大了，以后罩着你。陆星白了他一眼，这死肥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谁罩谁还不一定呢。当即将2颗神莲子给拿了出来，一拿出来，恐怖的精气四溢，满是生香。这是什么？好浓郁的精气，比那什么金丹不知道好多少倍。胖达吃惊了，瞪大圆溜溜的贼眼珠子，一把就夺过了1颗。陆星没在意，将另1颗给了陈婉，解释道：这是鸿蒙神莲的神莲子，乃至修炼至宝，普通的天阶宝物都未必比得上。它能让你们快速突破修为，一旦吸收掉，你们突破金丹那是100%。陈婉惊讶极了，这么厉害？陆星点头，就是这么厉害。为了争抢这东西，3宗的人不知道多疯狂，但最后我侥幸得到。不过这是所有人都不知道，一旦泄露出去，我们都会有大麻烦，所以此事一定要保密。胖达竖起大拇指，佩服道：小星子，胖爷服了你，从3宗这么多高手手里夺得这神莲子，怎一个牛字了得。你放心，胖爷就是被打死也不会泄露这个秘密。同时心想，鸿蒙神莲的神莲子啊，胖爷岂能不知道这东西的宝贵，得赶紧用了，不然小星子后悔就坏了。当即胖达直接一口就吞服了下去。胖达，你……陆星大惊失色，这可是神莲子，你居然……话还未说完，胖达的身体像是一个皮球，不停鼓了起来，几乎要撑爆了。陆星大惊失色，死肥熊，你真是找死！如此浓郁的精气，你一下子怎么消化得了？对你们来说，这种东西只能慢慢炼化。陈婉焦急道：陆师兄，你快帮帮胖达，他要炸开了。不用他说，陆星也会动手。陆星立刻来到胖达背后，强大的力量输送进去，帮助他炼化吸收神莲子的力量。渐渐的，胖达的身体开始恢复，而吸收了神莲子的力量后，胖达的修为也暴涨起来，一路提升到了筑基9层。轰！一股强大的金丹气息从胖达身上爆发出来，竟是一举突破到了金丹，而且还未停止。金丹2层，金丹3层，金丹4层，到了这个境界才终于停了下来。死肥熊，恭喜你突破到金丹4层了。陆星笑道。哇咔咔！胖达感受着体内强大的力量，十分兴奋，没想到胖爷这么快就成为了金丹高手。哈哈，以后胖爷岂不是所向无敌？而且这次提升的不仅仅是修为，还有胖爷坚不可摧的身体，嘎嘎猛了。说罢，胖达对着石桌一拳打了过去。砰！石桌4分5裂，碎成渣子，连石桌的地面都打出一个大坑。至于石桌上的那些饭菜，早就化为碎末。哈哈，强，好强！我感觉自己现在能打死100头牛。胖达兴奋无比，而陆星的脸上杀气腾腾，大吼一声：死肥熊，你皮痒了是吧？你要失手，为什么要打石桌？玩的心血全被你浪费了，今天不揍死你，我不叫陆星。胖达却忽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反而挑衅道：小星子，胖爷现在不怕你，来吧，胖爷现在强得很，保证打不死你。陆星嘿嘿一笑：你确定？很快洞府外2人摆好架势。小星子，待会打伤打残了你，可别怪胖爷。胖达摩拳擦掌，之前被陆星揍了几次，这一次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先前的耻辱都要讨回来，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就怕你没这个本事。陆星玩味一笑，朝着胖达勾了勾手指头，挑衅味十足。无敌肥拳！砰！胖达胖乎乎的小腿猛然发力，整个人如离弦之箭，瞬间到了陆星面门前，而后一拳砸了过去。那拳头上布满着浓郁的灵光，形成球状，里面好似还有一头迷你小熊。陆星嘴角一掀，同样一拳砸了过去。爆星神拳，可怕的爆炸性灵光冲击过去。砰！2拳相击，下一刻，只见胖达嗷呜一声，捂着疼痛的肥拳倒飞出去。怎么可能？胖爷都突破到了金丹4层，加上强横的雄体，即便是金丹6层的修士，都未必能挡得住胖爷这一拳啊！胖达满脸吃惊。陆星扭了扭手腕关节，咔咔作响，不屑道：死肥熊，还想教训我？白日做梦呢你！胖达气愤，胖爷还没输，今天一定要把你打趴下！轰！胖达似乎催动了某种血脉一样，全身气息暴涨，而后化作一个圆球，似一道光冲击过来。无敌圆滚滚！砰！强横的肉球在沿路留下沟壑，并且撞碎了数块巨大的石块，嗖的一下轰向陆星。陆星一拳砸了过去，只听一声炸响，圆球像是泄了气，倒飞出去，最后胖达从半空摔了下来，面部着地，趴在坑里，灰头土脸，十分狼狈。痛，好痛！
胖达捂着屁股踉跄地站了起来，看上去陆星那一拳砸中了他的肥臀，很是不好受。陆师兄好厉害！旁边陈婉开心地鼓掌。胖达不爽道：好啊，陈婉，看到胖爷被小星子揍，你很开心啊？陈婉吐了吐舌头，不作答。死肥熊，你吼什么？要是不服气的话，就再来。陆星冷哼一声。胖达却摆摆手，来个屁！胖爷今天状态不佳，你等着，等胖爷恢复过来，下次一定把你揍死。死鸭子嘴硬。陆星懒得理他。胖达很是疑惑，按道理来说，自己突破到了金丹4层，实力大涨，小星子怎么可能是自己的对手？等等，从刚才的表现来看，小星子的实力明显远超金丹4层啊。对了，小星子一定也服用了神莲子，大大提升了修为，说不定亦是金丹4层之上了，但却将修为压制在了炼气10层，这不妥妥的扮猪吃熊啊。想到这里，胖达十分生气，好你个小星子，表面上是炼气10层，实际上早就突破到了金丹4层之上了吧？说吧，你现在到底是什么修为？陈婉儿也看向陆星，露出好奇之色。未去秘境之前，陆师兄就击败了冷血奇和屠莎莎2大天骄，现在又击败了金丹4层的胖达，其实际修为绝对远远不止炼气10层了。你猜？陆星笑了笑，反正你只要知道星爷我一只手就能碾压你就行。另外，我劝你以后安分点，你的实力永远都不可能比我强。胖达怒道：太贱了，明明修为早就到了金丹，表面上却只露出炼气修为，妥妥的坑人啊。陆星道：以我现在的情况，炼气修为确实令人猜疑，那就提升到筑基5层吧。话毕，他操控掩天机，身上的气息节节攀升，一路飙升到筑基5层。见此，胖达和陈婉都是傻眼，这修为还能这样操控的？前一刻是炼气10层，下一刻就是筑基5层，估计他想要再提升的话，能一路飞到金丹去。这家伙是越来越看不透了，怪不得能从这么多元婴高手手中抢到神莲子，活活一个老六。胖达揶揄。陆星对于身上筑基5层的气息颇为满意，随后叮嘱道：死肥熊，你的境界突然飙升到金丹4层，若是暴露也会惹人猜疑，不到万不得已，你给我藏着点，听到了没有？胖达气呼呼道：知道了，胖爷又不傻。陆星又对陈婉道：婉儿师妹，神莲子精气磅礴，你吸收的时候记得缓慢一些，不然的话只怕会有性命之危，毕竟你的肉身比不得那死肥熊，又臭又硬。你骂谁呢？胖达愤怒：胖爷我浑身香气四溢，怎么就臭了？陆星懒得搭理他，直接就离开了。小星子，你别走，说清楚谁臭了谁硬了，居然敢无视胖爷，你给胖爷等着。入夜，七情峰山巅一处悬崖处，这里无人，四下寂静。这时有动静从崖下传来，只见一道黑影在山崖下方借助山石与树木纵跃而来，速度极快，如同一个跳球，眨眼间便来到山巅悬崖边。正是陆星。今夜漫天星辰，正好可试试鸿蒙星神体的威力。话毕，陆星盘膝而坐，催动血脉中鸿蒙星神体的力量，身上一道道的银色纹路显现与发光。下一刻，陆星便感觉到了来自遥远星空深处的亿万星辰，似乎在与他共鸣交流。那一瞬间，自己仿佛来到了星空之下，抬头便可看到那亿万星辰，无数的星辰在发光，一道道的星辰之力飞了过来，注入到自己体内。顷刻间就可看到自己沐浴在星光之中，体内多出了一股庞大的星辰之力。渐渐的，整片苍穹都在震动，一道道的星光肉眼可见的飞速而来，往他的体内聚集，让他身上的星辰气息越来越强大。那种气势和压迫感，宛若能毁天灭地。这就是鸿蒙星神体吗？好强大，好喜欢。陆星满脸惊喜，随后身影一闪，出现在一处崖壁前。只见他抬起手臂，凝聚一道道星辰之力，而后狠狠一拳轰了过去。轰！整个崖壁四分五裂，被砸出一个巨大的拳印，宽足有数十丈，纵深都有数十米。如此可怕的拳印令人胆寒，只有元婴巅峰的大佬才能做到。咔咔咔，崖壁上方全都倾塌，一块块的巨大岩石呼呼掉落下去。可嗨嗨一道身影飞出烟尘，不停咳嗽，正是陆星。我滴个乖乖，加持了鸿蒙星辰之力后，一拳之威居然恐怖如斯。我估计元婴巅峰的大佬面对我这一拳都要难受。陆星满脸激动，如果跟酒池和肉林正面一战，我有80%把握能把他们干掉。强，我现在强的可怕啊！有阴阳合欢珠，我定能很快成就化神，到时候整个北荒，星爷我不是横着走。哈哈！就在这时，星辰异象，是何人所为？
能够调动如此恐怖的星辰之力，难道是我合欢宗某个隐士高人？好大的动静，是有人在七情峰疯癫一战吗？如此醒目与震撼的星辰异象，自然是惊动了宗门的人。不好，有人来了！陆星一惊，撒腿就跑。开玩笑，要是被人知道这里的动静是他弄出来的，还不得把他抓回去切片研究。嗖，率先赶到的人正是萧一妹、六欲魔君和厉三娘。他们先是抬头看着逐渐消散的星辰之力，知晓那位高人已经离去，但也有可能还在暗处，只是他们发现不了。不知哪位道友引动星辰异象，还请现身一见。六欲魔君朝着周围拱手道：别找了，如果对方愿意相见，就不会离开了。能引动如此可怕的星辰异象，其修为至少也是元婴巅峰，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为好。厉三娘瞥了六欲魔君一眼道。萧一妹道：说得对，万一惹恼了对方，对我们没好处。这时六欲魔君飘在崖壁前，震惊地看着眼前的拳印。你们快来看，此人当真是可怕至极，居然能留下这等可怕的拳印。除非我突破到化神，否则这样的一拳我未必能接下。厉三娘看着这巨大拳印，这道拳印内蕴含着强大的星辰气息，此人的实力绝对可怕，除非我们三人联手，否则没一丝把握能胜过。萧一妹深有同感，希望此人乃我合欢宗的隐士高人，就算不是也当尽力结交，只可惜啊，对方不愿相见。100米外一处暗角，陆星正龟缩在这里，听到萧姨他们的话，捂着嘴巴忍不住得意地笑起来。哈哈，如果他们知道这位隐士高人就是我的话，不知道会作何感想。陆星心中一笑，随后悄然离去。不多时，一位魏长老赶到了，萧一妹则立刻下令封锁了此地，不让任何人靠近，并且此事绝对不能宣扬出去。这一夜过后，萧一妹、六欲魔君和厉三娘同时闭关，打算突破元婴巅峰，进军化神。7日后，整个合欢宗轰动了，3道巨大的光柱分别从七情峰、六欲峰和合欢峰发出，耸入苍穹中，造成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所有人都被惊动了，纷纷出来观望。一定是3位峰主要突破到化神了。好啊，我们合欢宗要多出3位化神大佬了。众人欢天喜地。一名元婴长老喊道：3位峰主突破到化神，溢出的气息对我们大有裨益，说不定能借此突破境界。快盘膝坐下，不要错过这等机缘。闻言，众人大喜，连忙照做。而此刻，3道光柱内皆是出现一道身影，正是萧一妹、六欲魔君和厉三娘。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道巨大的虚影，与他们长得一模一样。这是化神境高手的元神，正所谓元婴化神，方为元神。而有了元神，才能施展的神通法天象地，一旦施展，可调动天地伟力，那种力量非常的恐怖。这是化神境的高手真正强大所在。约莫1个时辰后，3道光柱消失，萧一妹3人也是正式跨入化神境，成为化神大佬，而且还不仅仅是化神1层，而是化神3层，足可见鸿蒙神莲的神效有多恐怖。而借助他们突破溢出的庞大灵气，天地感悟，也是让合欢宗众人受益匪浅。有人功法突破，有人修为突破，不一而足，算是应了那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萧仪突破到化神了，太好了！陆星很是高兴，随后心想，萧仪现在是初入化神，如果有神莲子相助，必能再进一步，到时候他的修为就能超过六欲魔君和厉三娘，成为合欢宗宗主之下第1高手。一念及此，陆星立即赶往七情宝殿。不愧是我萧仪，不仅长得天姿国色，而且天赋无双，这么年轻就突破到了化神境3层，以后在这北荒，萧仪也是响当当的化神大佬了。殿内，陆星满脸笑容，不停地拍着马屁，揉肩捏腿。臭小子，这么快跑过来，又是帮我揉肩，又是说漂亮话，是不是又想借机讨要好处？萧仪媚白了陆星一眼，没好气道：萧仪，你误会我了，我是那种人吗？陆星无奈一笑：你不是吗？萧仪妹摇头反问。陆星有些尴尬，不得不承认，像这种事他以前做过很多次，而且每一次萧仪都是对他有求必应，可谓极尽宠溺。萧仪这次还真不是来讨要好处的。陆星由衷道：这话倒是不假，这次过来他非但没有讨要好处的意思，反而要送萧仪一场大机缘。也是，听说这次秘境之行，你斩杀了10头金丹凶兽，获得了10颗金丹，这些金丹足够你突破到筑基后期了。萧仪妹道。对于陆星身上的筑基5层境界气息，他是一点都不惊讶，毕竟之前陆星就跟他说过自己突破到了筑基境。不过萧仪妹站起来转过身诧异道：你虽然能击败冷血奇和屠杀杀，但应该无法战胜金丹级别的凶兽。
更别说石头金丹凶兽了。陆星一怔，随即解释道：“这不是还有暴灵诀和燃血术吗？而且我斩杀的这石头金丹凶兽都是初入金丹，过程也是凶险无比，差点就见不到萧仪了。”萧仪妹脸色一变，脑海中闪现出陆星面临生死危机，即将被凶兽击杀的画面，不禁心头凛凛。都怪萧仪没有保护好你，才让你在秘境中陷入险境，还受了严重的伤势。好吧，今天萧仪心情好，今日你无论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只要萧仪能拿得出来，必定对你有求必应。萧仪妹道：“萧仪，我真不是来讨要好处的。不过既然萧仪都这么说了，我要是推辞，就显得不懂事了。”陆星嘿嘿一笑，当即道：“你不是说等我突破到筑基境，就给我找一个双修对象吗？”萧仪妹一听，当即咯咯笑了起来。看来我的心儿血气方刚，早已经有想法了。陆星苦笑：“萧仪别开我玩笑了，我要双修，那也是为了修行着想，没有任何的龌龊心思。”真的吗？萧仪妹妩媚一笑，风情万种，随后摆摆手：“罢了，你想要什么模样的，我立刻帮你找。”谁知陆星古怪一笑，也没什么要求，就找一个跟你差不多的就行。这叫没什么要求？萧仪妹挑眉，红唇艳丽，吐气如兰：“星儿，我怎么听你这话的意思，有什么非分之想啊？”闻言，陆星连忙摆手：“我可没这个意思，你不要误会了。”看着他脸红的模样，萧仪妹哈哈大笑，随后叹口气道：“行吧，今天就放过你。现在你先跟我去个地方，合欢谷洞府内。”此刻高台之上正盘膝坐着数位长老，他们将灵力输送到阵法中，维持着封印的运转。萧仪，你不会是想要进入魔窟打探宗主的下落吧？陆星不安道：“现在宗门已有3位化神，而且都是化神3层，仅仅是进入魔窟的话，应该无碍。宗主已经失踪数月，不能再耽搁下去了。”萧仪妹沉声道。陆星激动道：“魔窟内有4亿血符王这种化神妖魔，很可能还有更恐怖的存在。即便萧仪有化神3层修为，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全身而退。萧仪，此事还是从长计议吧。”但萧仪妹摇了摇头，封印魔窟不是长久之计，耽搁下去，一旦魔窟生乱，整个宗门都会陷入生死危机。此番进入魔窟，不单单是为了找寻宗主，还有调查魔窟背后的真相，防患于未然。陆星知道劝不过萧仪，便道：“萧仪，我有东西给你，我们回去再说。”很快两人回到七情宝殿，陆星还施展了阵法，隔绝殿内与殿外。看到他如此郑重，萧仪妹十分诧异，随后捂着胸脯：“星儿，你难道是想……”随后脸色绯红道：“倒也不是不可以，不过这里不合适吧？”陆星一愣，哪里不知道萧仪误会了，无奈道：“萧仪，你想哪去了？我是想给你这个东西。”说罢，只见其手掌一翻，3颗明晃晃的神莲子出现在眼前，一股股浓郁的精气散发出来，还有金色的灵光，映得整个大殿一片金碧辉煌。当看到3颗神莲子，萧仪妹瞪大了眼睛，激动无比道：“神莲子，星儿，你从何处所得？莲蓬不是被酒池和肉林给夺走了吗？这神莲子怎会在你手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陆星想了想，便将真相告诉了萧仪妹。听完后，萧仪妹目瞪口呆：“你是说你一个人杀了酒池和肉林，而且还得到了整个莲蓬以及9颗神莲子？这简直是匪夷所思。星儿，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陆星道：“萧仪，我自有我的办法，你就别问那么多了，赶紧将这3颗神莲子给收起来吧。有了它们，必能助你突破到更高境界。”萧仪却迟疑了下，如此珍贵之物，对你来说也极为重要，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毕竟这是陆星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他平白的拿走3颗，有些过意不去。然而陆星一把将3颗神莲子塞到他的手中，道：“萧仪，你就别推辞了，我自己还有神莲子，足够用了。而且萧仪这10年来为我吸收大日精华，又对我关爱有加，没有萧仪，就没有今日的我，我理应报答萧仪。”萧仪妹想了想，便没再推辞：“那就多谢仙儿了。萧仪也不白拿你的，等我这次闭关结束，就向宗门宣布立你为圣子。”陆星一惊：“圣子？我们宗门有这个位置吗？”萧仪妹笑道：“当然有，欢喜禅宗有佛子，万花仙宗有圣女，我们合欢宗自然有圣子。只是圣子一位要求极高，这么多年来宗门内都无人满足圣子的要求，故而没有圣子。”陆星皱眉：“如果自己要当圣子，整个宗门9成9的人都会反对吧？除非他暴露真正的实力，可他不想这么做。”萧仪，可是我不想当圣子啊。陆星无奈，而且宗门的人肯定不会同意。萧仪妹傲然道：“他们敢？如果我仅仅是化神3层，或许会有些困难，但现在有了你给的3颗神莲子，我的修为必然暴涨，到时候我让你当圣子，谁敢不从？”陆星激动道：“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我当圣子啊？我不想当。对他来说，当圣子有什么好的？妥妥的一个负担。萧姨妹叹口气，魔窟内危险重重，万一我们没有回来，宗门不可一日无主。有你带领，我才能安心。毕竟你有神莲子，又有纯阳圣体，很快就能突破到金丹后期，甚至是元婴。无论是天赋、修为、人品，宗门上下，没人比你更合适。陆星苦着脸，这么危险的话，萧姨还是别去了吧，我不能失去萧姨。带领宗门什么的，还是萧姨你自己来吧。好了。谁知萧姨妹忽然板着脸道：“你就听萧姨的，萧姨也是为你着想。一旦成为宗门圣子，地位尊崇，整个宗门的资源都能为你倾斜，到时候你才能变得更加强大。”见此，陆星也不敢多说什么。离开七情宝殿，陆星心中十分担心萧姨进入魔窟后回不来。他想阻止萧姨，但显然阻止不了。至于跟着去魔窟，一方面他的实力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萧姨也肯定不会让他去。对了，忽然陆星想到了阴阳魔君。阴阳魔君同样是元婴巅峰，倘若得到一颗神莲子，必定也能突破到化神境，到时候可以跟萧姨他们一起前往魔窟，多少也是一大助力。我有他的魂血，谅他到时候也不敢不保护好萧姨。一念及此，陆星立即赶往地牢。地牢内，阴阳魔君被阵法囚困，每日受到阵法的摧残，变得十分憔悴和狼狈。看到陆星，他咬牙道：“你爱干什么？看本尊的笑话吗？还是想要折磨本尊？”陆星冷笑，口气这么冲，别忘了，你现在是我的仆人，生死在我一念之间，真把我惹不高兴了，直接灭了你。另外，以后要叫我主人。什么？阴阳魔君瞪大眼睛，我堂堂阴阳魔君，叫你主人？陆星笑了，看来你还没明白自己的处境啊。话毕，他拿出魂血，微微一捏，啊！阴阳魔君立刻发出惨叫，浑身仿佛要爆裂开来，痛不欲生。主人饶命！饶命啊！阴阳魔君真怕陆星一个不小心把自己魂血捏爆，要了他的性命，不得已只能开口求饶。这一次他是真怕了陆星了。收起魂血，陆星得意道：“算你识相。放心，这次我过来，一不是来取你性命，二不是来嘲笑你、折磨你。”阴阳魔君一愣：“那主人找我为何？”陆星当即拿出一颗神莲子，知道这是什么吗？阴阳魔君也去过北荒秘境，知道鸿蒙神莲。当看到神莲子，他立刻就认了出来，震惊无比道：“难道这是鸿蒙神莲的神莲子？你怎么可能有？”陆星笑道：“自然是从北荒秘境所得，其他的你就别深究了。”阴阳魔君似猜到什么，双目放光，激动道：“主人莫不是要将这颗神莲子给我？”陆星抛了抛神莲子，玩味道：“想要吗？可我为什么要给你呢？主人，只要我有了这颗神莲子，必能突破到化神境。”阴阳魔君连忙讨好道：“我若突破到化神境，以后任凭主人差遣，主人要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主人让我杀谁，我就杀谁。我这辈子为主人马首是瞻。”陆星冷哼一声：“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倘若日后我发现你有异心，你知道后果。”说罢，便将神莲子交给了阴阳魔君。阴阳魔君得到神莲子，无比兴奋，喊道：“多谢主人！”陆星满意点头。有了这颗神莲子，阴阳魔君突破到化神境，那是板上钉钉。到时候可以让他跟着萧姨一起进入魔窟，保护萧姨。记住，你突破境界时，想办法封锁异象，不要让外人知道，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另外，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擅自离开地牢。至于什么时候出去，等我通知。陆星说完，便离开了地牢。数日后，一处密林高空，嗖嗖，两道身影凭空出现，正是六欲魔君和厉三娘。厉三娘冷厉道：“说吧，找我什么事？”六欲魔君笑道：“厉三娘，萧姨妹执掌宗门，你服气吗？”厉三娘一听，皱眉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六欲魔君背着双手，傲然道：“宗主下落不明，依我看，只怕已是遭了藏魔渊恐怖存在的毒手。萧姨妹现在是代宗主，但要不了多久就能成为真正的宗主。萧姨妹当宗主，我不服气，想必你也不服气吧？正好，你我都突破到了化神3层，若你我联手，必能逼迫他交出代宗主之位。”厉三娘一惊，原来六欲魔君找他是为了对付萧姨妹。不过他确实看不惯萧姨妹，如果萧姨妹当宗主，他也不爽。但是他也不傻，六欲魔君找他一起对付萧姨妹，无非是自己想要当宗主。六欲魔君这个人心术不正，跟阴阳魔君那个老鬼一样，自私自利，行事不择手段。甚至他还听说六欲魔君对自己的亲传弟子冷血奇都有想法。这样的人如果真当了宗主，岂不把宗门搞得乌烟瘴气？六欲魔君，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依我看，你是自己想当宗主吧？但这与我有何干？我虽然看不惯萧姨妹，但我并不认为你很适合当宗主。厉三娘冷哼一声，六玉魔君微微一笑，厉三娘，你别忘了，你女儿屠杀对那个陆星非常的亲近，而萧姨妹也希望两人在一起双修。你想一想，如果萧姨妹真当了宗主，她会不会以宗主之名强行让你答应两人在一起？在我看来，屠杀天赋异禀，哪里是那个废材能够配得上的？另外，只要萧姨妹下台，到时候你我谁当宗主，我都没有意见。这下你可放心了吧？这么一说，厉三娘犹豫了。她确实看不上陆星这个废材，但偏偏自己女儿非常喜欢。当然，有自己在，陆星休想染指自己的宝贝女儿。但倘若萧姨妹当了宗主，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到时萧姨妹以宗主身份压人，她就不好反抗了。思虑再三，厉三娘最终道：好，我答应你。不过听说萧姨妹还在闭关当中，等她出关再行动吧。六玉魔君哈哈大笑，好，一言为定。地牢中，阴阳魔君在神莲子的作用下，气息节节攀升。轰！忽的一股强大的化神气息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烈星雷阵也在这股恐怖气息下支离破碎。阴阳魔君疯狂大笑，我阴阳魔君终于突破到化神境了，而且还是化神3层。本尊现在就出去，谁能阻我？可下一刻他脸色一垮，等等，那小子说过没有他的命令我不得离开地牢。可恶，本尊突破到了化神，居然还要龟缩在这阴暗的角落，简直是奇耻大辱。罢了，那小子拥有本尊的魂血，我若违背他的命令，还不得弄死本尊。日后得找个机会把魂血夺回来，我堂堂阴阳魔君化神3层的大佬，岂能成为一个小子的奴仆？当下他只能收敛气息，修复好烈星雷阵，装作一副憔悴虚弱的模样，等待陆星把他捞出去。此刻整个合欢宗没人知道阴阳魔君也突破到了化神境，因为阴阳魔君按照陆星的吩咐，突破化神时刻意封锁了异象，就连入口看守的弟子都没发现端倪。这一日，萧姨妹出关了，满脸都是笑容，身上的气息比起半个月前不知道强大多少。借助3颗神莲子，她现在的修为暴涨到了化神8层。要不是希儿的3颗神莲子，我怎么可能突破到化神8层，成为合欢宗第1高手？希儿啊，萧姨真是欠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啊，这要萧姨如何报答呢？萧姨妹动人一笑，媚态丛生，不知想到什么，竟是玉脸发红发烫。看来是时候向宗门宣布立希儿为圣子了。一念及此，萧姨妹当即离开密室，所有封主长老立刻来七情宝殿商讨大事。一回到七情宝殿，萧姨妹的声音便传遍整个合欢宗。六玉峰、六玉魔君一惊，萧姨妹出关了，还让所有封主和长老赶往七情宝殿，她想干什么？不管了，赶紧联系厉三娘，今日对萧姨妹动手。很快，一道传讯浮飞了出去。不久后，冷雪琪赶了过来，师尊，您找我。六玉魔君发现冷雪琪已经突破到了金丹，而且是金丹5层，哈哈大笑道：金丹5层，不错不错，现在随为师一起，还有峰中长老一起前往七情峰。与此同时，合欢峰合欢大殿，莎莎，你突破到金丹5层了。厉三娘很是欢喜道：多亏了娘给的半片莲叶，不然我肯定突破不到金丹5层。屠莎莎笑道：哼，其他人只知道我得到1片莲叶，但实际上我得到了1片半。现在跟娘一起去七情峰吧。也不知道萧姨妹搞什么鬼，居然让所有峰主和长老去七情宝殿，难道是为了进入魔窟一事？厉三娘皱了皱眉。这时一道传讯浮飞了过来，被厉三娘抓到手中，当即得到里面的讯息。好个六玉魔君，果然按耐不住了。罢了，就陪他玩一次。厉三娘冷笑。六玉魔君，他找娘干什么？屠莎莎满脸疑惑，这件事你别管，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当即厉三娘便带着屠莎莎还有峰中大部分长老赶往七情峰。此刻七情宝殿内很是热闹，韩代、白眉等长老都到了，还有陆星、胖达、陈婉、严敏君等一行人。峰主，您召集所有峰主和长老过来，是有什么大事宣布吗？韩代问道。没错，的确有大事宣布，等所有人都到了再说不迟。萧姨妹笑了笑。陆星摸了摸下巴，猜测萧姨很可能是为了立他为圣子一事，对此他也颇有些无奈。对于当什么圣子，他根本没什么兴趣。婉儿，你也突破到金丹4层了。陆星传音道。多亏了陆师兄给的神莲子，谢谢陆师兄。陈婉儿也很开心，自己的实力终于与陆师兄拉近了一些。不用，婉儿师妹给我做了那么多好吃的，这是应该的。陆星笑道。
就在这时，一道道身影降临七情宝殿外，为首的正是六玉魔君和厉三娘。萧姨妹，这么急着召集我们过来，你到底想干什么？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不是随意能浪费的。六玉魔君一开口就十分不客气，根本没把萧姨妹这个代宗主放在眼里。萧姨妹眉头一皱，随即笑道：我现在是代宗主，召集大家过来，自然是有大事商议。六玉魔君坐下后，满脸倨傲之色，代宗主？哼，还真把自己当宗主了。陆星脸色一沉，这家伙脑袋有问题吧？夹枪带棒的，真以为自己突破到了化神3层，无敌了。韩代等人一时怒气冲冲，恨不得撕烂六玉魔君这张嘴。行了，都别废话，萧姨妹，你叫我们过来，到底所为何事？厉三娘不耐烦道。萧姨妹笑了笑，宗主下落不明，魔窟之事亦迫在眉睫，所以我打算过段时间，我们3位封主一起进入魔窟打探，但此行危险重重，能不能活着回来尚未可知，所以万一我们无法回来，得有人能带领宗门走下去。厉三娘一愣，阴沉道：你是打算在诸位长老之中选择一个代管宗门？但萧姨妹却摇了摇头，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宗还未出过一名圣子，可以趁此机会选出一个圣子出来。六玉魔君脸色一变，为何是圣子而不是圣女？萧姨妹，你不会是有了人选，召集我们过来就是为了通知我们吧？我告诉你，虽然你现在是代宗主，但并非宗主，宗门上下也不是你一言堂能决断。周围众人议论纷纷，没想到萧姨妹会突然提出要选圣子。圣子一事事关重大，非一般天骄能够胜任，至少目前为止，宗门还没有哪个天骄符合要求。一名长老道：没错，想要当圣子或者圣女，年纪必须在30岁以内，且修为必须达到金丹5层以上，还要拥有某种强大的体质、血脉或者天赋，最重要的是要对宗门有足够的贡献。另一名长老喊道：试问4封之中有哪一位符合上述所有要求？六玉峰执法长老卢翔忽然一笑：如果仅仅是年纪30岁以内，修为金丹5层以上，强大的体质、血脉或者天赋，4封之中倒也不是没有。比如我六玉峰的天骄冷血旗已经突破到金丹5层，还是一位领悟了剑意的剑修，更拥有寒冰剑体，年纪也不到30，这种条件即便是与万花仙宗的圣女相比，也不遑多让。至于宗门贡献，这些年来雪琪对宗门的贡献也不小，若她当了宗门圣女，日后定会为宗门做出更巨大的贡献。如果真要选圣子圣女的话，我觉得雪琪是很合适的人选。陆星一惊，1个月不到，冷雪琪居然突破到了金丹5层，这种修为和天赋，当宗门圣女确实符合要求。当然，要跟她比的话，那就是垃圾了。虽然她不想当圣子，但如果冷雪琪当了圣女，到时候在她面前岂不更翘上天？而且冷雪琪当了圣女，六玉峰的地位也会跟着水涨船高。以六玉魔君这娘娘腔的性子，肯定会跟萧仪过不去。陆星摸着下巴，难道这个圣子自己还非当不可了？放屁！你们封的冷血骑士不错，但要跟我封天骄屠杀杀相比，便不算什么了。论天赋，莎莎拥有天神体；论修为，她也突破到了金丹5层；论年纪，同样不到30。最重要的是，莎莎的个性开朗豪爽，而你们封的冷血骑天天冷着一张脸，看谁都不上眼的模样，根本不适合当圣女。所以，真要选圣子圣女的话，莎莎比冷血骑要合适10倍、100倍。合欢峰传功长老赵公激动道，这番话得到合欢峰不少长老和弟子的附和。见此，六玉峰的人自然不甘示弱，竟当场和合欢峰的人吵了起来，场面一时间热闹不已。都闭嘴！萧一妹冷着脸大喝一声，恐怖的化神气息朝着周围一掀，发出呼呼笑音。众人皆是心中一凛，惶恐地看向萧一妹，不敢再吵闹。其他人害怕萧一妹，但六玉魔君不怕。六玉魔君冷笑一声，萧峰主，依你看，雪琪和屠莎莎谁更适合当我宗圣女呢？闻言，严敏君等人咬着牙握着拳，脸色难看。尤其是严敏君，在师尊等人前往北荒秘境的这段时间，他的修为虽然也突破到了金丹境，但也仅仅是金丹1层罢了，比起冷雪琪和屠莎莎明显差远了，根本没资格和冷雪琪、屠莎莎争夺圣女之位。而无论是冷雪琪还是屠莎莎得到圣女之位，对他们七情峰而言都是不利之事。就在他们焦急之时，萧一妹开口了，都不合适。萧一妹翘着腿，脸上露出慵懒玩味之色，红唇润得发光，你们就不必争抢了，圣子圣女之位我早有人选。六玉魔君和厉三娘的目光皆是一沉，还有什么人比他们更合适？六玉魔君愤怒道，萧峰主，你说的不会是你们七情峰的天骄严敏君吧？据我所知，他不过是金丹1层，岂能跟雪琪相比？
萧一妹轻笑，随后摇头。见状，六域魔君皱眉，不断猜测戚清风的合适人选。可除了严敏君之外，戚清风适合并无其他金丹天骄啊，到底是谁呢？呼的刷，六域魔君豁然站起，指着萧一妹气势汹汹：“萧一妹，你开什么玩笑？你不会是要立陆星当圣子吧？”说罢，目光在陆星身上一扫，心下微微一惊，这小子什么时候筑基5层了？不过筑基5层又如何，连严敏君都比不上。萧一妹是想以代宗主身份强行立陆星当圣子，哼，这倒是天助我也。萧一妹淡淡一笑：“你说的不错，我就是要立仙儿当圣子。”此话一出，满场哗然。一位魏长老义愤填膺，当即表示坚决不同意。陆星到了筑基5层又如何？跟冷血旗和屠杀杀相比，实在是差太远了，这根本就是胡闹。就连韩代和严敏君等人都露出诧异之色，他们也没想到封主居然会立陆星为圣子。在他们看来，就算是严敏君也比陆星合适多了吧？不行，绝对不行！这小子的修为虽然提升到了筑基5层，但也不过是被你用资源用秘法强行堆起来的。如果他不使用暴灵诀和燃血术，只怕连筑基1层的修士都打不过。就算是正常修炼到的，也不过是筑基5层。怎么跟雪琪相比，这不是儿戏吗？萧峰主，你这是徇私，就算你是代宗主，大家也不会同意。卢翔气愤道：“说得不错，陆星根本没资格当圣子，若是让其他宗门知道我们立了一个废材当圣子，岂不被人笑掉大牙，还会被人议论，说我们和欢宗后继无人。今日若要立圣子圣女的话，就从冷血旗和屠杀杀2人之中选择一个。”赵公道。周围的长老皆是点头，认可卢翔和赵公的话。萧一妹，看来你犯了众怒了，这个时候把你踹下代宗主之位，便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六域魔君冷笑，随即站了起来。诸位，萧一妹当着大家的面都敢如此徇私，根本没把宗门规矩放在眼里，没把大家放在眼里。如果继续让他当代宗主，只会让宗门乱作一团，让宗门陷入危险境地。所以我建议立刻撤销他的代宗主之位。见状，卢翔立即附和：“封主说的不错，萧封主明显没有能力带领宗门，再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复议撤销萧封主的代宗主之位。另外，阴阳峰必须脱离戚清风的掌控，在阴阳峰上重选一名封主，维持宗门平衡。”赵公意识到，我赞同卢长老的意见。当即，众人议论纷纷。很快，一位魏长老弟子全都出言，认为必须撤销萧一妹的代宗主之位，重选阴阳峰封主，还宗门太平。当然，这些人大多数是其他3峰的人。反观戚清风众人脸色难看，明显目前的局势对戚清风很是不利。3峰已经暗中联起手来反抗他们的戚清风。依我看，小星子当圣子很合适。你们别忘了，小星子曾击败过冷血旗和屠杀杀，他才是宗门第1天骄。胖达忍不住了，大声喊道：“没错！”陆师兄大闹欢喜禅宗，全身而退，还帮助宗门击退了4亿血符王，还击败了冷血旗和屠杀杀。他有实力，有担当，有智慧。在北荒秘境时，还从欢喜禅宗2位院主手中救下花圣女，还救了屠杀杀一命。试问这样的人，凭什么没资格当圣子？他比谁都有这个资格。陈婉也力挺陆星，在这种时候，以他俩在宗门的地位和身份，敢为陆星这么出头，算是勇气可嘉了，让陆星颇为感动。一头灵兽也敢议论宗门大事，滚下去！卢翔喝道：“这是陆星的侍女吧？没你说话的份，赶紧退下！”赵公怒喝。陆星脸色一变，当即站了出来：“他们是我的人，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再敢对他们不客气，我剁了你们的手！”冷血旗和屠杀杀都吃惊地看向陆星，陆星居然敢对2名元婴后期的长老这么说话，胆子也太大了吧！就连卢翔和赵公都愣了一下，满脸意外。卢翔重重冷哼一声，区区一个筑基弟子，竟敢将本长老不放在眼里，出言不逊，该打！话毕，卢翔出手，一巴掌扫向陆星的脸庞，速度之快，在场大多数人都反应不过来。陆星看着靠近的手掌，怒气上冲，心想：好一个元婴9层，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今天就算暴露点的实力，也要废了这傻逼。体内元婴之力涌动，当即就要还手。可下一刻，找死！砰！一抹粉红光芒闪过，卢翔长老惨叫一声，倒飞出去，摔在地上，大口咳血。萧峰主，你……卢翔一双眼睛血红，愤怒无比。所有人看向萧一妹，萧一妹冷冷道：“谁给你的胆子，敢在七情宝殿对我的人动手，而且还是对心儿动手？若非宗门正是用人之时，我一定毙了你！”六域魔君怒吼：“萧一妹，你凭什么伤我的人？真以为我六域魔君是浪得虚名吗？你突破到了化神境，我也突破到了化神境，我会怕你吗？”
萧一妹淡淡一笑，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吗？你不就是想逼我让初代宗主之位？只可惜你还没这个资格。六域魔君哈哈大笑，既然话已说到这个地步，好，那大家也都别藏着掖着了。今天这个代宗主之位你不让也得让，我一个人没资格，但2个人呢？话毕，他看向厉三娘，厉三娘，你觉得呢？厉三娘犹豫了下，方才叹息一声站起来，萧一妹，你确实不胜任代宗主之位，还是让出来吧。萧一妹忽然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声中充满着玩味和嘲弄。萧一妹，你笑什么？六域魔君怒喝，心中产生一丝不安。萧一妹大笑道，我笑你们可笑啊，你们2个联手，我又怎会没有预料到？只可惜就算你们联手，我也不放在眼里。厉三娘冷喝，你疯了吧？我和六域魔君皆是化神3层，而你也是化神3层，真打起来，你不会以为能以1敌2将我们击败吧？化神3层？萧一妹红唇一掀，给意道，谁说我是化神3层了？闻言，六域魔君和厉三娘齐齐瞪大眼睛，露出惊色。轰！就在这时，从萧一妹的身上释放出一股极为恐怖的化神气息，压得众人喘不过气来，甚至直接跪倒，脸上露出痛苦之色。这股气息，就算是六域魔君和厉三娘，竟也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力，无法动弹。这个时候，萧一妹身上的气息开始节节攀升，一路飙到化神8层。轰！顷刻间，除了七情峰的人，其他人全部被掀飞出了大殿，六域魔君和厉三娘也不例外。而除了陆星外，其他七情峰的人全都露出骇然震惊之色。这个时候，他们哪里还不知道，峰主的修为已经远超化神3层，比六域魔君和厉三娘都要高得多。这种气息至少在化神6层以上。萧一妹，你怎么可能？六域魔君满脸不可置信，明明之前突破化神时，他分明看清楚了，萧一妹就是化神3层，可半个月不到，怎么就飙到化神8层以上了？唰！萧一妹一步踏出，恐怖的气息压得所有人无法站起。如今我的修为已突破到化神8层，就算是宗主在，也不是我的对手。你们2个化神3层，居然想连起手来对付我，谁给你们的胆子？就算我现在杀了你们，又有谁敢说半个字？化神8层！六域魔君和厉三娘震惊不已，恐惧在心间不断蔓延。萧一妹说的没错，就算他出手杀了他们，宗门上下也无人敢说什么。一个实力连宗主都超过去的存在，谁敢反抗？现在还有谁觉得我不配这个代宗主之位？萧一妹玩味地扫视全场，微仰着天鹅颈，傲然道。全场寂静，谁敢说半个不字？陆星等人看得热血沸腾，激动无比。峰主这么强大，日后谁再敢对他们七情峰不客气刷？萧一妹身影一闪，回到座位上，满脸红光。刚才装了一波大笔，把他爽得不要不要的，全身上下仿佛都疏通了一遍，满足感爆棚。当即还朝着陆星眨了眨眼睛，仿佛在说：好心儿，要不是你，萧一哪能装这么一波大笔呢？奖励一定要狠狠的奖励啊！陆星看着妩媚十足，全身上下仿佛都明艳起来的萧逸，一时愣愣的看了半天，方才不舍得转过头，心想萧逸太妖娆了。呼呼！而萧一妹离开后，周围的恐怖威压顷刻间消散，六域魔君等人连忙擦掉汗水，大口呼吸，看向座位上的萧一妹，充满着忌惮之色。都进来吧。萧一妹挥了挥手，一副慵懒惬意之色。很快，六域魔君和厉三娘再度落座，只是神色非常不自然，心里更是满满的不甘心。毕竟和萧一妹平起平坐了这么多年，而突然间萧一妹的修为直接碾压了他们，这让他们心里如何平衡？我当这个代宗主，还有人有意见吗？萧一妹斜眯着扫了扫三峰的人，语气带着威严与压迫。哈哈，萧峰主修为高深，你来当代宗主，带领宗门上下，那是再合适不过，谁敢说半个不字，我第一个不饶他。阴阳峰传功长老拍马屁谄媚道：没错，萧峰主不当代宗主，就更无人有资格了。别说代宗主，就算是宗主，萧峰主也是有资格的。从今以后，我们都听萧峰主的。一名明长老见风使舵，满脸陪笑。萧一妹很满意，看向六域魔君和厉三娘，你们呢？六域魔君连忙道：我们也没意见。厉三娘没意见。好。萧一妹笑道：既然都没意见，那我厉仙儿为圣子，想必也无人有意见吧。众人脸色一变，但最后还是没敢多言。六域魔君咬牙道：萧峰主，陆星确实不适合担任圣子，还请三思。冷雪琪也站了出来，凭什么他一个筑基能当圣子，我金丹5层却不能当圣女？萧峰主，您实力强，当代宗主自然无可厚非，但圣子圣女自当也应该由实力最强的人来担任，不是吗？萧一妹冷笑：你们师徒俩
还真是奇心呢。当真以为宗门没了你们就运转不下去了？话毕，从他身上释放出一股浓郁的杀意。萧峰主，切莫跟一个小辈计较，陆星当圣子，我们六御峰同意便是。六御魔君连忙道：谁知，不，我不同意。就算萧峰主杀了我，今日我也是不同意。冷血奇疯了般冷喝，他已经输给陆星太多次，这一次他绝不能输。真以为我不会杀了你？萧一妹杀气腾腾，身上化神气息流转，随时都可能出手，避了冷血奇。陆星阴险一笑，走了出来。萧姨，这件事交给我来吧，我有办法让他们心服口服。萧一妹皱眉，传音道：你想怎么做？陆星挑了挑眉道：到时候萧姨就知道了，有惊喜哟。萧一妹白了他一眼，没好气道：行，我倒要看看你要干什么。其实这个圣子之位，陆星没兴趣，对于让冷血奇服气，他也没兴趣。但他知道这个圣子他不当也得当，既然要当，就要让所有人服气，否则老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这滋味可不好受。所以让所有人闭嘴，他很有兴趣。见陆星站出来，冷血奇激动道：陆星，你如果想当圣子，那就击败我，否则就算你当了圣子，也不会被大家承认。陆星淡淡道：你想与我一战？冷血奇满脸战意：没错，这一次我一定要赢你。陆星摇头：想要跟我一战，你还不够格，先赢了我的仆人吧。众人一惊，仆人？这仆人莫非指的是他那个侍女？可这个侍女怎么可能是冷血奇的对手？冷血奇也猜测是陈婉，冷笑道：就凭他？陆星又摇头：自然不是，我的仆人便是。轰！下一刻，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地牢方向传递过来，是化神气息。现在我们和欢宗有第四位化神吗？六御魔君吃惊无比，难道是那个在七情峰疯癫崖壁上留下拳印的高人？厉三娘目光灼灼道。与此同时，哈哈，本尊终于出来了，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真是待够了，以前怎么没发现宗门的风景竟如此美丽呢？还有这阳光，好温暖，好柔和。阴阳魔君狂笑，兴奋无比，那说出的话里男女声混杂，极为怪异。众人疑惑无比，更好奇此人是谁了。而且此人这个时候出现，似乎跟这个陆星有关系啊。他口中的仆人不会是这位化神大佬吧？就在这时，陆星走了出去，一点都不客气地吼道：狗叫什么，还不滚过来！闻言，六御魔君等人吓了一个哆嗦，这家伙找死啊，居然对一位化神大佬这么说话。那边阴阳魔君心中愤慨，但还是乖乖地飞了过去，很快现身在众人面前。当看清这位神秘高人的模样，在场的人全都瞬间傻眼。阴阳魔君！众人齐声大喝，满脸的不可思议之色。卢翔立即站出来，怒斥道：大胆阴阳魔君，居然敢逃出地牢，还不束手就擒！在他的眼里，阴阳魔君早就没了之前的威风，不过是一个阶下囚罢了。所以卢翔根本没把其放在眼里。但赵公却后退了几步，而且还鄙夷地朝着卢翔看了一眼。因为傻子都看得出来，阴阳魔君现在不仅恢复到了全盛状态，而且身上散发出化神级别的气息。不用想，阴阳魔君就是刚刚那位远远就释放出化神气息的高人。只是他不明白的是，阴阳魔君好好的被关在地牢，虚弱无比，怎么突然间就冲到化神境界了？而且阴阳魔君该不会就是陆星口中的仆人吧？区区一个执法堂的长老也敢对本尊叫嚣？阴阳魔君脸色一冷，隔空斩出一刀。卢翔面色一变，同样一刀斩出。但下一刻，卢翔惨叫一声，倒飞出去，砸在了六御魔君面前，明显身受重伤。老鬼，你敢伤我的人！六御魔君愤怒，但阴阳魔君没有理会六御魔君，而是走到陆星面前，用温柔的女声谄媚道：主人，我没有来迟吧？众人傻眼。主人？阴阳魔君叫陆星为主人。阴阳魔君被害得这么惨，不都是陆星的手笔吗？现在阴阳魔君还喊陆星为主人，这是脑子瓦特了吧？阴阳魔君，你发什么疯？居然叫他一个筑基小儿主人？还有，你是如何突破到化神境的？厉三娘喝道。阴阳魔君面色一滞，心想，要不是这小子掌控了自己的魂血，本尊一个化神大佬岂会甘心为仆？当然，如果不是陆星，他也突破不到化神境，得到自由。怎么，就允许你们突破到化神境，本尊不能吗？阴阳魔君冷笑，用雄浑的男声道：至于奉陆星为主人，本尊喜欢，本尊乐意，与你们何干？厉三娘气的脸色铁青，见从阴阳魔君这里问不出什么，便看向陆星：陆星，你对他做了什么？居然让他甘愿奉你为主？陆星淡淡笑道：也没什么，或许是因为我天资过人，日后前途无量，他想提前抱大腿吧。你
厉三娘气急败坏，不得已对萧一妹道：“萧峰主，阴阳魔君虽然突破到了化神境，但他还没有得到释放，现在私自逃出地牢，理应惩罚。”萧一妹却笑道：“那我现在释放他，诸位可有意见？”这众人无语，你都发话了，谁敢有意见啊？就连厉三娘也只能闭嘴。萧一妹看向陆星，仙儿做得好，居然能让阴阳魔君甘愿奉你为主，就连萧姨也不得不佩服你。这也更加证明，除了你，没有谁更有资格担任圣子之位。他隐隐猜到陆星是如何收服阴阳魔君的，但此刻绝不能声张。冷血奇满脸寒霜，我不同意。阴阳魔君是阴阳魔君，他是他，除非他击败我，否则他就没有资格当圣子。屠莎莎本想开口反驳，但被厉三娘给拉住了。陆星淡淡笑道：“之前我便说了，你没有资格与我一战，除非先打败我的仆人，而我的仆人便是阴阳魔君。你要是能打败他，这个圣子我不当也罢。”冷血奇怒道：“你要当圣子，就该有匹配圣子的实力，借助外力不算。如何不算？”陆星玩味：“如果四翼血蝠王现在冲到宗门大开杀戒，宗门派我和你去诛杀此魔，你觉得你我谁能做到？运气也是实力，外力自然也算。当我的外力强大到能灭绝一宗时，你觉得是你强大还是我强大？当宗门遇到生死危机时，是你的作用大还是我的作用大？”冷血奇当即哑口无言，而周围的长老也是频频点头，认为陆星说的很有道理。不管是本身的力量还是外在的力量，都是实力的组合部分。当然道理归道理，这些长老选择站在陆星这一头，大半还是因为萧一妹的缘故。你这是在……冷血奇还想说什么，好了，萧一妹忽然喝道：“从今往后，星儿就是宗门圣子，我意已决，谁敢再有异议，那就……”轰！一股强大的化神威压席卷四方，所有人几乎要跪下。好在这股恐怖的威压来得快，去得也快。死！最后一个字说出后，周围鸦雀无声，无人敢哼唧一个字，就连冷血奇都本能的颤抖起来，脸色发白。化神8层之威，可不是他一个小小的金丹修士可以抗衡的。我等参见圣子。不知是谁率先开口，须臾间，大殿内除了封主之外，所有人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都恭敬大喊。宗门圣子或者圣女地位高崇，封主以下，除却一些德高望重、修为极高的长老外，全都要俯首称臣。看着众人这般恭敬的模样，还别说，陆星觉得有那么一丝爽，好像当这个圣子也还不错。至少以后冷血奇这个高傲女见到自己时，也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参见圣子。哈哈，免礼免礼，圣子什么的，以后不必这么叫，叫我陆星就好。陆星笑道：“这可不行，规矩就是规矩，圣子的脸面及宗门的脸面，谁敢对圣子不客气，就是忤逆犯上，定要严惩。”萧一妹却玩味道。六欲魔君脸色一沉，心中骂道：“这对狗男女还真是会一唱一和，不要脸！六欲魔君，你的脸色很难看啊，是对我或者圣子有什么不满吗？”萧一妹看出六欲魔君的小心思，立即喝道：“这没有的事。”六欲魔君连忙陪笑道：“陆星当这个圣子，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为他高兴。”萧一妹笑道：“那就好，我还以为你在心里面咒骂我们呢。”六欲魔君一怔，哈哈大笑：“这怎么可能呢？绝不可能，没有的事，是吗？”萧一妹挑眉，上身前倾，撑着下巴道：“那你敢发誓吗？”六欲魔君，他的嘴角一抽一抽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哈哈哈。但紧接着，萧一妹大笑一声：“开玩笑的，瞧把你给吓得。行了，接下来大家便要商量商量宗主失踪和魔窟一事。”说起这件事，大家的表情都变得阴郁起来。无论是宗主失踪，还是魔窟之乱，都是压在众人心间的一块大石头。若是不能解决，未来会发生什么祸乱，谁也不知道。对此，陆星没什么兴趣，和胖达、陈婉凑在一起聊天。至于阴阳魔君，没有陆星的命令，他也不敢做什么，只能待在一旁，站得跟标枪一样，看上去还真是个尽忠职守的仆人。陆师兄，恭喜你当了宗门圣子。婉儿师妹，其他人也就罢了，你以后可别叫我圣子，我喜欢你叫我陆师兄。好，哈哈，小星子当了圣子，以后胖爷去六玉峰偷肚兜就方便多了。死飞熊，你敢打着我的名号干坏事，我一定把你给阉了，听到没有？神气什么？有本事以后别叫胖爷帮你偷东西啊！另外一边，众人还在商议进入魔窟一事。只听六欲魔君道：“魔窟内情况不明，危险重重，即便是化神修为，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厉三娘一摆拂尘，冷喝道：“那依你看，我们该如何是好？”六欲魔君微微一笑：“首先，我们要派人进去打探魔窟内的情况，而人选必须是修为最高的。
萧峰主乃是化神8层的修为，由他进入魔窟再合适不过，就算遇到危险也能全身而退。厉三娘嗯了一声，点头道：有道理，这样可以减少没必要的伤亡，但让萧峰主一个人进入魔窟是不是有些不妥？六域魔君假模假样的叹了口气，我也不想，但这是最稳妥的办法，毕竟你我才化神3层，修为还是太低了，一旦遇到大危险，逃都逃不了。至于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厉三娘想了想，看来只能如此了，就是不知道萧峰主愿不愿意为了宗主，为了宗门独自进入魔窟查探呢？陆星一听，顿时咬牙切齿，这俩人在唱双簧，坑萧姨呢。而面对两人无懈可击的说辞，萧姨妹一时间也找不到办法反驳。但陆星灵机一动，很快就开口了：不行，萧姨不能进魔窟。六域魔君脸色一变，急忙道：圣子，我知道你担心萧峰主，但萧峰主是我们当中修为最高的，由他进入魔窟打探情况再合适不过，你可不能偏私啊。陆星却摇头，就是因为萧姨是我们当中修为最高的，所以他才不能去。厉三娘惊讶，圣子此言何意？陆星背着双手一边走一边道：我问你们，如果此时魔窟生乱，宗门面临众多强大妖魔袭击，而萧姨又不在，该如何是好？但倘若有萧姨在，以萧姨化神8层的修为，便是定海神针，可保宗门无虞。所以萧姨绝不容有失，谁都能去魔窟，唯独萧姨不能去。闻言，众人忍不住点头，议论纷纷。是啊，圣子说的有道理，如果宗门遇到危险，有萧峰主在，可保宗门无恙。看来萧峰主绝不能去魔窟，得另选他人。六域魔君大惊失色，没想到这个陆星如此牙尖嘴利，一番话直接把形势给逆转了。萧姨妹目光一亮，心中暗道：星儿干得漂亮，不枉萧姨疼爱你。随即她趁势道：为了宗主，为了宗门，我自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圣子所言也不无道理，看来这探路的事情我是干不了了。圣子，那依你看，谁更合适去魔窟打探呢？六域魔君和厉三娘心中一震，分外不安。果然，陆星嘿嘿一笑，要进入魔窟的话，一来修为不能低，二来脑子好使。我觉得唯有六域峰主和厉峰主才能胜任，毕竟宗门除了萧姨外，就属他们的修为最高，他们去最合适。六域魔君豁然站起，冷汗涔涔，连忙道：这不合适吧？峰中诸多事宜，我们若是走了，只怕会大乱啊。厉三娘连忙点头附和。陆星摆摆手，淡然道：放心吧，你们离开的这段时间，六域峰和合欢峰的事我们会安排好，你们安心去吧。六域魔君和厉三娘的嘴都快抽歪了，什么叫安心去？这是盼着他们回不来啊。萧峰主，魔窟一事情况不明，依我看。厉三娘焦急开口，但话还未说完就被萧姨妹打断了，不必多言了。除我之外，你们进入魔窟最为合适，我给你们3日时间准备，3日后便进入魔窟，若无其他事就散了吧。说罢直接一扬手，快速离去，根本不给六域魔君和厉三娘开口的机会。陆星嘿嘿笑了笑，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见此，六域魔君和厉三娘气得要吐血了，没坑到萧姨妹，反而把自己栽了进去。六域魔君，你这个蠢货！厉三娘，你骂我干什么？坑我们的是陆星那个小子，关我屁事！要不是你唆使我一起对付萧姨妹，我能搬石头砸到自己的脚吗？这不能怪我啊！谁能知道萧姨妹居然突破到了化神8层？话说萧姨妹是怎么突破到化神8层的？她不过是得到了莲花而已，我哪知道？说不准在秘境中她另有收获也未必。魔窟里真的很危险吗？以我们的修为，应该能活着回来吧？放心，你一定死在我前头。说完最后一句，厉三娘直接离开。六域魔君气得满脸通红，贱人，你才死在我前头，我们走着瞧。似乎骂得不解气，他朝着远处又吼道：贱人，你和萧姨妹都是贱人，迟早我要将你们都压在身下，好好玩弄。陆星刚出大殿，就在不远处的空地上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雪白长衫，风姿玉骨，朵朵冰花随风而去，将那女子衬托得宛若寒冰仙子，美得不可方物。冷雪琪，她在这里干什么？陆星皱眉，刚要离开，可冷雪琪立即大喝：陆星，给我站住！唰，同时冰雪剑直接拔了出来，抵在陆星的脖子前，距离只有3寸。陆星一点也不在意，玩味笑道：冷雪琪，见到本圣子居然不行礼，还敢直呼名讳，你大胆，信不信本圣子现在就惩罚你？冷雪琪冷喝道：别人承认你是圣子，我可不承认。陆星耸耸肩：你承不承认，我都是圣子，你敢对我不敬，必须得惩罚。话音刚落，陆星急速出手，两指捏着冰雪剑，身影也跟着一晃。然后令冷雪琪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陆星居然站在了他的背后，而冰雪剑被他双指捏着抵在了他的脖子前。冷雪琪满脸震惊，这怎么可能？你是如何做到的？可他没有等到陆星的回答，等到的是一只灼热的大手狠狠在他的垫部用力一拍，啪！声音清脆悦耳，还有回音。瞬间，他的全身都僵硬住了，一双清冷的眼眸瞪得大大的，露出不可思议之色。很快，他便反应过来，满腔瞬间填满无尽的羞怒。轰！一股强大的冰雪气息将陆星震飞出去。陆星，你混蛋，你无耻！冷雪琪一剑朝着陆星刺了过去，恐怖的冰雪风暴席卷而来。还敢对本圣子动手，看来惩罚还不够啊！陆星施展天宇流星步，避开了这一剑，同时大手在其山峰处微微一扬，冷雪琪便如触电一般，浑身颤抖不止，而其身形也是立刻僵硬在那里，仿佛无法动弹。陆星，冷雪琪气坏了，血颜充斥着一抹血红，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但陆星却伸出手抓了抓，笑道：你要是再来，我可就真不客气了。冷雪琪止步，不敢再动手了，生怕陆星再对他做出什么无耻行径。陆星，今日之辱，来日我冷雪琪一定会找你清算。现在，你立刻去跟萧峰主说，让他另选他人，代替我师尊进入魔窟。冷雪琪冰冷道：陆星玩这几颗小石子，原来你找我是为了这事啊？不过抱歉，没有人比他更合适，所以这魔窟他不去也得去。另外，我凭什么帮你呢？凭你处处跟我作对，处处看我不顺眼。冷雪琪冷着脸道：只要你愿意帮我这一次，刚才你对我做的事就一笔勾销。笑话！陆星，刚刚那是对你的惩罚，凭什么做交换？还有，你别忘了我们的赌约，你要对所有人宣布你是我的女人，另外还有当着大家的面亲我一下。你不会是想耍赖吧？冷雪琪目光冰冷道：好，我现在就履行约定，但你要帮我去找萧峰主。陆星没好气道：冷雪琪，你要搞清楚，我不欠你什么，凭什么帮你？我也不会帮你，更不会帮六域魔君。罢了，那个赌约你想履行就履行，随你的便。好狗不挡道。看着陆星离开，冷雪琪脸色无比冷冰，心中怒火中烧。陆星，你给我等着！娘，我去找萧峰主，另选人替你进魔窟打探情况。萧峰主要是不答应，我就去找陆师弟。合欢大殿，屠杀杀激动道：进入魔窟打探情况，危险重重，屠杀杀不想厉三娘去。回来！厉三娘厉声道：找他们干什么？摇尾乞怜吗？不准去！屠杀杀脸色难看道：可是魔窟危险重重，我担心您。厉三娘摆了摆手：总要有人去，我和六域魔君的修为都到了化神3层，没人比我们更合适。你放心吧，我毕竟是化神3层，即便遇到危险也能全身而退。闻言，屠杀杀沉默了。等屠杀杀离开，厉三娘立在大殿门口，冷厉的眸子眺望着远方，身材风韵十足，凹凸有致，散发出成熟味道。能让跨入化神境的阴阳魔君甘愿为仆，这个陆星真是不简单啊！看来我是小瞧了他，可惜啊，自身修为还是太低了，否则的话……摇了摇头，厉三娘身影一闪，从原地消失。3日后进入魔窟，事关重大，他也需要好好准备一番。时间一晃，3日过去。此刻，合欢谷洞内，以萧一妹等3位峰主为首，众人齐聚此地，所有人都在盯着魔窟。即便隔着封印，众人仍旧能感受到里面涌荡的可怕魔气，不禁想起4亿血符王冲击封印，试图祸乱宗门的那天。在场的人都知道，魔窟内必然极为凶险，哪怕是化神境的修士，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六域魔君和厉三娘的脸色有些难看，魔窟凶险，他们哪能不知？但就算他们想退出，也没法那么做。这时，六域魔君连忙道：萧峰主，不如我们3人一起下去吧，你修为高，若是遇到危险，必能解决，也能更好的探明情况。萧一妹冷笑：六域峰主，你不是怕了吧？六域魔君尴尬一笑：怎么可能呢？本座可是化神，还是化神3层，区区魔窟和巨之。哈哈！萧一妹大笑道：那就好，你放心，我就在外面接应你们，而且我相信，以你和厉峰主的修为，一定能平安归来。六域魔君脸色难看，一时无言。参见圣子，参见圣子。这时，陆星过来了，众人看到他，都不得不恭敬行礼。陆星朝着众人摆手笑道：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哈哈哈哈。那个，今日是六域峰主和厉峰主进入魔窟之日，本圣子过来送送他们。有长老连忙谄媚道：圣子有心了，有萧峰主和圣子的福运在，这次2位峰主下魔窟打探情况，必定能平安归来的。哈哈哈哈！陆星大笑2声，说得好，说得好啊！下一刻，
他看向六欲魔君和厉三娘，微微笑道：“时候不早了，二位封主还是早点下去吧。”六欲魔君和厉三娘当场气得面色血红，恨不得千刀万剐了陆星。这家伙哪是来送他们，分明是来幸灾乐祸的。圣子，阴阳魔君也突破到了化神3层，不如让他与我们一同下去吧。六欲魔君冷笑，心想：如果阴阳魔君死在魔窟，看你还有什么资格当圣子？陆星哪能不知道六欲魔君的意思，淡定笑道：之前我的确这么打算过，但后来我又想，魔窟内情况不明，若是去的人多了，反而打草惊蛇，对我们不利。所以二位封主前往就够了，对吧？萧姨。萧姨妹嫣然一笑，随即嗨嗨2声。好了，时候不早了，六欲封主、厉封主，你们赶紧下去吧。六欲魔君和厉三娘气得眼抽嘴歪。什么叫赶紧下去？不知道的还以为赶着投胎呢。很快，云长老等人将封印打开了一角，足以容纳数人通行。六欲魔君和厉三娘进入封印结界之中，面色阴沉，两人都掐了一道法诀，随后身上皆是浮现出一整套战甲。六欲魔君身上的为赤红色，露着尖角，由一块块圆块组成，圆块与圆块涌出赤红色的火焰。这套战甲名为赤玄龟甲，拥有赤炎之力，还兼具玄龟的强大防御，算是攻防一体的战甲。厉三娘身上那套战甲则是银灰色，甲片呈三角形，有着一道道的流光不停流淌而过，看上去颇为坚韧。此甲名为流银铠，乃是完完全全的防御性铠甲，可短时间内抵御化神修为的攻击，甚至能抵御化神8层修士的全力一击。加上厉三娘本身的修为，除非是化神之上的强者，否则想要短时间内将他击败根本不可能。这次为了进入魔窟打探，两人算是将压箱底的宝物都拿了出来，毕竟魔窟内凶险无比，一个整不好必然身死道消。走！六欲魔君和厉三娘深吸一口气，看了一眼魔窟内涌荡的黑色魔气，陡然化作光虹冲了进去。见此，云长老等人立刻关闭缺口，结界缩小，化成一个封字，镇压魔窟。众人听令，严阵以待，若魔窟内有动静，随时出手。萧姨妹喝道：是！众人立即分散在四方，身上灵光闪动，随时准备迎敌。小青子，他们不会回不来吧？胖达嘿嘿一笑：大概，也许，可能，我哪知道。陆星没好气道。胖达又问：他们可是你给坑下去的？那你是希望他们能回来，还是不能呢？陆星无奈道：要不是这次六欲魔君和厉三娘联手对付萧姨，我可没空管他们。六欲魔君和厉三娘毕竟是化神高手，宗门砥柱，他们若有失，对宗门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厉三娘，她是屠师姐的娘亲，我自然希望她能回来。说完，不禁叹了口气，在这件事上，他多少有些对不住屠莎莎。但话又说回来，他建议六欲魔君和厉三娘打先锋，并非全是为了坑他们，而是这的确是最好的办法。魔窟内，六欲魔君和厉三娘的身外裹着一道灵力护罩，抵御周围的浓郁魔气。两人一起顺着黝黑的通道，朝着远处缓慢飞行。滋吱滋，魔气不断地侵蚀着灵力护罩。好可怕的魔气，居然能侵蚀灵力！若这里的魔气涌入外面，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厉三娘蹙眉：你还有心思担心这个，还是先担心自己吧。六欲魔君冷哼一声，这里一片漆黑，无数通道，四通八达，谁都不知道通往哪里。万一遇到某个恐怖妖魔，甚至一群，连我们都得陨落在这里。厉三娘冷厉道：进都进来了，费这么多话干什么？下一刻，他忽然停了下来，看向周围，惊讶道：那是什么？只见通道四周到处都是红点，瘆人至极。六欲魔君挥手祭出一道火符，照亮了整个通道。只见在通道四周挂着无数眼眸如火点、毛发猩红的蝙蝠，每一只都至少有人头那么大，尖锐的牙齿闪烁着嗜血的光芒。六欲魔君当即不屑道：不过都是些筑基金丹级别的血蝙蝠，不足挂齿，我来消灭他们。叽叽叽叽，通道内无数血蝙蝠闻到了血肉香味，顿时兴奋无比。哗啦啦，无数的血蝙蝠如同蝗虫般朝着两人冲了过来。呵呵，六欲魔君笑了一声，挥手间6道光轮飞出，吃吃吃，光轮瞬间切割无数血蝙蝠，鲜血洒落，染红了整条通道，叽叽叽的声音密集而刺耳。但这里的血蝙蝠实在是太多了，即便是以化神修为，也难以短时间内杀尽。肮脏的东西！一滴污血溅射到了六欲魔君身上，令他极为愤怒，双手捏诀，6道金轮急速旋转，释放出无数巨大的刃光。须臾间，无数血蝙蝠惨叫着坠落。人类，该死！忽的，从里面冲出10几头巨大的金丹血蝙蝠，而且全部都到了金丹巅峰。区区金丹巅峰而已，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六欲魔君冷喝，完全不屑。嗡！
只见15头金丹巅峰的血蝙蝠发出无形的音波，随后便看到无数血蝙蝠汇聚起来，组成了一个血色大阵。血色大阵中出现一头巨大的血色蝙蝠虚影，看模样跟四翼血蝠王有些相似，都是手持血矛，拥有4翼。吼！虚影发出怒吼，朝着六欲魔君和厉三娘冲了过来。元婴巅峰之力吗？只可惜本座是化神。六欲魔君一眼便看出，这头巨大蝙蝠虚影仅有元婴巅峰级别的力量罢了，不足一提。六欲和六欲魔君双指并拢，朝着6道光轮一指，咻咻咻，6道光轮飞回，瞬间融合为一，释放出6种光芒，而后竖直旋转，唰的一下，竟是瞬间将巨大蝙蝠虚影给切成2半。砰！蝙蝠巨影立即炸开，就连蝙蝠大阵同样崩溃，10几头金丹巅峰的血蝙蝠大口吐血，遭受反噬，更有无数筑基蝙蝠从空中坠落。妖魔都该死，今日本座送你们都归天。六欲魔君狞笑一声，杀入蝙蝠群中。厉三娘始终未动，却感受一丝不安，冷喝道：六欲魔君，别忘了我们来此的目的，不要恋战。但六欲魔君不听，杀的兴起，不杀了这些蝙蝠，他们不会放我们过去的，放心吧，我很快就能杀光他们。厉三娘眉头一皱，没再说话。不好了，不好了！通道深处，一座宽敞的石室中，一头巨大的血蝠王躺在巨大的石椅上休息，周围站着2排2足而立的巨大蝙蝠，面色颇为狰狞。而在四周的墙壁上，同样有着无数个头不小的蝙蝠，露出一双猩红嗜血的双眸。这时，一头巨大的血蝙蝠冲了进来，胸口淌血，朝着血蝠王大喊：如果六欲魔君和厉三娘在这的话，一定会认出这头血蝠王，因为他就是当日冲击封印，试图吞食和欢宗弟子的4翼血蝠王。怎么回事？4翼血蝠王睁开一只血眸，扫了一眼，当看到这头血蝙蝠身上的鲜血后，顿时大惊失色。这头血蝙蝠立即将通道内的事情禀告4翼血蝠王，一男一女，而且这里靠近合欢宗，难道是合欢宗的人？想到这里，4翼血蝠王桀桀大笑：好，来得好，本魔正要找合欢宗的人算账呢，就先杀了此2人，拿点利息。很快，4翼血蝠王带着数百头巨大血蝙蝠离开石室。该死的血蝙蝠还真是多啊，杀都杀不完。六欲魔君有点杀累了，那种源源不断不知尽头的感觉令他无力不耐烦。厉三娘飞过来怒斥道：叫你不要恋战，若是引来强大的妖魔，我们都可能葬身此处。六欲魔君点头：好，那我们杀出去，尽快离开。可刚要动手，原本冲向他们的无数血蝙蝠忽然如潮水般退去，一个个挂在了通道四周，不再动手。这一幕让六欲魔君和厉三娘感到诧异。结！不过须臾，一道阴冷诡邪的声音从通道深处传来。六欲魔君和厉三娘皆是脸色一变，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一股强大邪恶的气息接近，并且这股气息不弱于他们，